而西方人重视科学和哲学不一样，而中东南亚北非世界所有的宗教诞生地不一样。中国人呢，特别重视历史的智慧。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世界之最，而《资治通鉴》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北宋学者司马光耗近20年的精力，编纂了一部编年体的开山之作，全书300多万字，记载了1300多年的历史。如何走进这部大书，如何去阅览这部大书，非专业人士啊，虽然不是望洋兴叹，总是有些棘手的。就是期待用精选的一些历史片段，用一些通俗的讲解方式，给大家分享其中的历史智慧、修习之品智慧。唐太宗讲啊，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同学们通过学习《资治通鉴导读》这门课，希望大家对1300多年周秦汉唐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脉络有一个了解，对每一个故事背后的思想智慧有一份体悟。中国的历史典籍啊，浩如烟海。有人说过啊，古希腊是一个哲学的国度，希腊人重视哲学和科学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啊，名震古今。而中东南亚北非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是吧？佛教的诞生地啊，南亚、西亚、北非。而中国人呢，重视历史，中国的历史浩如烟海，《资治通鉴》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上启战国初期韩赵魏3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启五代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以前959年，凡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相关，其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原名《通志》，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司库辞要的管称说啊，《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达思今。曾蕃说啊，且以为先者经世之书、经邦纪实之书啊，莫善了司马文公《资治通鉴》。那为什么《资治通鉴》司马光封温国公，司马文公编《资治通鉴》是最好的一部治国之书呢？莫善了司马公《资治通鉴》嘛。因为啊，这本书啊，不光能讲道理，还通权变，切物之理，直慎之权。一本书讲道理已经不错了，不但讲道理，还通权变，还懂得讲操作，这当然是了不得的啊。史书的价值有2条，从2个方面观察，一个是它的史料的价值，一个是史著作的价值。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对吧？材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志录》上说，《资治通鉴》呢，以一生精力成之啊，所谓后世不可无之书啊。清代史家也说，读17史，不可不兼读《通鉴》，因为《资治通鉴》的取材呀，有超出正史之外者。诸说正史之外还有几百部著作被他参考的，
而且《资治通鉴》写了考异，就对不同的记载进行考定。《资治通鉴》这部书得到学者、帝王的交可称誉啊。王夫之写过一本《读通鉴论》，他说我们读通鉴呢，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脏癖，可以自述，可以提升自己自述，可以毁人，与人分享毁人，可以知道而乐，知道治国之道，知道为人之道知道处世之道，而感到很愉悦很快乐。所以自述毁人知道而乐，就是我们学通鉴的宗旨三重境界。其实历史就是前人应对各种挑战给我们留下的一些经验总结。人生民族国家都有不同挑战，为了应对这不同挑战，人们有一些应对的措施，一些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成败得失，它的记录就构成历史。所以我总讲读史就像看高人在那下棋，他们的每一走一步都留下了一些历史的印记，这就构成了一个棋谱的残局。我们熟读这种残局，我们就能下棋了。我们熟读历史，我们的人间的这些不同的挑战，我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对吧？这个道理它往往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抽象的道理在具体的历史情形当中就能使我们明白全变的道理。三家分晋是《资治通鉴》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周天子周威烈王23年，就是公元前403年。《资治通鉴》从这一年开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济、韩虔为诸侯。魏斯、赵济、韩虔是晋国的卿大夫，现在天子下令，他们三人是诸侯了。魏、赵、韩正式建国了。司马光在这后面配了一个1000多字的评论，评论说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了，你怎么能任命这个大夫为诸侯呢？其实从大夫到诸侯，其实这个事早就有了。当初西垂大夫秦的先祖不就是有日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荣子大夫提报诸侯了吗？可是呢，为什么赵韩就不能为诸侯呢？这个按照道理也没道理。大夫变成诸侯，这是西周分封的时候常见的事嘛。姜太公分封诸侯了，齐国，他的其他的宗子分诸侯了，周公的大儿子鲁国。我想这个是坏就坏在，就是周天子被迫的屈服压力，把礼义名分不要了。那你看看这规矩就坏了，这规矩是周朝秩序嘛，规矩坏了，这个时代就结束了。所以司马光把它做故事起点。后来郭沫若以战国做所谓封建时代的开头，跟司马光可是不谋而合那当然战国那是不是封建中国历史上封建是不是有封建社会，这个是学术界争议的事，我们不谈了。但是为了交代事情原委，司马光把镜头拉到了70多年前，也就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春秋时期晋文公称霸后，晋国出现了赵、魏、韩、至、万、中兴等世袭卿族，成为晋国六卿。六卿共主国政，专擅晋权。春秋末战国初，范氏、中行氏被诛灭，掌握晋国大权的就成为至、赵、魏、韩4卿，其中至家最为显赫，在当时掌控着晋国的中央。可是到了公元前453年，也就是说三晋被封为诸侯的前整整50年，却发生了三家联合起来消灭智氏家族的故事。初智宣子将以尧为后，真的就是找接班人的事情。智氏家族这老大智宣子想选一个接班人来加以培养，他就选了嫡子长子智尧为4卿，继承当他卿，卿也是世袭的，
跟国君一样。他们家族里叫治国的出来反对，说你家大儿子智瑶虽然很贤，他称为武贤，但是他有个大弱点。武贤就是第一个长得帅，第二个武艺高强，第三个多才多艺，第四个能说会面，第五个强于果敢。那么他最大弱点是什么呢？不仁，就是没有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得争取人心，就不仁。当领导的没人拥戴你，你领导怎么当呢？所以治国这个反对意见是有道理的。另外一家赵家也在选四卿，赵简子有2个儿子。赵简子，他是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之孙。寓言故事《东郭先生与郎中》，那个将中山狼追得钻进东郭先生口袋里的英雄赵简子，在真实历史中是位智勇双全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儿子伯鲁，二儿子吴旭。究竟立谁为后呢？他把2只写着顺诫之词，就是修身自敕的警句格言之类的啊，写在竹简上，每人给一个竹简，说你们好好记住，保存好，保管好。过了3年，突然父亲问他们，还记得竹简上写着什么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找不着了。二儿子吴旭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好好的保存着，随身带着的。哎，爸爸在这儿呢，竹简。而赵简子觉得这个老二吴旭啊贤，就立他为嗣。你想想，赵吴旭谦谨谦卑，去世细心，所以呢受到父亲青睐，被立为接班人。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赵襄子。后来2家老人都去世了，智瑶就是所谓智伯或者智襄子继位了，赵无恤、赵襄子也继位了。智伯啊，主持晋国的国政，处事强霸，跟人相处啊，跟这几家相处啊，往往对于别人很不客气。这个由此在南台的右肩上误韩康子和他的大臣张圭，别人怀恨在心，他就不以为意。后来智伯以筹赠军费的名义逼迫这几家要交出一座诚意，他说要去打越国，是助国君之命。首先向韩氏要，韩康子当然不同意，他的辅臣段圭就建议不妨满足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他说啊，智伯如果得寸进尺，一定会把矛头再指向别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静观其变了。韩康子觉得有道理，送给智伯一家有1万户人家的封邑。魏白果然狮子大开口，又向魏桓子说地。魏桓子觉得凭什么把地给你啊？要予以拒绝。可是他辅臣任章就建议他采取将于败之必固辅之，将于取之必固与之的交边之策。这段话是周书里面的，老子里面也引了这段话啊，就麻痹对手，同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攻得对不智伯。否则让我们自己单独成为支持打击目标有什么好了？我们毕竟呢跟人家势不均力为敌。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道理，对吧？就说你想祸水外引，我们这些被欺负的人利益攸关，所以就团结起来。智伯一狂傲，那他觉得我们都怕他，他就骄傲。以我们团结起来，所谓相亲之兵，对付这个狂傲骄傲的智伯，治世之命不长矣。所以任章的老谋深算，为魏桓子啊很快明白了，哎，痛快的给了智家一个封邑，1万户人家。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近日再向把手伸向赵家的时候，而且指定要蔡高郎之地，赵襄子坚决拒绝。我先祖的遗产，先祖的封地，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呢？智伯马上纠集韩魏的军队，还联合起来攻打赵氏。面对气势汹汹的志士联军，赵襄子有3个战略要地可以选择去避难：邯郸、长子、晋阳。长子的条件是城高池深，邯郸条件是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他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是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
你让老百姓去筑城挖池，让老百姓去征收粮食去粮草，现在还让那些以命来拿出来跟你一块守城守池，老百姓肯定不跟我们干啊！咱们去晋阳吧。先父在世之日告诉我，勇夺当作志士晋阳，亲邀伯父，深得民心，这才是最可依赖的。哎，所以他去了晋阳。你看看，司马光在给我们讲道理呢，就是说设备重要，城池；物资重要，粮仓，但是人心才是更重要。果然，当赵襄子逃奔晋阳的时候，智伯率领3家联军呢，追逐来的，而且把晋阳围得城水泄不通，绝城灌水，围了2年，晋阳市军民呢同仇敌忾，毫不动摇，城造惨洼，民无叛意。这水哥漫过城墙了，但是老百姓呢，都不动摇，民心可靠。可是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2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轻视对手，这个一意孤行。司徒中建用2件事来表达智伯的狂妄，一个是他做的，一个是他说的。智伯他乘车去巡视攻城情况，他坐在车上，另外2位也在车上，不过位置不一样。战国时候，春秋战国时候，车可以坐3个人，僧者坐在左边，保安陪同叫参乘坐在右边，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咱们现在坐其实右边是僧者，车的后位是，那中间呢是个御驾车的意思，车夫。你看智伯坐在最尊贵的左边，魏桓子驾车坐在中间，是他车夫，韩康子参乘，拿着武器护卫他。你看这不平等的都是卿大夫，都是主臣，不平等。威风士卒智伯说了一句话不无轻佻：哎呀，我今日才知道大水可以亡人国的，霸气十足啊！可是这个霸气的外露引起2个盟友的担心了。担心什么？分水可以灌安邑，降水可干平阳也。安邑魏国的国都，平阳韩国的国都。这种情况很快的引起了智伯身边的谋士西疵的注意，因为韩魏的忧虑在脸色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这个西疵就观察到了，他提醒自己主公，韩魏必反。智伯问：子何知之？这您怎么知道的呢？西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就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这2位不但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吗？智伯就把这话去问这个韩康子和魏桓子。有人说你们谋反了，然而矢可否认，哪有的事？这一定是奸人为赵氏充当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从事放肆的赵氏进攻我们都期盼着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做完全不可能做冒犯您智伯突然相信了这2人辩别，毫不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魏韩有那个胆量敢反叛他，所以魏韩当初那种骄兵之策已经起了作用了。事后西疵质问智伯：主公，你怎么把我的话告诉这2位呢？智伯问：子何以知之？西疵说：刚才我进来说话，看见这2位一面很盯着我一眼，就赶紧离去了，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读懂他们心思。智伯完全不理会西疵的分析，西疵害怕了，找了机会溜了。被围困在晋阳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了，他秘密地派人出城游说韩魏2家告诉唇亡齿寒，我完了，下面就记得你们了这2个心中所忧虑的正是这个，一拍即合，约定第2天采取联合行动这个反攻智伯。就在约定的日子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的军队发动袭击，掘开水坝，倒灌智伯据镇营地。智伯军队一下就乱了韩魏2国趁机从侧翼进攻赵襄子从正面攻击，大败支持军队
智伯被杀，家族不灭，三家尽分其地。50年之后，就出现了我们刚开始，也就是《资治通鉴》一开头讲的周天子、郑世丰、魏昭韩三家为诸侯的事。司马光在这里有个很长的一段评论。陈光岳他说了一通道理，他说领导人什么是最重要的？他说有才有德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得不到圣人，得不到君子，与其得一个小人，还不如得个愚人呢？为什么小人呢？本事太大了，他还使劲坏起来，那你可受不了。愚人没什么本事，想干坏事坏不成。他意思呢，智伯是才胜德，是小人，所以你看他当领导以后就出事了。其实这里面司马光是有王安石变化时代的受的这个时代的投影，甚至有激愤之词。人性到底是恶，到底是善，孟子和荀子都争论不清楚。就今天的角度来看，与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相比，制度的权力约束更根本，对吧？但是就在制度的约束的前提下，选择什么人当接班人，人民高下还是重要的。不过司马光对领导者修炼曾经有个很系统的看法。他曾经给宋神宗谈到一个人君领导者他的这个领导素质还是领导力修炼的几个标准：仁、民、欧。什么是仁呢？仁就是你得懂政治，你的善是把政治理想儒化为社会的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育万物，养百姓这样才能真心得老百姓用的。智伯他考虑的只有一个自己的私利刚愎自用，不任之民当之无愧。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是不是魏昭韩三家就不贪婪，就比智氏更有德？恐怕也不尽然。可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赵襄子比智伯更懂政治，对吧？所以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时候就出来了。因为智伯那5个优点都是匹夫之能，都不是领导应有的，以官人为能，去安排别人为你做事，这个作为自己能耐。就是说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就是智伯的能耐是干事的本事，不是当领导的本事。领导不比干事的本事，领导比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为你去干事，对吧？所以今天呢，把这个叫领导力所以智伯呢缺乏领导力。领导力最重要是让人愿意跟你干，愿意跟你走，对吧？可智伯不行，智伯狂妄霸道，而且呢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呢不明是非，不能听西施的正确的谏言，这都是领导者的大忌，对吧？与智伯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气质。智伯犯的错误也包括不光是战略层面，还是战术层面的。说话不谨慎，行为太张狂，招来另外2家曾经是自己盟友的韩魏的遗迹。这个临时的统一战线呢解体以后，本来是3对1的优势，变成1对3的劣势。在这种情况焉能不败？其实从智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应有的这个领导能力这个《资治通鉴》的故事之所以从智伯开始，因为这跟三家分晋有关系。那问题是他选这么个故事有什么意义？我觉得首先因为《资治通鉴》它是给皇帝看的书，所以他尤其需要提醒皇帝怎么来带队伍，怎么来管理他的这个团队。那么智伯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反面的一个例证。
对于皇帝来说，他一定要看到这么一个，让他觉得，哎，我必须提醒一下我自己，不能再重蹈智伯的这个覆辙。我是这么理解的。他智伯呢，意思是智伯就是个小人，才是德。但是其实司马光他想表达这个意思，我个人也许跟他那个刺激那个时代有关系。他是承认王安石有才的，但是在品德上面他也不认为王安石这个人个人在私德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一点是像他像苏轼都是肯定的。但是他这个德的概念其实是典型带有这个宋朝人的看法。战国初期最先崛起的是魏国，所以我们发现啊，在秦朝以后啊，很多国家称魏，曹魏、北魏、东魏、西魏等等，还有阮魏呢，阮闽建立的那个魏。因为魏国曾经是历史上很重要的国家，就是战国的魏。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天时地利来说，当时的周边国家，比如秦国还在沉睡，齐国的国君呢，和楚国的国君呢，都还不是很有作为的，有的是还是内乱魏国四周无强敌从地理优势来说呢，魏国的国都当时在今天的山西夏县应该是润城地区所以你看魏国横跨黄河南北东西河东河西这个大体是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方，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和的因素魏文和魏武和父子两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讲行修睦，使魏国成为强势一支大国。那我们去讲讲魏国的人和的条件。先是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与三晋结盟，这个共同化解这个对周边其他国家的对他们的这个压力。韩国前来借师要打赵国，赵国也来借师要打韩国。魏文侯采取和事佬的态度说赵国是我的兄弟之国，我怎么能跟你韩国一起打赵国呢？说韩国是我的兄弟之国，我怎么能赵国一起打韩国呢？这两个国家都很生气，你不帮助我。后来他们明白了原来魏文侯是此两家结盟修好，所以呢都尊魏为盟主。魏国促进了三晋结盟嘛，诸侯莫能与之争。但是更重要的是内部的改革是达成的人和，化解矛盾注意在意识形态上儒法并用，不拘一格的这个招揽人才，同时调节好各方利益关系。战国是个改革的时代，而改革的发轫就在三晋其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他的变法宗旨就是尽季礼之教，鼓励农耕。他颁布的法经主要是维护社会上的财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李克很务实，这个人儒法兼修，他跟波子夏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波子夏是孔子的学生，注释《论语》就是他编的。资治通鉴和史记里都津津乐道着李克的一个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的人选，说先生总是跟我讲家贫是良妻，国乱是良相。他说你看我现在要选相，不是魏臣就翟华，你看哪个更合适呢？李克他说我的地位比他们还低，我是宫门之外，我怎么能谈论这个朝堂之事的这些这个相的人选呢？哎呀，先生临时勿让，你就不要推了。李克
授人以渔，教了个写人的方法，没有具体说某个人选。我想李克这样做也是免得直接得罪人，对吧？他说啊，我们写人呐，有个5种方法。平常你看他跟什么人来往，富贵看他跟什么人结交啊，显赫时看他保荐什么人，困顿关系不济的时候看他哪些事不做，贫穷时看哪些不谋取。他说啊，主公啊，你这按照这个去选人，你知道他选谁了？魏文侯明白了，先生你回家吧，我知道是谁了。中官政要里面，唐德宗跟魏征也谈到这事，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多人讲这句话啊，也不是李克第一次讲，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讲。李克一出门，马上碰到翟璜了。注意了，李克可是翟璜推荐的魏文侯的，所以翟璜笑眯眯地说：“哎，听说今天国君为拜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你看看，李克当初幸好没指出张三李四，马上人就知道了。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翟璜问，他想你是我推荐的，你肯定跟我说话了。李克说，我猜国君会选魏臣的。这个翟璜一下脸就变了，愤愤不平，说哪一点我比方说魏臣啊？言下之意还是说你还是我推荐的了啊？那么魏臣和翟璜他们的差别在哪儿呢？《资治通鉴》和《史记》里啊都有这样子的记载。魏臣呢，把自己的大部分的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他国君推荐的最主要几个人才，卜子夏、段干木和田子方，这3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啊。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应该是孔子学生里面呢年纪比较小而且比较优秀的一个。那就说他有文学见长，很多人认为《论语》就是他率领其门人编撰的。《论语》在魏国讲学说，建立一个西河学派啊，在西河设帐授徒啊，其中不乏经世之才。魏文侯跟着子夏学习经国之道，向隐居部使段干木请教治国之方，而且还聘请了田子方。田子方是子贡的学生，子贡就是端木赐啊，也是孔子的爱徒啊，这个为自己的客卿。魏文侯向这些大儒的学习，引起当时诸侯的震动。魏文侯名誉甚于诸侯，说是司马迁曾经记载说魏氏家上讲，当时秦人想攻打魏国，有人说魏国仁爱国人，重视用人，上下和贺，你不能打他主意。所以说魏文侯的这些崇拜这些重要的儒门高手，在当时的战国时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甚至引起这个诸侯觉得不能对他打主意。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些人才，比如说西河军守名将吴起，邺地的治国能臣西门豹之邺我们小时候就学过这个故事西门豹比方说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阳，还有在中山担任守将的李克，以至太子的老师屈侯父，这些人都是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于是我们发现呢，魏文侯治国用2类人才一类是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样的有道德操守、有广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人，他们是帝王之师而李克、吴起、乐阳这些人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责，他们也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李克就讲，他说不错，你也推荐很多人才，魏臣也推荐很多人才，可魏臣推荐人才，我们国君都他拿来做老师，田子方、段干木、卜子夏。你翟璜推荐人才，我们国君拿来做人臣，让他去干事儿。你看看，你的眼界还是比人差一点。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这个鲁莽这个向李克道歉。其实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一柄，百行书轨，能有兼篇，只有断肠。李克的话告诉我们，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干才，比如像西河军守吴起像这个
乐阳攻打中山的啊，像李克，但是更需要能帮助他提升境界格局的老师这辈人才。下面这两则故事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魏文侯跟田子方一起吃饭，在那欣赏音乐，魏文侯说：“哎呀，这个音乐好像不太对称的啊，声音中声不比左高，边中的声音呢，左右两边呢声音不对称啊，好像左边高一点。”田子方就笑了没吱声啊。魏文侯迷惑：“你笑什么呢？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田子方说：“君明乐官，不明乐音。”就说为国君的应该致力辨别官，就是担任这个官职的人是不是称职，而不是具体来分辨这个官干的事儿是否一定恰当啊。你看你对这个声音的评论，我担心你也忽略对官员的识别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为君之道，无非是用人认事，你用人，他认事，对吧？你的重点是用人合适与否，这事项事做的是否合适，不应该做机械式的品读品足，因为这种东西有考核部门在做，对吧？你这样做的话，第一未必恰当，你的权利在这儿，并不是你的能力在这儿；第二，影响他的执行力。田子方不愧是子贡的高足啊！他不是个书呆子，他深谙领导之术啊。还有一个故事，魏文侯的四子就是太子子吉，在路上碰到田子方，赶紧下至施礼：“田先生。”田子方没有还礼，扬长而去啊。魏吉就不高兴了，他冲着田子方大喊：“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呢，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呢？”这位太子向你有知识的前辈表示谦卑，是一种教育的结果。他并不觉得你怎么样，并不觉得你这个如何高贵，他觉得对你这是一个形式，所以他就骂起来：“我给你施礼，你还不理我？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平静地回答：“那当然我贫贱值得高了，你富贵的怎么能高呢？你是诸侯，你高了17国；你是大夫，你傲慢17家，你的风义都没了。诗书容易，得的难呐。你想活到有那么容易吗？我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我穿着鞋拔腿就走，到哪儿不是贫贱呢？”魏吉后来魏武侯好像被当头棒喝下，赶紧向田子方谢罪。后来他父亲告诉他：“你看，田先生用这方法在教育你了。”其实你发现没有，田子方的道理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一个人才啊，他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担当、有事业、有未来的人，或者将来能够成为领袖的人物，应该比别人更自立。在罗马元老院里啊，凯撒有次演讲，他是位高权重者，大概这个意思啊，又发脾气，他说这个人很狂妄。普通人发脾气，他说这个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位高权重者如果是低调，他说你看看，那人家这么位高权重还谦卑低调，美德啊美德。普通人一无所有的人如果低调，但是什么说？哎呀，他有一无所有，他不低调干嘛？其实一个成功的人士，一个对未来有期待、有前途的人，谦卑低调是他人生的通行证，对吧？一无所有的，其实他是无所谓的所以田子方实际上是在教育这位太子。你看看，无论是他父亲谈君明乐官，不明乐音，还是跟他儿子讲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都在境界格局上帮魏国君，而不是在操作层面我帮你把什么事做成。所以这就李克讲为什么魏臣要比翟皇高的道理。性格与命运，吴起的悲剧。吴起，前440至前381，生于富家，
早年为求官耗尽家产，遭人耻笑。他一怒之下杀人30余，逃出，诀别母亲若不为卿相，誓不回魏国。后从曾参前505至前435袭儒，因吴母病逝，拒绝奔丧。曾参怒其不孝，断绝师生关系。吴起于是弃儒学兵，出使鲁国。吴起是战国名将，跟春秋时代的孙武《孙子兵法》的作者齐名。《史记》里啊有《孙吴列传》。吴起出身魏国，那时候魏国啊已经不行了啊，已经是魏，前面刚讲魏文侯，魏武侯那魏国家的附庸了啊。他的这个一生啊是个悲剧啊，在家乡的时候啊，他似乎是个愤青；在鲁国呢，似乎是一个小人，见利忘义；在魏，他似乎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可在楚国，有了改革，就死而非命。其实吴起的这一生的悲剧啊，在青少年时代就埋下了种子。当时啊，他这个家族应该是一个没什么政治身份的一个叫做商民家庭，家里可能是有钱，但是没有政治身份。春秋战国啊，尊贵的贵族开始破坏啊，但有本事啊才能上位的这个变革的时代，所以他也想做官，因游士求官耗尽家财，官也还没做成，遭人耻笑。他一怒之下杀人去讽刺他的乡人，逃离了家乡。临终之前给自己母亲说：“不为卿相，誓不回魏国。”你看，颇有点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吴起最早来的鲁国，鲁国跟魏国关系比较密切。孔子的学生啊，里面很多除了鲁国的、魏国的、宋国的这些国家，他人呢求学的曾参，《资治通》里写的曾参，实际上不是曾参，曾参。曾参是曾参的父亲，这一点是错了的啊。前末朱子系年里面对这个有考定。后来母亲去世，因为这时候他还没为卿相啊，他不奔丧，不奔丧就是不为卿相誓不回国嘛，小信啊，小的信。你想想曾参是什么人？曾参是大儒啊，著说《孝经》这部书啊，就是曾参编的，就是他父亲编的啊。怒其不孝，母子不奔丧，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转而学兵家，并在鲁国就业。公元前412年，齐国来攻打鲁国，鲁人患之，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想要找人去抵抗啊。吴起能带兵，想用他，可是又担心吴起的老婆是齐国的姑娘，姓田，因为你一见你的老婆是齐国人，你能够抹下这个情面、亲情，保卫鲁国吗？吴起为了表明自己决心呢，突然杀气求降，最后率领鲁国的军队大败强大的齐国。这时就有记者出了以卫道士的身份说话了，他跟鲁国的国君说啊，吴起这个人呢缺德，是个小人，母子不奔丧。那个曾参呐不认他这个学生了，现在有杀气求为君之将啊，残忍至极啊。鲁国是个区区小国，却有战胜大国的名声，现在诸侯一定会防范我们。鲁元公啊受到蛊惑了啊，诸人解决了吴起的职务，吴起啊安然离去，尽管有赫赫战功。你看看这位嫉妒的人给领导说吴起的坏话，凡是领导有人向领导说的坏话，有2个特点，一半真的，一半是假的。没有真的不足以相信，没有假的不是把你置入死地。那个吴起确实有缺点，对吧？杀气求降，母子不奔丧，道德的欠缺啊。但是呢，说吴起带着小的鲁国的军队打败了大国的齐国，这个就是使得诸侯来讨伐我们，这个话就似是非了。吴起少年横行乡里，曾一次手刃20个恶贼，从此得残暴不仁之名。
后云游在外，母丧不归，师父怒而将我驱逐，从此被世人视为不忠不孝之徒。在鲁国，我杀妻求将，又被骂作不仁不义之辈。天下之大，竟没有我吴起容身之处啊！吴起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没知道建功立业也是要环境的。鲁国是孔子的故乡，道德至上。你在这个地方建功立业，目标成瘾，不讲道德，那你就待不下去了。吴起的第二份工作是在魏国，魏文侯用人不拘一格，就问李克吴起什么人？李克说这个人军事才能不亚于春秋名将司马穰苴所以就让吴起带兵了。司马穰苴至尊，法律严明而且士卒同甘共苦，关心士卒的生活，所以司马穰苴能够让士兵为他去这个冲锋陷阵，以取得胜利。吴起在魏国带兵，就对司马穰苴进行活学活用。他与士卒最低下的人同饮食，睡不设专门的床席，行不骑车乘，亲裹银粮，亲自带人干粮，而士兵愉快行军。有的士卒生了脓疮，吴起亲自为其涌疮，把脓血给激出来，给他治好。三监将士无不感激，可是这位士兵的母亲就听了以后不禁垂泪了。邻人就说：“哎呀，吴将军这么关怀你家当兵的儿子，你应感到欣慰啊，你怎么还难过起来了？”这位妈妈伤心地说：“你不知道当年他父亲也在吴起手下当兵，吴将军也亲自涌其脓疮，这孩子的父亲冲锋在前，战不还冲，死在疆场上。如今吴将军因为我这个儿子用脓血治脓疮，我担心这个孩子将来也会吴将军这个一不禁的往前冲最后死在疆场上。”你看吴起懂政治的吴起怎么知道赢得人心？比较我们前面讲的智伯不仁，你看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阶段。吴起带兵不但讲政治，而且讲制度。魏辽子里面记载是吴起驱兵，有一个十分勇敢的士兵，在没有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就冲出去了，斩获了敌人2个首级。吴起为了严守军纪，以违抗军令处死这个士兵。吴起还加强军事训练，他这个训练的五族有严格的体能标准，战斗力特别强，曾用5万5族打败50万秦军，使得西河之地名震遐迩。所以你看吴起确实是非常出色优秀的。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儿子魏吉、魏武侯继位，相位空缺，大家都看好吴起，他是最好人选。可是结果就任命了田文。这个田文跟战国后期孟尝君那个田文不是一回事所以吴起就很不满意他就找着田文来问了：“我想跟你比比功劳怎么样？”田文说：“比吧。带兵打仗，你能跟我比吗？治国安邦，你能跟我比吗？镇守一方，你能跟我比吗？”田文平静地说：“我都比不上。”于是吴起就问了：“既然你什么都不如我，那为什么你的职位就是我之上呢？”这时候田文平静地说：“如今主少国疑，大臣未服，百姓不信。在这种情况下，是由我出来任相合适呢，还是你出来任相合适呢？”吴起默然良久，在那沉思是到底是我出来合适，他出来合适？最后他承认，属这子应该是你出来当宰相。你看看吴起是个自视升高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吴起认为平庸的田文应该出来主持国政呢？也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本事大，业绩高，能力超群，招人嫉妒。也是他明白自己强硬果敢的处事风格会让现有既得利益格局受到打破，也得不到人的拥戴
啊。其实啊，我们考察一下，这时候魏武侯并不是主少了，啊，并不那么年轻。但是不管如何，事实是魏武侯没有用吴起为相，吴起的甘居下位、甘拜下风，也没换了他安全的生存环境。继田文为相的名字叫公叔痤，担任魏国的国相。公叔娶了魏国的公主，啊，按照现在说是驸马了。他很忌惮吴起，觉得吴起的本事比自己大，所以他要策划想把吴起挤走。吴起怎么才能被一个本事比自己小的人会挤走呢？公叔的部下有一个仆人，就是门人呐，给他出主意，出了个连环套的主意。他说：“你呀，先向你的国君记忆。吴起这个人有本事，大牛人呐。你的国距小，不是大国，他未必愿意一直留下来干了。你不妨试试，你把公主嫁给他，看他是不是想留，对吧？他也想留的魏国，他一定乐意娶公主；他一不想留，他肯定不会，他就退死。这个仆人又说，把这个讲好以后，你再邀请吴起到你家去，你的妻子不就是公主吗？啊，你让你当公主妻子，像个母老虎一般强势对待你，啊。”等你把你不当一个人看，就是不尊重你啊，故意表现妻管严的样子。这个吴起一看出公主做老婆，原来这么这个难受啊，这么窝囊，他一定断然举起啊魏国国君要把公主嫁给他的好意。你看看这么一做，果然魏武侯问吴起想嫁公主给他，吴起害怕公主太厉害了，自己得不到自由，所以拒绝。这一拒绝，魏文侯就怀疑吴起的忠诚了。你还想在这好好干吗？你看领导怀疑你，担心你不想干，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那个时代啊，吴起害怕因此被害，就含着热泪啊逃离了魏国。临终之前呢，他说了，魏国从此走向衰落了。为什么呢？因为河西之地很可能被日益强大的秦国拿走。其实这个时候秦国呢，正处在秦献公、秦孝公的时候，啊，这个商鞅变法的时期。公元前383年的一个傍晚，一辆马车从魏国一路南下，疾驶着奔向楚国。马车上坐着一位消瘦严厉的中年人，他就是当时魏国的名将吴起。因受到魏国国君魏武侯的猜忌，他愤而决定投奔楚国。吴起来到了楚国，楚悼王久闻其先，什么意思呢？过去吴起带着魏国军的打的楚悼王满嘴爪牙啊，所以他找各诸侯国来帮自己忙，才避免这个狼狈。哎，现在吴起军来了，他不计前嫌，热烈欢迎吴起到来，先让在地方当了一段令，宛这个地方当令，南阳啊，然后直接提名为令尹国相。吴起终于如愿以偿了，少年时代啊担任卿相的梦想实现了。吴起首先向现有既得利益格局开招，他一针见血的对楚王提出，我们楚国的毛病在哪儿？就在大臣太重，封君太重，大臣的权力太重，封君的人太多，贵族有太多的权和利，有太多的资源被他们占，所以啊，国贫兵弱，怎么办？怎么改变这个局面？他的改变方案提出废除世袭特权。他规定，封君过了3代就要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用这些土地和财产来奖励那些有战功的人。这一措施是为了解决分配不公，提高楚国将士对外扩张的积极性。吴起把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开发，一方面使广阔疆域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贵族的势力。吴起的改革是抓住要害，吴起的改革也见到了成效。南平北越，北却三晋，而西伐秦，重振楚国的权威，对吧？国威一改被诸侯蚕食的弱势。但是大家发现吧，吴起就得罪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削减公族的待遇，
贵族下乡，皆甚苦之。处之贵戚多怨吴起者。公元前381年，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吴起被死了乱箭之下，楚国的改革遂夭折。吴起从鲁到魏到楚，在哪儿都是响动，在哪儿都是业绩，最后不是待不住，就是被杀。这一生呢，引人反思，引人深思。你看吴起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司马迁的用词是节廉而自喜民也，司马光的用词是刚劲自喜。它包括2层意思：有原则的坚守，节廉刚劲；第二，不大通人情，自视甚高，所自喜是也。吴起的目的是事物倾向，性格又刚劲。你看目标成瘾的执拗，加上性格的刚劲，铸就了吴起人生悲剧。我们常说为人处事应该刚柔兼济，刚是意志坚定，对吧？刚不一定是指的你用拳头出使要出去一定用武力，就是你有意志，内刚内在刚嘛，内刚外柔。内刚就是你有原则有坚守，外柔手段可以柔软，对吧？史记讲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事事，无所不宜，就是你要善变通，不要脑筋一个劲。其实世界上许多事情呢，不是我们完全主观努力所能解决的。如果你不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那你很可能碰壁。所以既要目标坚定，又有步履稳妥，这是城市人应有的风度。我们讲吴起的性格是如此，但是决定性格命运的不仅是性格，摸袖风吹，行高人非，这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吴起为公叔所排挤，后来白起为范雎所忌惮。英雄实川，红颜薄命，谦卑是人生的护身符。周瑜有一卦叫谦卦，这个谦卦是唯一没有灾咎的卦天道、地道、鬼神之道、人道都讨厌狂妄、自满，而喜欢谦。谦，君子之中也。所以吴起的张扬，吴起的强悍，也是他受人忌惮一个原因。可是问题是复杂在这嫉妒英雄的他并不都是狗熊，并不都是不言不化的人物，对吧？你看看公叔错，他后来曾极力向魏惠王推荐未央。范雎辅佐秦昭王攻业卓著，远交近攻，外交政策他提出来的。所以复杂在这儿，那就是嫉妒你的人、排挤的人，他未必是廉颇化的坏人所以就很复杂了。吴起的问题有性格的问题，有环境的问题，有时代的问题。可是呢，我们真能改变，我们是改变的，我们都不能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自己。当然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从用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否定吴起是个天才，对吧？也是很有才干的政治家。曹操就讲过，他就赞扬吴起，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保。谁手下有吴起这样的人才，谁都能建功立业。因此能否爱护、保护或用好像吴起这样有缺陷、有处事不足却确有本事的人，这对我们事业成败至关重要，也是考验一个领导干部识人用人能力的试金石。你看，接着我们下面的故事就是讲魏文侯治国，对吧？魏文侯治国呢，还有吴起。吴起在跟这个魏武侯讲的时候，就说国家安全与否，在德不在贤。他举了好例子，对吧？举了说这个商纣王如何，夏桀如何，还讲了很多。他说三军形势多么险要，但是还是完蛋了。但是如果这个无德的话，周中之人皆为帝国矣，他们坐船嘛，在西河。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德，
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在别的场合也讲过，就是宋朝以前的人讲德啊，跟宋朝以后人讲德不太一样。宋朝就是包括司马光那时代讲德，他有点什么呢？他有点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但宋朝以前人讲德，他有点这个得到人民的拥戴，得到人民的支持，得到大家的拥护的意思。你看他讲的这个智伯的才，他都是操作层面的才。其实真正的问题，领导之才，对吧？但领导是另外一种才呢，他没有领导之才，为君之才，他是一个为臣之才，做事的人的才。而这恰恰是东方跟西方的一个差别。东方人把一个领导的才能看这个德来讨论，西方人呢把这看成一个操作技巧，情商比较高，得到大家支持拥护，善沟通。中国人的德的问题，他跟个人的其他技能成长连在一起的。在西方的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对吧？德的东西交给神来管，在现实操作层面，你得有这个技巧，智商和情商。现在讲，就智伯这个人呢，情商比较低，智商比较高，智商还都是操作层面的。魏文侯应该是可以说是汉朝以前很少数一个帝或者王，是吧？他按儒家来治国的，有什么看法？他是希望三家分晋之后，这样一个就是承担着魏国正在崛起的这样一个任务和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呢，魏文侯他自己希望就是说是能有人来辅佐他，让这个新兴的魏国来强大起来。首先他自己作为一个君主来说，能够做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德和才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处理做得比较好。另外一个，他在用人，他同时也体现出他的高超之处。他所用之人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兼备这个德和才的这两者的这样的人才。就是作为这个领导，他自己要做到这个德才能够兼备，同时他所用的人呢，如果最好是这个德才兼备者，那么当然能够这个事业能够做得更好。但如果说就有些时候就是德才不能兼顾的时候，那他能够知道就是在什么程度上用这个人，是在德的层面上用这个人，还是在才的层面上用这个人，那么能够把这个人才用到他的刀锋上，能够把他的这个能量发挥到最大。所以领导他不完全是自己来做事儿，而是让一帮团队帮着他来做事儿。那这个时候呢，他对于团队当中的每个人的就是这个他的手下的这个定位和理解就非常重要，以及说让他这个每个人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就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君者比一般的我们所说的德才兼备的这样的人才所需要做的更多的地方，就是说他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理解。魏文侯啊，他治国从思想理念上，你看做通鉴的记载吧，他觉得其实他是儒法并用，但是其实他这个用儒啊，跟汉武帝以后的情况不一样。你看汉武帝以前，儒家谁被哪个统治用过没有，对吧？你看春秋孔子也得不到人支持，孟子也得不到人支持，荀子当然去办学去了啊。就是他因为汉武帝那个儒家，他更强调大一统，你适应那个统一的需要。这时候呢，他其实用的说是儒家，他实际上认为说有几个要，比如说要尊贤，对吧？要讲信用，要自律，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带有操作层面的儒家思想了。我们现在看的儒家，好多是宋朝以后的儒家。其实真正过去的儒家也不是完全不讲操作的，对吧？在讲你看孟子在讲，图法不足以自行，图善不足以为政。法他能自己去实行吗？还有人光善不行，法也不能实行。所以这个魏文侯这个用人呐，因为他既有儒家出身的人，也有吴起这些法家的人，所以他用人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有互补性。你看什么互补性？你看互补性，你看魏晨和翟华推荐人，魏晨的那些人就是这几个，什么步子虾、段干木啊，还有田子方啊，都是能够做战略设计的，就是战略上的宏观上的儒家嘛，啊，包括帮助君主提高领导力的。那么像李克啊，就吕晖啊，像吴起啊、岳阳啊，这几个，这都是操作层面的，是战术层面的人才，对吧？他是可以把具体各方事儿给你做好，啊，这是个互补性。第二个呢，他用人呢，他不求全责备，对吧？你看这个吴起来很典型，他问李克，这个人怎么样？说这个人呐，贪日好色，贪日好色。吴起好色不好色还没根据，贪有点，目标成瘾，相当的目标，但是打仗有一手，你看他就当武将，这一点呢应该比他儿子魏武侯也强，是吧？第三个，我想一个领导就是用人和决策嘛，你看这体现在决策这个问题上他能够听不同意见，是吧？真明月阴，不明月关，这是田子方跟他讲，就是当领导的具体的事儿不一定搞那么清楚，但是人的用你要把握好，他能够采纳。所以其实司马光用这些故事，他其实也展现了他认为的人君应该修炼的一些功夫。其实吴起是个悲剧，对吧？那么有本事，在魏国，他的家乡故乡，他就想有所作为。战国的时候，就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这时还是贵族制破坏还没有完全破坏的过程当中，就是说还有一种为成分论、血统论。中国的历史在这个时候是很大的变化，就是从血统要变成这个按本事，对吧？所以他就学本事，然后到鲁国，你看也是组织成绩，待不下去。你看，在魏国，是那可以说是魏国的这个开疆拓土，吴起是功莫大也，对吧？那个在楚国就不得善终，成功了，但是他就死了楚当晚死了。从吴起的悲剧，个人的命运，我们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谈，一个就是他个人的性格特征，对吧？一个就是这各国家国情、国家的这个政治氛围，你能做点分析吧？从主观和客观来讲，吴起个人主观的缺陷呢，他可能是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是一个忍人，他可以做出来杀妻求将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是对自己的母亲说不为卿相，誓不回国。就像您说的，他是一个目标成瘾这样一个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的性格的一个缺陷，这导致就是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当时的情形下，无疑会招致他的政敌还有国君一些不满、猜忌甚至是敌意。第二个，从客观环境来讲呢，在这样一个贵族制正在瓦解，但是还保留有很大的这个势力的时候呢，吴起无疑是天时地利人和，他是没有充分的得到这个天时。在鲁国这样一个小国家，吴起希望就是说有大的这个政治作为，但是事实上环境是不允许的。后来到了楚国呢，他又试图去改动这个贵族身份制和血统制，最后触发了这个很大的敌意和不满，导致他改革的失败，自己也这个被乱箭射死。其实呢，吴起这些毛病，你看杀妻求将，是吧？母死不奔丧，就是他个人的在亲情比较
冷血在这方面，是吧？其实古人呐还有一句话，为大事者不顾家，是吧？为大事不顾家。其实古代还有一个大义灭亲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有一种判断啊，就是说你为了大的事业是可以不这个把亲情放第二位的，忠放第一位，孝放第二位。我觉得吴起这是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吴起单他做出这些事来，就受到别人泼脏水，就成为他的瑕疵呢？我觉得如果从知人悦事的层面讲，我觉得两个啊。第一个，他建功立业的环境不对，就是刚才讲鲁国啊，鲁国是孔孟的故乡，尽管那时还没有孟子，但是孔子的故乡，是周公他的大儿子建的国家，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讲究那种礼的，对吧？这个子思啊，还有这个曾子，对吧？都在这个地方。曾子呢，你像《孝经注释》是他编的，曾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要冲破这个大环境，做出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不会被认可，对吧？就他这个事儿，如果是在秦国，在楚国，就是儒家文化影响不那么深厚的地方来说，也是不当回事。你看他这些事就是在鲁国说的批评的，那别的地方没讲他这事，没讲他是他这个，所以为了成功，他没有仔细考虑自己建功立业的环境。第二个呢，吴起的运气也不好。吴起在魏文侯的时候其实没事，对吧？建功立业。到魏武侯呢，魏武侯就比他爸差一点。然后呢，在去跟公叔错，审计公叔错，宰相的问题上刚劲自喜，啊，性格上弱点，再加上这样子的环境，其实这就说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靠自己本事吃饭的人，其实那个领导在谁的领导下干活非常重要。你看情商高的人，对吧？他首先就知道处理周边环境。说智商高的人呢，如果不懂得跟周边环境相处啊，那他就很难的立足。我想他在楚国的最大问题是，吴起的他只是依靠了一个王，楚大王，对吧？他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社会基础支持他，他是个客卿，按照这个说法。更重要的是他的改革都是动现有利益蛋糕，他没有增加容量。就什么意思呢？你看商鞅变法不一样，商鞅发展经济，他把蛋糕做大了，然后再分蛋糕。他只是把别人蛋糕切一块，对吧？东野现有既得利益格局，所以你看他的改革他也留不下来，沉淀不下来。尽管其实他的改革从年代上讲比商鞅早。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讲商业变法。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波谲云诡，但是变法始终是这个时代最强音。你看魏国的李克啊，也叫李悝，楚国的吴起的变法，韩昭后时代申不害的变法，还有秦孝公、商鞅变法，都是在国君的支持下例行变革现实的伟大事件啊，这重要事件。但是只有商鞅变法影响深远，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的根基、制度根基啊，而且对2000多年呢，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谭嗣同说啊，2000年的政治，秦政也啊。毛泽东也讲啊，百代皆行秦政治啊，秦制就是商鞅变法时代的政治。秦孝公是秦献公第二个儿子，叫尹曲梁
秦献公就是个励精图治的一个国君，可惜啊享年不永，他觉得大儿子不行，他把位子给了他二儿子。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啊非常年轻，但是呢他致力于要国家的这个改革，他想重新恢复秦穆公时代的霸业。我们在春秋五霸有一霸秦穆公，所以呢商鞅就是这个时期来到秦国的。讲到秦国的历史啊，有3个大的事件。第一个就是公元前770年前后，当时啊由于周幽王封虎系诸侯被戎狄所杀，他的儿子周平王东迁，西周的镐京已经是一片废墟了。这个秦国的祖先呢就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这位秦的祖先呢，他本来是周王室的一个大夫，这个时候呢就由西垂大夫升格为诸侯，秦始建国。可以讲秦建国是比较晚的啊，比起晋国、比起齐国、比起燕国来说晚。100年之后，秦穆公称霸。称霸的标志就是一方面采纳戎王的一个大臣叫游虞，灭掉很多戎狄小国，历史上叫开地千里。又用中原地区的简书、百里奚等来吸收中原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2等强国。第3个变化就在300年之后，这是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好了，商鞅这个人呢，本来叫卫鞅，他跟吴起都是魏国人，不过他是魏国的宗室的一个庶出所以又叫公孙鞅就魏国国君的孙这边人。最初在魏就是魏文侯、魏武侯的魏在魏国的公叔痤手下跑腿儿，门下跑腿儿。公叔痤是魏武侯时候的相，就是击走那个吴起的那位仁兄那在魏惠王就魏武侯的儿子的时期，他继续当相。商鞅就在公叔痤手下当庶曾官当时叫中庶子。魏惠王8年，公叔痤曾经率魏国大军击败韩赵联兵击败韩赵联军。魏惠王亲自交引，公叔痤谦逊地说：“哎呀，我军的胜利不是我的功劳，前赖当年吴起培养的这些勇猛善战的五族这句迟到的公道话，为吴起的后人带来20万亩土地的赏赐，可是对吴起本人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第2年，公叔痤就病逝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呢，在公叔痤死前，却没有很好的给商鞅提供敬畏的台阶，只是在临终时向魏惠王极力推荐，说商鞅是个人才当时还叫卫鞅可是魏惠王觉得一个中庶子级别太低了，怎么可能让他接承那个相位呢？我想魏惠王也在想，这个相也不都是你家的人，对吧？你当相，你不在你家门客当相我想这个史书没讲，我的猜测没听公叔痤的。公叔痤甚至说出很极端的话，说不用之即杀之，因为这家伙跑到别的国家去那将是我们魏国的后患。魏惠王理得难理，他是公叔痤病了，病得很重，又叫我用商鞅，又说杀商鞅，都乱套了。商鞅也没听从公叔痤说你赶紧跑，我已经叫主公杀你。商鞅说他不能用我就不会杀了所以公叔痤死后，商鞅等人失业了，没工作了没工作。这时候秦孝公的求贤令来了商鞅呢到秦国来找工作，找出路。这时候秦孝公时代有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韩夷侯、赵成侯等等。当时山东6国就是战国6雄已经是形成了这个楚国呢跟秦国接壤，韩国跟秦国接壤，魏国呢占有
原来本属秦国的河西之地。大家知道河西地吗？一个就黄河啊，再往上，再往西，那个往上的河东就是今天的运城，河西今天的西安往北，陕北往南啊，那地方。这本呢是吴起当时拿下来，吴起在治理的，所以这些就说六国啊，这时候已经这个非常强盛，对吧？他们有点欺负秦国啊，所以秦孝公求亲里讲啊，皆以夷狄御秦，兵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所以说秦国这时候啊受到歧视了啊，因为秦孝公以前几代呀，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内乱啊，几代国君呢都有的享年不永，有的是政治这个很荒唐啊。商鞅听说秦孝公要求贤，他就投奔的秦国来了，是通过谁呢？通过孝公身边的一个宠臣啊，景监来见了孝公。景监有出使过魏国，所以在那儿，在魏国呢，在公孙痤那边呢接见这个秦国死臣的时候呢，他跟景监见过面，所以有个熟人啊。商鞅跟他谈地道，谈王道，谈霸道，秦孝公打瞌睡啊，一次两次都得不到这个孝公的重视。后来跟他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大喜，两人畅谈了3天3夜。商鞅的变法主张感动了圣信，于是秦孝公呢安排他与国内的几个官员呐，保守派官员变法利弊，辩论持续了很久。虽然没说服保守派，保守派也说服不了。其实啊，我想秦孝公也是用这个办法坚定自己的信心，就是说你把道德讲清楚。从商君书和史记等材料来看呢，这个比资治通写全面的。秦孝公当时是主动的把这些人找来，他说他想变法，让他们谈谈要不要变，怎么个变法啊？所以变法的主导者其实是秦孝公。商鞅变法有什么特点啊？商鞅变法分2个阶段。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变法的第一套改革措施。首先是基层队伍的建设，基层组织的建设，基层实务保家组织建设，治安联保制度建设。其实这个制度啊，在秦献公时候就有了，秦献公时代就有对社会管控一些基层体系，不过把它更加完善一点。大家觉得这套东西是中国特色啊，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特色，就是保甲、乡里、乡村、乡镇啊，这套管理体系在中国是有特点的啊。这个与追和追的贯仲那个时代春秋啊，但商鞅这个时代更加完善啊。其次的建立一套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这个制度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的导向啊，一个资源的导向，就是我的国家资源要往哪儿去推动，一个耕一个战。商鞅告诉大家，人一生呢就2件事，一个打仗，一个种地啊。那么怎么让大家去打仗种地呢？那就立功受奖啊。这个如不干这个，不打仗种地，干别的事儿，那受穷受苦了，那官府收牧女为奴。商鞅这套制度啊，我觉得它有这么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是价值观的提倡，对吧？就是说不断的努力的工作，打仗种地，你就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大家别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也是个中国特色，就是很早就打通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我们知道西方不是这样的，西方长时期的是等级制、世袭制。近代自然革命的要革什么命呢？就是革贵族制度命，平等，而且通过各种制度要通向平等。你要知道，这是自然革命时代的事儿。可是，在2000多年前，商鞅就说：“你血统不重要，你有本事才重要。”
啊，有什么本事呢？一个是打仗的本事，一个是种田的本事。为此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限制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那你呢，你的户籍呀，你就不能算在这个国君的这个宗族里面啊。而且一个人的所有的待遇都是靠你的爵位来决定的。20等爵，这个20等爵呢，是只有通过你的战争打仗你才能获得的啊。你的爵位不一样，那你学的待遇不一样，包括你住的房子啊，你穿的衣服，你们家有的佣人都不一样。因此啊，有功的人荣华富贵，没有功的有钱你也没处花。那么宗室没有军功啊，你不能当贵族。平民呢有军功，可以得到富贵。10年之后，商鞅推行第二套改革，公元前350年。这个新的改革措施包括都城从雍迁到咸阳。这次改革啊，集中表现在行政、经济和社会几个层面。比方说啊，你要分家，社会层面吧，就说孩子长到成人的年纪了，你就要分家，不分家不行啊。这个分家析户，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我们总觉得日本跟中国很类似，其实在这方面日本跟中国不类似，欧洲跟英国也不类似。你知道一个贵族怎么才成为贵族呢？你以为这是他爸爸的东西都传给他儿子是吧？但是传给他儿子有一条，他儿子有很多儿子怎么办？欧洲和日本都传给一个儿子，所以他的家业就不坠嘛，就不会分散。中国有好多儿子，还分家，你看这就分掉了，对吧？你一个英雄的爸爸生10个儿子，你看分10份了，这每个儿子再生10个，那分100份了。但是日本和欧洲没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土地买卖。《汉书·石户志》里讲，废井田，民得买卖。就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啊，就说贵族占有土地，庶民为他耕种土地但是呢，产权是不能转让的。商鞅废除井田，民得买卖，产权可以转移，激发了劳动者生产的激情。贵族有第二个条件，这土地如果不能买卖还不分家，你看贵族又是贵族了。所以中国的贵族制被商鞅就打碎了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这是中国历史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商鞅那个时代用制度的办法把它打掉。你的贵族他不是职业官僚，所以他的经济上不靠当官吃饭，因此他跟国君的关系就不一样，对吧？如果是天子国君，你整个其实没有贵族，都是职业官员，你的关系又不一样所以一种集权制度一定是这个职业官僚制度。那贵族制它不是职业官僚制，所以它一定集不了传。商鞅还在赋役制度还经济上度量衡的标准上都做了很多的改革。都说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其实这些措施都有利商业的发展。总之吧，商鞅两手抓，两手都硬，一是抓军事能打仗打胜仗，一种是抓粮食生产发展农业。利出入地，民出入战，什么呢？利益财富从土地上去找，要有民要有地位通过战争获得，所以把一切社会资源都驱使到这个耕战方面去。耕最后也是为了战，这个体制坚持了10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那个时代统一全国。商业变法从法令及建立入手，所以呢，信用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立法嘛，立法大家不遵法，说你政府没有信用嘛，你这么说的话不算数。所以很有意思商鞅有个西莫立信的这么一个典故他把一个2丈高的这个木头放在城南，张榜说谁能把这个木头从城南搬到城北，赏赐10斤。10斤10斤什么呢？10斤金
那个金大概是铜，那是金啊，不是我们今天的黄金了啊。像那个时代，一个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呢，这么高额的赏赐，这么简单一份工作，所以老百姓议论纷纷，没人相信政府的规划。商鞅于是把赏金增加了50斤，哎呀，秦民奔走相告啊，激动万分，大家都是这简直天上掉馅饼了。哎，有人就跃跃欲试，还真的就把这个木头从城南呐搬到城北，马上被政府找去，当场兑现奖金，全国一片哗然。你看看这个消息啊，比什么都传得快啊！人见面第一句话就讲这件事儿，原来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这一观念得到强化，商鞅半步一条改法律。你没觉得失出了机会，别后悔，机会有的是，怎么办？奖励跟战，你这按照我政府说的这些做，你自然就有了。法令颁布了，那么执行它，你就必须赏罚分明，否则的话，那大家还是这个不能遵守，是吧？我们知道，从这样一个法令指向，有点类似吴起那个时代，指向什么呢？指向贵族嘛。所以自然有人不满意，而是呢，太子老师鼓动太子犯法，这下给商鞅出难题了。你要是对太子下手，那你的领导主公啊，秦孝公愿意吗？对吧？所以这商鞅傻也没傻到这个程度。他说太子犯法，因为他是储君，不可失之以刑。可是太子老师要负责啊。太子师傅要负责，你怎么教的啊？有时候呢，给公子虔、公孙贾是以刑罚，割掉鼻子，脸上刺字，啊，这下震慑了整个上层，而普通士兵、百姓立功，立马兑现奖赏，啊，所以呢，这个做法，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啊，这个使法律有尊严，所以商鞅的改革深入人心。所以这几个反对派啊，把太子抬出来，恰恰成就是商鞅了。其实商鞅变法不光有原则性，还有具体的实施可操作性啊。如果这是原则的、抽象的规定，那么就很容易上下其手。哎，商鞅不是，商鞅的变法非常具体啊，具体到什么程度你都难以想象啊。我们呢，从《史记》里面、从《资治通鉴》里面、从《商君书》里面都看不到这么详细，但是啊，秦简、税户的秦穆朱简给我们提供一些详细内容。比方说，从播种开始，法律就规定，种稻子每亩地用种子2又2/3斗，麦每亩1斗，黍小米儿每亩2/3斗，黍就豆类啊，每亩半斗。政府用法律来指导农民种田，使得呢，这个科学的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对于农田作物的管理如此的精细，令人叹为观止。法律还规定了地方政府每年要以书面形式定期的详细汇报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包括授予的多少田亩，这个抽穗多少田亩，已该耕还没耕的多少田亩，水旱之灾的、病虫害影响的等等田亩，受损多少啊？这个都要报告。牛是农耕之本，尽管每季4月、7月、10月、正月举行一次耕牛的健美比赛啊，优胜者有赏啊，这个赏酒啊，赏干肉啊，还有一些徭役上的减免待遇啊。这个如果牛瘦了，每瘦1寸，你要获得相应的处罚，鞭刑的啊。在乡里层面，根据考核啊，优胜者有赏，低劣者要抽鞭子啊。每年如果牛有无故死亡的啊，10头以上1年死亡1/3，那你要受罚的。还有养牛，你养了10头母牛，如果其中6头不生小牛、不生小崽啊，那你负责人要罪，有关干部也处罚。牛不生小牛，你都负责。还有军功授爵制度也是非常具体的，爵位直接跟战争业绩挂钩，
十分具体细致。比如说，士兵斩了一个敌人一个首级的，你获得爵位，获得田宅，有敌人还有仆人；斩2个首级的，你的这个父母妻子啊都可以免罪。如果是妻子是奴，马上就可以解除奴隶身份。奴婢啊，就是没有户口啊，也就是说，你斩2个首级，你太太马上就北京户口了啊，就户口，就是独立的户口了啊。总之吧，在部队里啊，吃饭也是，生活标准也看这个，对吧？3级爵位的士兵，每天有金米1斗，酱半升，菜羹1盘，啊，这个2级爵位的士兵能吃到粗米，没有爵位的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啊，爵位不同，士兵的伙食标准都不一样，啊，这个上等爵位的士兵呐，那当然标准更高了。这种差别啊，其实就是激励士兵呐拼命去杀敌。所以在秦朝士兵的眼里啊，那个首级不是人头，那首级就是房子，那首级就是酱菜，就是下次吃饭呢会有更高的标准啊。总之吧，商鞅的变法这些措施具有系统性，内容细致周密，具可操作性。商鞅身亡之后，人人能推行下去，说明他符合秦国的社会实际，啊，具有持续性。既然于此，最后商鞅却仍然难逃脱吴起的命运，被车裂而死，死而非命。为什么呢？史记里啊是这么记载的，那他比《资治通鉴》细节稍多一点，说啊，当初被商鞅处罚的那些公子虔之徒，告商君要谋反，发官吏去追捕商鞅。这时候呢，那国君呢已经是秦惠王了，就是秦孝公去世了，跟吴起一样。楚悼王去世，吴起的末日到了。秦孝公去世，那些当初反对商鞅的人，这个向新的国君报告商鞅谋反。这个国君就是太子嗣，当初他犯法，商鞅饶了他一下啊，除了他的老师。秦惠王发出逮捕令，商鞅带着家人逃跑，逃到关下，他想藏，匿名呢屠诉客舍。客舍前台的工作人员说啊，商君之法，如果是没有证件的人下旅馆，这个不行，那我们的连坐之罪，你拿出证件来。商鞅拿出什么证件？拿出身份证一看，商鞅不正好逮住了吗？所以他不敢拿出他证件，你看没地方住了。所以商鞅感慨地说啊，嗟乎违法之弊，尽之如此啊！啊，法律到这个时候就说，连我都没有走投无路了，那这说明商鞅的法严格啊！他自己没证件，不敢拿证件下旅馆，人都不敢接他。最后呢，他又回到秦国，最后被抓住啊，就车裂而死。其实啊，在商鞅罹难之前的5个月，有个叫赵良的朋友来看望他，他跟他来劝商鞅，他就说商鞅啊，说啊，你跟我说说，我的功劳跟当初秦穆公春秋时代啊那个贤相百里奚比怎么样？看来商鞅还是很自负的。他说：“1000人向你阿谀奉承，不如有一个人向你讲真话。我希望我能跟你讲份真话，你不要加害我，行不行？”那当然，你说。这位赵良去讲，他说当年已经是300多年前了，五谷大夫就是百里奚，是当初秦穆公用5个公羊皮从楚国换来的。因为他听说百里奚是个人才，可是个人才你认真把他请来，那楚国就不放他了。他说这个老头子很会放牛，哎，能不能呢把这个老头送给我，我给你5张公羊皮。所以叫五谷大夫，谷就是公羊的意思啊。赵良说：“你怎么能跟五谷大夫百里奚比呢？你看啊，百里奚是楚国的普通百姓，穿着粗短的布衣服给人家喂牛啊。秦穆公把他选拔上来，
加入万人之上，在秦国为相6、7年，其实那也不叫相啊，反正就是上卿吧啊。不但建功立业，而且实行德化。他担任秦国的这个卿大夫啊，平常不坐车，夏天不张华盖，足迹遍顾国中，无需警车开道，无需武装防卫，功垂史册，德泽高坤呐。吴国大夫死的时候，秦国人男女老少没有不怀念的，孩子们都不唱歌谣了。您呢？您是通过秦孝公的宠臣锦监的门路上来的啊！你执掌秦国的国君国政这么多年，本应该造福百姓的，你却大卷公权，上加害太子的老师，下施苦法黎民百姓，招致多少怨恨呢？所以你每次出门，总得多少卫士保护着你，没有军队护送，你就不敢这个走路，你的危险像早晨露珠那样。赵良劝他要放下这个你得的爵位，放下你商务的财富啊，你呀赶紧给自己找个退路。商鞅怎么可能听赵良的啊？没这么理的，可能5个月后果然被杀害了。商业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啊。其实我们看看那个时代的西方，希腊罗马时代，特别是希腊时代也有改革啊。比较可比的是雅典城邦的梭伦改革和伯利克利的改革。梭伦改革、伯利克利改革都比商业变法要早，但是呢，他们呢这个的可比性还是很强。梭伦改革、伯利克利改革注重工商业的发展，商业呢注重战争动员能力的提升和农业的发展。雅典改革基本方向权力的制衡，这个公民的权利的保障。商业变法呢注重中央权力的集中，社会管控能力的提升，不是制衡，是管控。但是有一点相同的，这西方的改革、东方的改革都是为打破贵族血统制，不按血统。梭伦改革突出的是什么呢？按社会财富化等级，就是说那你财产化等级。商鞅不是，商鞅这20等爵啊，是按军功划分政治社会地位。商业改革鼓励你去打仗、立军功，提升自己社会政治地位。希腊人承认私有财产，鼓励私有财产，鼓励他去创造财富。秦朝人呢，影响国民埋首农田，奖励耕战或者扑向战场。比如梭伦改革，第一等级可以当执政官、司库、财务官啊，比如财务大臣这样的，财务部长这样子公职啊，极其大的公职。第二等级呢，因为你的财产相对少，你不能担任司库，其他公职可以啊。说明呢，管财税的司库啊，对个人财产要求是比较高的。第3等级呢，还可担任一般的公职。第4等级不能了，但是你最多可以当个陪审员。你看，就是说，西方的社会啊，以财富来划分地位。今天这样，过去这样，不过今天表面不这么讲，实际上社会这么运作的，对吧？商鞅改革之后，从外来普通移民继承倾向的客卿很多了，对吧？他本人就是，然后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不知凡几，对吧？客卿嘛，是秦国的一大亮点、一大风景线。秦国之所以成功，跟客卿有关系。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国比雅典更彻底呀。这个平民化的政治，导致的是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利、君主权威，它强化的是中央君主权威、宗旨力量啊。所以这是中国的历史，你看后来就这样，这个社会的平民化了，没有人能够挑战君主权威。可是，在西方雅典改革的平民化过程当中，他注意另外一个权力的制约制衡。我们都知道贝肖投票法
对吧？就如果你这个执政官在雅典权力太大了，大家可以通过贝壳投票把你呢流放，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你的权力太大，你的威信太高了，这功劳太大了，大家不能挑战你权威了。你看，所以权力制约始终是西方啊念兹在兹啊几千年政治当中的这个追求的这个目标。所以它的平民化，希腊时代的改革，包括近代以后跟权力制约连在一起。中国的那平民化，实际上恰恰是反而强化了中央的权威。那么由于平民化，大家没有权威，只有不断强化中央的权威，才能够阻遏混乱，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稳定。这是这个中西改革的这种差异啊。那么怎么来看这个差异呢？我想我们如果从历史上分析啊，不铺开的去讨论，我想2点差异啊。首先是产业的差别，地处关陇的秦国是纯粹的农业为主，兼具休牧的国家，但实际上是农业为主。而雅典呢，希腊城邦这是面向海洋的工商立国的，因此对各自的产业发展思路不一样，所以它基地重点不一样。还有人口和民众差别，秦国的老百姓呢安土重迁，夫祖相传，对吧？他就世世代住在那里的居民，而且呢，公元前500年左右啊，雅典的人口的这个和秦国人口没法比，秦国人口总是500万左右，那雅典多少人呢？最多的时候成年男性公民也就3万多人，而且呢，跟秦国是本土住民不一样啊，人口中都不一样。雅典呢，大都是碰着半岛上的这个移民啊，他们这个希腊的居民呢，好多都是外来搬迁过来的，从北边过来的啊，所以这是2点差异了啊，跟他们这个就是也表现出它改革的重点不一样啊，一个是重点发展工商业，一个发展农业，一个更加集权，尽管也是打破贵族血统平民化，一个呢是制约啊权力平衡啊，打破贵族血统，按照财产来看着这个决定你的政治出任公职的这个资格，一个呢秦朝是按照你的军功啊你的战功啊来这个决定你的政治身份啊，所以汉朝人讲的非功臣不侯啊，没有功没有军功的话不能封侯，这实际上是秦朝的规矩。商鞅变法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怎么估计都不够高，你怎么看这个商业变法？我觉得我能想到的有2点，一是这个封建制，就是打破贵族血统制，通过这个军功封爵来这个刺激社会的这个垂直流动。第2个呢，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商鞅变法这个鼓励这个农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以后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基本的一些理念和形态。商鞅变法。再补充一点，就是商鞅变法当中对于军功的这种提倡，跟后来秦国能够迅速崛起，并且以他的这种军事力量横扫6国，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本身可能也是和秦国的这种和6国不同的这种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呢，商鞅变法当中对于这种军功的这种细致的提倡，这种具体的这个规定，那么怎么来奖励这个军功，并且把这个爵制是和这种军功是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结合，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造成后来在秦国经历过这样的改革之后，虽然商鞅变法这个改革对于商鞅本人来说好像是最终没有得到善终，但是呢，他的这种改革的这种路径，对于这种军事力量的这种提倡，对于军功的这种提倡，对秦国的整个国力提升，尤其是在军事力量的提升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刚才炳文提到的，可能更多是这个物质力量方面。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对于这个政治这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改造的一个作用。但是我想，
补充的就是说，它对于这个军事的这种改造，或者说是一种推进，那么是直接造成了后来的这个秦国能够扫灭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吧。你们俩其实更多的就是商鞅对秦国的这个统一的影响是吧？丙文呢也间接到了对这个后来中国发展影响。其实商鞅的变法的影响啊，远远不是这样啊，因为中国的历史只是走的跟西方不一样。其实商鞅变法是一个关键。当然，商鞅变法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对吧？从商周以来发展结果，我们那个涓涓细流，各种要素不讲，但是到这个时候，它集中出一个法律的形式，一个在持久的这个国家力量推动下实行，然后又再进一步通过秦的统一、汉承秦制，有推广开来，是这样的。那么它中国怎么理解它呢？你看，我们讲的商鞅变法跟古希腊的那个伯利克利改革啊，或者梭伦改革的比较，你看古希腊的伯利克利改革、梭利改革，它表面上跟商鞅一样的，都是打破血统、打破贵族制，对吧？但是你看，希腊的改革它是打破血统，那是什么来分配社会权利呢？财富。所以它的几个等级是按你财富来分，最有财产最多的人可以当执政官，其次不当执政官，其他重要岗位可以，其次呢就说这个各种基层干部，对吧？然后呢最下的呢，那除了培训员，别的干部不能当的。你看财产，而且他的财产呢是以工商业，所以他讲究工商业，每家都得有一个人要学这个手艺。那商鞅不是，商鞅说打破血统是靠你的本事，这是本事什么呢？耕战，耕是农业，战是军事。农业说咱们是工商跟农业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对吧？国家这个环境不一样，但是战这一点就是你刚才讲的，其实对秦国的发展可不得了了，对吧？秦最后是灭了六国，而是雅典是被人家灭了的，他被灭了，他军事上不行，对吧？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在希腊罗马崩溃以后，就是封建时代，这封建时代将上千年，就是贵族制啊，它是一直到近代才打破。而商鞅以后呢，中国没有经过像西方的那种回流一样的，就是对希腊罗马那种反动，对吧？希腊罗马不是贵族制的，对吧？但是封建制它是个贵族制。近代的搞文艺复兴就想挥的希腊罗马打着贵族制嘛，可中国商鞅变法，咱不用过早这个词，早的打破了贵族制以后，就此刚才丙文讲的，就是使中国的社会垂直流动啊，特别激烈，特别频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此中国人的这种奋斗精神也好，这种不服气的精神也好，它是特别强烈的，对吧？因为社会的现实、法律的现实告诉你，心目力行告诉你，你只要去努力、爱拼就能赢，你努力就行。但是你看，其实非中国的国家不是这样子的，非中国国家他们是比较安贫乐道的。欧洲人，马克思韦伯讲，他有新教伦理，他有奋斗为上帝。但是不是欧洲这种新教伦以外的人，他真安贫乐道的。这是为什么呢？贵族就是贵族，不是贵族就是不贵族。这种观念是长期影响到现在的非中国人，就是，因此你看，就像中国是重男轻女，现在今天男女平等，但是重男轻女观念还是有的，很多人还是想生个儿子，对吧？这其实跟现实没有任何意义，生儿生女其实没什么，但是大家总还是有那么一些，这点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这是我讲传统的影响啊，就是说这个极度竞争呢，它需要非常复杂的管理模式，对人的灵魂的管理，对社会秩序的管理，那这是这个你想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啊，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在没有宗教约束情况，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要求手段很复杂的。中国的礼教文化。啊，这个什么管仲讲的思维，一直到
贾谊、过秦论讲的这个思维，对吧？都是从这个角度考虑。还有就是说，职业官僚的选拔方式，对吧？从军功到察举、甄批、九品中之制、科举，这一套的系统法律，它就是不断的完善，尽量让它客观化，不要带主观色彩，就科举各个考试了客观化，对吧？你就按这个标准来，就是这都是中国要规范这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人的垂直流动啊，或者人心世道的方式。那么更要命的经济领域是，《汉书·石乎志》讲，废井田，民得买卖。就是说，商业变法说是这个遏制工商业，好像有那样子条文，其实他是想大家把资源往农业方面去走，但是土地买卖是给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带来最大的动力啊。这个土地买卖好了，奋斗不光有政治基础，还有经济基础了，就是所有东西啊都市场化，都跟市场去买嘛。同时，职业官僚大量的这个军队等等，他也需要从市场上获得这个他需要的服务。所以，因此，在整个中世纪西方是自然经济的时候，中国根本谈不能用自然经济这个词来完全描述中国现象的。越到后来越不自然经济嘛，因为有时候赋税都要交钱了，就是每家都要把东西拿出去，而每家都不能完全靠自给自足，要在市场上拿东西。更重要是土地买卖啊！你看土地买卖，这个是使中国社会的流动非常非常大，而这个对世道人心的管控和现实秩序的管控，也对统治提出挑战。所以中国有一系列复杂的这套东西。到近代呢，我们把儒家形成这套礼教管控人心，然后行为的礼教，说是封建枷锁，要破掉。但是你想想，有比宗教更枷锁的吗？宗教的枷锁还是礼教枷锁，但人家就通过不断的进化的方式，对吧？从宗教裁判所这种极端方式，到现代的宗教那个比较人性化了。我们这是五四车臣封建枷锁，把它去掉。所以你看，这套东西，你好像跟商业变法没关系，一个法一个儒有什么关系？就是商业变法把大家欲望都释放出来了，对吧？对成功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民得买卖，对不对？那么这种东西怎么掌控呢？它需要掌控的，这就是贾谊、过秦论，这就是根本要旨所在。如果是从制度性的起源，要去商业变法。百年之行，秦政治。这个秦的政治啊，就是商业变法奠定了秦国各种制度啊，商业变法奠定了秦国的发展的制度性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啊、郡县制啊、基层乡里制度啊、军功爵制度啊，以及我们今讲的纪律机制啊，还有各项经济制度，对吧？但是尽管如此，制度再好，如果没有高超的对外发展战略，没有切实的一套发展路径，要以西北一日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山东六国，他们群齿相依，命运相同，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六国合纵抗衡啊，对崛起中的秦国啊构成巨大威胁。怎么化解这些威胁？秦国有个外交战略叫做连横啊，合纵连横。合纵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连横呢是秦破解这个合纵啊。就说著名纵文家张仪啊，就是连横政策首倡者啊，他曾经这个用一些比较忽悠的手段吧，忽悠楚怀王啊，破坏了齐楚之间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
六国并不会因此就是消失，对吧？还是要靠这个军事力量、战争力量，但是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次序、打击的战略啊，这是在秦国的连横的政策之外也必须解决的啊。关于这个方面呢，《资治通鉴》给我们展现了这么一个发展的路径，就是说秦国的对外战略啊，就是处理跟六国关系、选择打击重点啊，有3次大的阶段性变化。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它主要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啊，在一定上是韬光养晦的政策。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啊，实行远交近攻，不断的蚕食诸侯的策略。第3个阶段呢，那就是秦王政了啊，就是后世秦始皇时期，用收买、暗杀、离间手段破坏这份人才，然后呢，再各个击破的战略。我们先讲第一个阶段吧，避其锋芒，避重就轻。这个策略是秦孝公死以后，他的太子嗣继位的时候，秦惠文王那个时间实行的。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年仅19岁的太子嗣即位，史上称之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其老师公子虔等的鼓噪下，车裂商鞅，但是商鞅的变法手段依然进行。我上堂课我们也讨论过了，因为啊，在秦国人看来啊，这个变法不是商鞅倡使的，这是秦献公、秦孝公父子一贯的政策。商鞅只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这个践行者这个执行者。所以秦孝公死以后，秦惠文王继续这个推行内修民政制，对外呢这个蚕食诸侯的发展路径。秦惠王用了这么几个人：张仪为相，他是魏国人；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这个等等为将连连攻击魏国攻击韩国，取得了一系列的地区你看我们可能在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阴晋上郡这个鄢陵等等。秦国咄咄逼人使六国呢陷入恐慌。公元前318年韩、魏、赵、这个楚等等5国合纵伐秦，六国里面齐没进去，他实际上是走在背后这个齐实际上是那个时期相当强大的国家，就是在太子嗣秦惠文王这个时期的齐国得到很大的一个发展可以说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它是是东方六国里面最强大的。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史记是这么记载的：巴蜀相攻击，据告击日期。巴蜀是今天的成都平原附近按照如果具体说，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这个四川、重庆这一带地方。88国属是属国这两个都是很古老的国家，可以说，但是由于偏远中原的华夏诸族把它称为夷狄，但是它是夷狄之长这个他们自己打起来，不但打起来，蜀国呢国王和他兄弟还打起来了。我们知道秦这时候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大国，都向秦告状。那么这时候呢就出现一个争论了，咱们是不是趁机把巴蜀给拿下来？司马错的想法。张仪说不如伐韩，就到底是东向寄宿在中原伐魏韩，还是
往西南方向去打巴蜀，张仪、司马错发生了争执。这其实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意气之争，这是秦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所以秦王说：“你们谈谈吧，谈谈你们各自理由。”你看张仪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呢在外交上用这么来做，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是指韩内的这个韩国内的这个以黄河、洛水、伊水三水得名的一个地方啊，三川这是个郡。亲魏善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跟魏搞好关系，跟楚搞好关系，来拿韩国啊，攻他的新城宜阳这地方，以临二州之交。二州大家可不知道，就是西周、东周，就是在洛阳这个地方啊，有2个州啊，就是周王室呢，他还分封了一个西周公、东周公啊，巴掌大的地方，还有把它分封了啊，叫二州。那么周天子所在嘛，有9鼎，九鼎是指天子啊，对吧？就谢天子以令天下，天下不敢不听，这是王业也，此王业也。就是说我们外交上要跟魏楚连横，在军事上要攻打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王室啊。那么这样的谢天子令之后，这是王业。他另外这种大动作才是我们秦国发展应该采取的。有个成语在这出现了，曾民入朝，曾入室，就是你要有民，你在哪儿争呢？你在朝堂上争啊，你到那个小偏旮旯里什么巴蜀那争也不会出名啊。你要争利，你要在市场上去争啊。他说现在的韩国的三川州史所在，就是天下之朝，天下之事啊。你不去争，你却去争夷狄之地巴蜀，离开王业越得远，去王业远矣。张仪，你看张仪道理吧？司马错断然反对，他说不然啊，他不然。他讲出另一番道理：欲富国者，勿广其地；欲强兵者，勿富其民；欲旺者，勿薄其德。三者备，那么你不成王也是王了，三者备而王随之。什么意思呢？就说啊，要富国扩张土地，要强兵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要广播恩德，对吧？三者具备，那自然就是王了。可是你现在呢，土地小，势力尚弱，你应先从义做起，不要急于去在那么中原核心地带搞出那么响度。相反，打巴蜀不一样的。巴蜀虽然逼取一隅，在戎狄人他是老大，可是现在呢，军昏阵乱，兄弟相争，以我秦国的力量去攻打，就像死个豺狼到羊群里去啊，去一样的啊，很轻易就得到，对吧？得到了这个地，足以扩大我们的版图；得到的财，成都平原很富庶，足以富裕我们的民啊。但是呢，把它打下了啊，我不需要多大费多大劲，不需要这个用多大兵力，他就能够服下。这个是何等的好事呢？对吧？就是举一国拔一国，攻拔一个国家，天下不觉得你贪啊，不觉得你残暴啊。相反，你如果是去打韩，你要去问鼎之轻重，臭名昭著，还得不到实际好处啊，弄得响动很大，实际上得不到多少实惠啊。而且你打的地方是天下不愿意看到的，对吧？谁愿意你去吞并韩国，甚至你去吞并周？周是什么？周是天下的宗室啊，齐是韩国的这个蒙古友啊，这个如果是周氏和韩国，他们知道自己要丢掉啊自己的版图，他通过齐和赵来跟楚和魏来讲和，你不是讲跟楚魏要搞好外交关系吗？这样反而促进他们合纵了，这就危险了。哎，我们发现啊，这个司马错讲的道理其实是闷着头发财啊，
就是在你势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你要避免呢成为众矢之的，啊，你不宜攻击那个最这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你看，这不是两种发展路径吗？张仪的道理是，我们要成就王业，我们要抓关键的地方，中州地区关键。司马错的理由是，我们现在其实还不够那个那么横，那么强大。你搞的这个关键的地方，在中州地方弄得响动很大，还得不到什么好处，还巴蜀不一样。我们拿下它呢，不招人忌，实际上我们得到很多机会。所以这个其实这是一种发展路径之，那所以比较两人的方案呢，啊，这个从秦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啊，这个司马错的方针是对的。这次我想起啊，中国古代一些讲谋略的书，特别唐朝有个人叫赵瑞啊，四川人，是李白的朋友，他有本书叫《反经》，他特别强调什么？就是说，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啊，关键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你说是不是？我们平常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有道理吧？我们平常还说，狭路相逢迎者胜，一将追求追穷寇，那个也有道理吧？那个道理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是狭路相逢迎者胜，一将胜有追穷寇呢？你看，必须根据具体实施条件。你看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去直取中州问二州之交，还是闷头发财，先把巴蜀拿下来？显然司马错的方案更切合当时秦国的实际。《资治通鉴》是这么解的：王从错计，错是司马错啊，不是错误的计。王听从了司马错这个主意，啊，在这个公元前316年，就派人去打巴蜀了。不过告诉你，带兵将领有张仪，啊，有张仪，有司马错，不光是司马错一人的啊，他们拿下了巴蜀。巴蜀属秦呢，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啊，巩固了秦国的战略后方，富庶了秦国的国力，拓展秦的疆土，使秦国的国势啊更上了一个台阶。好了，到第二个阶段，远交近攻，过国击破，采取这个策略，提出这个策略的是秦昭襄王时候的范雎。我们知道秦武王这个人是个大力士，他有一次他真跑到二州之交去了，去问鼎秦州，带了一个大力士，他举那个鼎太沉了，他举了之后呢，砸到腿了，砸伤了，回家不久就死了。才23岁就死了，冤得很啊！23岁死了，他还没儿子呢，所以那么这个秦国的王位就空了，那几个兄弟就相争啊。这是个赵国的赵武灵王，用计啊，把当时在燕国做人质的一个公子啊接回来，通过赵国送到秦国去。这个公子啊，就是公元前307年继位的秦昭襄王，啊，嬴稷，啊，嬴稷的母后是宣太后，她本来是秦惠文王的妾啊，妃啊，秦惠文王的这个皇后啊，王后啊，她要支持别的公子，被这个昭襄王的支持者把他打败了，啊，然后就是所以这个昭襄王就继位了。昭襄王的支持者是谁呢？就是他母亲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魏冉。魏冉当时在秦国掌兵权。其实魏冉辅政期间呢，推荐并重用了名将白起，所以白起是战国的第一名将啊，是东征六国，颇建功勋，秦国的国势蒸蒸日上，接连获得胜利。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上说，
秦之民六国，盖史记日未然。其实类似的表述啊，在《史记》卷7是《穰侯列传》里就有，说这个天下若秦呐，享秦的鸡首啊，是穰侯之功也，好了，可是穰侯到范雎来的时候，穰侯魏冉，魏冉因为有功封为穰侯主持国政已经长达36年，将近40年了。你想，这个秦昭襄王这时候都继位30-40年了，国政还掌握在妈妈手里和舅舅手里，所以尽管魏冉功劳很大，他心里也不是滋味范雎看到这个机会了，曾经随虚假出使齐国，齐襄王非常器重他，甚至想留下来做客卿，被范雎拒绝。这个虚假作为一个使者不受重视，你这个随从倒受到这个齐国国王的重视，虚假有点心里不痛快了小肚鸡肠，所以他说肯定是范雎去卖情报了，要不然齐国怎么对他那么好呢？所以回去跟魏国的国相魏齐说，魏齐也小肚鸡肠，他想你去是齐国，齐王觉得你是国士，那你将来在魏国那会威胁我的相位，所以把范雎这个打得半死扔在厕所里。范雎假装死去，收买了看他的人，化名张禄就在秦昭襄王36年入秦，随着秦这个使者叫王姬入秦，到了咸阳这里面的故事过程也是很反复的。问题是到咸阳以后，他发现什么呢？就发现了这个穰侯魏冉，秦国的国相位高权重的国相，正在筹划着呢，派兵打齐国的刚寿。刚是今天山东泰安市的这个宁阳县，寿是今天山东省聊城市的下面一个县。打这个地方，你看秦国在陕西，齐国在山东，中间还搁这个楚国魏赵韩对吧？你跑到那去打齐，为什么？就是为了扩大他的封邑、陶邑。他封邑在今天山东定陶。这有朋友为你国家的名义去出兵自肥之嫌所以范雎抓住这个机会上秦昭襄王上书求见。途中遇到秦王的车马，秦昭襄王在离宫里接见他他故意，这是恭敬禁地当时叫永巷永巷其实就是宫中所在地也是个必经的一个通道，或者是甚至是宫女犯罪的是所囚禁地方，反正这个地方就是离宫的禁院，这个地方是不能随进的，有人戒严的嘛。他故意往上去但是说秦王马上来了，你赶紧避开。他说秦国哪有秦王？秦国只有穰侯，只有太后，哪有什么秦王？这话正击中秦襄王的病要害所以呢，范雎就被召入离宫。我们看得出来，范雎其实找了个地方。这件事其实后来的司马迁都在评价，就是还是颇有点不以为然的。反正范雎跟秦昭襄王讲，他说：“你看，穰侯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的刚寿地区，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你看看，当初齐闵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得不得尺寸之地。为什么呢？太远了，鞭长莫及齐国伐楚就肥了韩魏。最后我们知道，齐闵王最后是被五国燕国上将乐毅带领的五国来讨伐，都死在楚江老齿的这个刀剑之下。就说范雎讲，当初齐国也干过类似的傻事，对吧？他去打楚，楚离他很远，最后呢得不得楚肥了韩魏。你今天去打齐国的刚寿，拿下来怎么样？你那么远所以这不是个好主意，是相国有私心王不如远交而近攻。
远者交之，近者攻之，得一寸有一寸，得一尺有一尺，就是这样的传食啊，那这个秦国就会一天壮大。就是以秦国的现在的实力啊，这六国都不能对付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什么进步呢？就是因为这个战略有问题啊，远人交之，近日攻之，我们就能逐渐的这个蚕食中原地区啊，因为韩魏就处在中心，对吧？天下的中枢，你想霸有天下，必须首先控制天下的中枢啊，就是韩魏。然后呢，楚国强，我们就以赵来对付楚；赵国强，我们就以楚来对付赵。楚赵都掌控了，齐就一定在我们掌握之中了。齐掌握了，那么韩魏还有什么机会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吞并了。所以你发现吗？它是个交替的这个战略，把近处控制，然后威胁远处，远处受到威胁，近处它就被我所吞并了啊。近和远这两者是手法是互相交替的啊。秦昭襄王说善，你范雎为客卿，让他来参与掌兵事。实际上这是公元前271年啊，这个时候穰侯就逐渐就被这个就是魏冉呢被排挤出去了啊，不久就郁闷而死啊。其实我们要指出的是，说实话，你仔细研究一下《通鉴》对魏冉主政这30多年记载，你仔细看看《史记·穰侯列传》，你就发现，其实魏冉主持秦国国政的时候，他的东扩政策并不是完全没有章法的。所以司马迁在《穰侯列传》说一夫开硕，深折事多而以忧死有点统计。实际上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政策，其实在魏冉主政时期也在不同中的践行了魏冉主政30多年，秦昭襄王30多年，其实是这个秦国东扩非常有成效的30多年。那么范雎利用他主政强霸秦襄王想对他魏冉专权不满，所以用离间计取代了魏冉然后呢他呢更明晰了把远交近攻的策略跟秦昭襄王这个说明清楚了魏冉只是他自己是忽视秦昭襄王的感受，而自己在那里这个践行而已好了，总之吧，范雎的策略是交替任用刚柔两手，交替制服晋的韩魏，远的燕赵齐楚。第一步，传世三晋，对吧？控制魏韩，这不仅壮大秦国的声势，而且解决了东柯的基地问题，后顾之忧。赵楚这个时候已经跟秦接壤赵在北边，楚在南边跟秦接壤不光是韩魏，赵楚也跟秦一并接壤。真正跟秦不接壤的是燕和齐我们可以这样讲韩魏最近，赵楚次之，燕齐最远，而且齐是最强大的，也是最远的。范雎说，我们先掌控了韩魏，就为进一步制服赵楚提供跳板。我们呢就以韩魏基地，连赵击楚，连楚击赵，控制了秦和齐之间广袤的土地后，为进一步压迫齐这个最强大和最远的国家创造条件，对吧？这是第二步。到第三步，把齐国制服了，那么就反过来巩固了我们对韩魏及赵楚的传世结果乃至于最后把它消灭，达到统一天下目的。所以这是不是简单的远交柔近攻，而是一种交替的这个两手。这个就是说既打又拉，各个击破。那这一策略在秦王嬴政时期在吕思
李斯的辅佐下，又有了新的发展。李斯提出了一个收买对方、离间对方的管理团队、的领导团队，破坏对方的人才这么一个策略。这实际上是范雎策略进一步这个提升。我们知道秦昭襄王在位有50多年，去世70多岁，那是中国历史上继位最长的一个国君，可以这样讲。康熙之前没人超过他。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秦孝文王正式继位只有3天，因为他老爸待时间太长了3天就走人了，见上帝去了那么他的儿子秦庄襄王就是秦王嬴政的父亲，3年干了3年。3年以后，秦王嬴政继位，公元前246年。这时候来了一个人，这是谁呢？李斯。李斯是公元前247年来的。李斯这个人呢，他是楚国人，从小在地方的做基层干部。觉得生活辛苦，工作压力很大，又没有什么油水，不行，想换工作换工作他念书了，所以他就跑到齐国稷下学宫向荀子学帝王之术他的同学有著名的韩非。学成以后也不想回国了，楚国他就很昏庸，其他国家呢没什么机会。秦国有机会，到秦国去了。我们看看前面的你看商鞅，上海不是秦国，对吧？封为上卿。你看范雎，上海不是到秦国，成为相李斯也去了。李斯去的时候，这时候呢是秦庄襄王3年，公元前247年，他在吕不韦门下，相国吕不韦门下。第2年，秦王嬴政就继位。刚开始在吕不韦门下当门客了，后来吕不韦觉得这个人呢很有本事，他也处处表现自己，就慢慢提升作为客卿当这个什么郎官当到长史尽管这是个国王是嬴政，可是船掌握在吕不韦手里。秦王亲政之后，公元前238年，秦王亲政，首先拿掉了嫪毐，清除了嫪毐。嫪毐是他母后的情人然后呢除掉吕不韦，母后赵太后也这个放下了权力，嬴政继位了因为就是掌权了掌实权了，这是他的20多了过去一直拖着他不让他行冠礼。秦王嬴政掌实权以后呢，发生一件事儿，就是韩国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叫郑国，他呢发现他是个间谍。你看韩国离秦国最近，秦国老去打他，一年动不动就敲他，就割一块地方，敲各个地方，韩国受不了了，韩王就出了个馊主意，派个水利工程师到咸阳去游说，说你这个关中水利条件这么好，但是还经常有旱灾，这个水灾的，他说你要兴修水利兴修水利呢，我就是水利工程师，我会帮你干这事。秦国当初拿下巴首以后，曾经做了一件事，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呢成为这个粮仓都江堰工程是世界水利史上的著名工程师，是这个秦国的这个蜀郡守李斌主持的，李斌父子那么这个好处秦国人是知道的，所以那就修除吧修了5年，每年数以10万的这个民夫在这干这事儿，所以就拖住了秦国的这个
啊，东晋的步伐，因为修水的大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哎，这个谁发现？原来这个家伙用这办法阻止秦国东征六国的，所以这是个间谍，上下一片哗然。实际上大家分析一下，这件事出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也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秦国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比较强大了。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客卿。过去啊，这些人确实有本事，也带来秦国的发展和辉煌，对吧？现在秦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好像这些人重要性已不那么显著了啊。然后呢，那种空降兵对当地的这个土著啊，这个秦国本土的这个干部的这种利益的挤压啊，这个矛盾就更尖锐了。所以呢，在秦王嬴政10年，就发布了一个逐客令，解除所有在秦国任职的6国客卿的职务，处处处处。李斯也在列。这个情况，李斯就写了一个著名的《谏逐客令》。这个《谏逐客令》是非常有名这篇文章啊，它隶属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雎等负责秦军变法投降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取之，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你这不是把人才往敌国推吗？不是让这些客卿到敌国呢去就业吗？啊，你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像受敌以兵器，资盗则以粮木啊，既寇兵而资盗粮。秦王嬴政读到这篇文章《谏逐客令》，他明白了，马上招呼李斯取消这个逐客令。秦王嬴政呢，审时度势，知错就改，收获成命，很有领导风范，很有领袖风范啊！李斯由此得到重用。可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李斯一方面力荐秦王挽留6国人才，另一方面在负责秦王歼灭6国的战中，提出他的战略，就是我们这一节讲的，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原文是这么讲的：殷切谋士，积持金玉，游说诸侯，诸侯民死，可以下以财者，后未节之，不肯者，力荐辞之，离间其君臣之计。什么意思呢？首先重金收买，收买不成，派刺客暗杀，用离间的办法破坏对方君臣的关系。等敌国人才被破坏了，然后就派军队收拾他们。理论上的吗？不是。我们看例子吧。秦王嬴政18年，公元前229年，秦王派王翦带兵，准备一举攻下赵国，却遭遇赵国的名将李牧和司马尚的抵御。王翦采用反间计，贿赂赵王宠臣郭开以及赵国派往秦国的使节，诋毁李牧和司马尚，除掉李牧。李牧死后，王翦势如破竹前行，大败赵军，并杀了赵军主将赵聪，攻下赵国的东阳，俘虏赵王谦。赵国原来的各处土地入为秦地，称为秦郡。李牧是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将领了。一般认为战国有4大名将，秦国2个，白起、王翦；赵国2个，廉颇、李牧。廉颇被离间计出走赵国，李牧也是被离间计，而且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李牧拒绝交兵权。最后呢，你看赵王派人把李牧取代了，李牧不服，派人把他抓起来杀了，把司马尚职务也撤了。你看秦国首先用离间的办法破坏对方的人才然后就把对方给灭了，这是最经典的例子吧。我再说
齐襄王的遗孀，这个叫做君王后，君王后的名字叫君王后，是齐襄王的王后。齐襄王后很有意思，他本来这个齐襄王在民间的时候这个在居这个地方他的人家做佣工，这个女孩子觉得这个小伙子不是一个一般人才，就跟他好起来了，最后呢，人家继位是王，齐国王子，他也当王后了。这女孩子爸爸还不愿意认他呢，说你这个太史傲叫做你这个不是名貌正娶反正历史上有这么个记载，就是这个君王后。在她丈夫齐襄王死了以后，她主持国政，后来她去世了，她弟弟后胜辅政，辅佐齐国的末代国王建应该叫田建齐王建，经过大量的收买贿赂后胜，并且收买后胜身边的这个人被收买了，因此他们不但故意传出齐王放弃加强军备、强军备战的这个战略，故意不发展军备，而且对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采取跟爱刚虎的不闻不问的态度。等到六国先后灭亡，秦国就把这个齐国灭了。所以史家讲这些被收买的齐国的这些官员劝秦王要去朝拜秦，不要修攻战之备，不要做五国。到这个时候，五国都灭了，齐国孤立无援，再想抵抗为时已晚。所以我们发现你看看破坏对方人才策略，其实不仅仅是李斯的主意，对吧？也是秦国的一个长期政策我们前面讲了，范雎就曾经使黎延纪成功的让赵国撤掉老将廉颇而指上谈判的赵括这个来取代廉颇赵国在长旬之战这个大败，元气大伤这个秦庄襄王时期呢，还用重金收买魏国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离间魏安利王跟他的兄弟信陵君的关系所以如果说以前的这些例子是偶一为之的话，那么在李斯负责秦王时，用收买离间的暗杀搞掉对方的领导团队，就被定位与对外战争相辅而成的一个国策了。当然这种国策这种策略，李斯的这套东西能够实行这个六国的人才凋敝，能人下庸人上，不光是秦国的战略成功所能做到的其实也是六国国家本身的昏庸所导致的。秦国的统一战争呢，不光是有制度建设基础，不光有强大的军队和他们这个充足的经济条件，而跟他的对外战略有关系。对外战略失误，再强大也有问题。你看秦国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恰恰是他随时调整自己战略在选择战略目标的先后重点上这个能够跟着情况的变化，本国情势、国际的形势变化来在变化，所以取得了这种成功可以归纳说，秦国的统一战略统一战争的对外战略有3：第一，把握时机，选择准确的打击对象，这个避免呢六国过早的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就是在自己不强大的时候要韬光养晦。第二，分华瓦解，远交近攻，交替用刚柔两手对远和近的进行掌控，壮大自己，削弱对方。第三，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与此同时瓦解这个敌国的执政团队，为最后军事上消灭对手这个扫清障碍那么当对方的执政团队消灭以后，人才没了最后要收拾对方，找个借口就行了你看这个史记里记载到这个秦王一任统一天下之后，这话通鉴里也有，但是不那么清晰他说为什么消灭六国呢？你看这听起来就很好笑，这是借口嘛。他说当初韩王
说好的交土地要交义气，请我藩臣，哎，阮侯就背叛了，他反而赵魏合纵对付我们，所以我出兵把他灭了。赵王呢派他的相李默前来约盟，我就把他之子归还给他了。哎，然后呢背弃盟约，还攻打我太原，所以我派兵呢把他王捉了。捉了以后，他的公子朱然自立为王，所以我把他灭了。魏国约好的要入我大秦，哎，最后呢朱然跟赵韩联合起来打我大秦，背信弃义，所以我派大兵把他灭了啊。你看楚王呢说好了献青阳，今日湖南长沙啊，以西的国土，蚁人呢背弃承诺，不献了，反而侵犯我的边疆，所以我发兵呢把他灭了。这个燕王的混乱，他派荆轲来刺杀我，你看，所以我把他灭了。齐王呢听他至臣大臣的主意，断绝给秦国的来使啊，想作乱，所以我把他灭了。你看看，这就是霸权啊！这个因为人才没了啊，这个已经六国已经不再是秦国的对手了啊，所以要把他灭掉，去找个借口去了啊！说你说了要服从我，如果有不服从，那我就把你灭了。你看，这个所有的词都是一样的。秦国的统一一般都从商业变化算起，对吧？6世之如列，秦孝公，对吧？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庄孝王、秦孝文王，啊，6世。这直到秦始皇，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你看在这过程当中，除了他有了商业变法带来的制度红利，以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以都江堰、郑国渠为代表的，对吧？这个水利和我们在秦宫大漠里发现那种的铁器农具，表示它的这个经济生产力水平，还有我们看看这个秦兵马俑那里面它的体现它军事实力之外，这些都是硬的实在的啊。那么在软的实力方面，比如说对外发展战略，对外这个交往上有什么值得评论的？我觉得有2点，一个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的战略，它成功的利用了战国末期流行的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社会风气和思想、政治思想，然后进行了成功的外交战略，跟齐国联合，然后对付这个山东6国。第二个是这个不拘一格的延揽人才，所以秦国表现出了比其他山东6国更强大的一种政治活力和政治思想的包容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评论的？我觉得其实如果从现在这个国际关系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这种形势和变化的话，可以有2个方面这个得到启示。一个就是说，其实秦国它是在一种地缘政治环境当中，它是比较好的把握了它的优势。首先，其实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说，秦国其实它并不是处于中原，这个6国所认为的这个华夏之地，他认为秦国是这个西戎，在这个似乎在软实力上它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事实上呢，秦国正是把握了这样一种地缘的，就是和中原各国之间的这个接触并不是那么那个密切的情况下，他先发展大后方，先扩展自己的这个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再获得这个话语权之后，再来展开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外交，就是刚才斌文提到的远交近攻，和这个比较远的这个国家建立起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一步一步的
在像这个地理位置比较靠近秦国的这些国家之间展开一些博弈，那么并且在这些博弈当中一步一步蚕食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土。我觉得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环境当中，它对自身的一个把握。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同盟战略，那么就是包括远交近攻也好，包括合纵连横也好，其中的这个连横，它就是对于六国的这种同盟战略的一种瓦解。它在这种新的这种同盟战略的一个思想的指导之下，它能够和这个就是和它相对抗的这种同盟，有一个很好的起了一个碰撞。这个碰撞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首先瓦解这个六国同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齐国。在实际的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两者之间的这个同盟就慢慢就有一个优势上的就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秦国在他的这个统一六国的过程当中，他这种大战略的这个发展，这个思想是非常清楚的。当然，这也当然非常得益于他所用的这些人，他从六国过来的这些人，给他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战略视角。因为六国的这些人才，他们对六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把握，所以他们能够在为秦国献言献策的时候，能够真正把握到六国的这些命脉所在，能够让秦国在它的大战略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很顺利的能够展开。那《孙子兵法》讲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是吧？就说像秦国，尽管它经济上的生产力水平，它再高，它经济发达，它比不上齐国。齐国有鱼盐之利，对吧？齐国商业一直很发达，它军事上再强大，其实赵国军事也不差。战国号称有4大这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廉颇、李牧就赵国的。就是说，因此他如果真正蛮干的话，一个干6个，这肯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情。那肯定是可以说取胜于边的。像你刚才讲的就很好，就是六国的一些人在给他策划的时候啊，他能知己知彼，所以他一开始呢，他在这个外交上和在这个谋略上比较用心啊。我想一个重要的，他就是一定要防止六国联合起来，这是他一个重心，防止六国联合起来。六国联合起来，他就分梯次、分层次的要破坏他们这些关系啊。第二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他一定破坏对方重要人才。这个人才呢，你看看到李斯见逐客书，对吧？秦王嬴政收回这个逐客令之后啊，通鉴里有一句话就讲李斯献策，对吧？就以重金去收买六国的人才，对吧？不能用才下的呢，那就用刺客啊。然后呢，这还不行呢，就离间啊，然后再以良将随其后就灭掉。就是说打击对方的人才，对吧？把对方的人才呢，让他不能在自己岗位上为他们的国家效力。你看这个很厉害的，对吧？把人才搞这很厉害的。你看，要不然你说，你看李牧、廉颇，都是要么逃的逃，杀的杀的，对吧？都是杀。还有这个齐国也是，齐国国王身边的人都给收买了。那如果要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两个战略，为什么别人不懂呢？我也可以懂啊！你可以打上我联盟，为什么我不可以搞起联盟呢？对吧？他也有人张罗这件事，你可以打我的人才，我可以也打你人才。所以第三个这两个战略要发挥作用，这两个计谋要发挥作用，还靠自己国家的领导层啊，对吧？这个比较昏庸，这些谋略才起作用。你看。这个魏安离王，他就听谗言，对吧？就把这个信陵君就又排挤掉了，啊，就是。因此这个就是说，你的领导人的昏庸，这秦国的计谋才能起作用。你不昏庸，但起码也不起作用。所以在君主时代啊，领导人的本身的素质够不够硬，对吧？很重要。而这时候呢，秦国呢相对来说呢，他运气很好。
对吧？秦孝公以来可以寿命很短的，短的才几天啊，或者几年，都是明君，应该说是，啊，至少秦王嬴政在他打天下时候，他能够采纳各种谏言的。秦孝公、秦孝文王，秦武王是比较短，秦昭襄王，对吧？那即使他父亲庄襄王3年也是不错的，啊，也几件事也做得很到位的。那个把信陵君离间就是庄襄王身上，所以他的领导层，秦国的领导层这100多年来，总体上是比较精明的，啊，有几个你说魏冉在秦昭襄王的时候掌政，后来这个范雎过来了取代魏冉，但魏冉给秦国立了大功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吕思勉也肯定为冉秦国这个灭六国的基础就是他打定的，这话《史记》里就《穰侯列传》就有。所以就说战略是一方面，战略能不能起作用，看对方的领导层是明和昏，而相反，对方领导层比较昏庸啊，那几个其实六国的各个君主都有问题啊。你看看赵武灵王稀里糊涂，对吧？把国家想分俩，分给二儿子赵和，那个又想分一半给大儿子赵章，弄得相残。你看燕王会要把国家给子之，闹了国家就灭亡了，对吧？你看齐襄王也是最后被燕国乐毅，对吧？把这几乎灭了，就剩下2个臣，楚怀王啊，到秦国扣住就死了，对吧？你看这几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齐国经过那一次战，但是势力大，乐毅只剩下2个臣，之下居和即墨没有被拿下，是吧？所以这个六国的国君呢，包括他的团队，你看4大公子不过如此啊，4大公子，你看这个信陵君算最强的，但是也被排挤，其他的都不能跟这个秦国的科技相比。所以秦国的这些战略啊，远交近也好，实际就是破坏对方的盟友关系，这个打击对方人才也好啊，都是跟对方的管理团队比较昏，而且这些管理团队呢，他都是血统的，这些4大公子都是公室王室的这个家族人，不像跟秦国不一样。秦国这些文臣武将大多数是通过军功上来的。商鞅如果不是打了内仗，对吧？打了内仗，商鞅还封不了商君呢。所以这一点非功臣不侯这个汉朝的观念，真是进了秦朝的。我们知道秦始皇这个人呐，他的幼年时代呢，还是比较曲折的，曲折的。我们知道他出生在赵国的邯郸，当时他的父亲就是后来的庄襄王异人，在给赵国做人质。那么是谁使他的父亲最后回国能够被当了太子，能够继位的呢？这个人呐，是这个吕不韦。公元前251年，秦始皇的曾祖父庄襄王出世，爷爷安国君继位，所以这个安国君的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子楚才有可能被立为太子。这个时候赵国才让异人回国的才让这个嬴政回国的这时候他已经10岁了。就是10岁前呢，秦王嬴政是在国外读过的如果按照今天美国的法律嬴政根本不可能是继位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讲讲这个，让他们这个家族就是让秦王嬴政的这个父亲异人这个得到太子之位的这位推手吕不韦。吕不韦是魏国的人，就是说跟商鞅、吴起都是
一个国的啊，魏国濮阳啊，濮阳在今日河南了啊。他在韩国杨迪经商，有一次啊，在赵国的经商的时候，偶然结识了秦国的宗室，也就是说，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他觉得这个买卖值得做，所以其后可居这个成语就来自这件事儿。他怎么能够把异人送上这个太子的宝座呢？因为他发现需求了。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可是安国君的最宠爱的妃华阳夫人就没生孩子。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的母亲夏姬普通女人，所以呢，按照道理来说，异人做普通女人生的，而且20多个儿子人排行在中间，10来个，他是没有机会的。那么，为什么吕不韦发现这笔生意值得做，异人是有希望机会的呢？因为他发现了华阳夫人才是可以立谁为接班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人物，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自己是没孩子的，那华阳夫人没孩子，他会立谁呢？如果按老大顺序立，对华阳夫人来说不是最合算的，因为老大继位以后华阳夫人能不能得到尊重，这是很难说的，对吧？因为老大继位他是自然继位的，如果把一个没有希望继位的人推上去，这个人对华阳夫人才最有利。吕不韦就发现异人的这个价值，因此他就去见异人他说我能光大你的门楣啊。异人笑了，他说你先把你的门搞大再说吧因为那时候商人怎么也就个商人嘛，而人家王子即使落魄他还是个王子嘛。吕不韦说你不知道，无门待子门而大，我的门楣要光大就靠你异人不傻，异人知道他说什么意思所以就引在里屋里密谈深语是深入的谈论。他说你的爷爷秦昭襄王已经老了，你的父亲太子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的年轻还没生孩子，而你的兄弟20多个，对吧？老大老二，继位的继位，辅政的辅政，你是中间那个，而且也不得宠信，远离政治中心，在赵国做人质。你的父亲太子继位之后，轮不到你当接班人。有人说那怎么办呢？吕不韦就跟他讲，真正能够立第4的只有华阳夫人。我虽然不富裕，但是我可以拿出1000金为你到西边去游说，想办法通过华阳夫人把你立为接班人。也就是说，如果真正能像你设计的那样成功的话，我会与你分享秦国。先做2个安排，第一，拿出500斤，那时候10斤就像那个中的人家的财产，500斤是很多钱所以他就把500斤给异人，让他交接宾客。古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电台，没有媒体，传播一个人名声就靠嘴巴对吧？就是嘴巴谁来说呢？宾客的作用就这样宾客就是新闻媒体他们呢到处呢传播你的名声，另接宾客，就这意思。宾客就是那些游士，对吧？他们这个各有一己之长，然后呢靠这个依附在某个达官贵人家来这个获得衣食之源，同时呢也找个机会获得晋升之阶。所以那时候战国的这些各国的国君都接民士接民士你要钱的接宾客要钱的，他给他500斤，让他交接宾客。异人那时候在这个
邯郸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啊，估计车用不饶，坐的车不怎么样啊，这个钱也不够啊，所以他给的钱要交起兵。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他又拿出另外500斤来齐物王号，还有那些珍稀的东西，怎么办呢？去见华阳夫人之子姐姐。你要去见华阳夫人不愿意见的，你一个商人怎么轻易见得过这个太子的妃呢？然后同时啊，你要知道，通过姐姐说话，有些掏心窝子的话你不好说，姐妹之间好说，对吧？有些话真的通过传你不能说的，所以他拿这些珍稀的东西，通过他姐姐献给夫人，而且讲了2件事。第一件事，一人非常贤能，有本事，宾客遍天下。第二个，他对你夫人非常想念，啊，天天呢妻思太子及夫人。华阳夫人大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孩子嘛，这些孩子都有自己的妈妈啊。那么按照当时的伦理来说，华阳夫人是嫡母，那些孩子们亲生的妈妈叫所生母、生母。从伦理上说，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孝敬父亲，然后是那个嫡母。所以说这说得通的。你要知道啊，如果光想对你孝顺，这还不够。一般说出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吧？你要讲他贤，然后还对你孝顺，先把礼物送到了，然后通过他姐姐转告夫人，说以色示人者，色衰则爱弛啊。你靠美貌得到宠爱的，这样不美了呢，宠也就没有了啊。你受到宠爱，但是没有自己的孩子，不以你繁华的时候，就是你美貌的时候，你贤德放在前面啊，不贤的话不能传事儿了。说这个艺人的贤而且孝，对吧？你如果不在柱子上找贤而且孝的人为第4的话，将来如果你不受宠爱了，你还想说一句话，还有人听你的吗？我们平时讲德才兼备，把德放在前面，对吧？德，那么什么是德？忠诚是最重要的德，对吧？忠孝是最重要的不，但是在你自己推荐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讲他首先是贤，有本事，然后才是那个孝，对吧？你看看，艺人就是贤，而且他自己啊，知道他是中间那个孩子，不可能当接班人的。你这个时候把他提拔出来，他才对你感恩在德啊。就说现在这个艺人呢，他自己知道他不可能为接班人的，你把他推上来，那他是无国而有国，你呢无子而有子，那么艺人对你的尊崇一定是永世不忘的。夫人觉得有道理，有道理。你要知道这话如果吕不韦亲自跟他说，这个夫人没法反应，因为吕不韦不了解，由他姐姐说，他就完全可以听得进去啊。所以夫人觉得有道理，他找了个机会不经意的就跟太子讲，说咱们的孩子里面，一人呢是绝对的贤能的，你看往来者都说他好啊，誉满天下，好多宾客在给他吹牛啊。然后这时候呢，禁不住掉了几滴泪，你看美女还落泪了啊。妾不幸没有生孩子，我愿得立一人为嗣，以托妾身啊，以将来终身有所托。太子反正都是他的儿子嘛，对吧？太子许之，那这个当时呢还刻了个玉符，说以一人为嗣，别到时候无凭啊。那么这个问题解决后呢，一人就得到了很大的财政帮助，后愧为一人，而且请吕不韦给他辅佐他。这下吕不韦的名誉甚诸侯，大家都知道，这家伙将来是秦国的第3代接班人，第1代还是昭襄王呢，第2代是他父亲安国君呢，太子呢。一人呢
现在被华阳夫人立为第4，大家都知道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啊，都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秦王嬴政出生。《资治通鉴》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跟《史记》一样的，不过这里面却留下这些漏洞，让人家去想想。据《史记》记载，吕不韦选取一名姿色漂亮而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同居，知道她怀了孕。子楚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佯装生气后献出了这个女子，此女隐瞒了自己怀孕在身，到12个月之后生下儿子嬴政，子楚就立此姬为夫人。大姐说的秦始皇的爸怎么这么没羞，让人家送给他？那是那个时代伦理啊。就是说清朝以前都还这样，就是说妻子那是正妻，那才真正的一夫一妻的。但是那个姬妾是可以送朋友的。你看晚清红点商人胡雪岩经常把他女朋友送给他生意上人，所以他想要这也不是算太出格的事儿。可是呢，不过这毕竟是吕不韦非常宠爱这个妃子啊，所以史书这么讲的：不韦佯怒。佯怒就假装不高兴的样子，但是呢，继而限制，闰鸡年而生子正。那么这个闰鸡年生子正，就嬴政呢，这个话是《史记》也这样讲。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因为闰鸡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1年呐，1年怎么得有12个月，对吧？然后呢，他知道她怀孕了，怎么还得2个月？14个月。那尧是14个月生的出生，啊，那是我们就经常用14个月生，好像将来出大人物一样的。但是从生理上讲，14个月怀孕是不大可能的，对吧？这说明呢，作者啊也故意留这么一个疑虑的事儿啊，在这。更重要的还不在这个，更重要的在这个吕不韦如果要把一个女孩子有她的种怀孕了，最后送给这个未来的国君，对她是只有弊没有利的。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吕不韦他姓吕啊，他不可能最后把这事曝光以后，这孩子能对他有什么好处？不可能的。这跟我们这个在战国时候看见的那个春申君不一样。春申君他是楚的宗室。他呢，跟个女孩子生了孩子，啊，怀孕了，这也是赵国姑娘啊，李渊的妹妹。后来他献给楚考烈王，啊，最后生下来就接班了楚王。但是他用是楚的宗室，啊，这个曝光以后不出格，所以吕不韦这件事他没必要啊，没任何必要做这事。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个赵姑娘她家里不是个穷人，赵姑娘家里是一个富人家，跟吕不韦很可能就是生意上的朋友。既然怀孕了，而且生了孩子了，这个孩子就是秦王嬴政，一人呢就正式立这个赵姑娘为夫人，就是他的嫡妻了啊。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啊，秦国还继续攻打赵国，为邯郸。切腹救赵，信陵君就是这样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赵人就想杀掉这个异人和他们家。异人和吕不韦啊，花了600金贿赂阮守他们的人，逃到秦军当中跑了。跑了以后，最后把谁留着呢？把秦王嬴政和他妈妈留在邯郸，爸爸跟着吕不韦跑了。就留下一个儿子和母亲在那儿。母亲那很年轻的，那是才20多岁了。所以嬴政幼年的时代是在非常不安的
条件下度过的。当时赵王也抓捕他们，还好赵姑娘家里呢有一点社会关系，就有一点钱，赵姑娘家是有钱人，能够养活着母子俩，再和人帮他迁徙啊，这个到处躲藏。嬴政在赵国的时候有一些小儿时的朋友，燕太子丹就是他那时候的朋友。当时燕太子丹也在赵国做人质，啊，就和他派荆轲刺秦王的人。虽然你是燕国的人质，但寡人重爱患难之交。当年你和我在邯郸同为人质，小小年纪受屈忍辱，待我破赵之时，你和我同去邯郸报仇。回去以后呢，这个异人呢，去穿着楚国的服装来接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呢，所以他就给这异人改了个名字，叫楚。我们讲子楚，就是用他华阳夫人的儿子起名叫楚。公元前250年，农历10月初4，公历10月12日，秦王嬴政的祖父安国君太子在初期父丧之后正式登基继位，但3天后去世，谥号孝文王。所以我讲秦王嬴政的命好，他的父亲当太子就是吕不韦给他操作的，但是即使操作成功了，他的爷爷如果是少活几个月啊，他的曾祖父多活几个月，这个嬴政就没希望了啊。其实一系列偶然事故，而他的曾祖父当初也是哥哥去世了，然后才轮到他，一系列偶然事件才导致秦王嬴政最后这个能够登基，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那么异人即位庄襄王，庄襄王当了3年皇帝啊，当3年皇帝，也就40来岁就去世了。你看看庄襄王去世，赵王后他就守寡了啊。这个时候嬴政即位，嬴政13岁，他母亲还不到30岁啊。那吕不韦就自然是啊帮助这个赵姑娘之争啦，那么赵姑娘垂帘听政啦啊，然后吕不韦呢号称仲父啊，这个当相国。其实在这之前3年，在这个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吕不韦就是当相国了。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吕不韦为什么成功的。吕不韦成功之道啊，就是啊，他发现了需求。不仅是异人有需求，他想对吧，能够继位当王子，但是他没希望，他自己都不抱希望。但他发现华阳夫人其实也有需求，而他的需求恰恰是那个最不可能当王位的那个儿子，他把他扶起来，对他才是最有好处。就像没通地铁的时候，这个房子啊升值特别大，通了地铁，房子就没升值了啊。所以啊，这是一个齐和口据的经商之道啊。吕不韦把政治当商业来经营，就是最不值钱的才是最有可能有挖掘潜力的。第二个道理是什么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需要从别人的利益出发，从别人的需求出发。那个商人就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别人需求出发。那么嬴政13岁即位，赵太后垂帘听政，大权掌握在仲父吕不韦手中啊。可是这个吕不韦啊，他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当相国很忙啊，可是赵太后守寡，他经常去找吕不韦。吕不韦可以看这个孩子一天就大了，跟着他妈妈还这样子这个男女关系不清，不错时他就想脱身。吕不韦为脱离官司和惩罚和帝太后赵姬的纠缠，将市井无赖廖爱召入府中做摄人，
命他在众人面前表演，监视男性强壮，并将消息传入帝太后耳中。太后赵姬好淫乱，遂召廖爱入宫，日夜宠爱之，还和廖爱生了2个儿子，养在家中。可是如果这个嫪毐只是吃软饭也就算了，问题是这个家伙他还有政治权利欲望，所以赵太后不但给他封官，不但给他封土，封地在今天的太原晋阳。而这个家伙政治质量不够啊，他跟人喝酒吹牛啊，说当今皇上是他的儿子啊，他是他的后爸啊，类似这些大话传出来，这是跟这个话呢，这些人呢就传到秦王嬴政耳朵去了。秦王嬴政大怒，采取措施要对付这个嫪毐，要除嫪毐。嫪毐知道了啊，他先下手，也就是发动政变。其实我现在看呢，从秦王嬴政一出手就处死嫪毐、罢免吕不韦啊，老妈退到幕后这一系列动作来看，嬴政不是个简单人。你看过去啊，一般呢至少20岁要举行冠礼，对吧？甚至可能应该16岁、18岁举行冠礼。因为秦王嬴政迟迟没举行冠礼啊，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举行冠礼啊。那么这时候啊，这个嫪毐跟赵妈妈、赵太后都生了2个孩子了。为了掩盖这个赵太后，她也不住在咸阳了，到雍这个地方出去，今天宝鸡那边。那雍那边呢是秦仙公庙的人，所以呢，他在那儿住着，避人耳目，也弄了2个孩子。就是说啊，嫪毐跟他太后约好，如果嬴政不在，将来就由他们生的孩子接位。因为嬴政还年轻呢，年富力强了，那他不在，这说明嬴政的生命都受到危险了。所以嬴政在处嫪毐的时候啊，他没有主动出击，他让嫪毐动手，但是他做准备。现在看来，从我分析看来啊，其实故意让他先动嘛，这有点像这个郑伯克段燕一样的，多行不义不自毙，对吧？这个嫪毐这一动手，秦王嬴政呢，就这个把他这个在齐桓公作乱，派人呢就把这个嫪毐给这个打败了啊，斩首数百啊，这个嫪毐灭3族，而且他的这个跟他的相关的舍人呢4000家发配到这个四川去，4000家还好几万人呢啊。太后呢也把他这个等于是软禁起来啊，不相见。这2个儿子2个小弟弟都给他给处死了。下面有个故事值得给大家谈的，就是这件事发生以后，嬴政非常愤怒，对吧？他觉得受到耻辱，耻辱的背后，当时对权力大权旁落的愤懑，有人就串秦王嬴政，说你不应该对你妈妈这样子啊。但是秦王嬴政都处死了，已经处死了27个啊，把他的尸体堆在城外边。有一个齐夷国的，来自齐夷国的啊，这个宾客叫毛焦，他要见秦王，他要对你母亲这个处理要提出谏言。秦王派人告诉他说：“你没看见那个城外死的人吗？”这个毛焦说：“我看见了，死的才27个。天上28许，我正好在出满这个数啊！”这个死者赶紧去跑去报告，史书上用了一个走告之啊，走就跑啊，赶紧跑去，这家伙不怕死啊！这跟毛焦一块同乡的，一块同来的啊，一块租房子住的，都跑了，背着他衣服，背着他的财产细软都跑了，反正这家伙是死定了。秦王大怒，他这个家伙故意来放我，你以为你还能够堆个死尸放在城外啊？赶紧架好锅，烧好火，放上水，把这个烹了煮了。这个家伙啊，故意来冒犯我。秦王
暗箭怒坐，怒坐。那时候没椅子啊，我不知道他怒坐什么，应该是基坐吧？啊，跪坐的那个腿肚子上啊，就这个也是气呼呼的样子吧。说让他进来。毛家不慌不忙，慢慢走在前面。他说：“你狂悖之行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车裂甲腹，车裂你的后半，囊扑二弟，而且把母亲呢给软禁起来，啊，桀纣之行不过如此啊！这个事儿如果天下人知道，他们都不到秦国来了。他秦国干什么？如果秦王是这么一个无疑无信的人啊，那么人心就瓦解了。臣切为陛下为之。我说完了，伏在地上砍吧。其实啊，毛娇讲了很多话，我自己觉得感兴趣就这句话，就说秦王嬴政打动秦王嬴政，不是什么呢？不是羞辱，不是愤怒，不是威权式挑战，而是说，如果你不改变做法的话，你的江湖声誉，你在六国中的这个名誉，你就完蛋了。什么意思呢？就说秦王嬴政他是顾大局的，啊，顾大局的，就是他要兼并天下的话，如果即使敌国人说你是个很糟糕的一个混蛋一个无义之人，对他来是不利的。就说秦王嬴政还是顾及他的爱惜他羽毛啊。我们看到对秦王嬴政的泼了很多脏水，你想想，秦王嬴政不可能有好名声吧？六国的人谁不恨秦始皇？是他把他们家国灭了。汉朝人不骂秦始皇，汉朝有存在理由吗？没有，所以一定是。但是实际上啊，秦王嬴政呢，他是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对吧？这件事他很注意自己形象。其实他当时就这个毛娇什么也不是，对吧？他可以把他弃若敝屣。毛娇在历史上后来也没看见他有什么形象，有什么行为，就是这件事儿，才留下了。所以秦王嬴政呢，我们很难得的了解他秦王嬴政的真实的事情啊，就是秦王嬴政是还注意他的形象。你看他马上就驾上车，自己呢书上最尊贵的位置左位，亲自去把他母亲接过来，接着献礼，父为母子如初啊。好了，其实我们在这个考古发现的关于秦朝的一些文献里面，这里面忠啊、义啊、孝，特别孝这个词是有的啊，所以我们完全用这个后来把好像秦王朝就是完全是这个无道啊，没有游戏规则，没有礼义廉耻，其实不完全。秦王嬴政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啊，我们其实有几件事可以给大家谈谈。第一件事，在少堂课已经讲过了，就李斯建逐客令，秦王嬴政建了以后，马上就撤回政令。尽管朝令夕改对个领导者是不利的，但是他发现这个错了，马上就改，跟刚才的毛娇的建议是一样的。同时还有一件事，那什么事呢？就说郑国渠的事，这个修渠为民啊，实际上呢是行皮刑之计，但是他发现后，不但不杀郑国，而且还让继续修渠，对吧？把这渠名为郑国渠。这是说明呢，就说嬴政考虑问题啊，他有个大局观念啊。我再给你讲一件事。公元前224年，秦始皇23年，秦王政召集群臣，商议灭楚大计。王翦认为非60万人不可，李信则认为不过20万人便可打败楚国。秦王政大喜，认为王翦老不堪用，便派李信和蒙恬率兵20万南下伐楚。
王翦因此称病辞朝，回归故里。不久，李信大败，是为秦灭六国期间少有的败仗之一。秦王嬴政大为震怒，亲自乘快车奔往平阳，见到王翦道歉，请王翦统帅60万大军启程，最终灭楚。我们知道战国有4大军事家，白起、王翦，秦国的，然后就是赵国的廉颇和李牧。李信攻打楚国以后，先胜后败，大败如归，秦王大怒，怒了以后，秦王怎么办？2件事。第一个，并没有因此就把李信和蒙恬绳之以法，军家胜败，兵家常事嘛，对吧？具体有所小惩，但是最后你看，李信去灭燕国，这个吧，连这个蒙恬呢守长城，这个抵抗匈奴，都做出成就，这是第一件事啊。不想犹如你，一败了，马上就处于畸形，没有，给他一改过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亲自跑到王翦家里去，到他家里宾阳他家里去。寡人不用将军之名，不听将军之谋。李信国辱秦军呐，将军呐，你虽然身体不好，你怎么能那个忍心抛弃寡人？你起来吧，这个希望你能带兵去打楚国。你看看，就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出来，哪有一个残暴粗暴的秦王嬴政呢？在这个用人方面呢，他是非常有他的章法的，对吧？改过迁善，毛焦的事儿，建诸葛亮的事儿，王翦的事儿，都表示秦王嬴政呢是能够听不同的话，用不同的人，是吧？客卿也好，他们秦国的将军也好，总之吧，这个我觉得这个秦王嬴政在他统一天下之前，他确实是有这个领导能力的他能用不同类型的人，比方说赵高，法律上面的高手；李斯治国那是也是很有一套的，是吧？所以秦王嬴政那些统一措施，大都是李斯下做的比如废封封这个海内接郡县等等还有他这个纳谏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先后灭掉了关东6国，完成国家统一，后北击匈奴，南服百越，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及对外开拓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大大加强了全国之一统，对后世已产生颇大的影响。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合谋篡改秦法，导致大规模平民暴动起义。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覆亡。秦朝从统一6国到灭亡，只有15年国祚。为什么秦王嬴政最后继位10几年，统一天下10几年，就11年，分崩离析秦王朝，连1-2年之后二世而亡贾谊在写《过迁论》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一夫作难而宗庙恢，生死人守，为天下孝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时，义也。”他就说2个原因，第一个是不用仁义，第二个打天下和守天下不一样。不用仁义，当然这个是因为贾谊他是需要把总结秦朝的经验，是为汉朝人提供借鉴的。不用仁义这个话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太简单。秦王统一是亘古未有之事，对吧？你看西周是分封制，商周
商和夏很可能是族邦，我们现在叫族邦制，它还不完全是分封啊。经过古人当然也讲分封，三代分封，其实真正分封是西周啊。那么战国呢，一般的情况下是有分封，也有郡县，各国都这样。但是那个秦国的这个郡县它比较彻底一点，秦国大概多数的郡县呢是秦王嬴政设的，一部分是赵襄王时设的。那么这些制度什么问题？就是今天的制度，我们今天就讨论的，我觉得有这几点。第一个，重硬件，轻软件。重硬件建设，修驰道啦，修高速公路啦，对吧？筑长城啦，把六国的武器收来，筑成金人呢，如何的在咸阳表示不再就把地方武器交了。这其实都是古人统一措施，但是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第二个，重形式，轻内容实质，就是要六国归附，人心归附，它都是那形式你看到处立碑表示我秦王嬴政在这地方，那都是形式真正要人心归附，这还要做一些对吧思想宣传上的工作。这个方面呢，像攻守之势义也就这样。秦朝其实是搞过土地改革的，他是搞过土地改革就是让黔首自食田，这是战国授田制的一个延续。但是呢，秦朝的徭役繁重，法律苛酷，所以呢，你实际上呢不能赢得人心。第三个，重当下，轻未来，就是他不注重接班人的安排。秦王嬴政死的时候没有安排接班人，没有安排接班这个所以他一些措施比方说他这个度量衡文字统一文字什么措施但是不是有个长久的考虑。在用人方面，重才干，轻驾驭。我们不能说什么叫重才，赵高李斯有才干，但是在赵高李斯的驾驭，他在制度上和文化上都做得不够我们说中国人特别讲德和才，对吧？咱们不用德简单来评价赵高和李斯缺德如何，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德，固然有他的有差异，但更重要是你制度上能不能防范他出问题。那么他在这方面是没有安排的赵高犯了错，原谅了他，因为重他的才李斯呢，有一次他出行时看见李斯车马很甚，李斯在他身边安了这个亲信，有人就告诉李斯了，你小心点，今天皇上看见你车马太甚，威风太大。后来呢，他就李斯就注意了，秦始皇知道了，这肯定是有人报告给他，所以他就把周边的这些宦官那天在场的人杀了。但是对李斯的本身没有做制度上的安排。你看在秦王统一的时候书同文，车同轨，金融上也统一，对吧？这个把三皇五帝的皇帝拿来作为他自己名号，对吧？他称朕，这个诏令呢称制，对吧？称诏你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形式的东西。秦始皇采用五德终始之说五德终始，金木水火土嘛，这是齐国的一个叫邹衍的五德终始，就是说天命呢所攸归是跟着五德运作的。周是火德，秦代周，所以我们是水灭火嘛。那你想想，只要这个成立，下面一定还有土来把水的满足当下的解释。这五德终始其实它还会转的，不过转着就停的。一是二是三是万事，那是不可能的。你否定五德终始说，你到我这儿就行了。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这个事它跟西方跟日本不一样的，人家万世一系，中国是讲朝代更替这个呢是就跟五德终始有关系。
这也为中国的王朝更替找很多根据。好了，我们再看统一措施呢，《史记》和《资治通鉴》到处写它历史颂德、历史颂功业、历史什么东西，大致这个历史那里，就是表示这个地方立个碑表示我秦王嬴政到此游，包括秦王嬴政在这里这个功德看天下。德是什么东西德我们今天搞的意识形态东西，德那个时候就是讲得人心爱戴叫德。功业不用说呢，功劳嘛，功德，功是我做成了什么事，德是得到人们的支持爱戴，叫德有口碑好。你看这都形式的，真正要人家增进民心不是这样不是用这个方式应该用一些意识形态方式、文化的方式。所以后来的皇帝特别是唐德宗、包括刘邦汉高祖，他们都很注意注意打天下、治天下的这些政策的转变。那秦王嬴政还做了什么事呢？派徐福去求神仙，因为一切成功以后，剩下就是想长生不老了。齐国人徐福等圣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3岛，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不死之药，服后便可长生不老。始皇听了很动心，幻想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28年，齐人徐福等上书海上仙境之事，秦始皇于是派他征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还派什么呢？戍五岭、击匈奴，边疆上的防范。你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6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就着手制定北讨匈奴、南平百越的战略。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辉和赵佗率50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任嚣和赵佗再次进攻百越各部族，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击溃了今广西等地的西欧族和今越南中北部的洛越族的反抗，整个岭南地区从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秦始皇兼并6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33年春，蒙恬统帅主力军从上郡郡至夫池（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出长城攻其东。杨翁子率偏师由萧关（宁夏固原东南）出长城攻其西，匈奴败逃。禁诗书百家语，李斯的建议，舆论控制舆论所以李斯真是枉费做了这个荀子的学生。在这个方面呢，他学的已经不是荀子这了已经远离了荀子了。到他那个师弟韩非的那套东西，他倒是接过来了。尽管他把韩非杀了就是完全法家的一套东西，把史书都烧了，除了秦国的都烧了但是什么不烧呢？医药不使种树之术，按照现在话讲，科学著作不烧。理工科大学的东西还是要办的这些人文的东西不要了那么你要学什么呢？以吏为师，以内观吏为老师，学法律。做的这些事我想都是当下的，对吧？不搞长远，修高速公路、建工史，对吧？所以秦王嬴政在土地改革上的红利，完全被他无边无际的徭役、无休无止的徭役冲掉了。有土地不能种都徭役繁重。坑儒的事也给他谈的，因为秦始皇不是想长生不老吗？所以呢，他就请人去给他炼仙丹，去找神仙了。这人骗他骗他说你神仙许清净，你住的地方不能让人知道，人知道的话，那太闹话了，神仙不来的。你住的地方让人不知道，不死之药就能够得到了。我羡慕真人我愿。所以秦始皇最后搞的呢，行踪神秘，这个实际上呢，
也对他治国理政没什么好处啊。后来呢，这些书生啊，他们一个是在背后讥讽始皇，另外呢，他列不来丹怕人找他责任啊，就说秦始皇的坏话啊。秦始皇听说以后啊，说我给他这么好的待遇，他就在背后骂我，他派人呐，把这人呢进行专案调查，调查以后呢，最后呢，这个犯禁者有460多人，他都把他坑了，坑到咸阳，这就是我后世讲的坑儒啊。其实啊，书没全烧掉，民间不让看，皇家图书馆是有的，后来被项羽把火烧了啊。儒也不是都坑了，树孙通就在秦始皇身边，不过这家伙很精啊。他秦始皇在的时候，2世在的时候，他不说话啊。后来呢，到刘邦的时候他才出来啊，再为刘邦治理作乐了啊。这个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秦皇嬴政最后一次出行啊。冬10月，秦朝以10月为每年的第1个月出行，到了什么地方？浙江、江苏、湖南、山东、河北到处转了一趟，一下就到这，然后最后呢，路上病了，病得很重，他以为他还能回到咸阳呢，他留下一封遗书，让他大儿子扶苏赶紧到咸阳去啊。可是没想走到半截上，在河北沙丘，今天的河北广宗县沙丘去世了。第2年7月份，陈胜吴广就起兵了啊。那么秦皇死了以后，当时赵高和李斯啊，把这个事隐秘起来了。赵高、李斯他们发动了一个政变，做了个阴谋，说秦王嬴政一诏立胡贺为太子，而呢赐大儿子扶苏自尽，还有蒙恬。这个扶苏呢，接着这个沙狐就自杀了，蒙恬不服啊，最后也被关起来了。而胡贺呢，就立为太子啊。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啊，没发丧，一直到了咸阳以后才发丧。我们看这秦王嬴政，他在统一过程当中啊，他做了很多虚的文章，表面的文章啊。我想这是一个第一次在这么广袤重土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不但是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第一次。西方的国家，比如说亚历山大帝国也好，罗马帝国也好，巴比伦帝国也好，对吧？那些帝国，它其实都是政治军事联合体。像秦王嬴政这样建立的一个从中央直接统计方数千万人口的这么一个这个大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所以它就出现一些软件赶不上硬件，当下问题处理啊没有做长久的这个制度安排，这都是有些遗憾。这个遗憾到什么时候再解决呢？汉朝啊，所以汉承秦制，但是不光是成了秦制啊，但是他没用秦政，就是那种暴政那套没有，这个是刘邦才完成的。你看秦统一当中啊，战略对吧？实力，然后是这个做军事了，对吧？军事直接去军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几个重要人物啊，因为就是从庄襄王死了之后，秦王嬴政继位，他那很小，才13岁，所以他的统一的时候，他已经30多了，就说他已经20多年，他
这个秦王就是他就20多年，这20多年如果再加庄襄王3年，这有2个重要人物，一个吕不韦，一个李斯。按照当时他是客卿，对吧？重要啊，李斯后来做丞相，吕不韦是相国。但吕不韦作为一个商人，他能够到这个位置上来，因为他被重大投资，投资对象就是在赵国啊做人质的、远离政治中心的一人。你怎么看吕不韦这批政治买卖？我觉得在这个政治事件上，吕不韦表现出的还是一个商人商人的精明和一种他甚至是在做一笔赌注很大的、风险很高的但是回报率很高的一个这个买卖。对于他当时这个短期成效来看，他是得到了很高的回报，但是后来自己因为走了这个很具有风险的这样一个政治路径，最后他自己也被逼迫自杀。所以我觉得在这中间，吕不韦他本人我感觉还是始终在把这个事件作为一个类似于商业的这样一个投资和冒险来做。你怎么看吕不韦的事？正如刚才炳文讲的，吕不韦他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投资，一个是风险。这个投资本身是带有一个强烈的风险，而且他在这个事件上的投资似乎在前期来看，似乎比任何其他的这种政治买卖的这个风险似乎都要高。但是越是在这样的风险，这个如果对于这种风险的这个相关因素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管理和控制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个这其中可能的风险降到比较低的一个层面，然后呢，能够在他的这个一系列的努力下，能够促使这一笔风险投资能够朝着他希望的方向慢慢的去发展，去运作，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他最后得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回报。那么这个正是他这种我感觉就是他的这样一种风险投资的一种对于风险投资的一种管理和管控，最后起了一个作用。但是当然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样一种高风险的投资，事实上他不光是说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管控，就能够一本万利永远的这个运作下去，滚雪球一样的利益越滚越来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边际的。到了一定的边际，到他身为相国之后，到他掌握重权之后，他如果再继续在原有的这种投资或者投机高风险投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上继续发展的话，而不收敛的话，那么他这个很快就会到一个边际，那么这个边际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反面的一个下场，就导致他会在他的似乎是在他的这个投资事业的最高峰，就一下子走了一个下坡路，完全是一个断层式的一个下坡路之后。其实吕不韦这个就是说他选择异人，我想现在应该来看说，因为他选择异人的时候，正是昭襄王的时候，秦昭襄王，而且秦国的这个大势已经很清楚了，因为秦国大势很清楚，就说那么未来的秦国，这世界是秦国的，我想他应该有这个判断。但是他的问题是，其实你看，即使我们讲秦王嬴政13岁继位，对吧？然后9年以后22岁才执行冠礼，才放权。秦王平定嫪毐以后，是涉及到他，但是并没处理他。嫪毐平定以后，对吕不韦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处置，只是让他退休了，到他的封国，到河南去了，对吧？洛阳在那河南，10万户啊，得了，说。可是吕不韦在这个问题上，
他搞得张扬很大，他整天跟六国的宾客来往，搞得是个高朋满座。因为长期以来，你看10几年他实际执政嘛，庄襄王3年，秦王9年，10几年都是他执政，所以六国来往，他不知道收敛，所以秦王也觉得这样很危险的，所以让他现在守去，最后他就自杀。所以还是我想他其实应该这方面当然学范雎，对吧？验任蔡泽来让范雎呢，范雎最后就是退位了，让验任蔡泽来跟他讲，他说你现在这个位置啊，你比商鞅啊，比他们公没他们大，但是呢，你的这个权势就那么大啊，你这个日中则泽啊，这满就得夫啊，所以你应该知足知止啊，这个就范雎就把它放下来了。不过是从这事件的考证来说，范雎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死的，因此到底是正常的非正常的，有一点点那么蛛丝马迹不能记载，是正常的放掉了呢，还是最后也是不太善有点那么蛛丝马迹记载，还有差异。但是这个范雎是应该是放掉了，就是他是善终的，他到满了他就放下来。这个是可以是秦国的克勤方式，所以这个吕不韦尽管让人编《吕氏春秋》啊，他还是对这些伴君如伴火，人的事业应该就是像你们讲的要考虑的风险，这一点估计不足知足知止。如果说他到河南以后，他能够对吧，能够这个像后来的张良那样吃粽子油，或者是也许他就没事毕竟他对这个嬴政这一家是有恩的。李斯这么一个仓鼠侧鼠启发以后出去念书，念了书以后到秦国来不叫北漂西漂了来找梦想的事，他的一生也是也是从入秦开始，一个书生入秦，最后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仗的这个相国，可是也是被赵高害死了。对李斯的一生有什么评点？我觉得李斯这个最大的问题似乎还可以说他始终保有着一个利的特点，他做事处事，尤其是在最后关键的这个秦始皇死掉以后，他面临这样一个政治抉择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对自己既定目标的这样一个贪婪和执着。他在权衡利弊之下，还是选择了跟赵高一起从事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赌注。但是最后呢，他恰恰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过度的精明权衡以及这个怎么说呢，贪婪吧，最后在政治上栽了跟头。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让我们值得深思的地方。李斯的问题对吧？他是有功的，辅佐秦王嬴政统一。他是公元前210年的7月，秦王秦始皇死的时候，沙丘之变他参与了，是吧？改了遗诏，上贼权了。然后呢，其实呢，也就2年，最后他就被秦二世和赵高处死了。你看，这2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你怎么看这件事？李斯他参与这个政治的，就是在这个秦始皇死了之后，对于这个和赵高这个合谋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漩涡里面其实是越卷越深，而且事实上，虽然他是这个在秦始皇的时候他能够掌握这个话语权，但事实上秦始皇一死之后，他没有注意到他跟赵高的这个合谋的过程当中，其实赵高还掌握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语权。
那就是对于这个将来的这个继承人赵高，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对他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李斯在这方面恰恰是没有注意到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造成李斯他认为自己以自己的这个实力，自己在秦始皇时代的这个话语权，能够很顺利的在这样一件政治合谋的过程当中，能够把他的这个利益最大化，同时能够继续保持他原有的那种政治势力和这个政治势头。我觉得这个他可能是失算了，他并没有注意到他原先在前一个时期所没有注意到的那些这个隐藏的力量，在秦始皇死了之后，事实上在一方面跟他合谋，另外一方面在合谋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算计，这个算计在一旦他们掌握实际的话语权和这个政治势力之后，就迅速的把李斯就平掉了。所以其实李斯如果从这个他个人的这种人生轨迹来看的话，我们如果对比说像这个您刚才提到他如果像张良那样最后能够放权，最后这个什么都不管，然后云游去，这个我觉得事实上他在这里面已经卷得太深了，他很难抽身了，而且他一步一步他用他的势力和他的话语权在里面进一步扩大他的话语权，这个跟张良那样一种功成身退的这种思路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路，他意识不到这个其中应该在哪儿有一个转身，华丽的一个转身。是，就是说李斯的问题上了贼船，对吧？上了赵高的贼船，但是他还不比赵高更坏。你上了贼船，你必须贼跟贼，是吧？好，你不比贼还贼，那你当时是不是他就可以不上贼船呢？不可能。如果说赵高在约你说这事咱们一块来做，对吧？把这个遗诏改了，立这个秦二世，他说不行。这个事他肯定他也没法难以承受这个，他要么把赵高打倒，对吧？要么就把赵高秦二世搞得就说还是按照秦始皇遗诏来辅佐这个扶苏，要么呢他就得进去。其实当人找到你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你说我要前顺他也不可能的，对吧？你要么就是用你的办法把这件事搞正了，但表面上跟他这个周旋，实际上你有你的安排；要么呢你上了以后，那你就得有就是更这个高明的手段把这个危险除掉。什么危险？因为赵高跟秦二世关系比你跟秦二世关系更深呢，对吧？其实所以李斯后来一直找秦二世来说赵高的坏话，他把领导的品德领导的这个境界估计的太高了，而且把对手的水平估计太低了，就是他一在这里要说明自己我是清白我是弱，要说明对方坏。所以这个李斯在这个问题上赵高能找他，也说明赵高对他是看透了，知道他是可以做一段同的人合作的，对吧？如果知道他不能合作，赵高会找他嘛？就是所以就刚才丙文讲，李斯呢他是一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从此模糊自己眼界的人。你比如他讲逐客令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你看这韩非他就不屑把这人再给杀了，是吧？讲一个道理再为自己受一套一套的，但是当失去自己利益的时候，这个道理都没有了。这是李斯的这种自我利益高于一切的这种个人高于一切的这个价值观呐，也是决定赵高会找他，而找了以后，他就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因为二世跟赵高的关系更铁，你除非给赵高这个擦鞋提鞋，但是他也做不到，他看不起赵高换人。我在那时候丞相当然是汉武帝以前丞相是真这个丞相是有权的。
是讲的秦始皇这个人，秦始皇这个人其实在早年是很不幸的，对吧？这对他早年他这个10岁左右吧，应该是10岁左右这么的，10岁左右他才回国啊。10岁以前他是孤儿寡母在外面呢，对吧？他父亲跟吕不韦离开赵国的时候，大概他也就不到3岁，一个3岁左右，因为我的印象是，这种经历我想对秦王嬴政也是有影响的。你们怎么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往往很大程度上会局限他成年以后的思维方式和这个行为方式。我觉得，秦王嬴政在童年的这个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他的，不管是从性格来说，还是从心理状态来说，虽然他后来登上这个王位，掌握了话语权，掌握了实力，并且扫灭6国，建立秦朝，但是呢，他骨子里面因为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建造的这些颠沛流离和人情交薄，导致他的性格里面对周围的人其实是有一种不信任的。这种不信任也直接决定了他在建功立业之后和周围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的这种行为方式是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他应该跟他母亲的关系是很深的，因为他母亲一直带着他，对吧？他母亲一直带着他。你看后来呢？你看这个当了王爷，当了这个秦王以后，他母亲垂帘听政，对吧？垂帘听政的，然后呢，他又这个到22岁才主行冠礼，主行冠礼以后呢，就是主行冠礼这一天，这个公元前238年，到公元237年，他就已经完全掌权了嘛。38，这个时候他把他妈妈软禁起来，把2个老二跟他生的孩子，跟他妈妈生的孩子杀了，对吧？最后呢，有人向他提出这个意见，这个有个齐国的一个客卿。对了这个毛焦这毛焦要求见，他说凡是向他提意见他都杀了，放堆在城外27个。毛焦说我再凑个28许。但是毛焦一番话以后，秦王嬴政马上就改过迁善了。这里秦王嬴政是什么因素让他一下就改过迁善？我觉得有人伦的层面和这个政治的责任2点吧。从人伦的层面来讲，这个典故其实很像郑伯克段语嫣后面郑庄公对自己母亲的处置，而毛焦也这个非常恰到好处的这个影射了这样一个意思。从一种这个人伦的角度来说，他是让秦王政跟母亲还有感情的。对，他去感觉自己是有这个必要和这个义务去重新建立这样一个母子关系。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提到了对山东6国、对天下这样一个影响。这是一种政治使命。我觉得秦王嬴政在这里，他年纪可能并不大，但是他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这个高度的对于自己所作所为一个这样一个反思和这样一个责任感。所以他可以很快的不管他是发自内心的还是这个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他做出了这样的改正的决定。所以其实这一点我们看出就是这是个仁孝观念千万别以为是个秦国结缘的。就我们发现的考古材料里面呢，关于秦国上法律文书里面，孝忠仁义这概念都有。其实我们这个在秦朝以后，在这边
这个汉朝人编秦国历史，好像秦国就是好像这些概念都没有一样的啊，这些价值观都已经好像就是秦国人都不尊奉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对吧？但是后来的编史的人呢，他一定要把很多脏水泼到秦上。不过秦王嬴政在治国过程当中啊，他还没找到这个治国从意识形态到操作手段上的这套办法啊，这套办法也到刘邦以后才去找到了。楚汉相争，刘邦凭什么能赢？刘邦这个人呢，要说他出身吧，真是太普通了啊！你看他爸爸在刘老公，他妈妈叫刘老太，你看他哥哥叫刘大，他叫刘三儿，还有一个叫刘二，你看这，反正是个平民出身。他本来应该是楚国人，他出生的时候楚国还没亡呢，但是后来呢，他就成了这个秦国的这个子民了。小时候关于他有这么几件事，第一，就是这个人呢，挺讨人喜欢，他也挺善于跟人交往，叫爱人喜事，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第二个呢，不是家人生产作业，就是不好干活，跟刘备一个样子，一个德行啊，不好干活啊。那么不干活干什么？你得找份工作啊。诸说他父亲呢，经常说他，你像你二哥那样，这点家业多好呢。但是有两件事啊，可说明刘邦这个人呢，这个不同凡响。第一个，他很好客就是平常总带些人去回家吃饭，有时吃饭这个家里嫂子不高兴了，就把锅铲得咚咚响，就表示到锅底了。他有时候请人喝酒吃饭，经常赊钱，而且呢给人九筹数倍，什么意思？就说本来是10块钱，30吧，30，你记着。到年底人家经常给他打个折什么的刘邦能够当到亭长，说明刘邦的家庭也不是穷得叮当响，应该是一个自耕农这么一个家庭，应该是亭长也是要一定条件的。亭上面乡，下面是村儿。你看亭长主要是个什么呢？就是主要管一个地方的这个治安的，大概有点像派出所所长这么个。就是乡下面的设了一个小派出所让刘邦带了好运的是一个叫吕公的人。吕公是沛县县令的朋友，有一次呢，他还带着家人呢来投奔这个朋友，投奔这个县令。萧何呢，当时在县里呢当差，应该说是管财政的相当于一个财政局长这样。说县委领导县里领导这个亲戚朋友来了，咱们的给他来祝贺一下子，是吧？大家来吃顿饭，捐点钱，大概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什么一个风俗说你凑的份子钱不到1000，坐在堂下，那就超过1000就在屋里了。刘邦这个人呢，他实际上什么钱没干，他说我交1万，你交1万。1万钱，这个是大礼惊动了这个吕公，吕公就亲自呢，到门口来迎接，然后就坐在主桌了。《资治通鉴》呢，没有这么细节描写，《史记》有描写，说高祖刘邦他坐在最上的主宾的位置上，而且呢，下午诸客，就说吕公他喜欢看相。你看高祖刘邦的相貌非常，故莫留高祖，
用眼光啊示意他留下，问他结婚没有，有没有家室，要把女儿嫁给他。这个刘邦当时娶吕后是多大岁数？我推算了一下，刘邦应该是30多了，因为他起兵的时候48岁，这时候孩子还小。后来呢，这个他打的彭城啊，这个被项羽追着，孩子们上车，他往外推，那时候说明那孩子还都不大啊，所以应该是30多岁。而吕后呢？吕后比刘邦小很多，比刘邦大概要小10几岁，就是也是20多了，20多那时候是老姑娘啊。就说吕太太还不愿意，说你说我们家姑娘将来是有出息，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人呢？吕公说，人家刘邦可是潜力股啊。其实啊，后来我看呢。这个吕公啊，他也是2个女儿2个儿子，其中有个女儿呢，就嫁给了樊哙，一个杀狗的，也好不哪去，所以我估计这是后人添加的一些东西。反正高祖就娶了吕后了。据说吕后是长得很漂亮的啊。后来摸豆不就是向他求婚嘛啊，这个是一个匈奴的可汗。可是我给你揭发一点，刘邦这时候已经生了孩子了。已经有个孩子，跟吕后结婚以前他就有个儿子，名字也不咋地，刘肥。所以你看刘邦啊，可以说这样吧，就是什么一个人呢？平常呢不愿意做那具体的什么种地呀、做买卖啊这类事儿，但是很结交不同的人，他人都挺喜欢他，他也很不抠门，对吧？请人吃个饭啊，请个客什么的，其实他也没多少钱，那么呢，但是他有人格魅力。就是那些庭中那些小吏也好，县里的这个小吏也好，包括萧何这些人呢，对他至少很推崇啊，或者是刘邦对他们有影响力啊。40多岁了，还没什么成就啊，平常啊要去上班，有时候呢还回来帮个手，帮助吕后种地啊，史书上有这记载。吕后带着2孩子在那种地，他还来当个手啊。那么机会是怎么来的？机会啊，是陈胜吴广给造成的。陈胜吴广起兵之前，刘邦呢就出事了，因为作为亭长，他要送一批这个屠犯到骊山休牧，可是这些人知道到骊山休牧啊有去无回，所以很多人呢路上就逃跑了。刘邦并没有加紧看管、加紧看押，甚至发文到抓捕，就是请人没有。他知道这个到了还没到咸阳关，人都跑光，说您走吧，我也走了。从此他就逃，他不敢回家了。从这点看，刘邦啊，倒不是那么很残酷的人。最后他出来的时候有110来人，至少100多人吧。这100多人吃什么喝什么？我怀疑刘邦当了一些捡进桥的梁山寨类的事儿，你们吃什么喝什么是吧？你肯定是在打家劫舍的，是不是干这事？史书没说啊。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一个白蛇呢挡住了道大家都不敢，他拔剑把他斩了。一个老太太出来说了，哭了，我的孩子是白帝之子，挡着道，如今赤帝之子把他杀了。这家伙是赤帝之子。所以很多人呢都一传十，十传百，说刘季不是平常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代一个君王的出现，他一定要造势当初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公元前209年7月，就是秦始皇去世整整1年的时候，他为了鼓动大家，他也做了这个所谓构虎胡民嘛。弄了一条鱼，这鱼里面呢放着红布条，陈胜王，厨师在处理这个鱼的时候给他做饭，一发现，陈胜王，谁是陈胜呢？你看大家指谁是陈胜？让吴广在那个草丛里、树丛那里做胡叫，陈胜王，陈胜王，陈胜王。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也都是为了给陈胜抬威信的啊，所以刘邦也无可厚非啊。好了，陈胜起兵，当时很多地方人都响应，沛县县令就想响应，萧何、曹参就讲，他说你是秦朝官吏，你要背叛秦朝，沛县的子弟，楚国的这沛县子弟，他能听吗？我这样，我们县呢，在外面混的，哎，大概有数百人，他们本来就是为秦朝所不耻嘛，你把他找来，那么来，我们有几百个人手上，因为一般秦朝地方军县没有多少军队的，啊，秦朝的军队掌控很紧，那么你这有数百人，大家就要听你的。县令觉得有道理，就让樊哙去招这个刘季。刘季就刘邦啊，刘邦这时候也是有数十万人了啊。哎，刘季来的时候，沛令就后悔了，恐怕到时候我听他的，他听我的，他把城门闭上，不让刘季进城，还杀萧曹，就是他跟刘季有关系。萧曹欲乘而逃，刘季是一个书信的陈州，告示沛县的父老乡亲，为臣利害祸福。父老按照正规的说，父老就是秦朝的县下面的乡里面的那些头名人物，父老率子弟啊，杀沛令。第一件事，你不是咱自家人，是外是秦朝派来的，开明以刘季，立为沛公。你知道沛公什么意思啊？因为楚国的县令不叫县令，叫公，沛公啊，就是恢复了楚国的国民了。萧曹等等来招募沛县子弟，得了2、3千人，这就是刘邦起家资本。刘邦他弄了2、3千人，要找大部队啊，找谁？找楚王啊，他们楚国的。这时候陈胜已经死了，有个人自称楚王，他去找他，正好张良，刘邦的第一个谋士也在那儿，路上他们相遇了。张良的故事啊，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张良是个贵族，韩国的贵族，父祖啊几辈人都韩国当国相。秦灭韩最恨的秦的就是张良，张良他也当不上，所以他变卖家财啊，来刺杀秦始皇帝，最后没成功，他就逃离了，啊，到处逃，躲在呢今天的这个江苏。就说啊，他中途啊是得到一个老人给他送了个兵法，从此日夜苦读，就成为军师了。那么现在他也带着100来10人，跟着刘邦呢，也去投奔新立的这个楚王。最后呢，他就跟着这个刘邦了，因为张良那些事啊，跟别人讲，别人不知道那些谋略，跟沛公讲，沛公一点就透，所以张良是沛公太天授，有天分啊。张良愿意跟刘邦干，这件事也是很值得讨论的。就说张良这样的人也认为这个似乎从小没什么品行、没什么这个身份的刘邦是有领导魅力的，对吧？他愿意跟他这个跟着他干比自己单干好啊。我想刘邦一定是有人格魅力的人。好了，其实啊，刘邦的对手项羽几乎也是同样办法起身的。项羽的父亲去世了，叔叔项梁带着他在今天的苏州避难。项羽的老家在今天江苏宿迁下乡，宿迁离徐州不远，大概也就是30公里的就说就是他跟刘邦老家是很近的不过他造反的时候只有刘邦1半的年龄，
我们知道王翦当初灭楚的时候，楚国的大将是项燕，就是项羽的爷爷。王翦呢，最后灭楚，项燕呢兵败而死。这个项梁就带着项羽他们几个兄弟到了这个流落的吴县，今天的苏州。那么陈胜起兵以后，他们也来响应，他们杀了军守，就是会稽军的军守然后呢他自立。这是项羽24岁。项羽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没落官二代，跟刘邦不一样，高干子弟。陈胜起兵的时候就冒项燕之名，他说他们这伙是项燕，你看就是人家厉害了所以呢，吴中贤士大夫皆出其下。刘邦靠人格魅力有影响力，项羽呢由于他的出身，对吧？他的家世，当然他们也是有本事的。不过项羽的本事不一样，项羽小时候学书法，学了半截不学了；学剑法，学了半截不学了。他叔叔就很生气，他说：“书法记姓名就可以了，剑法一人敌，不值得学。要学就学万人敌。兵法吧，学兵法，略知其意，没学得底就完没韧性强。可是项籍这个人呢，身材8尺，才气过人是一名猛将。好了，你看刘邦是有他的一套风格，项羽另外一套风格。刘邦这个人呢，对人很好，项羽这个人很猛。项羽当然杀死会稽这个郡守的时候那么当时很多人都人心惶惶，他杀了数十百人，然后把这个军府搞定大家都不敢看他就项羽搞了8000人队伍比刘邦大项羽呢，学什么事都没韧性，但是呢武艺高强，身材高大，只有24岁年龄。陈胜是公元前209年7月，他们是9月这时候呢有个谋士范增来了，给项梁讲，他说你要抓起义之成王自立而不理楚后，所以他不能持久。现在你看楚国各路将领都来依附你，就是因为你是世世代为楚国之将，以为你能服楚。现在我们应该服个楚王。项梁觉得有道理，他找到了一个楚国的后代这个楚国的国王是熊心，是楚怀王的嫡孙。那这个孩子给人放羊的，现在被立为楚王了。那么最后呢，就建都今天的这个淮安市的盱眙县，江苏省。你看看，可是这是个秦将，秦国军队一看见陈胜、吴广起兵，自称成王，那边还是立楚王，所以他派大军前来镇压。这个统帅叫章邯，是秦国的一人猛将。陈胜、吴广败了，项梁轻敌，不但打败了，而且死在战场上。把楚国的地方搞定以后，章邯北上攻赵，在今天巨鹿河北萍乡把赵王围困在这儿。赵王请各路诸侯这时候6国都起来了各路诸侯，这都山东6国都起来了，山东全乱了都来救他，可是大家都不敢。你知道秦国的军队多强？这6国还不是正规军呢，都是起兵来的拿这个锄头，拿这个铁锹，这个木头去上阵了所以呢，你看大家都不敢去。楚王身边成分很复杂，各种各样人都有。尽管项家是主导，但是呢，项梁死了后，项羽这个凶猛彪悍就说对他忌惮。所以呢，最后任务分2路，上将宋义，次将项羽，末将范增去北上救赵，让呢刘邦呢西向打咸阳。
这个宋义这个人呢，他带兵的时候比较保守，啊，走到了安阳，今天山东曹县的时候，他按兵不动，有所迟疑，滞留了46天。项羽报仇心切，杀死宋义，自来领兵马去出击。楚王也没办法，楚王只好呢任命他为上将军，啊，最后呢，项羽创造了震惊古今的巨鹿之战，破釜沉舟。因为项羽的兵马少，对方兵马多，项羽呢说每个人带3天粮食，把船也沉了，把锅也砸了，啊，说我们有去无回，只能胜不能败，啊，坚定大家信心。过什么河呢？今天漳水河，漳水在今天的黄河往北一条水啊，漳水附近有2个重要城市，一个是安阳，一个是这个邺啊，西门豹之邺的邺。最后，在这个项羽的勇猛指挥下啊，最后把秦军打败啊，章邯投降，王离被活抓了，苏角被杀了啊，所以这个奠定了项羽在诸侯当的霸主地位。史书这么记载的，说当时打的时候，诸将在做逼上观，所做逼上观这个成语在这来，就是在自己的军营里看，杀声动天地啊。可是呢，破了秦军以后，项羽召见诸侯，他们都在辕门都跪在地上往前走，7行而前，莫敢仰视。你看我们比较刘邦就知道，项羽的威信是打出来，诸侯服他，为什么服他？他这仗击败秦军主力所以诸侯上将军，我们知道上将军就是最高统帅，这不是人封的，是他打出来的。诸侯的军队都听他的。说刘邦这路就楚兵兵分2路。公元前208年9月闰月，刘邦呢出兵关中。反正楚王发配过后军队吧，讲了你们都打吧，谁先打到关中，谁就封关中王。所以项羽北上的时候，刘邦西进。刘邦拿到这份任务，其实就是因为楚怀王身边的人讲说刘邦这个人比较宽厚长者。秦朝呢苛政，如果用宽厚之政，这些人不占人想如果你真是像项羽那么狠很可能就出事。所以刘邦才拿到这份单子秦军3部分，一部分在首都，一部分在东平6国这个造反派，另一部分在长城边疆。现在把边疆也调来了，一块来打山东都比这个项羽打败了。现在就是西边了。其实刘邦这个仗就根本没打，刘邦采取了跟项羽完全不一样的策略。公元前207年2月，刘邦呢采纳了儒生郦基的献策先拿下了陈留，他去说服陈留的投降，然后在西获得了粮草。这时候郦基的弟弟郦商还带了4000人马，然后刘邦就往西推进。南阳的首府宛，这个也是不战而降。当时这个军手就想自杀了，后来他的部下陈辉说我去跟你见刘邦，撤他所以这个刘邦西进的时候一路是受降的，所以这年7月军手投降，封为殷侯，然后呢把他兵带走，让他再守这个地方。规定了所得3大규例8项注意，无得掳掠，秦民皆喜。司徒松健把这8个字放在这里无得掳掠，秦民皆喜，道出了刘邦的奥秘。刘邦确实是忠实的执行了楚怀王身边的人的政策，就是你不要来硬的，你要来软的，使巧实力，不要掳掠，先不要苛刻就可以了。所以刘邦的怀柔政策一路打过去，直打到咸阳附近。
好了，这时候我们知道秦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赵高呢，他用阴谋手段杀掉了丞相李斯，天下大事都取决赵高。可是呢，赵高这个人呢，他呢，这个在政治上啊，野心太大啊。章邯投降以后，他把二世杀了，立了谁呢？立了子婴，就是秦二世的侄子，称秦王。你发现吗？子婴不叫秦三世，又回到秦统一前了，他叫秦王了。子婴又设计杀死赵高，灭三族。这时候才能应对刘邦的进攻，赶紧派人把姚关、沛公想来应的。沛公到底多少军队呢？史书上说鸿门宴之前，沛公是10万军队，就是沛公的军队不会超过10万。所以张良说秦兵尚强，守卫中央的首都的军队嘛，他强，对吧？他说啊，你呀不可以轻动，你这样先虚张声势，对吧？在山上啊为疑兵，插上很多旗帜，让对方觉得你军队多。另外，你派利益姬、陆贾这些能说会道的巧辩之士，游说秦将，但以厚利收买，还是当做秦统一的老办法。秦将果然，咱不打了。章邯在那边的投降了，咱们讲和。沛公想讲和了，张良这个事就说，这是他的主将要和，士卒未必同意。好了，趁他们松懈的时候、懈怠的时候，我们就去进攻。这个呢，这一打就打到蓝田，最后怎么办？秦兵大败啊！这到了公元前206年10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自己把自己绑上，拿上皇帝的符玺投降。知道这个地方是个亭的名字，后来降知道就是个典故了。这段话，刘邦啊非常出彩。他说当初怀王欠我来，就是说我能宽容吗？现在人家投降了，你就把人杀了，不合适，就把他交给司法部门把他看起来。刘邦是处处呢，你看他作为另外一个手段，对吧？他是在不断地用仁义的办法，可以这样讲吧。他很注意爱惜自己羽毛，对吧？就是我的宽厚，要把宽厚这种牌打出来。项羽不是，项羽是勇猛。你看后面在关中的作为更看出来了。沛公与咸阳，大家都去金银财宝。萧何呢，先到丞相府把那些图籍、天下三圈户口形势这些材料打了。所以啊，沛公在天下的形势都很了解，因为这个地图都是他手里。刚开始刘邦想住在秦宫室里面，因为这里面美女也多，金银财宝也多，重宝多。樊哙说：“你想做富家翁啊，还是想要天下呢？就这些东西秦灭亡的，对你有什么用呢？你赶紧横去霸上。”沛公不听，樊哙廉近啊，知道他这样子杀狗的。哎，张良说：“秦无道，所以你才能到咸阳来。你如果啊，这个是见了这些东西，你就据为己有，那你不是租借为虐吗？啊，为天下出残策，一个简朴，一个低调，啊，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言苦口利于病。沛公啊，希望您听樊哙的。沛公能听得出张良的啊，所以他还军霸上。所以11月，沛公把当地的这些头面人物找来，说啊，秦苛法久矣，你们辛苦了啊！我跟诸侯入关呐，约好了，先入关中为王，我应该是王关中，在关中冲。所以啊，我给你们约法3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3章其实就是2条：生命权、财产权，保全了人的生命权、财产权。所以这个关中地区啊，和平解放。他说啊，你们呐，也不要给我送这么的啊。慰问品啊，劳军国库里多着呢啊，仓库里多着呢啊，不要劳民啊，又派人呢到各地啊
这个关中地方的县里啊乡里去给他告示，说啊，这个你们都安堵如故，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以啊，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忘关中王。你看看，刘邦一直在广播恩德。在刘邦到咸阳之前，他赢的什么？一是独立自主军队，第二个重要的是江湖上的声誉。天下人都知道刘邦仁义甲天下。好了，那边来的人呐，刘邦的对手项羽。项羽听说刘邦啊先入关中，大怒，我了消灭了主力，你倒摘桃子。我想他心里有这个。其实人家不是无心战，人家守关中也有秦兵呢，也有主力。但是问题刘邦用的是软的一手，项羽用的硬的一手。项羽啊，性格很难改，他把这投降的20万降军呢，在路上给埋了。他说这帮人比我的军队还多，我把他带着秦过去，如果是他们跟他联合起来，那我可架不住，把他埋了，坑了。你想想这仗还能打吗？人家投降了，你把他坑了，后面仗没法打了，对吧？人家拼死抵抗嘛。所以项羽打得很艰苦，刘邦打得很潇洒，所以项羽呢晚了刘邦一步到咸阳。哎，这时候刘邦啊，他听了人家的话，他说项羽项王带着40多万大军，46万大军，诸侯军都带了，他也没报告楚王，他就自己就来了，到关中来了。他封了章邯，秦的降将统帅，为雍王。雍就是关中的代词，那意思说将来会让他在关中了，那就是危及谁？危及刘邦在关中王的位置。所以刘邦呢，他就听了这个，派人把函谷关给要害给守起来，给闭关。闭关，那么项羽来就进不了关嘛。他很生气，他让他大将把关门给撞开了。项羽狠啊！这是刘邦啊，中间还出了个叛徒，左司马曹无伤。左司马大概相当于副参谋长，就是应该是个高级辅佐。这个人呢有小心事，他知道线下项羽狠，他想也得到分封，所以他派人呢就告诉项羽，说沛公想在关中称王，想让子婴做相。这个无所谓了，对吧？这个都是楚怀王讲的，关中王珍宝尽有之。项羽恼火，你也知道。那个时候，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称秦始皇的时候，他把6国的珍宝都给皇宫的东西都拿到关中来了。关中那时候是全国最好的财富，对吧？最多的财富，珍宝就有之。你看项羽我忙活半天给你忙活的，这他也看不上像刘邦啊，对吧？刘邦年纪又大，出身又低，过去在他手下干。项羽大怒，说你们饱餐一顿，明天早晨起来我们去打沛公军。这就是鸿门宴的前身。为什么鸿门宴呢？不是项羽设宴啊，是项羽要打沛公，打刘邦。资治通鉴这里面有这么一段，当世时项羽军40万，号100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并10万，号20万，在巴上。范增就跟项羽讲，他说沛公这个人在山东的时候，在没入关之前贪财好色，现在呢入了关以后呢，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心。因为他听了张良樊哙的话，此其志不在小，说明他有天下志而且我觉得我可能忘了说他能有天子气，赶紧去攻打。所以这家伙也从战略的角度，这人是你最大竞争对手，你把他干掉。那么项羽要打
刘邦能打过吗？事实证明他打不过的。那刘邦危在旦夕，是不是？这时候有人救了他，项伯，项羽的伯父。这个人呢，跟张良有个交往。当时张良在下邳隐居的时候啊，读他的那个《黄石攻略》兵书的时候，项伯啊犯罪，被秦兵追赶，是张良啊救了他，而且给了他些盘缠，啊，让他到苏州啊找兄弟项梁。所以呢，他就记住这个话，说将来必报此恩。现在呢，玉石俱焚嘛，张良也在刘邦军中啊，所以他连夜啊就跑出去，把张良找出来，说：“你赶紧跑，说沛公谋反，我的侄儿，明天早晨我们进攻啊，沛公玉石俱焚，赶紧跑。”张良能跑吗？张良不但不跑，还把他介绍给刘邦。刘邦说清，说啊，刘邦哪有谋反之心呐？你个府护封的好好，一点没动，就是等沛公来嘛，对吧？你看人家打他关中啊，把秦的首都啊拿下，你现在杀他，这个确实讲不过去。所以啊，现在看来啊，项羽真正杀刘邦啊，也不好动手，因为你没理由吧，对吧？那么为什么把关卡封了？哎呀，防盗贼呀，防盗贼呀啊！然后呢，刘邦很厉害，刘邦的这个交往能力啊，刘邦说：“哎呀，听子房讲，你是个讲义气的好汉子。这个呢，我也特别重视讲义气之人。我有个小女儿，你有个儿子，对我有个女儿还没婚配，你一个儿子还没婚配，那我们接触亲家了。两人刚见面就接触儿子亲家了。你看来的时候是敌人，去的时候也是亲家了。”项伯回去啊，就跟项羽讲啊，这个项羽这个有个特点，他就听项家人的。而且刘邦还讲了，我明天早上去当面负荆请罪。所以啊，你看第二天早上呢，既然他本人还来说明问题，那个项羽当然他不好动手了。所以鸿门宴其实啊，不是项羽来设宴来糊弄刘邦，而是刘邦呢前来糊弄项羽的啊。那么在这个酒席上啊，范增还不甘心，他项庄是楚国的舞剑高手啊，一流的剑客，让他舞剑啊。实际上呢，赤是在指着沛公，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项伯急了，他也说一个人舞没意思，他说我来跟你一块的队伍，是处处护着那个刘邦。你看刀光剑影啊，刘邦吓坏了。这时候樊哙进来，义正辞严说这个项羽啊，这个人家有功，你还杀人是何意啊？项羽这个人呢，还是有讲面子的啊。刘邦假装上厕所，一去就不回了，悄悄就溜走了，跟这个张良讲说，你估计我到了军中你才啊，告诉也不敢坐车了，坐小道近啊，骑着马。项羽这边还有陈平这是项羽手下的。好了，估计啊，刘邦到了回到军中了，张良就说了，沛公啊，他不胜酒力，再一个怕你批评他，所以呢，他现在回去了。你看让我留下礼物，你看玉璧一双送给项王，玉斗一副送给亚父，亚父者范增也啊。这个那个项羽就把这个玉璧放那收下了，亚父气的那个，哎呀，他就把玉斗啊往地下一扔，就剑把这个踹破了。那时候玉啊，我告诉你不容易了啊，不容易。你要知道，这些玉都是新疆那边来的，那时候张骞没通新疆还没通呢，亚父也不要了，扔在地下就撞破了，骂了一句：“小子不足与谋，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诸位，我们都将来都会被他抓住。”这句话也不知道是当时说的，事后说的。如果当时说的，说明这个范增呢不懂于说话艺术。所以为什么项羽跟范公的关系不亲切？跟项羽为人有关系，对吧？我想更重要的，我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吧，或者说范增呢不足以处理跟领导的
说话艺术啊，说话太狠。那么接下来，项羽怎么办？项羽军队开进咸阳城，屠咸阳，大肆杀掠。首先把降王子婴给杀了，把宫室烧了，就烧了几个月，把秦的金银财宝、美女、钱给裸走，秦民大失亡。你看看我们这个，我想古人在写这些历史的时候，他是有对比的。在那边写刘邦约法三章，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心；在这边写项羽虎烧咸阳，杀子婴，对吧？掠夺金银财宝。那可惜呀，就是秦国的国家图书馆里所有的文件都是被他烧了。秦王的墓都给挖了，大概比较急，没挖干净，所以我们还秦王兵马俑呢，挖了好多陪葬品都挖走了啊。更重要是这个把咸阳啊变成一个空城啊，秦民大失望。有一个姓韩的读书人，这时候就来见项羽，说关中祖山代河四塞之地，土地肥沃，可都可霸，你怎么把它烧了？你要往它东边去哪？这个地方三权形势很险要，确实这样嘛，对吧？在冷兵器时代，关中的形势，那进攻退守嘛，四塞之地嘛，周边都是边塞一样啊，就是西边一个路通向河西走廊，但这个路那是没通，对吧？东边呢出了函关，就是，所以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这是非常险要的地方。富贵不还乡，富贵不回故乡，就像穿着漂亮衣服夜里走路，人谁能看得见？成功的人是等到回家人才知道感受到成功。所以项羽的格局比较低。你看从沛公听了张良的话退出宫室，还军霸上，可看去，因为那些话是告诉你不能享受秦国的富贵啊，你要有天下，你就应该把这些东西还回去。所以刘邦是心里有天下的，项羽呢心里有的什么？富贵不还乡，犹衣袖野心，谁知之者？姓韩的读书人呢，从项羽那出来以后，他骂了一句，人家说楚人漠河入关，果然如此。项羽听说后，把这药给烹了，煮了。项羽，你看人说这句话，把人给煮了啊，是说明他恨韩生，说你骂我漠河入关，漠河入关这成语也是这来的。一个取代之，看了秦始皇撤退以后，这两位他们起兵的时候，刘邦48岁，项羽24岁，差1倍。虽然都是苏北人，两人家乡相差也不远啊，大概也就几十公里啊。一个在今天宿迁，一个今天沛县啊。宿迁现在是个江苏省的一个地级市啊，当时叫下乡。沛县今天在徐州，可是那时候项羽在苏州，记不记得？刘邦在家乡啊。这两个楚汉之争也是千古上的公案了啊。我们在说刘邦跟项羽在各自总结成败的经验的时候，很不一样。刘邦讲说我不行啊。这个张良、萧何、韩信才行，我用他所行了。项羽和范增不能用，所以他不行。但项羽在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的时候，我行，我不是不行。你看，我从来没打过败仗，不像我现在给你打1胜、2胜、3胜，突围、斩将、拔旗，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这个很多人评论他们俩的这个生前和死前的感悟。可是我们从历史的这楚汉之争发展过程角度，我们的两人的成和败，能够有些什么看点值得分析讨论？我觉得
刘邦和项羽他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项羽他在见到这个秦始皇车队的时候，他本身是贵族的一员了。他和秦始皇之间的距离其实是一个小贵族和第一贵族之间的距离，而刘邦他只是一介平民，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听着，对他的社会地位其实是非常低的，他甚至他的出身是这种就是无赖式的这样一个出身，他和最高权力之间的距离何止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起点不同。这个和目标之间虽然都是同一个目标，但是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同，导致了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他们采取的这个手段会有所不同。那么相对来说，刘邦就更加把自己身态放得更低一点，而项羽则更加志得意满一点。所以总体来说，可能在一系列的这个历史事件当中，项羽缺少前期的这种挫折，他百战百胜，他一直都很顺利，他缺少这种挫折教育，而正是最关键时候的这个一下子的这个挫折，刘邦对他的这个突然的一个转身，就扭转了整个战局。那么刘邦则是在不断的挫折当中慢慢成长起来，所以他知道怎么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怎么样给他的谋士贤臣更好的待遇和更好的地位，那么并且摆出一个求贤若渴的这样一种政治姿态，那么这对于他能够顺利的获得周围人的这种人心，并且能够慢慢的在这个一点一点的积累当中积蓄自己的力量，然后呢，在最终和项羽的这个博弈当中，在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一举反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有什么分析？我觉得王明老师主要讲的是从这个刘邦这一方的长处来分析。我想谈一谈我对项羽个人的短处的认识。就像您刚才说的，项羽最后他说我每一战都打赢了，每一次都没有做错，最后为什么输了？这让我想起来美国一个电影《美丽心灵》里边，纳什跟他的朋友下围棋，下到最后纳什输了，他很不可理解，他说我每一步走的都是完美的，为什么最后输了？这可能就是一个人他的这个格局和这个对于自己最终这样一个定位是有不同的。项羽呢，我们说他妇人之仁，这个可能站在古人就是说是比较有这个纲常和这个性别歧视的角度上，就是但是概括出项羽的一个特点，他在每一仗呢都打得很漂亮，但是他在处理自己和功臣的关系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出了一些过度的这个刚愎自用以及他的这个不信任，他可以把一个官印把玩半天，最后还是抹撒着装进来，他舍不得给，但是呢，在鸿门宴最后呢，他却可以收下一个其实是对他智商有侮辱性的这样一份礼物，然后默默地把它收下来，不吭声。我觉得他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所作所为呢，都表现出来，他在细节上过于关注，过于刻意，但是在最终对于自己的这个目标和定位上，他是似乎是和刘邦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偏差的，这是我的一些理解。其实我想，因为如果是两个建功立业的领导之间比较，其实最关键看点是什么？最关键看点，我想如果说咱们讲事业的正当性，对吧？这些虚的事业的正当性，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呢，很难说谁的事业正当性，对吧？这没说项羽的不是正当的，刘邦是正当的。你从现在讲，就是项羽呢是要维护分封，刘邦是统一，不是的。刘邦他也搞分封，对吧？他是也分了一些异姓王、同姓王，他后来没的，所以这一点应该排除，这是大而无当。那么应该看什么呢？就是看他用人，其实，因为领导做事，说白了就是用人嘛，就用人。
对，自己做事叫匹夫，匹夫之勇，让别人做事才领导。你想想，星期六的早晨，对吧？这个天下雨，很冷，被窝都不想起来，你让人给你去打饭，这多费劲啊，对吧？哄他、骗他、欺负他，你就给我打饭吧，然后回来我给你打，下次给你打。有的有领导力的根本不愿意讲，人家给人打好就放那了，对吧？有的说一下，哎，给我打饭啊，翁着，哎，不用，人家说，哎呦，这没领导力的就可这多么哄人骗人才能打饭，所以让人做事不容易，自己做事很容易，让人做事不容易。你看看，在整个战争当中啊，项羽都在自己打，他哪儿都是打，说跟谁打谁打不过他，但整个一个格局呢，刘邦不是在他一个人打，他是在下一盘棋。对吧？而且这里面这一盘棋，这就是一个这值得分析了，我不去详细讨论了。但是我想最关键是他用韩信，你看用萧何有本事，不是他有本事，为什么呢？发小，对吧？发小从小混到大，一直都挺好，这就是一种本事，对吧？然后呢，还有张良呢，是刚开始就是同事，对吧？出来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就是当时就投奔了锦居。后来的投奔项梁嘛，之后他们就在一起，就是经过考验的，对吧？出谋划策，哎，刘邦明白，最有本事体现用韩信，这是刘邦的一生成功的最关键，也是他领导力的最高体现。你看韩信投奔他的时候，没有立功，没有功劳，没有打过仗，而是从项羽那边过来的，对吧？刘邦这时候已经不是村干部了，他也是汉王了，对吧？他手下这些都是老干部、老革命啊，从沛县打过来，周勃、樊哙、曹参，对吧？哪一个都是人物啊？王林都是这样。你看，但是刘邦能够用他，还用到最高的位上，这一般人做不到的。刚开始并不看好韩信，对吧？这是萧何、夏侯婴一而再他说，最后他给他治粟都尉，像今天讲粮食局长，是吧？人家干的没劲，人家跑了。萧何抓了几天，把他拽回来以后，给他推荐，对吧？然后他就能够马上能采纳，而且用他的将军，用他大将军，对于隆重的拜将仪式用大将军，就这就是刘邦的过人之处。而这种过人之处是很难学的，他就判断力、决断力，是吧？更重要还后面，你怎么驾驭韩信呢？就像你唐三藏用孙悟空，如果你不能驾驭孙悟空，你就麻烦了，对吧？驾驭有两种手段，一种制度，一种是文化。制度塑造人的行为，文化塑造人的思维，塑造人心灵。比如唐三藏用孙悟空，紧箍咒是制度；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还鞠躬尽瘁死了后，这些心灵不是制度。你的人都死了，制度怎么约束我？所以一个心灵的影响，一个制度的影响。刘邦都有，制度上，韩信的军队都是刘邦的，那下面那些大将，周勃、樊哙都是刘邦哥们，对吧？在这，所以韩信不敢随口乱来。但是在最后最关键的时候，从齐王之后，武涉、老乡受项羽之命来策反，快通、快撤，他的部下毛氏给他策反，他都拒绝。为什么？汉王解衣依我，推时事我，是我数万之众，言听计从。我为什么背叛人家？那即使将来都有什么这样那样，我也认了。这就是文化，就是他心里认为刘邦啊是对他这个有恩的。你看，这就是刘邦的厉害。项羽呢分封了18个王，这18个王啊，三种情况。一种情况，跟着他快到关中的诸王，立功的；另外一种情况，原来的王，他本来就是王，但是没到关中，这些人把他封在边缘的地方。还有的一部分呢，就是像刘邦啊，没听他的话的，对吧？
还有呢是秦国的投降的军队的这是分封，而把原来那个楚王封为义帝，把他迁到湖南去，说南边去，他自己占领最好的地方，一个是原来的那个彭城附近楚，把他魏王迁到今天的山西运城，叫西魏王，他魏国也是他的地方，所以总之项羽是有私心的刘邦的反应是愤怒刘邦要找他拼命他就想这反攻项羽。哎呀，刘邦周围的人都劝他就别去了萧何说，虽然汉中地方不好，不比死强吗？他们说你打不过人家，你不是找死吗？你找回去人家把你打一顿。刘邦明白了，打不过人家你就得认这个输认这个怂。所以呢他很好的感谢了这个张良项伯然后呢去汉中了。项王呢只给了他3万人，还有一些仰慕他的跟着他去了其实如果是光刘邦愤怒也就罢了，其实山东也乱了。首先齐国就大乱，项羽把齐国分成3个齐国，原来的齐宗室王呢把它分在最边缘的，而临淄这个真正的齐国当初向着他的人，有的人还没分上，所以齐国就乱了。乱了有个叫田荣的，他首先他就不满意，他起了起兵，把3个齐国都给拿下了。还有个打游击的彭越，在河南捣乱田荣任命他为将军，你就去攻楚军吧赵贵乱了，为什么呢？张耳被封为赵王，陈馀这是侯不高兴了。韩王陈就是张良的那个领导因为他没有跟着项羽跑，再加上张良是跟着刘邦的，项羽恨他，把他扣住了，最后把他废了，把他杀了。所以你看看，其实不需要刘邦出手那边东边就乱了。这个时候刘邦怎么办？刘邦还缺点什么？刘邦缺一员大将。正好从项羽那来了一位大将，这就是谁呢？这就是韩信。我们前面讲了，说刘邦打到咸阳，他有了自己的队伍，有了很好的江湖声誉，也有一批人才，但是缺少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将。现在韩信来了韩信是怎么来的这个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传说了大体来说韩信这个人呢，在家乡的时候名声不怎么样，他应该也是个贵族子弟，可是呢既没有很好的品行，不能推责为吏，又呢不做生产作业，还没本钱去经商大概也没地可种，所以就是游手好闲的浪子，可以这样讲用现代话叫失业青年失业没工作，经常给人蹭饭吃有一个洗衣服的老妈妈给他送点饭吃，他感激的不得了，这一将有厚报，老妈妈很生气，我说看你可怜请你饭吃，有谁图你的报答呢？韩信这个人有恩就报有的市井的小伙子杀猪欺负他，说你有本事用那个剑刺我的胸膛，没本事怕死从我的裤裆里钻个斧，他也就裤裆上。所以韩信年轻的时候名声不太好，闹革命了跟着项羽都没什么进展大概也就是一个他自己的话讲保安队副队长那个分封以后呢，他没有跟着项羽去，他来投奔刘邦了。这一年韩信28岁，来投奔刘邦，刘邦并看不上他，是萧何等人力荐萧何跟他有接触，刘邦给他任命一个治苏都尉，按照现在的话说粮食局局长韩信没劲了，韩信跑了呢，萧何越想追韩信，拽了2-3天，怎么都拽回来。
那时候跑的人不少，因为刘邦他们都是苏北人，对吧？革命成功了，现在回家去了，哎，现在没想到把他封到汉中，所以有些人就想应该回家去，所以有的将军就跑了啊。这些年大概赚了一点银子啊，就跑了回来。那就是被金银细软啊，一般那时候用铜钱啊，那是讲黄金呢，其实也是铜啊。韩信跑了。跟所有的将军要跑了就跑了，哎，没想到萧何来不及打他，越下越狠心。有人报告刘邦说，丞相跑了，那就傻眼了，对吧？丞相跑了，你就散摊了。刘邦弱势左右手，最后呢，萧何回来了，来见刘邦。刘邦且惊且喜，你怎么跑的？我不是跑，我是追韩信去。以后追什么人呢？追大将，那么多大将跑了，不追韩信算什么？对吧？刘邦他们都是韩信，其实跟刘邦他们都是苏北人啊。韩信家稍远一点，离徐州大概80到100公里啊，在这个淮阴呢，今天叫淮安。哎，这时候萧何讲了3句话，就这3句话体现刘邦作为领导者的见识。第一句话，他说：“大王，你如果想在汉中过好日子啊，不做他想，那韩信无自其用。若你想东向争霸天下，非韩信不可。你要一统江湖，你要跟那个老对头项羽一争高下，非这小伙子不可。”那刘邦就来劲了，那好吧，我就任命他为将军，对吧？你想管粮食，这治所多也不行，将军啊，韩信当然想当将军了啊。可是萧何讲第二句话，那不行，那人家还会走的，那我就认为他大将军、上将军。你看用得其位呀，啊，你要知道那时候刘邦已经不是村干部了，这刘邦已经是汉王啊，他已经50多岁，是韩信的爸那个年龄了。他手下的周勃、樊哙、曹参、王林，这都是老革命呐，是吧？从老家打天下打的是老革命呐。一个小子啊，从敌对阵营跑来的，28岁没打仗没立功，能够让他当统帅、当大将军、上将军，不容易。所以刘邦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他的这种判断力啊，他这个决断力啊，确实超群的啊。所以毛泽东讲，刘邦是封建帝王里最厉害的一个，你这看得出他厉害。刘邦说：“你明天跟他来吧，我当面任命他大将上将。”萧何讲的第3句，那不行，你有个呼唤小孩子啊，呼来唤去的啊，你这样他还会走的啊。你这设坛拜将，栽将不用真正把他以隆重典礼把他拜在这个大将军、上将军上，韩信才能留下。刘邦照招才能。所以当他来设坛拜将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自己揣摩着啊，我的功大，我的这个本事大，最后原来是韩信举军接近。这事最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骚动，历史也没记载说谁不满没有。我的猜想啊，刘邦的领导力还是很强的。就是刘邦做这个决定以后，当时那些将军们都听信，我想特别是萧何也如此啊，这个热衷的推荐。一个人没有用自己的战绩来证明自己的本事，而能把他封到这个大将军、上将位上，这真的不容易。我设想一下，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而且他还是从第一队那边来的，是个空降兵。好了，韩信现在出来了，刘邦跟他讲。说丞相数年寡人呐，多次向我推荐你啊，你有什么何以叫我啊？有什么高妙策？注意啊，这时候张良还在韩国呢，在那边啊，不在刘邦这。韩信就问他说：“大王，你自己估吗？勇悍人强，数日相往。”这几个字啊，反正也不大好翻译啊。勇悍人强，这个意思里面有2条，一个是勇悍，勇敢强悍；一个人呢，还做出呢很贵族的那套，表面文章的人强，就这样讲啊。因为刘邦这个人呢，对说话是不大尊重的，满嘴跑火车啊。
人家见他的时候，他也经常在那洗脚啊，把人气得有时候把人气得半死。你如果真的讲面子的人呢，刘邦不大这样的啊，不大说会呀顾及你的面子，但是刘邦的心里呢对你很实在啊，这一点呢，这个是所有人跟着他干的有样啊，所以这个项羽是另外一个情况啊。刘邦默然良久，就想了半天不说话，我不如他，你看不愿承认也得承认。韩信这时候啊，再拜后援，去给他祝贺，祝贺他有自知之明，但是他给他指出来，我也觉得你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不过我告诉你，我曾在手下干过，我知道他这个人为人，他提出来一个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他说项羽是匹夫之勇，我们知道领导不能做成匹夫之勇，匹夫之勇是说什么呢？就是他个人的本事很大，对吧？个人本事很大啊，鹦鹉叱咤，千人皆废，那吼一声，上千人在马上摘下来，都废了，成废物。你看这厉害，但是他不能用人，不能用贤将，所以韩信他是匹夫之勇。为什么是妇人之仁呢？妇人之仁就做表面文章，对吧？项羽啊，见了人以后啊，恭敬慈爱，但是别人啊生了病了啊，他甚至能够哭着掉着眼泪把自己吃的喝的分给别人，可是啊，在别人建功立业应该封官爵的时候，这官印呢拿在手上摩挲坏了都舍不得给别人。你看，就是用人不知道成就人，光做那些表面文章啊。韩信这样确得这个讲的太形象了啊！官印做好了，摩挲坏了还舍不得把官印送给别人，说项羽这个人啊，所以他说项羽这个人呢，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项羽是不懂得当领导，对吧？匹夫之勇不能用人，妇人之仁不能争取人心，所以部下不跟他同心同德啊。再一个，项羽不懂政治，放逐异地，把异地放在边远的地方啊。这个不知道拿住这个政治旗号啊，他政治上失分，而且他在分封的时候啊，人人为亲，诸侯都愤怒啊。再像项羽的咸阳所作所为，都反映他很残暴，不能得民心。你发现没？韩信分析的一个要点是，项羽失民心、失人心、失天下之心。那么他相对的，他讲刘邦是什么呢？他说你越发三章生在关中的民心呢啊。你当时本来应该封在关中，把你封在汉中，天下诸侯都同情你，对吧？这也是你这个优势啊。再加上呢，你那个江湖上的声誉啊、宽厚啊，驰名远扬，对吧？刘邦从小时候就是人人爱人，说他啊。后来你看他的作为也是，他不做那么太残暴的事情啊。你看那些屠犯跑了，他就让他跑了；人要杀秦王子婴，他说不能杀，就觉得我这种宽厚，人投降了还杀什么？你看项羽就把他杀了。所以我们觉得刘邦在怎么呢？他在刻意的维护自己的这么一个宽厚的形象。项羽啊，他根本不懂这些。刘邦大喜，就这个恨用韩信之晚，对吧？行止分析组了，所以他建议刘邦啊，应该呢明修栈道，暗堵陈仓。假装要通过修栈道啊，要好像出去，实际上呢，另外有一个小路，陈仓道，陈仓道就出现了今天的西安咸阳西部，在哪呢？在这个今天宝鸡那个地方啊，宝鸡市从西部进去啊，法门寺那里。明修栈道，暗堵陈仓，所以韩信很快就打到了关中。打到了关中以后，也就揭开了楚汉之争的第一序。那么这时候刘邦打到关中的时候，项羽在哪？项羽在山东。因为山东首先闹起来了，他等于是霸王嘛，哪出事他哪去维护这个等于是警察，哪去他带着军队就到山东去收拾那些造反的啊，不遵守分封秩序的。
道理，这时候刘邦啊，他是没有理由再东进的，对吧？当时张良也写信糊弄这个项羽，说这个汉王啊，他就是不满意你把他封到汉中，啊，他就想得到原来关中这个地方。他打到了关中以后，没别的想法，不往东进的。你看看现在啊，那个山东这几国啊，他们都联系他啊，要对付你的，想灭掉你楚的。所以呢，项羽啊，他就不急着考虑西边的事儿，再考虑东边。刘邦他没有理由再往东走了。哎，这时候项羽给他送了个理由。当刘邦的军队渡过黄河，直至洛阳的时候，路上碰到了一个三老，啊，就是资深的一个董先生，叫董公，他就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项羽派人把义帝沉江了，推到江里去了，杀了啊！项羽真的是不懂这事，你不是给刘邦的口实吗？这个三老就告诉他：私属无民，事情不成，民即为贼，天下才可为。现在项羽就是贼呀，他杀害了天下共主义帝，这不是给你一个政治口号吗？不是给你讨伐他一个理由吗？刘邦当时啊，痛哭流涕啊，号令三军缟素3日，大办丧事。我想刘邦是哭得出来的，为什么呢？他想想啊，当时放牛娃娃比他还年轻呢啊，说给他这么一个任务，让他到西晋啊，然后还坚持啊，这个按照权的约定，这个谁先拿到关中封关中王，最后就死于非命。他想起对他的一知遇之恩呢，他也能哭得出来。再一个更重要是，他现在需要这个哭啊，需要明确他为什么去打项羽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你把我们天下共主啊给杀死了，所以呢，他就号令天下诸侯共击楚之杀义帝者，这是他的政治口号。就像梁山在替天行道一样，这家伙纠结了56万大军，直接杀向彭城。因为项羽他现在还在山东嘛，所以很快打到彭城，把项羽的首都给占了。哎呀，金银宝贝又在这儿，还有美女在这儿。当初在咸阳就见过，说不定你们还跟我别的干咸阳见过的姑娘在这里见了啊。刘邦又犯老毛病了啊，在咸阳的时候他就想在宫中待着，是张良跟樊哙串他出来的。这时候他又在那天天喝酒啊，请客啊。刘邦年轻时就叫请客啊，没钱是请客，现在这么大江山了请客。他不知道那个项羽气得吐血啊，所以项羽呢，你想想，大家都知道刘邦打不过项羽，项羽是天下的英豪，现在没想到你都把我这老家给断了，所以啊，项羽很快稳住阵脚，把军队留在前方，带了这2万精骑直扑彭城。到了刘邦在这喝酒呢，刘邦在这泡妞呢，刘邦在这请客了啊，所以这下子把刘邦打得落荒，很多士兵啊都被赶到水里去了，刘邦落荒。刘邦要去家乡去接老婆孩子，这时记得去接老婆孩子，喝酒泡妞还没忘了啊，爸爸妈妈都在那，闹革命以后就没回过家。哎，他去接，项羽派人去抓，最后走散了。父母跟老婆还有兄长这些人都走散了。路上碰见他一个儿子女儿在那，女儿是个姐，儿子是弟，姐弟俩碰到了呢，就赶紧把他弄到车上去吧，一块跑吧。这车也跑不动啊，刘邦就把两人推下去，儿子女儿不要了，跑了。随从夏侯婴说：“你怎么能把儿女不要了呢？”把他又抱上来了，抱上又跑不动，刘邦又把他推下去了。这夏侯又把他抱上来，这个刘邦都要剑指着他：“你再把他抱上来，我就把你杀了。”夏侯婴说：“你杀了也不能把儿子丢了。”推了3次，最后幸好还是没出事啊，带着儿子女儿逃出来。吕后的哥哥呢？哥哥在远地方有支军队驻扎呢啊，然后呢就回到了咸阳关中。这一仗啊，让刘邦清醒了啊。说刘邦这个人呢，
历史把它写得很真实。后来的帝王很少像刘邦这么真实的。我想这应归功司马迁的功劳。司马迁写刘邦呢，他把它写活了，所以当司马光把这些材料写下来呢，他也能写得活啊。这个你看后来帝王一个个都是高大上的样子啊，好像是不食人间火。刘邦很是，刘邦赢了他就喝酒泡妞啊，一败了以后他就明白了啊，要做持久战了。所以呢，他不是像输不起的人啊。很多呢像贵族出身的人他可能输不起啊，他面子心很重。刘邦反正他啥也不是，他也没什么面子问题，所以呢他输了也不要紧，再来。儿子来了正好，立太子，建宗庙，任命萧何为丞相，把关中安得好。第一个啊，这时候张良也来了。那张良因为韩王被杀了，韩国被废了。刘邦说啊，我现在一个人可能搞不过这个项羽，我都想分封给别人，我就不要了。这个地方将来打下来，我不要了。你看谁可以攻天下？张良建议3个人选。英布处置骁将，可是他跟项羽有矛盾，他是可以争取的。这是英布是九江王，在这个江西九江那块地方。彭越一开始就在河南梁地对着项羽干，这是可以用的，这可以作为你盟友。那么你部下谁呢？为韩信独当一面。就说你属于这韩信独当一面，这个成语就这来的。就说实际上刘邦在做什么呢？刘邦在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争取团结，包括跟项羽不和的人，过去反对个项羽的人，还有他自己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意思就是说，打完天下我们共分，就是这个意思啊。除了这个以外，刘邦还组建了个骑兵部队。骑兵部队就是在他的军队这个的建设上啊。那么在战略部署方面，一方面刘邦在中原地区拉住项羽的主力部队，另一方面呢又争取开辟新的战场。所以这个项羽是这个在用力气打仗，刘邦他们是用战略与谋略打仗。其实在这个时候啊，除了张良来了以后，过了几个月还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平，这又是空降兵。陈平这个人呢，注释长得很帅，美如冠玉啊，这个成语就是指他的。陈平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穷，娶不起老婆啊，他看见有个姑娘姓张，离了5次婚了。托人去说媒，那姑娘的妈妈还不愿意。陈平这么穷，我不你嫁给他，再了解了解吧，对吧？你看那时候啊，姑娘离个5次婚还不降价，汉唐时的人，男的没处女情节，女孩子不忌讳改嫁，所以呢，就去了解了解陈平这个人，去看陈平跟谁来往，哎，一发现跟陈平来往的人都是不错的人士啊。我想起个传说，这个故事啊，说王圭呀，唐太宗的时代的一个宰相，你小时候啊，经常闷闷不乐，他妈妈就问王圭，说孩子啊，你闷闷不乐，你有朋友吗？我有朋友，不多，你什么时候带来让妈妈看看好吗？好，过几天带来了，那说妈妈，你看这就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谁呀？你看这是房玄龄。这是杜宇毁，这是魏征。妈妈说：“你放心，孩子，你就跟他们玩，将来错不了。”我跟你讲，这故事是假的啊，但是至少说明了你跟谁玩，就知道你的格局在哪。张老头一看这陈平呢，来往人都不错，哎，就把女儿嫁给他了。陈平找了个离了5次婚的老婆，人家还不愿意。你看，他先投奔魏王。魏王不听他的，又投奔项羽，项羽也怀疑他，所以他来投奔刘邦。那么来了以后呢，请他吃顿饭，最后一下子就跟他聊起来了。陈平哎，觉得这个人很有本事，马上那个刘邦有个好眼睛呢，能使人，
你在楚国干什么呢？问陈平都尉，任命他为都尉，而且更重要是，在领导身边坐的一个车上，在这个刘邦手下那些人都说陈平的坏话，说大王一天就把他当宝贝，还不知道事实，让他们都管我们。刘邦啊，根本不听，对他更好。这时候呢，有名有姓的人出来了，周勃这帮人出来了啊。周勃是刘邦留下的绝对的是铁杆的这个大将啊，是步兵领袖啊，统帅。说陈平这个人虽然长得帅，但是其实未必有本事。大主要提了他3个问题：一个道德问题，一个忠诚问题，一个贪污问题。道德问题，说这个陈平在家里啊，道德败坏，跟那嫂子有一腿，是陈平道嫂，陈平。第二个呢，忠诚问题，你看原来跟魏王，后来跟项王，现在跟你看看啊，这个老换东家，你这样贪污啊，这些大将啊，给他好钱多，就安排在好的工作、好住房；不给他钱，给他钱少，就安排在不好的地方调房。你让他在参谋部管我们，你看是这么个人。推荐陈平的人叫魏无知，啊，无知的无知，姓魏，曹魏的魏啊。所以这个周勃、灌婴、步兵统帅、骑兵统帅都说他的道德问题、忠诚问题和贪污问题，对吧？那么刘邦就不能不疑了，他就把这魏无知找来，说你怎么个推荐这样一个人呢？魏无知说，我说的是本事，你说的是品行。现在大曾之士，即使他有再好的品行，他没本事有什么用呢？啊，你就看他的有没有本事，他的计谋有利国家与否，盗嫂受金啊，收点钱，跟嫂子这个关系密切，这算什么？这魏无知也是，他也没否定，他就说啊，打天下要靠本事。汉王不放心，他把陈平找来了，在魏国干的不行，去楚不行，又跟我。一个忠信之士，难道就这么3心2意吗？陈平讲，他说我的魏王那儿，魏王不听我的，所以我就走嘛。项王那儿，项王他不是信我，光信他项家人，信他老婆家的那兄弟，咱也不知道项羽的老婆是谁哈，他是陈平这么说的。我《霸王别姬》那姬不是他老婆，是他女朋友啊，就是反正只信他的亲爱者啊，家人。虽有奇谋异策，他也不能用。我听说汉王能用人，所以归大王来。我裸身来，没有经费。你不接受钱，你哪给我了一分经费呢？那时候大概这个政策也不完善。如果我的计谋有可采纳的，就采纳；不能采纳，钱都在这儿，你看吧，你拿着，让我退休，让我走人得了。汉王有判断力，汉王就是道歉，对不起。后赐陈平，拜为护军中尉，更升一级，而且整个部队调防安排都由他来处理。诸将不敢说话了。你看看，我们从刘邦用韩信，从刘邦用陈平，你就知道，这是刘邦的领导力最集中的体现。好了，刘邦在这些所有的准备后，刘邦又出去了，又去跟项羽对决，最后被项羽围在荥阳城1年多，外援粮草不通。刘邦求和，项羽不干。这时候陈平出了2个主意，一个是礼义剑计，一个就是这个金蝉脱壳之计。礼义剑计是什么？礼义剑项羽的君臣关系吧，这是具体的我就不讲了啊，就把范增钟离昧等等这个将领离心离德，范增甚至一气之下愤怒出走，最后死在路上。什么叫金蝉脱壳呢？有个叫纪信的将军，鸿门宴就跟刘邦的，让他打扮成刘邦，假装突围啊。这个刘邦呢，真正刘邦从西门逃脱，纪信从东门来，假装啊。
这个要投降了，要投降了其实带的都是那些士兵呢，都是那些女生，穿士兵的武士衣服那姑娘们然后刘邦呢就突围了，逃脱了。你看，就说纪信最后活活被这个项羽烧死了但是宁死不屈所以刘邦他不但能用人，而且还能够争取到人心的支持。那么刘邦逃出荥阳以后，纪信做替身被烧死以后，怎么办？刘邦不犯重复的错误，所以第二次大败以后，第一次是彭城大败，第二次大败以后，刘邦怎么办？他采取为韩信开赴北方战场腾出战略空间，自己引兵南下，把项羽呢引向河南南部，就是皖南阳这个地方。这样呢，让韩信呢得以呢去这个开赴北方战场。关于韩信的故事我们要给大家这里要做个重点讲讲，因为刘邦的主要的消灭项羽的战争呢，主要是韩信打的，主要有这么几次大战。韩信在这个河西地区渡河，那里有个渡口叫临晋渡，因为这个地方当时有个魏国，这个魏王豹过去其实在刘邦打彭城的时候，打项羽彭城的时候，他是跟着刘邦一起反项羽的。可是后来呢，刘邦失败以后，他又回归项羽了，又服从项羽了。那刘邦派人去招他，他很生气，他说汉王骂人像骂个奴仆一样，我再见也不再见他。贵族出身的，他不能容忍这个你对他不尊重。所以呢，这个魏王豹就一直都是采项羽阵营的。韩信他采什么手法拿下魏王豹呢？声东击西，他假装在临近这个渡口强渡，实际上呢，他用木蓿筒从上游做成木筏，让兵从上游，包括北边上游来过河所以这个魏国的大兵都在临近这个地方下游这边营着呢。像韩信假装有几个破墙，好像要过去一样的，实际上军队从上游声东击西。那么，所以把魏地搞定了，然后把代就是今天的这个山西的北边。那么这时候呢，项羽还在南边被牵制着呢，被牵制呢。韩信又进一步打赵。韩信手下只有几万军队，赵国有20万军队，那几万军队怎么能打20万军队呢？韩信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叫什么呢？叫背水一战。这些成语都是韩信创造的背水一战，把赵国这个灭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打了魏，打了赵，还灭了代，那么下面就燕了。这时候他又听降将李左车的建议，派人去告诉燕国，说你现在如果不投降的话，我大兵就来了。其实李左车告诉韩信，你接连打败几个，灭了几个国，声势很大，天下都正称你韩信的权威，实际上军事已经不能用了。不光是这个，韩信每打一仗，陈寿的兵士都会去补充刘邦了，然后他自己都是新兵他说打仗本来就有虚实你现在弱点是不能打，优势是你名气大。韩信一连灭几个国所向无敌，实际上真正打起来你不行了，所以你不如就派个人去告诉他，告诉燕国，你要么投降，不投降我军队就来了。燕国一定会投降的，否则的话，你等你奸臣之下，勤俭事屈，齐国逼其俱进自守，
燕齐不服，那么刘项之争就难分了。所以韩信采纳了他的建议啊，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长是我的声望，用声望去告诉他，你要不投降，我军队就来了哈。燕国果然这个从风而靡啊，投降啊。投降以后呢，这时候呢，韩信你看看下一个动作就是哪呢？就是齐国了啊。可是韩信灭齐的时候，我们话还往另外一方面拉一拉，这是刘邦在哪儿？刘邦这时又从河源的南部往北部来了，又在荥阳，最后呢又被项羽打败了，荥阳落荒而逃，只身而逃，可以说他就带了几个人逃出去了，过了黄河，往今天的焦作那个地方逃了，因为韩信正在那边驻扎。刘邦逃到那去的时候，韩信还没起床呢，啊，他就到这帐下就把他兵全夺了，啊，把兵都调走了，给留了2000人，哈，让他再招募一些，啊，一下子去打齐国。你看，这个就是刘邦的军队啊，在中原老是丢了，刘邦的本钱总是被输了，哎，然后这韩信的盈利都给他了啊，就是。好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在刘邦又到了中原了，这时候刘邦怎么办呢？刘邦又采取一个新的战略，什么战略啊？就是啊，他要骚扰啊项羽的粮道。就是他不但是开辟北方战场给韩信腾出攻击，他现在派呀刘贾，然后呢还有彭越啊，在南边呢骚扰这个项羽的后方攻击。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刘邦是在先一盘棋，但是一盘棋他的心中啊是有数的，尽管他自己从战场上是不行的，他的战基本上是输的，但是他呢他的输也是为了别人的赢创造条件。你发现没有啊？他是一盘棋啊，而且每一次输了以后他都接受教训。现在刘邦啊跟项羽啊在中原呢对峙，这个时候呢，项羽甚至啊要跟刘邦对决，刘邦不决，项羽跟他对决。他刚开始说我要把你爸烹了，刘邦跟他耍赖，他说你把我爸烹了，我爸就是你爸，你烹了，你可别一个人吃了，你得给我分我一杯羹。刘邦就是流氓腔调啊。但是他们是这个鸿沟对峙啊，项羽一下子打不过来，他说我不跟你对决，咱们用斗智不斗力，你对决他能打过项羽吗？当然打不过，人小伙子是不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韩信打到齐国了。韩信怎么打到齐国的呢？郦姬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陈留那位儒生，60多岁来投高阳酒徒啊，他呢建议刘邦，他说齐国现在我们如果是派人去晓谕利害，让齐国投降我汉啊，参加我汉阵营，那么项羽呢他就孤立了。哎，郦姬凭3寸不烂之舌到齐国，果然说动了齐王。齐国人好儒，郦姬又是个儒生，共同语言，拿下了，就等于齐国就撤掉了守备，等于我跟汉为体了嘛。韩信在赵国的时候，他想进入齐国去投降就算了吧，哎，他手下有一个谋士快通，又叫快撤，说你打了1、2年才拿下50城赵国，人家凭3寸不烂舌就拿下齐国70城，你这个将军你的功劳还不如人家一个书生呢。你这汉王让你停止攻击了吗？没有你去打呀。这韩信就是噗就打过去了。齐王因为把边疆的兵都撤了，对吧？你兵的这都不做布防了，这韩信呼就打过来了，直奔临淄城下。
那齐王是气的，就是你原来你们跟韩信是做好一个来骗我，一个来打我，他就在利益姬把自己出卖了，就把利益姬给烹了，利益姬也真死的冤枉是。那你想呢？齐王受的这样的打击，他当然就项羽求援嘛。项羽派了一个叫龙驹的，带着大军前来增援。韩信用集中相对优势兵力，把龙驹打败了，占有齐国。这时候说实话，刘邦是觉得绝对优势了。你这看看地图，你想从西边起来往北边一扫，一直扫到东边，对吧？现在就是等于项羽就是几乎被包围了嘛，啊。这时候啊，有一件事啊，韩信他觉得都到这个份上了，我是什么职位呢？所以他就想当齐王。当时在赵国的时候，刘邦任命他为赵国的国相，张耳，刘邦未来的亲家，当赵王。张耳当赵王也有根据的。张耳就是在项羽分封的时候就封为常山王，常山就是赵国的啊，所以呢也是有根据的。可是韩信是什么呢？韩信还什么也不是，对吧？就是个大将军，然后就是个赵国的国相，所以他就给刘邦派人送了一封信，他说现在为了齐地的安危，为了保护汉的势力，希望能封我为代理齐王。代理齐王就是假齐王，假代理。刘邦啊，当时本能就反感，我在这被围，让他来救我，他不来，他就是像我要官，要假齐王。这是张良和陈平都踩了他一些脚。刘邦一下就明白了，你想想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指挥韩信吗？你有时制度上的措施能指挥韩信吗？有势力上的优势能指挥韩信没有？对吧？韩信能听你的，请示你，靠的是他对你的忠诚，对吧？就是你对他的恩德，他觉得有报我以忠诚。所以刘邦马上明白了，你要当王就当真王啊，当什么假王啊？赶紧封韩信为齐王啊！让张良派去送他的诏书，封韩信为齐王。刘邦这个齐王来得太及时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两股势力在劝韩信背叛刘邦。第一个是项羽派韩信的老乡伍射，淮阴人，劝他说：“你现在还跟刘邦干什么？天下之权在你手上，刘项之争由你决定胜败。你跟刘赢，你跟项赢了。”啊，不但项羽派人来，韩信的谋士快通也跟他说，甚至给他看相，说我看你面相啊不好，最多不够封侯，看你的背啊贵不可言，就是你背叛的话你就贵不可言。说你现在是功高震主啊，你归项不敢接纳你，你归刘你的功劳太大，你应该自个儿来干啊。然后呢，你用你的优势来掌控刘项，啊，你就是天下霸主。但是韩信呢，不为所动，啊，韩信呢，为什么不为所动？他觉得刘邦对他有恩德，啊，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是我数万之中，我何为背叛他？对吧？就说，我想韩信之所以不背叛刘邦，两个缘故。第一个，他觉得功劳大，我功劳大，你这么多地方都是我打的。第二个呢，刘邦对他很好，刘邦对他确实很好，对吧？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就是把他吃的给我吃，把他穿的给我吃，还言听自己从数万之众拜我大将军，又给职，又给位，又给权，还给这个人马啊，让他去独当一面。那所以韩信呢认为汉王不会对他，所以他拒绝了项羽的和他身边谋士的劝他背叛刘邦的这个建议。
下面的工作大家就知道了啊。那么项羽已经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了，对吧？龙驹的大军在山东一完，项羽去劝降，韩信拒绝。而你看看整个包围住了，南边彭越他们还断绝他粮草不及啊。这时候项羽呢就要求来讲和了啊，因为项羽手上啊还有5个人质呢，至少5个。刘邦的爸、刘邦的妈、刘邦的老婆、刘邦的哥哥，还有一个管家的沈一基，至少有5个人啊。所以就说把这5个人放了，然后咱们就这个讲和啊，就是以汉界楚河啊，以鸿沟为界，东边西楚，西边大汉。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汉4年8月啊，公元前203年8月，楚军梁晋被迫议和。9月就1个月，项羽呢这个回去了，刘邦不踏实，说这个项羽将来如果东山再起，还个魂来怎么办？所以他用张良陈平之计，突然在背面发动攻击项羽。项羽只有10万人，刘邦有40万军队。约好了，韩王信、魏相彭越一块来联合攻，3方面的攻的。可是呢，这时候人家不来，齐王韩信不来，魏国相国彭越不来，刘邦40万大军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刘邦就打不过项羽。最后刘邦坚壁自守，跟张良讲，诸侯不来怎么办？奈何？张良跟他讲，你这个激励机制没兑现呐，这一仗打完你就一统江湖了，人家彭越和韩信有什么？你看韩信当齐王是他提出来的，他心里还不自信。彭越呢，梁地都是他搞定的，魏这个地方搞定的，一开始就在那里造反，对吧？你让他相国是因为魏王豹叔，这魏王早死了，彭越还是个相国，他也想当王啊，你应该早死，你没早封，你这样，你封彭越为梁王，然后呢，韩信希望他把他家乡的地方封给他，淮阴封给他，哎，你呢把他家乡地封给他，啊，楚地封给他，这个条件讲清楚，他们就来了。韩王明白了，韩王呢就说，按照张良的跟他们说，韩信彭越都有的来，后面的垓下之战就不需要刘邦出手啊。所以呀，在汉5年12月，韩信、彭越、英布、刘贾的佝偻大军啊，一共60万，将10万楚军团团的围在垓下啊。项羽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他2天长考，他说啊，我自起兵至今8年，身经70战，未尝败人，没打败人。现在呢，就是这个下场。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是上天要灭亡，不是我打不行。不相信呢？我跟军中快战，今日故决一死战，3胜制，突围、斩将、拔旗，1胜、2胜、3胜，让你们知道，不是我打仗不行，是天要亡我，我没办法。项羽死了之后他怎么办？后来项羽啊，穷途末路，带着28骑啊，在乌江边上，他本来是可以过江，因为有一个船长，一个艇长带着船在这儿，说啊，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呐，也足以称王啊。现在只有我有船，汉军来了过不了，过不去，你赶紧上船。项羽说：“天之亡我，我何独为？天要亡我，我国家还有什么用呢？我项季与江东子弟8000渡江而西，今天没有一个人还。即使江东父老，可怜我，原谅我，我何面目见之啊？”
他们不说，我难道不惭愧吗？所以他把他的乘的马送给了这个亭长，然后自刎如将。啊，尸体被汉军呢这个分了，每个人拿一块去封侯，5个人封侯。好了，我们去讲讲项羽的这种情况。项羽的这番表白呀，是足以让人感慨的。什么呢？就是有英雄气概嘛，对吧？杀身成仁呢，是不是？其实项羽啊是在逃避这个，因为东山再起更困难更复杂。项羽死的时候很年轻啊，你想他起兵头尾加起8年，77年多，现在满打满算31、32岁啊，还正式干事的时候，现在一个博士毕业就这个年龄，对吧？正式干事刚刚开始出来工作的，他居然呢，他说啊，我没面目见将计了啊，而且归之于天命呐，啊，其实啊，命是失败者的托词啊，讲命不好，运气不好啊，命不好啊，天命亡我，失败者的这个逃遁之词啊。你看刘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项羽一败就他就起不来了啊，是自杀了啊。我想这格局就在看出来。其实司马迁当初就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评论，他说天跟天没有关系啊，这是很荒谬啊。司马光也是天，何与天事啊？跟天没关系。司马迁、司马光都总结项羽呢，他不懂政治啊，放逐异地，自立为霸主，他不懂政治，而且呢，他在制度建设上不借鉴前人的经验，奋起私志。因为项羽这套体制啊，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也不是天子，他是霸主。你看周分封有天子，然后诸侯，对吧？秦呢，皇帝郡县，他不是郡县，是诸侯，诸侯上面没有天子，义帝被他杀了，他叫霸王，相当于春秋5霸有个霸王，但是周天子是没的。你看这制度是一个没有古人的制度啊，就是不识古似的。那么项羽如果是他这套制度真的行了，中国是不是会像欧洲那样有很多好多国家，对吧？10几个国家？不会的啊，这有各方面原因啊。一个最重要原因，我想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就说秦始皇已经到了海内街郡县了，要回去很难。我想也可以有些其他的原因，比方说中国的汉字，这汉字呢书同文，对吧？它不像欧洲语言，一个国家讲个语言，一个语言那它就是一个国家。你看欧洲各个国家都自己语言啊，除了奥地利、德国是一个语言讲德语啊，那别哪个国家都有自己语言啊。还有就是我想也有地理条件，也有权力结构啊。西方的皇权跟教权是分离的啊，中国呢是这个没有皇权之外没有挑战啊。好了，刘邦的成功之路其实可以做个分析啊，做个深度的分析。刘邦自己在公元前202年6月，他在洛阳召开庆功大会的时候，他后来在监督长安的，他就讲我为什么赢了项羽问输了。大家讲了很多理由，刘邦说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实际上我不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是子房。张良才是谋士高人，镇国家安百姓，给饷馈不计粮道，无不是萧何。萧何才治国能政，连100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无不是韩信。韩信才君子贤才，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无所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个范增还不定，所以他就败在我手里了。你发现没？项羽把他的失败归罪于命不好，天命所在。相反，刘邦说我这成功是我能用那些有本事的人，而我自己是不行的，我都比不上他们
但呢我能用它说就行了。一个领导知道自己不行，你就行了啊，因为领导不是干活的，是让别人干活的啊。自己干活的能力叫专业能力，让别人干活的那叫领导能力。一个人要别人干活，首先要知道自己不行。你说你行，你看唐三藏如果觉得自己行，他还要孙悟空吗？就不要孙悟空了，对吧？他自己知道不行，所以他才用孙悟空。而且实际上啊，领导越大，权力越大，盲点越多。所以什么事领导都可以说一句话，实际上这是他权力在这儿，不是他的能力在这儿。所以我不行，你才有这个谦卑，你才能听出别人的意见，才能集思广益，兼听则明，对吧？如果你什么都觉得自己行，那么刚愎自用，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智伯那样，那一定的就听不进有益的建议啊，就一定出事。光自己行还不行，还得知道张三李四王五谁行谁在哪方不行啊。所以刘邦说打仗我听韩信的，治国听萧何的，战略处我听张良的，所以他就行了嘛。啊，这个当初啊，有人建议啊迁都长安，那时候还不叫长安的，迁都关中，建都关中，刘邦没有采纳。后来张良说，关中沃野千里，山河巩固，进攻退守，帝王之路，应该建都关中。刘邦马上支持萧何，赶紧上岸筑城，啊，筑了城呢，他亲自命名这个城叫长安，长治久安。你看同样一件事，为什么别人说了他不能拿主意，张良说了就行了呢？因为他知道张良是有这种眼光的。所以领导不必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张三李四王五谁行，谁在哪方面行，然后你用它就行了。所以我们当领导的应该听多数人意见，与少数人商量，听多数人意见，集思广益，就是少数商量呢，你才能拿出主意。最后呢，你还要拿自己的主意，就对你得有判断力，对吧？跟少数人商量以后，最后你要拿主意了，要拍板了，对吧？在拿主意的时候，要倾个人之得失。刘邦的老家在苏北，在徐州、洛阳这地方建都，离徐州很近，对吧？但是他就迁到了关中，他不熟悉的地方。江苏人到关中、陕西去建都，啊，他是把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后来的事还有啊，还看是刘邦在这方面的格局。《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啊，曾提出领导力修炼的3条，一个是仁，一个是民，一个是武。续《资治通鉴》长编啊，这个十补第1卷里面有这么一段，就是他在治平4年跟宋神宗讲的话，他这样：仁、民、武。仁是要懂政治，能增人心，对吧？用人成就人。民是判断力，武是决断力。啊，你有这个你就行了，没有这个你国家就危险了。你看这个跟我们现在领导学是相契的啊。刘邦这3条都做得不错啊，他懂政治，他能争取人心，对吧？他有判断力，他有决断力。刘邦对用人重点是这么几条：用得其所，用得其位，用得其心。韩信，对吧？刘邦用韩信，如果不能够从制度上驾驭他，因为韩信手下的那些将军们都是刘邦的，灌婴、樊哙、曹参，对吧？还有周勃，主要周勃、曹参、樊哙这些人。所以韩信其实他不能乱动，我把它叫制度上的韩信之约。但是呢，刘邦还能够争取韩信对他的心服，他能笼络他其心啊。制度塑造一个人的行为，文化塑造一个人的心灵。那所以韩信最后呢，他不背叛刘邦，即使当时对我不好，我也认了。他跟这个项羽的使者和他身边的谋士讲，不能背叛。再一个呢，用人不疑，陈平，对吧？用了就让他去，不求全责备，啊，立即出个馊主意，
但是立即出个好主意，啊，所以我想这些方面都是刘邦过人之处成果，啊，当然刘邦还有一条就是，刘邦注意他的声誉，江湖声誉。什么是江湖声誉呢？仁者之师，达者之怀，能者之誉，神秘光环这几个方面，就说这个人名声。仁者之师，刘邦处处做到这一点，对吧？从他往西进，他就要塑造他这个形象。达者之怀，宽厚啊，能者之誉，你看张良觉得刘邦很行的，还有一些神秘关怀，对吧？什么攒白沙等等啊。《资治通鉴》在记载秦汉的时候，他不会像理论著作那样探讨秦为什么20而亡，汉为什么百年几百年的江山。但是他在他叙事当中，我们可以从这读出那里面那些意思来。非陈秦不能立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是用秦朝的制度那就没有汉朝就是汉朝是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是汉朝并没有完全按照秦朝的政治去做，所以用秦制但不用秦政。政治其实这里面呢也是完全不能够完全分开的制度跟政治操作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个叔孙通李治，在秦朝时候叔孙通就是博士的但是他进口不严，甚至还有难免有阿谀奉承之嫌，顺着领导的意思说话。那么在刘邦打江山的时候，叔孙通他也没怎么推荐他的学生到朝中去做官学生还不满意，他说还没到时候。现在到了刘邦的时候，西汉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他就来向刘邦建立一套礼仪制度。这个当时刘邦平民皇帝尊卑秩序还不那么完善所以是他来治理作乐他带他的学生和从这个鲁国招了一些儒生带的学生和鲁国招了一些儒生来制定朝廷礼仪。所以我们看呢，3公9卿、地方的郡县这些东西虽然是秦制，但是有些礼仪制度方面呢，它就这个跟秦朝不一样的很有意思。当时这个朝廷的礼仪非常简单那些舔血的暴徒或者喝醉了狂呼乱叫，或者拔剑击柱皇帝也没办法。叔孙通趁机说，他儒家打江山不容易，但治江山呢是可以的你派我去召集鲁国的那些诸生那些儒生和我呢的学生一起来这起草一个朝廷的仪式就是群臣跟皇上的这种关系的那些行事规则刘邦担忧他是不是搞得很复杂呢？不会跟着时代变化，我们可以捉采古礼然后呢加上秦朝的一些遗范来加以这个编个新的就行了。好，你弄得简单一点你估计我能够做的这个叔孙通呢就征来了30多个儒生和他的学生一起制定这个朝廷遗范。搞了1个多月，他跟皇上说可以了那试试看呢。刘邦很高兴，行，这个我行最后就让大家学会入朝堂应该怎么办见皇帝应该怎么办公元前200年10月，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都来朝拜皇帝，
参加岁首大典。酒宴之上，众侍臣官员陪坐殿上者，皆俯伏垂首，按尊卑次序起身，给向皇上敬酒祝颂。斟酒9巡，业者宣布宴会结束。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出现敢大声喧哗、不合礼节的人。刘邦说：“哎呀，我现在知道我这个皇帝啊，是这个的尊贵啊，赏叔孙通500斤，这个赐铜500斤啊，而且还提拔他为太常，相当于文化礼仪部的部长啊。我想用勤治而不用勤政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意识形态的建立。我自己感觉就是秦始皇在他的国家统一之后他做的硬件建设比较多，软件建设比较少尤其是思想意识形态这一块太简单化，对吧？以法治国没错，以利为师你就学除了种树种田这些科技方面的农技方面的东西之外占卜的书籍之外你就不要再读别的书了我们说现在有人讲这个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就是这个生理的需要，对吧？吃喝然后呢有安全的需要，那这是基本的深层问题到上面呢就有什么需要呢？它就有文化啦、社交情感对吧？自尊还有一些自我价值的实现。你看看秦朝人说的，你不用了你生活里就2件事，商鞅说种田和打仗。现在统一了，你还让他去种田干活任何文化的东西都认为是多余的，这个是一种漠视这个人的本性的。所以呢，汉朝他要重视这个事情。陆贾就经常跟皇帝谈这个诗书。这皇帝呢就很讨厌刘邦说老子在马上打天下，安世诗书。陆贾这个毫不退缩淡定的说：“你马上打天下，你能马上治天下吗？”这个陆贾还讲你看当初夫差、智伯、秦始皇都是知识讲武击武而亡。假如当初秦吞并天下之后行仁义之事，提倡一些思想文化方面建设还轮得到你来有天下吗？司徒通鉴用了4个字：地有残色。刘邦不好意思，他知道如果秦皇不行暴政，没有他的机会。当然呢，好，你就写一篇文章，秦为什么失天下，我是怎么得天下，古今成败之国的事儿，写给我看看。这个陆贾呢就根据这些历史材料大体这个写了一个历史上的国家之所以成，国家之所以亡进行分析，一共有12篇每奏上一篇帝未尝不正善，皇帝都叫好，左右呼万岁，太棒了把这书叫《新语》。这个《新语》是一部儒家为基调，同时混合道家思想的著作。比如说《新语》有一篇叫《无为》，他说道之大者，没能超过无为的；人的行为之大者，没有超过谨慎，要恭敬君子在治国的时候要无为而治就像他没有生意那样激进，像官府没有官吏那样这个安静，停落没有百姓那样稳定所以这个就说政府尽量不要干预老百姓去做事，老百姓呢也被嚷嚷嘈嘈，你就做好你的事无为而治。这个为实际上政府不要过度的干预不要过度的干。其实刘邦他能够听
树孙通的听陆贾的，就表明了他有判断力，对吧？尽管他不是儒生出身，他是亲是儒生，可是呢，他并不知道儒家思想的正面价值，所以当初他平定英布的经过山东的时候，曾经亲自准备祭品祭祀这个孔子，这是中国历史地方第一个祭孔子的。如果没有陆孙通的影响在前面，刘邦不会去祭祀这个孔子的，因为祭孔子是公元前195年，是他去世前夕啊。用秦制不用秦制的还有一个表现是刘邦的分封。资治通鉴有这么的话：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孩子小，兄弟不多。趁秦孤立而亡，接着秦朝呢孤立无援，这个教训啊，最后灭亡这个教训啊，大封通系以征服天下。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统一之后，到公元前195年去世，这7年来时间呢，他就是在这个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啊，最代表性的就是韩信，这都是他的国家安全角度去考虑的。没有这个异姓分封啊，没人帮他打天下。异姓分封后，他从国家安全考虑说，这个此一时也彼一时，换成他同姓天下，同姓的这个为诸侯，同姓为诸侯这问题，其实在后来也造成了一些混乱，比如七国之乱。但是你不要否定，在当时这个同姓分封它的意义。同姓王呢，就是刘家的子弟，刘邦的弟弟，刘邦的侄子，刘邦的儿子等等。这个东边这些地方啊，基本是这些人分封的啊，主要有齐国、赵国、梁国等等。他作为平藩汉室的屏障，所以其实刘邦是实现的一国两制啊，一个汉朝两个制度，尊献制和封国制。那么刘邦后来呢就去世了啊，他一共在历史上最活跃的有15年啊，48岁出来打仗，出来造反，前7年多呢是当为打天下的，打天下分2个阶段，前2年呢是从家乡打到咸阳，那把秦的都城这个和平解放了这个后面5年多呢，跟项羽争天下，楚汉之争，最后呢犹如韩信等等人的这个功绩，犹如张良、萧何等等人的辅佐所以呢刘邦就赢得了天下。然后还有7年多时间呢，他就是这个安定他的江山。当他离开的时候吕后曾经问他说，萧襄国之后谁可以为相刘邦说曹参。曹参也老了。曹参以后呢王林。王林呢这个人的性格太直，需要陈平这个一块合作，而陈平呢南党独任，性格又软了一点需要周勃，周勃可以当太尉那他们之后呢，刘邦说这就不是你所知道了。你看果然到他们之后，你吕后也不在了，刘邦不能算是后面几个宰相的人选，还能算出他老婆活多长的好了，其实刘邦在他的家国传承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应该说做的也是比较出色的就是接班人的问题上，太子问题。按照刘邦本人的意思他不想立他跟吕后生的孩子汉惠帝刘盈这个刘盈他觉得他太软弱了，他喜欢的谁呢？喜欢他跟一个美女戚夫人生的孩子叫如意，当时封为赵王。虽然叫做赵王，但是从来没到赵国去，还一直在父母身边。刘邦在外面打仗也带着戚夫人。
后来呢，吕后就着急了，你这个欺负人的够狠了，夺了我丈夫还夺我这个儿子的位子，所以有张良等等的力争啊，刘邦就放下了换太子念头。所以这是刘邦的过人之处。当他发现太子国本已经受到全国的上下的认可的时候，他就把个人的情感呢放在了一边啊。太子问题上，这一点应该说他比秦始皇强。秦始皇到死也没立太子啊，临死之前说要把位子交给大儿子，扶苏可是却给赵高他们呢给篡改了。其实我觉得刘邦在他的建国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授田制度，就是无偿的给全国农民呢分配土地。这是战国授田制的基础。我们前面也讲过，秦始皇的时候也做过这个制度，就是说此前手自食田，让呢百姓呢自己去这个报你要占有多少地，你能耕多少地，细节的制度我们不太清楚但这个是老百姓跟着有机田是有的。那么汉朝，我们从考古发现汉初2年律令就是吕后的时候也曾经推行这个授田制度但是呢跟秦朝不一样的是，刘邦实行无为而治，萧规曹随所以这样子呢就使这些制度能落在实处，而不是一纸空文秦朝呢虽然有这个使前手自食田的这个土地分配制度，但是呢这个制度有无穷的劳役的问题却这个没有得到切实推行，老百姓呢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种田，用无穷的劳役去了。因此在这个方面，就是说刘邦在他临终之前应该是基本上抵令了大汉江山的各项制度。好了，下面问题是这个制度能不能推行下去能不能坚持下去？刘邦称帝以后，他怎么巩固他的政权？其实刘邦碰到了和秦始皇有点类似的问题。按照道理说，他的情况不如秦始皇。秦始皇是把6国灭了，对吧？刘邦呢，好多盟友，是吧？好多同姓王，好多功臣。这功臣呢，很多都是跟他比肩而立的一块打天下的。秦始皇他分60支余列，对吧？至少从秦孝公算来，他们的统一大业已经进行了100多年了。如果说从秦建国算起的500多年了，所以按照道理说，刘邦是白手起家了。其实从制度角度来说，我们讲汉承秦制3公9卿，中央地方郡县，对吧？制度这些东西呢，都是照搬的。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有几件事。第一个，刘邦要处理的汉初工程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的，其他问题略谈这个问题稍稍多讲几句。我把这个工程呢分成几类，探讨一个领袖人物，像刘邦这人他的心理状态，他是怎么看他的工程的，他从哪个角度来考虑的工程的处理问题，为我们呢来理解一些历史现象做一个参考。首先是韩信，在汉初的异姓王里面有几个彪悍的人，韩信、彭越、英布，这3个人就是当初刘邦要搞统一战线的，张良给他建议，首先跟这3个人结盟的。
韩信是他的部下，当然他是独当一面的。还有几个其他的异姓王，其实都是摆设，不构成大的威胁的。你看很有意思，这几个人是真的有战功的。韩信被封为楚王，从齐调楚王，因为楚的家乡了啊。你想这个楚王不得了啊，原来这楚王是项羽啊，对吧？刘邦自己是楚国来的，他跑到汉中去了。你想想，楚汉，这个楚还在呢。韩信到楚国以后，他干了2件事：先把那个老妈妈洗衣服的老妈妈送饭给他吃的老妈妈找来，赐以1000金，老太太家发财了。还找那当初侮辱他的，让他从裤裆里钻下去的那个小伙子找来了，任命他当中尉。说这家伙是个壮士，当时侮辱我的时候，我难道不能杀他吗？杀之无名，所以隐忍至此。我自己不知道别人怎么看的，我总觉得这件事韩信有点做作，娇柔做作，对吧？你大度点不杀他算了，对吧？或者给他安排一个什么小班长、是排长什么的，让他当中尉是什么的？一个国的中尉就像那中央的太尉啊，中尉是军队长官呐。有必要做成这种样子吗？当时跟你打天下的那些人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韩信在这方面有点做作，有虚荣，我觉得。但是在朴某的赏赐表示韩信人呢是一个知道报恩的人，但他这个价值观其实也害了他，因为他觉得我给你刘邦干的事，你也应该对我有回报，所以你看看。所以韩信实际上回到这个楚国以后，到楚国当楚王以后，并没有多长时间，就有人告诉他楚王反，韩信谋反。这说实的话，这也就是一年都不到的事儿你看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登基的，到1年以后，不到1年吧，2月3、4、5、6、7、8、9、10，到10月就是第2年了。到了第2年的10月，10月是第2年1月嘛，有人告楚王信谋反，皇帝说怎么办？他说赶紧发兵把小子给坑了。帝默然不说话，就问陈平。陈平说：“有人上书说韩信谋反了吗？这事韩信知道吗？”刘邦说：“不知道。”陈平讲：“他陛下的精兵，您能比过韩信吗？比不过。陛下的将领能打过韩信吗？打不过。那可不得了嘛！兵不是处金，将不及，你主兵去攻他，那不是使他造反吗？是切为必须为之奈何？”刘邦问。关于这件事，我总有怀疑，它的真实性有怀疑。为什么我有怀疑呢？因为打完战以后，刘邦把韩信的兵都收走了，韩信等于是没有军，因为刘邦的军队是韩信的嘛，所以他收走了。为什么兵不如处金呢？将不如韩信是可以讲的，兵不如处金这讲，他其实这也就是建国也就在半年不到1年嘛时间嘛，为什么说不如处金呢？但是我们想想，韩信他那打几仗，他根本就没有精兵，他那兵都是新训练的，背水一战那兵的都是新兵，所以韩信是能够把那市井之兵的训练成精兵的，他有这个本事。因此说这个话呢，你也可以相信他，对吧？说你的兵不如处金也可以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光他们在多数情况下都照搬了所以呢就说司马迁呢喜欢用一些文学的方式表达当时的这种场景，造成一种戏剧性的冲突好，2个月以后，刘邦就把韩信拿下了。怎么拿下呢？当时陈平给他出主意，你说你要出行巡游，他都知道你姓王，
去行。行由呢，天子出行，诸侯也觐见之礼，你就发文约好，在城这个地方，诸侯来见面。韩信呢，他一定呢，他会这个以为没什么事情啊，没什么威胁，没人妨碍，他就会来见面。那个时候，你知道一个武士就能把他打下来。果然，刘邦就把韩信拿下，韩信觉得没什么事。其实当时啊，这里面还有，我也讲点小事也可以啊。有人说韩信拿着钟离墨的头来见刘邦的，因为钟离墨是项羽的将领呢，啊，逃亡在韩信那边。刘邦呢，他对韩信的将领呢，高级将领都忌惮啊，拿着不可以就是个得到一种刘邦的这个喜欢吗？但是实际上《史记》里面呢，他在另外地方啊有写出，实际上他在战争中已经死了啊，这是前面就死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未解之谜了啊。反正韩信发现了啊，他说：“角头死，走戈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毛成亡。天下已定，我孤当烹呐。”这其实是当初那些劝他谋反的人给他讲的，角头死，猎狗烹啊。刘邦说：“有人说你谋反，就把他抓住了，抓回到洛阳以后呢，那是守的还在洛阳呢啊。刘邦啊，也没有把他怎么样。”把他给放了，降为淮阴侯，他是淮阴人士嘛，封侯，一般家乡的名字是封。其实啊，刘邦并不是真正要杀韩信，杀好像太过分了，但是你必须从楚王的位置上下来，因为王跟侯不一样，侯呢，他就是有一份待遇，对吧？这么多封户，万户也好，多几千户也好，这个赋税往你家交。这王他有自己的疆土啊，有自己的军队啊，对吧？有自己的这臣民呐，啊，所以刘邦要把你是拿下来才行。当时有人呢向刘邦祝贺，说齐这个地方啊，土地肥沃，啊，这个形势险要。地方广大，地方2000里，代价100万，啊，这个地方不是你们家里子侄辈特别亲密的，不是你亲弟弟一般的，都不能封啊！哼，刘邦说好，啊，说的刘邦心坎上去了，刘邦给他赏赐500斤，啊，这家伙一句话就得500斤了。总之，刘邦觉得这把韩信拿下他踏实了。大概5年后。大公元前196年，刘邦临死前1年，这是刘邦正在北边平定一个叛将陈豨。据说陈豨跟韩信有联络沟通的嫌疑，这是被韩信家的一个家人呢告发出来的，告到吕后那儿，吕后就找萧何，萧何的说啊，刘邦高祖在前线打了胜仗，陈豨已伏诛。大家呢，在京的干部们呢，要开会啊，要开个庆功大会。你虽然身体不好，你应该去，因为韩信呢，从此就报聘号了，实际上是假的，把他抓住了，啊，韩信就这个被处死了。所以后人讲啊，成败一知己，生死两夫人。萧何把他拽回来，萧何把他诱住，生死两夫人。那个朴某给他吃的，这个吕后呢，啊，把他杀了。刘邦后来呢，还对这件事啊知道后，既惋惜又惊喜。惊喜的是娶了个心腹之祸，因为韩信太能干了。吕后担心他儿子不行，高祖何尝不也有啊这种考量呢？但惋惜有。那么司马光怎么评这个事？司马光是这样评的，还有一点点道理，啊，就说你说韩信冤不冤？冤，对吧？韩信高祖之统有天下，大抵皆韩信之功。他拒绝快车的言论，拒绝项羽派的武士的言论，对吧？在城来见高祖啊，表明他没有反叛之心嘛。
但是呢，尤尔尼啊，把他这个王给拿下来了啊，当侯他有点不痛快啊，他确实是这是有的。卢绾跟韩信的功劳能比吗？没法比。卢绾不过是刘邦的老乡而已嘛，是你发小而已嘛，他还当燕王呢，韩信怎么不能当王呢？按照道理是有这个不满之心，对吧？你让他以列侯封超秦啊，可说，那么韩信是不是也有问题，也有不足，也有把柄，人家拿他是有的。两件事，第一个，楚汉相距中州的时候，你灭了齐义后，不去向领导报告，而自己封王，然后让领导适可认可，对吧？这个时候就有点拿捏领导一把，领导在困难时候，你赶紧要给我个职位。后来呢，在固陵之败，刘邦败了，约你来攻楚，你不来，又是待遇没讲好，你看看，他说那时候啊，高祖就要把你拿下的心思了，可惜呢，这是力气达不到，没有那个能力，还不到那时候，天下已定，你还靠什么呢？啊，趁时邀立者，市井之志也，就是你趁那个时期，向领导要好处，要待遇，啊，待遇不讲清楚，不出手，这是市井心态，而有功要报，对吧？这是君子之心呐。韩信以市井之志来跟领导讲条件，但是希望领导又有君子之心，期望领导那个有功报德，这难一点啊，对吧？所以我讲，韩信对老妈妈的给他饭吃，他要报，那么这种价值观其实引起他，我跟你做的事你也得报，你不报的话，那我就不干。其实啊，为人处事啊，真的是不容易。就说啊，没功劳说你没本事，有了功劳以后呢，你要学会谦让啊，否则人家招忌啊，招恨，对吧？所以司马迁讲啊，他说啊，如果是啊，韩信学到谦让啊，不这个惧己功，不吹嘘己功，不自以为功劳了不起啊，那么也许啊，他还能够保全下来啊。其实韩信的功劳啊，可以说跟周公啊之徒都没法比啊，他后代就可以世代享以祭祀了啊，血食了啊。我想这种分析还是也有点道理啊。好了，我们韩信的事情拿下来后，我个人认为是刘邦为了国家安全的角度，要把韩信从危险的岗位调离。当然，韩信被杀跟他自己啊心怀不满有关系，跟吕后呢担忧啊韩信留下会给儿子造成伤害也有关系，所以就以人告谋反的时候，不管真的假的就给他杀了。彭越、英布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啊，被除掉的。这是第一类啊。刘邦啊，生前几乎都把异姓王拿掉了，这也是他的巩固政权的一个做法。不过同姓王，就是他的儿子、他的侄子、他的兄弟封王的同姓王。那么我想值得讨论的还有一个刘邦对的功臣处理，就是萧何。刘邦对萧何的功能是非常赞赏的，我们从他分封功臣的时候看得出来。当时啊，萧何封侯以后，有的功臣不满意，他说我们披坚执锐啊，驰骋疆场啊，大者百日活，小者数十活，打仗啊。萧何从来没有汗马之功劳啊，为什么能够诸为我们之上呢？啊，刘邦啊也不会说话，刘邦说话，他也肯定萧何的功劳。他说：“你看见打猎吗？看见那个杀野兔的吗？
打猎的时候啊，追杀野兔的是谁呢？是狗。指挥这狗去杀野兔的是人。你们的功劳就像那个狗啊，是追那个兔子，追那个走兽的。但是萧何呢，他是下指挥的，下命令的，他功劳就像那个下指挥的人，还供人供狗人，把那人骂的大家都不敢说话，说你们就是抓野兽的狗，萧何是指挥你们抓野兽的那个人。刘邦如果老是这么说话的话，刘邦的智商就是情商就麻烦了，对吧？这时候你老是这么说，那你不是老是让你的部下不开心吗？啊，你这个领导怎么当的？所以啊，你看发现后来又有一件事，功臣封完了，列侯封完了，现在排座次怎么排？有人说了，平阳侯曹参公第一，因为汉朝人学的秦朝人是算功分的，就是说你多少人打败的人多少，首级多少，对吧？咱这伤亡多少，这里面都是有公式的，算功分的。功分一算下来，曹参第一，功最多，啊，攻城略地，深受啊多少创伤。这是有个叫关内侯鄂千秋。关内侯跟彻侯不一样，跟列侯不一样。关内侯跟列侯低一等。打个不恰当比方，如果侯是将军，关内侯叫准将，就是像那个样子啊。鄂千秋讲，他说你们都错了。攻城野战之功，攻城略地之功，一时之事。萧何的功劳才是万世之功。我们的皇上多次失败，多次亡众，多次没粮草，你看都是萧何，总是把粮草及时送上，把军队及时送上，啊，从来没有一个领导呢缺粮缺兵的时候，这是万世之力啊！没有曹参这人数以百计，何须是汉呐？对吧？汉得了个曹参也不一定就更好啊，怎么能用一弹之功加在万世之功上呢？萧何第一，曹参次之。这鄂千秋啊是能察言观色的人，为什么呢？你想想，刘邦都这么说话了，你还要把萧何压一下子，把曹参放在前面，这人傻不傻啊？所以这时候刘邦就说话了，你看刘邦就顺水推舟了啊。所以你发现没有，领导不要总是直接跟部下发生直接冲突，有一次就不得了了。如果一再的你在这里违逆部下的心思，这个东西你这个情商就太低了。哎，刘邦说好，萧何公第一，可以带剑上殿，可以穿着鞋子带着剑上殿，特殊待遇，日朝也不用不去啊，不用遂跑去，可以安步当车的往前走啊，去见领导。他说我听说进贤受上赏，萧何功甚高，有鄂军的这个阐明他才更清楚，所以就把鄂郡就封为列侯、彻侯啊，就是提了一级了啊。萧何呢，哎呀，这个更高的奖赏。从这件事说他的萧何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讲到这儿，说刘邦啊懂得啊如何分封啊，如何对下面这个处理下面的功劳，那就简单了。我想刘邦更重要的是，他对萧何是怀疑的，疑忌萧何。公元前204年，汉王项王在荆索之间互相拉锯战的时候，他曾经多次请人劳问丞相。公元前196年，汉11年，对吧？他呢，韩殷侯杀了，他派人拜丞相为相国，加封5000户，还给他配了500人的一个都尉的这个卫队。还有再过一年，汉14年，就是公元前195年，秦不反的时候，皇上带兵在外面打仗，他多次派人去慰劳丞相，问丞相在干什么。你看看，其实史书上都记载，这3次其实都是刘邦在怀疑萧何。我要讲的什么东西呢？刘邦为什么怀疑萧何？领导由于他的权力太重大了，
他一定是多疑的，没有一个一把手不多疑的。只要是一把手，他对别人挑战他的权威都是多疑的。啊，古今中外概不呢，我就不举例子了。那个曹操疑不疑？他的问题是你疑在哪儿？怎么样处理这个疑？有的人的疑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搞得众叛亲离了；有的人用一个极端手段把疑的人干掉了，所以呢就自毁门墙了。刘邦不是，疑是疑，但是呢，他只是要，还有进一步的措施来处理这个疑的问题。这些跟对手有关系了，就是你的怀疑那个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看韩信、彭越这些人，包括英布，都有一种不自信，他觉得领导对我的才能那个不自信，所以呢，他们的覆灭其实跟他们自己对处理领导对他的疑不当有关系的。你看萧何怎么处理的？汉3年，项羽跟刘邦在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皇上对他怀疑，然后他身边人告诉他，皇上在怀疑，那怎么办？你如果把你的子弟、子侄辈、孩子们都送到前线去当兵，领导就不怀疑他。你看，他把子侄送去当兵。韩信被诛以后，又对他怀疑，怎么办？有人见他，你把你的家财都拿去充军，都拿去做军需，你看领导就不怀疑了。你看，解决了，不但拒绝封户，还有家财充军。第三次怀疑的时候，公元前195年，这一年刘邦就去世了，秦部谋反，皇上亲自带兵去打，他对家乡的萧何在后方不放心。有人说怎么办？说你你太得民心了，你如果呢贪污自污、贪腐自污，不要搞得民心那么得民心，领导就对你放心了。最后萧何这样做，上大悦。好了，你放心没有？那么这个告诉我什么呢？就是领导对有重要工程的疑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处理疑有2种误区，一种是反正我是心比日月，绝对是没有任何这个叛逆之心的，所以呢他不在乎，我是忠心耿耿，这种人很可能会出事。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不能用一个恰当的方式解除领导对他的疑，而是在极端的方式，以为从此就走向对抗了，2个误区所以讲萧何的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表达这个意思点那么对张良、陈平就看出他们的过人之处了，就是不争功，懂得感恩。领导都喜欢感恩的人，没有哪个领导不喜欢感恩的人。张良也是谋臣，没有战斗之功。刘邦死他，自责其地3万户。我说刘邦这个人也真是，你知道3万户什么概念？萧何最高的这曹参这些人最高的有1万户左右的，你自己挑其地3万户，你这个还想过吗？好吧，我挑3万户，这个没法但是为什么刘邦这么跟他讲呢？我估计刘邦他不会要的给了3万户，他真要人就很麻烦了。他知道张良不会要的，问题是张良不敢不要3万户，1万就够了。更重要是张良还会什么？还会说话。他说：“陛下，我起下邳，跟你呢在陈留相会。陈留在今天的沛县东，江苏沛县东微山湖区陈留在刘那个地方，在刘相遇。刘是刘邦跟张良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他说：这是天以承受陛下，陛下用臣计，心而有时候还真重不如我有本事，是运气，这自谦之词。他说你就把我封在留侯族邑，不敢当3万户族邑从张良问留侯。张良这段话表达2个意思：第一个推让，不要3万户第二个呢，
你去给我封的刘吧，刘是我们见面的地方，做个纪念啊。如果不是陛下，哪有我张良今天呢？你看懂得感恩。问陈平呢，封陈平护雍侯。陈平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刘邦很奇怪，就是我用先思之计战胜柯提，不是你的功谁的功呢？他如果没有魏无知，我哪能在你身边来工作呢？刘邦讲，哎，像你这样真可以说不背本呐，又大伤魏无知。你看看陈平也表达了意思，感恩啊，说你这个不忘本。所以你看看毛氏这两人呢，就表现的呢要比较这个聪明点。但是你也知道，毛氏他是很难构成造反的力量，对吧？造反的要么像丞相这样种人，对吧？在全国影响力，要么是像那个大将的，像这个张良、陈平不会啊。下面要提的是另外一件事，在攻城的时候，刘邦已经封访了20多功臣了，但是其他日夜争功啊，不能决高下，都是自己有功劳。可是呢，刘邦在分封过程当中，难免有一点按照自己的这个任情爱憎，对吧？他封功的往往是他信任的，对吧？跟他关系好的，还有一些被处罚的是他关系不好、不喜欢的，就是有点上下其手啊，任情爱憎的。那这种事怎么跟皇上提出来呢？你要提出来的话，直接提出来的话，有可能达不到效果，甚至你还把自己掺进去了。哎，张良聪明。有一次在刘邦出行的时候，从这宫走到那宫，从夫道走过去，看见那些将军们在议论纷纷，坐在地上。他说他们都在争个什么东西啊，面红耳赤的，陛下不知道吗？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呢。哼，哪有领导问起来你才想人家谋反，对不对？显然张良主要不是要揭发人家谋反。他说为什么谋反呢？张良就讲，陛下岂不依靠这些人都天下为天子？你现在封的都是你喜欢的，诛罚的都是你不喜欢的。现在君立记功劳，天下都不足以封啊。这些人害怕你不能封，而且害怕你呢，因为他平常的过失得罪你，被你诛杀，所以他想去谋反了。刘邦忧心忡忡说：“那怎么办呢？为之奈何？”张良说：“你平生最讨厌的，大家都知道你讨厌他是谁呀？”皇上说：“雍齿，我最讨厌他，他曾经窘辱我，搞得我很难看，我多次想杀他，但是他功劳太多，不忍。你现在马上封雍齿。”张良说：“你把雍齿这种人都封了，大家人人自见，就不会出事。”刘邦就设置盛大宴会，啊，隆重的拜封之为10方侯，啊，让大家赶紧抓紧啊这个分封的这个流程。群臣散会以后，都高兴的说：“哈，雍齿都封侯，哈，没事了，我们也没回事了。”一个领导人物要心胸广大，心胸广大，藏垢藏疾，人家才能够铁心跟你干。否则每个人小心翼翼，有一点毛病就怕你将来啊这个抓辫子，这个大家呢就离心离德啊。还有就是体现刘邦的分封了。项羽有2个将军，一个叫季布，一个叫丁公，这2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一个妈妈生的，但爸不一样，妈妈后来改嫁了。刘邦要抓季布，季布曾经困辱他，季布藏起来了。后来呢，有一些人家就让季布在他家做奴种地，但他知道这是季布，季布很有本事啊。那么这个东家呢，就去找刘邦的亲信身边的人，说季布有本事啊，你把他逼急了，南走岳，北走胡，那不是资敌吗？你怎么能恨季布呢？各为其主嘛。当初跟着项羽一块走的人还少吗？你能诛杀得完吗？刘邦明白了，不但不杀季布，还赦免他。季布后来在文帝时候还做的郡太守的高位呢，
另外一个，丁公是在当时短兵相接的时候放了刘邦一马的，来约见刘邦。像你现在当皇上呢，我当时救过你的命，怎么得点好处吧？刘邦这家伙很厉害，他不但不赏赐他，还把他捆起来在军中游行示众，说丁公为项王之臣，不忠啊！此项王失天下者，就是这种人，杀了。为目的呢，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丁公的毛病就像我们今天的炒股的老鼠仓啊，对吧？你跟这个东家干，还在那个东家那边在得分好处啊！你跟项王干，还要跟刘邦呢留个人情，这不中。对丁公的处理啊，体现了刘邦啊他的价值观的塑造啊，要忠诚。司马光对这是很赞赏的，不过我觉得刘邦还是太狠了一点，对吧？你可以不用他啊，或者给他一笔钱，甚至或者不用，你就把他废了就行了，不鼓励他，至少啊不一定就杀了啊。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评论：刘邦建国以后，他花了相当大的气力来解决工程问题。这工程问题呢，一个是诸侯王，异姓诸侯王。他未必是一定要肉体上消灭他们，但是他也考虑他们不要危及国家安全。而韩信、彭越这人呢，担心那个时候一国两制啊，军国并行啊，不能持久，所以他们呢有不自信的原因，啊，有这样啊。这个韩信呢，他被免了国王以后，他就不满了啊。其他的呢，韩信出了事都担忧刘邦不是真心要保障他的啊军国并行的这一国两制制度，所以他们就做出一些过激动作。另外，刘邦的分封昭示两个问题：把萧何抬上去，不仅仅是对萧何的这个重视，而是对文治的重视啊，对文治重视，是由武转文的一个，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压武人，抬文人。第二件事呢，对丁公、季布和雍齿的处理，反映刘邦要塑造一种价值观，就是说，臣子要忠诚的价值观，同时呢，也要表现他刘邦的啊对雍齿这人的宽厚，对季布这人的宽厚。刘邦死以后，实际主持朝政吕后。吕后呢，这个人呢，虽然权力欲望比较强，心也有点狠，对吧？他把赵王如意的妈妈害得很这个残害了啊，如意也被这个毒死了啊，被害死了。那几个赵王都不得善终啊，有辱对他吕家人不和。但是呢，吕后却切实的实践了刘邦的那个无为而治的制度，使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所以后面的加官权臣离爵的文景之治也继续推行了这套制度。可是文景跟吕后之间呢，却有一次争辩。虽然制度也延续性，可是这个政治权力的更替还是有波澜。因为吕后他觉得自己缺乏这个基础缺乏这个权力的基础，所以他对吕家人要大家提拔，立吕家的孩子为王。我们知道吕后他爸爸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他的兄弟都是革命家了他的妹婿樊哙也是老革命了他立诸吕为王，就是他的侄子辈为王。那王林这时候继萧何才在曹参之后担任宰相，他就反对了。他的老爷子刘邦当初已经说了，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不亡非刘氏亡者天下共击之那王吕氏不符合当初的约定。王林坚持原则，吕后不高兴了他就问陈平和周勃。陈平和周勃说，
高祖打天下，他封他的子侄为王。您现在临朝称制，那望你的吕家人，您姓吕呀，那没什么不可能。吕后觉得行，那好啊，这个他也很高兴。这个王林呢，散朝之后就责问陈平和周勃，说当初汝先帝杀说盟誓，你们都不是在场吗？现在高皇帝不在了哈，你们倒是献媚于这个女婿啊，这个太后啊，相封吕家为王。你将来还有脸去见高帝的地下乎？陈平周勃说啊，现在跟领导面折廷争，当面顶撞啊，我比不上你，你有种。但是保全社稷，安定刘氏之后，你也未必如我们了。王林没法回答这样话啊。11月，太后呢明升暗降，以王林为太子老师，实际上夺掉他的相权。王林就抱病不干了。吕后啊，他以陈平为右丞相，这第一丞相王林的位置啊，以毕阳侯沈一基，这毕阳侯沈一基就实际上他的亲信，他在项羽那这个待了好多年，被抓的时候，跟他身边就是沈一基。那史书讲都的宠信，宠信有没有超过一般的啊？这个男女之间，还领导和部下之间的关系啊，掰滚野史不断说法，反正是啊，他最得这个吕后之宠的啊，所以以郦一基呢，以沈一基呢为左丞相，就第二丞相了。他其实就相当了郎中令办公厅主任一样的啊，在宫中啊，为这个吕后啊，这个掌管日常工作。以其故得信于太后啊，所有大事因而决事啊，所以都由他来决定。陈平这种能屈能伸啊，能着审时度势的态度，还有人不耻。我觉得陈平这是啊，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在你从常人的角度看来，陈平这样做足安刘氏啊，是不是？可陈平的这种智慧，绛后周勃等这种能力，刘邦生前是看到了。刘邦在临终之前跟吕后推荐这人是真实的话啊，那么事实发展也确实是陈平周勃的合作，最后把刘家将巩固的。那你是真的不佩服刘邦，他实际上对他老婆的优点缺点看得很清楚。优点是他能继承他的政策，把刘家将的稳固下去，因为这个孩子这皇帝毕竟是他的儿子啊。缺点是吕后这个人呢，可能呢比较自私。你看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刘盈当皇帝啊，他的皇后是谁？他的皇后居然是他的外甥女儿。吕后跟刘邦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嫁给了张耳的儿子啊，就是赵王啊，张耳的儿子。后来呢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姓张吧，这张姑娘呢就是吕后的外孙女儿，然后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做皇后啊，就是他的媳妇也是他的外孙女儿啊，这辈分都搞乱了啊。公元前192年10月壬寅日，吕后为了亲上加亲，将自己年幼的外孙女张嫣立为汉惠帝的皇后。吕后希望张嫣能生子，但由于张嫣年纪实在太小，以致无法怀孕。吕后于是设计教她假装怀孕，再强娶汉惠帝与宫女所生之子刘公，谎称张嫣所生，而后将刘公的生母杀死，立刘公为皇太子。吕后病重之前呢，公元前180年的7月，这是离刘邦出世已经15个年头了，所以7年多是刘盈在位，这是吕后实际上是掌权，另外7年多是吕后自己啊还在掌权，有那几个孙子，他就跟吕禄他侄子讲，
他说啊，吕氏未亡啊，那些大臣嘛，心里不服。如果我死了，我走了，皇帝年少，大臣恐他们会变呐，所以你们要保护好皇宫，不会去送丧啊，不会去送葬，为人所治。而且安排他呢，召卢为上将军，吕产为相国，由他们俩分管南北军。那么吕后死了，结果怎么办呢？注说居里欲为乱，这个话我总觉得有点蹊跷了。居里为啥会乱呢？乱什么？对吧？现在的皇帝很小，由他们辅佐，这皇帝的皇后还是他们家的姑娘，那他为什么乱呢？啊，那我想应该就是说，当时那些老干部们，周勃啊、灌婴啊，跟刘邦打天下的老干部，啊，老革命，还有陈平，对吧？这人呢，在吕后专传的时候，敢怒不敢言呐。现在吕后不在了，对吧？他们就想啊，把政权夺过来，对吧？我想当时情况也是这样。可是这个事情呢，不是在从老干部们起来的，而是从刘家的孩子们起来的，啊，刘邦的后代起来的。朱虚侯刘璋是刘肥的儿子，我们刘肥是刘邦的，他还结婚前的那个私生子。刘肥封为齐王，齐王生了好几个儿子，大儿子就现在是接承他位置的齐王了，齐王襄，刘襄。另外两个儿子在朝廷，啊，一个朱氏侯刘璋，啊，一个东牟侯刘信居。这个朱氏侯啊，刘璋他们就想啊，诛杀朱理，然后呢，立他哥哥齐王为帝。汉高祖长孙齐王刘襄起兵，既为平诸吕，也是为了争夺帝位。刘襄在起兵时，设计挟持了辈分较高的琅琊王刘泽，夺取了其军队。刘泽假意提出前往长安，说服众臣立刘襄为帝，但他到了长安后，却指出刘襄的舅舅四军不是善类，如果立了刘襄，吕氏当国的事情又要重演。那么吕禄呢，他就派灌婴前往呢，这个镇压齐王刘襄。灌婴到了荥阳前线一想，他说我是为谁干呢？我为谁忙活呢？居里要为社稷啊，我呢就帮着他去破齐，那我不是傻吗？啊，所以他就腾兵荥阳，按兵不动，让人告诉齐王和其他诸侯、刘姓诸侯啊，说我们啊，先呢，咱互相按兵不动，看看朝中吕氏会拿出些什么办法来，啊，有些什么动向，我们然后就把他诛杀。好了，这样的山东这军队就两个这现在造反的，他就停下了。朝中的吕禄、吕产呐，辜负了他姑姑啊吕后的一番好意，他不是那个料啊，不是那个没有那个本事稳定朝局。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讲说吕禄、吕产欲作乱。我想这个作乱的话，也就是他是不是要清洗朝中的那些向着刘氏的老臣，内旦将后诸氏等，周勃和刘璋，外卫齐楚这些刘家的封国的兵，又恐怕灌婴前往平叛的呢，他倒戈啊，所以啊，他在那犹豫未决。这时候啊，有人呐就出主意了，先派人去做工作啊，让吕禄、吕产呢放下军队，到自己封国啊去做王啊。你们本来是诸侯王，你不赶紧回国守藩，你就一个带兵，一个掌相印，这算什么呢？他说这样，你呢赵王回到赵国去，梁王回到梁国去，一个放在将军印，一个放在相国印，我们大臣保证你安全，骑兵一定会撤，大臣得安，足小高枕而卧，统治千里，
之地，万世之利啊！吕禄果然相信这话啊，他想把兵交给太尉，只能告诉樊哙的老婆啊，还有其他一些他们家的老人，有的是行好，有的是不好，对吧？是退一步好呢，还是进一步好？就这意思。樊哙的老婆吕须啊，大怒，他是你为将而把军调到，吕氏那死无葬之地啊，他把金银财宝都扔了，扔掉没用啊，不要给别人守着。好了，其实啊，我们想想啊，就是说当初吕后临终之前呐，跟这吕禄、吕产讲的话，他们都没记住啊，就是这两个人呐，不是那块材料啊，能够没有那个能力，能够掌控了中央的军军大权，而且震慑其他老臣啊，搞定山东这个齐楚起兵啊，没有这本事。后来周勃和陈平画策啊，就设计啊，让上吕禄交出了兵权啊。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跟你讲讲几个红二代啊，平阳侯曹库，曹参的儿子，还有谁呢？这个郦商的儿子郦季啊，他跟吕禄是好朋友啊。这个还有呢，纪信，当初为刘邦在荥阳啊丢掉性命纪信的烈士的儿子啊。总之吧，这些老革命他们就设计呢，让吕禄、吕产让出兵权，然后捕杀诸吕啊，然后处死这些老小啊，他们就夺回了朝中的政权和兵权，然后把这个小皇帝给废了。那么现在立谁呀？立谁当皇帝？大家认为现在这个在位的小皇帝根本不是惠帝亲生的，就是不是刘邦的孙子啊。那么立谁？有人说立怀怒王刘长，这倒是刘邦的儿子，从小吕后长大的，因为他母亲呐，这个是一个啊赵国的姑娘，刘邦到那去视察这个当地官员让这个赵姑娘侍寝，她就怀孕了，最后怀了孕以后，吕后不往上通报，她自杀了啊。这孩子刘邦叫吕后带，刘长啊，但是刘长不如他前面一个哥哥刘恒，伯夫人。伯夫人其实跟刘邦也是啊很短的情缘啊，因为刘邦呢当时宠爱的不是这些姑娘，是戚夫人啊。刘恒在代国中当王，那最后呢，大家立代王，不仅是年龄最大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代王很低调，母亲低调，他本人低调，甚至在齐楚起兵诛诸吕的时候，他们都没掺和，最后立了他了。下面其实谈的是什么呢？值得谈的就是文帝继位。第一个，当时的陈平、周勃立他，并不是由于他多大本事，而是由于他很低调、很谦卑。一个是母家博士，谨慎良善；第二个，他本来呢仁孝宽厚，就是说不那么强势。你想想，刘襄是有功的，刘襄是刘邦的孙子，刘长是儿子。那兄弟刘盈死了，他刘盈的儿子不算，说那小皇帝真的假搞不清楚，再找个弟弟，这也是个传承次序啊。那么按照道理应该是离孙这辈吧啊，可是刘襄太狠了啊，他强势啊，这些大臣不喜欢他强势的，旧家很强势。将来刘襄继位以后，他们外戚又厉害了。刘长是吕后带大的，出身不好，所以啊，阴差阳错，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刘恒从代地迎来了。刘恒在迎在中央的时候啊，他还不放心呢，真的假的？问了大臣，问了太后，甚至还问鬼神占卜啊。大臣两派意见，一派说不行，不能去啊，这是诈
这些人高祖的这些大臣呢，多谋多诈啊，此去凶得其少。但是有一个叫宋昌的中尉，他父亲是宋义啊，就是在巨鹿之战前夕被项羽杀的那个。他讲了这么几条，为什么这次请你去当皇帝是真的？第一个，别人不敢，别人没这个条件，因为天下纷争，鹿死这个刘家啊，那么别人呢没有合法性。如果再来机会的话，天下是我们家打的啊，是刘家打的。再一个呢，高祖分封子弟，犬牙相交，对吧？他们呢是一个屏障，这些封地成为一个皇室的屏障，天下富其强，谁能搞得定？第三个得人心，对吧？当初约法三章，施恩惠，人人自安。你看看居里那么狠吧，周勃入北军，征鼻乎啊，左单为刘氏，大家都左单，右单为刘氏啊，所以说明的人心所向嘛啊。那么他们即使把诸吕抓捕啊，这个平定诸吕之乱，但是他没有可能性啊，再找个别的人啊治理这个江山，所以一定是刘家的。而你现在呢，年纪最长，而且呢贤圣仁孝，文瑞天下，所以大臣呢他们都是真心实意力去你大王，你别怀疑。所以后来呢，刘恒呢，因为他派他的舅舅伯昭啊去长安了解情况，见了这个将侯周勃等等，说明了为什么因代王啊。回来以后呢，代王就跟宋昌讲，哎呀，果然是真的啊。然后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到了长安，我觉得还有几件事提得讲，就说当时周勃来见他的时候，说我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谈话，私下里谈话。宋昌说，王者无私，要么就这个在这儿大伙儿再说开说。宋昌很积极，对吧？找这个地方，他担忧万有这个有必要找偷偷的说吗？对吧？如果万一有偷偷的有什么不测的呢？所以宋昌办事说话很得体。太尉他们跪在地上，上天子的福玺，到了代王再铸剑办陈平等等，就具体谈到了为什么要迎大王？因为现在这个小皇帝他根本不是惠帝的孩子不当封宗庙你是先皇帝高皇帝的长子你应该继天子位。就这样从代地用皇家的这个专门车队迎他去继位了文帝从代地去继位，就做了两件事一个安排了他在代国的中尉宋昌为警备司令、卫将军，征服南北军、南军、北军，长安的最重要的两支禁卫军。一个呢，把他从代地带来的办公厅主任郎中令，现在做汉王朝的办公厅主任郎中令。办公厅主任上传下达了，禁备司令保安全了，其他的呢职位没动那么下面呢就有人在处理这些这个其他善后事宜了比方说把那个小皇帝和其他的一些觉得不是这个刘氏中后代的孩子，还有其他的那些诸吕杀了然后呢让呢周勃、陈平这个主要支持朝政。当时陈平很聪明，他说高走的时候周勃的功劳不是我，诸吕这次我的功劳不是周勃，请我与丞相让周勃。所以皇上就好了，就以陈平为第二丞相、左丞相，周勃为右丞相、第一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周勃呢就觉得自己确实是了不得所以皇上对他也非常谦卑谦恭下朝时还以目相送，送到呢他看不见
这个周勃好像我的功劳很大啊。但是呢，有一次啊，文帝就问，他就问什么呢？现在天下一年呐，决狱几何？就说有多少次啊，这个刑法处理的案件啊？周勃哪知道呢？不知道。文帝又问，这一年呐，财政出入情况怎么样？周勃哪知道呢？惶恐啊，这个流汗呐。再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由主管部门知道的。主管是谁呀？你要问司法方面的问题，刑狱方面的事情，你要问廷尉啊。你要问钱谷粮草、钱谷财政方面的事啊，你要问自书内史，像财政部长一样。假如各有主持者，那你管什么呢？陈平说，这个宰相也管宰相的事吗？啊，你让我担这个职务，我干什么？我左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随万物之宜，外征服诸侯，对吧？海内亲附啊，百姓亲附啊，使卿大夫各得其任，这就是我的任务。帝乃称善，这段话很有名。陈平知道当一个宰相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宰相就是要大的方针的设计，对吧？同时呢，要内外的这个关系的平衡啊。问题主要是让各个卿大夫、各个岗位上的那些干部们，他各得其职。就说宰相是一种战略上的问题考虑的比较多，这么一个职位。他不是那个各个主管部门，是具体操作层面的啊，这些东西考虑的多啊。皇帝说好，哎呀，这个周勃才知道我这比陈平差远了。他就讲陈平，他说你平常怎么不告诉我，怎么会呢？陈平笑着说，你在其位不知其任呐。陛下如果还再问你长安有多少小偷，你还要勉强去回答吗？这样后才知道他比陈平差远了。过些日子啊，他就主动提出辞职了啊，这个宰相我做不了了，请归相印啊。这个文帝也同意了啊，就免掉周勃的右丞相啊，是做丞相陈平，单独为丞相，不设左右了。所以陈平呢，这个让一下，发现他让出最后，他做一个丞相了啊。就是说一个人呢，陈平这里是什么样一种智慧呢？啊，他让周勃啊，最后周勃干不成，他倒反而当独相了啊。是他有意这么做的吗？还是他当时为了跟周勃共事的时候不显得尴尬呢？啊，这是可以说我们可以从过分分析了。文帝的为政情况啊，我们不想详细讨论了。总体上说，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文帝这个人呢，本身呢是相对的稍稍软一点的人，所以软一点的就是他容忍度高一些，容忍度高一些。你比如说，当初吴王刘鼻的太子跟文帝的太子景帝一块玩的时候，景帝把这个刘鼻的太子失手打死了。那么这个事儿，你看刘鼻就不满了，就刘鼻就做出不朝这个晋的动子了。最后你看文帝也不了了之，还写个信给他说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不要朝觐了就是有种和稀泥的。可是文帝的这个社会问题已经显出了。一个方面就是由于轻徭薄赋、无为而治，文帝时候的经济和社会在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地方诸侯势力在做大。这个文帝在用季布、用贾谊问题上都有一些不太当的地方。贾谊没好好重用，从长沙召回来以后，那些老干部对他有点不满，也就没用季布呢，从地方召来，还有人说他不好，他也没用，本来想让他做御史大夫的
文帝的时候，已经的问题就是地方诸侯做大，比如淮南王刘长，他突然把沈一基给杀了，觉得沈一基当初没有跟篡族吕后，他母亲自杀的情况下，沈一基要负责那个杀陶人大臣，就是这个淮南王，结果淮南王后来这个死了，但这件事已经是表明诸侯王他维护了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的安全了，诸侯王做大，所以贾谊的《治安策》特别提出了这些内容，就是说，除了儒家治国以外，就是诸侯王的问题。这个另外呢，就是晁错。晁错文帝时候，他做文帝太子的老师，已经提出了诸侯问题，但是文帝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在意，所以到景帝的时候，晁错就作为一个这个御史大夫辅佐他的学生景帝刘启的时候，就急切的要提出这个诸侯国造大的问题，特别是吴王刘濞的问题。他说呢，吴王的过失很大，他的藩国应该削减他的地盘，可是一人忍到现在，所以他们锐意交换，所以他力主削藩。晁错力主削藩，晁错削藩引来了七国之乱，以清政策为名，最后景帝呢听信了别人鬼话，说杀掉晁错，七国兵就退了。最后呢，杀了晁错，人家根本不退，人家是以这个晁错为名而已，这个说地方这个割据和中央集权那个矛盾爆发，因为贞献制以后地方上他的很多这个权力被受到侵蚀。当时辅佐景帝消灭王刘濞的是个大将军周亚夫，他是周勃的儿子，将门虎子，所以他这个很快带着军队去平定了七国之乱。景帝想起他父亲曾经跟他讲，如果外面有事要带兵，周亚夫可以，因为他有次文帝使他军营的时候，别的军营这个谁不进去，就是周亚夫说将军有令，即使天子也要必须通报，也必须下马，一路走，一路不能策马。文帝视察完以后赞叹久之，说人家这才叫带兵呢。文景的治里面的，一方面是无为而治，国家无事让老百姓去这个尽量在经济上采取一个自由主义做法，让他们去发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七国之乱的晕染和爆发和善后逐渐的侵取地方上的分封的这个的影响，中央集权的侵蚀。有人说呢，中央集权有什么好大家问了有什么不好就说你讲好，就是在那个时代，在中国如果不是中央集权的这个地方上一种割据状态对整个的社会经济未必是一件好事。到了武帝继位的时候，公元前140年，武帝继位的时候，大汉的江山已经走了60多个年头了刘邦去世都已经是50多年了嘛这个晋武继位是留下一个这个天下无事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治世倾向。《汉书·时候志》和《资治通鉴》大家依据《汉书·时候》这方面材料写的，就是当初汉朝建立的时候，犹如秦人之弊这个徭役多，财富少，是天子都不能找到4匹毛色一样的马，将将是有征牛车的，齐民完全没有自己的这个财产。文景之后呢，孝经千拱加上前面刘邦、刘盈吕后，一共有20年的出头，再加上文景加起来40年，一共都70多年了。这时候汉朝的江山已经巩固了，汉朝经济发展很快治理标志是一个人口的增值这个仓廪的丰实
还有呢，这个赋税之轻呐而且商品经济的发达金丝之前类聚万，贯朽而不可笑，太桑之粟，沉沉相因，冲击楼市外这个结果现在治蜀街巷有马，在阡陌之间成群。过去将相或者牛车，现在如果你骑个马骑个母马，不是骑公马，大爷都不跟你玩了病而不得聚会连聚会都不带你玩。所以我想这个刘邦的这个江山到武帝继位的时候，可以说已经稳定下来已经超过了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伟大的君王汉武帝。汉武帝在祖宗祖辈父辈的基础上，曾祖父的创业的基础上，使汉朝的江山走向一个新的鼎盛阶段。刘邦现在也面临着秦始皇一样的问题，尽管秦始皇是分60日列统一了刘邦现在呢楚汉之争统一了，但怎么保持长治久安？刘邦在他的制度建设上有些什么过人之处？我觉得当时我个人感觉到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分封和这个行郡县上面，就是刘邦有一个深思熟虑这样一个他先是分封异姓王，异姓王呢随后又通过一个逐步的政治和军事结合的方法来进一步削弱这样一个对统一所构成的这样一个隐患这些因素，最后又进行了同姓王的分封同时在这个其他地区实行这个郡县制这样双管齐下，他做到了对这个汉代这个制度上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基础的奠定。你觉得刘邦有什么比秦始皇统一后做的超越他的？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是炳文刚才讲的，他是能够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个分封和郡县之间的关系。他之所以要考虑分封和郡县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他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那就是说是他怎么样去跟秦朝来划分界限，就是说这个表现出我比秦朝更大的这个合法性和正统性。那么他在制度上是需要和秦朝的制度，就是秦制做出一些区分。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说秦朝它被作为一个反面的一个被批判的一个对象，而出现在汉朝初年的这些制度规划里面的。这也是天下人心的一个所在，也就是因为在秦的暴政之下，大家对秦制的失望，导致汉制它一定首先是对秦制的一个反动，它必须要对秦制进行拨乱反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对秦朝的这种大一统式的这种完全的这种郡县集权制的这种酷吏式的这种统治方式，他一定要就是这个划分界限。那么所以他要采取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封，但是他又能够把握这个分封的这个力度，他的实质上呢仍然是要在秦制的这种郡县制的这种对地方的基层的控制方式上的一个延续，只不过它糅合了这个分封的这种形态之后，它至少在合法性上，它能够展现出跟秦朝的不一样的地方，以此来获得民心。其实我想这个刘邦我想在2个方面，我确实做的比秦始皇好或者是他有他的思考吧。你看，咱们先把分封的这个放在一边吧，然后再讲。
就是你看，首先是老百姓的问题，秦始皇其实也做了土地问题的，让前手自食田，记不记得？让前手自食田，就是让老百姓，《资治通鉴》有这句话，就是让老百姓的自己报，我自己报，你要占多少田。这真是战国授田制的延续。但是呢，秦王嬴政的他也考虑老百姓种地的问题，是吧？农业的问题，这也是秦国这传统嘛，对吧？战国授田也是传统，可是他是大量的徭役，那老百姓没法干。而这个东西呢，刘邦和吕后他是深有体会的，他们在基层嘛。刘邦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是送徭役送到这个咸阳去，路上人跑了嘛。因此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22年这个田令呢，22年田令啊，就是在这个湖北荆州他发现的那个墓里面发现的，就授田，对吧？这吕后是授田，武则天是也授，这个刘邦是也授田，吕后是也授田，但是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他不折腾大家，对吧？尽量的清净无为。这个无为的做法，如今是理论上的领悟，还不是现实的体会，对吧？因为他们在秦国的时候，秦朝的时候，这种徭役的繁重，他是深有体会的吧？吕后的带着孩子下个地种地的嘛，刘邦是带着徭役去，这徭役去是路上是怎么这人都跑了，所以我想是，你看。汉承秦制，汉承了秦制的，对吧？就是你的制度有，但是你这个制度啊，如果光留在纸面上，实际上呢，你看后来隋炀帝也这问题，除奴婢之妇人之科，其实他徭役比谁都重。那秦跟隋也相似的地方，就是你任田制也做，但是你他种不成地，老百姓的实际种地，或者说我让镇邻，如果讲让镇邻那个切实的实现，比你纸上规定现实操作不一样，那也好。刘邦这个人呢，你说他懂多少政治思想？我举个例子，他干了7年半，对吧？打天下7年半，治天下7年半，他都没废除那个邪书令。秦始皇规定民间不得藏诗书，这个规定他都没来解除。你说他都忘了，他更记不起这事了。他大概没这事，到他儿子的时候才把这个去掉，邪书令，就民间可以收诗书了。当然，真正大规模的这个重建那是武帝时候，就是他是知道咱要尽量啊，别折腾老百姓。这一点现实的感受他是很强烈的，他是切身体会的。我想这一点，这是秦始皇不能体会的。秦始皇没有体会这个，他想大规模的建设，跟隋炀帝一样，大规模的建设，对吧？统一了嘛，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汉初呢，就是尽量让大家发财。汉初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策最宽松，社会管理最放松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干什么都可以，你这交很轻的税，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所以这是恰是秦没做到的。我想第二点，他是要接受这个谁的教训的。秦一夫作难七庙灰，什么原因？就是没人帮他地方上，所以他就要分封同姓子弟，同时把异姓王折腾掉。在他死以前，异姓王基本上都拿掉了。你看3个最重要的韩信、彭越、英布，那其他就无能为也嘛，对吧？就是基本都折腾掉了。那同姓王其实后来也带来的灾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那时候疆域太大嘛，统治手段太落后嘛，没有运河南北问题，对吧？这个东西问题，所以在秦始皇的时候，有人议论说。燕国、齐国、楚国这地方太远了，是不是分封啊子弟在那去一并到那去加强管理嘛？你想想，你说交个税，路上吃的粮食跟这税都差不多了，你是不是路上就是粮食？你一路上这人你能驮多少粮食？驮到你推着车推到那去，路上可能吃掉一半了。你个有现实的考虑了，所以就是有这个问题。因此，在东边、南边呢。这地方是分封王国，这是现实统治考量。但是他的那个当初希望能够在出了问题后，有人保家卫国，地方诸侯，这个政治设计在文景时代就实现了，对吧？文景时代实现，就说因为
吕后的后来，这个吕产、吕禄在中央在掌控着权力的时候，你看他刘家人发难，首先齐王刘襄在那发难，然后这个齐楚啊等国家都形成一种威慑，这还真保持了他的平稳过渡了。如果没有发难，中央的周勃、陈斌他们也还能得手，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位文帝，就是登基呀，就说从吕后以来的这种外戚专传的情况，转到这刘家的政治之中，他提供了非常强大制度保障。就是内有刘璋、刘信居啊，就是这个朱氏侯、东漠侯，这都是刘襄的两个弟弟，刘肥的儿子。刘肥是刘邦还没结婚以前生的孩子，啊，跟吕后结婚以前生，封齐王的。所以这个制度在起了阶段性的作用。阶段性的作用呢，就说使刘家的江山稳定，2代以后稳定呢，但是这个制度的反面作用出来了。然后就是文景一直到武帝，再怎么把它消掉，到武帝的时候又回到秦始皇的时代，走了个轮回，海内又真正是君先了啊！所以就说，就是一个过渡性的措施，你别小看它的作用。但是它可能时间长了，它会弊病。就像你找对象，你现在拼命哄这女孩子，她让你担心，哎呀，将来娶回家就有妻管严怎么办？你还没娶回家，你去派妻管严，你先娶回家再说，是吧？就是你先分封的时候，你就怕担心他将来就作乱，你先呢把江山稳定才说。你看到后来我们到魏晋这个问题就发现，曹魏接着东汉的教授，先外戚，先宗室就丢掉了。西晋接着曹魏的教授，他搞宗室分封又搞外戚，那个就完蛋了。就是这说明制度本身的操作啊，既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有一个你设计者你的对这制度这个把握的能力的问题。我们上一讲刘邦的这个家国传承，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刘邦继承了秦制，但是没有用秦政。其实政治这两个东西也是联系的。我讲啊，就是这个3公9卿、地方军国，对吧？这些大体的制度它很难改变的啊。但是呢，它在治理作业，它在意识形态上无为而治，地方的分封制的这些安排啊，是跟秦朝不一样的。吕后、文景，对吧？无为而治，那这个技术推行授田制度，同时呢，他又不断的逐渐改进清除刘邦建立国家过程中一些负面东西，对吧？比方说就是搞掉异姓王，然后呢，同姓王，当他们出现一些做大的情况时候，到文景呢逐渐把他把他平定了啊，最典型的就是平定七国之乱了。汉室鼎盛啊，汉武帝雄才大略啊。汉武帝这个人呢，跟他的前辈不一样。刘邦是平民出身，文帝、景帝年轻人也吃过苦啊，对吧？景帝还是在山西长大的呢，啊。刘彻不一样，刘彻是真正的这个官二代啊、富二代啊，对吧？他就是深宫之中啊。不过刘彻的母亲的身世不寻常，汉武帝的妈妈是结过婚、生了孩子、离了婚才嫁给他爸爸的，你看这是啊。这个景帝，你想当时是太子，哪个女孩子没有啊？哎，就找了个离了婚、生个孩子的，所以这个汉朝人呢，在这些男女之间，这个是不在乎的啊。而且这个王夫人因为成为人妻啊，成为人母啊，
所以他有主见，啊，在后宫的竞争当中啊，他脱颖而出，啊，在这里面呢，特别提的就是这个一个就是这个金屋藏娇这个典故。汉景帝有14个儿子，大儿子刘荣，母亲郦姬。汉景帝还有个皇后姓薄皇后，这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的娘家人。后来有人呢不生孩子，景帝也不喜欢，就废了。汉景帝立了郦妃的儿子大儿子刘荣为皇太子。可是汉景帝妈妈窦皇后还一心想立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为太子，说你哥将来我千秋万之后就给你弟，你看这是啊，那怎么呢？最后花落武帝刘彻手上了呢？啊，这个太子，这就跟金屋藏娇这个典故有关系。这个景帝有个姐姐，长公主刘飘。这公主是这样子的，皇帝女儿叫公主，皇帝的姐妹叫长公主，皇帝的长一辈的那个姑妈叫大长公主啊，这太主就是啊。长公主刘飘，景帝的姐姐，那她生了个女儿陈阿娇，她家想跟太子刘荣啊结亲，就说两个表兄妹结亲呢，对吧？把自己女儿姐姐嫁给自己弟弟的儿子啊，太子啊。可是郦姬不干，这样刘飘就觉得受到挫折嘛啊，所以他就跟王夫人刘彻的母亲说这事。王夫人愿意，这个小孩子呢，刘彻他也这小名叫智啊，这小猪啊，这小猪呢，他也蛮蒙声蒙气的说啊，我如果娶了阿娇做媳妇，我要造个大大的金屋，把它藏在里面。金屋藏娇典故说明白，孩子们说话嘛，这个童言无忌的，这个呢，大人呢就是真是娃娃亲了。这长公主刘飘呢，处处为未来的女婿刘彻说话啊，在自己的母亲刘彻的奶奶面前说，在自己弟弟景帝面说，哎呀，这个刘彻这个小猪啊，如何聪明，如何伶俐啊。那么当时王夫人生这个刘彻的时候啊，他就说过一个神话，他说我梦见一个太阳往怀里一钻，就怀孕生他了。这所以景帝对这个14个孩子当中排行老10的这个刘彻啊，还有所偏爱。那么最后刘荣这一废啊，郦姬呢这个气啊就气死了，你看这就没了啊。后来呢，这个窦皇后要景帝弟刘武啊，也被阻止了。所以这个当刘彻被立为皇太子的时候啊，他非常年轻，只有7岁啊。这是公元前150年的事儿。在废立太子过呢，显示了这个王夫人啊，她名叫王治的心计啊，在宫中呢，她能够团结就可以团结力量啊，最后为他儿子迎来太子。其实景帝立刘彻为太子之前，先是立他妈妈为皇后的。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这时候他16、17岁，他采纳了董承书的建议啊，增儒术，立太学啊，指向咸宁方针的对策啊，来选拔人才。可以说，这个是这个中国的儒家真正的被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你看，在这以前，刘邦虽然呢采纳陆贾的建议，但是他也没完全从理论上、从思想上，对吧？从意识形态上，把儒家奉为这个
治国的这个最高的原则没有。那么孔子和孟子那个时代更是不得志，这个时候是真正的这个尊为主流意识形态啊。但是我们知道，最初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百家真的给不要了，而是说什么呢？而是把百家的思想融在这里面去了。那么这里就有个线索了：秦朝用霸道、刑法，用法家来治国；汉朝的呢，王道政治，讲儒家，对吧？讲儒家，就是汉武帝时开始。可是汉武帝是这个儒家，他只是构建了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汉武帝具体治国手段方面呢，那是很狠的，对不对？你想汉武帝刻薄寡恩，是吧？他这个开疆拓土他不完全是按儒家的来做的，但是他把儒家的意识形态是拿出来了，他做的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对外开拓，对吧？对内呢集权的一个路子，这个路子就是外儒内法的路子，外面讲的儒家，内是用的法家，这个路子。那么到汉宣帝对他儿子汉元帝讲，汉家制度本来是霸道王道交杂使用，怎么光用儒政呢？用周政呢？用儒生呢？他是批评元帝的。那到元帝一直到王莽，那个时候儒家就是有点腐儒了，纯儒了。那汉宣帝讲的不用纯儒，就是儒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讲，但是在国家治理操作上呢，就是还需要融汇诸子百家，尤其是法家的那套霸道的治国之术。这个政策其实就是汉武帝的政策汉武帝就是外儒内法。不过汉武帝的政策呢，在他晚年稍稍有点变化，外儒内法。所以当时有人呢继续讲过这话，有个叫姬安的人是一个部级干部这个人说话很直能够敢当面批评别人。真的天子在招揽人生，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人之道的时候，姬安就当面顶撞这个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是仁义，你还效法什么唐虞之治呢？上默然怒，辩词而拔掌。三朝，就是你当面说你内心的欲望很多，外面就表示仁义的样子。什么叫内多于外是仁义呢？这就是我们要仁义做大道要讲，他内在的想建功立业，对吧？想开疆拓土，想加强集权的这些东西呢，其实还是很强烈的但是这两个东西并行不悖。那么汉武帝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先讲讲吧。对外吧，开疆拓土，对吧？打击匈奴，多次派卫青、霍去病去打击匈奴主要的有3次大的战争。为了配合对匈奴的打击，还派张骞通西域这个从此开通了官方的丝绸之路。在东北地区，长兴半岛，包括在西南地区，还有夜郎国，都有汉朝军队的身影。那么在那方面呢，那就是这个建立13部州刺史，对吧？而且呢，削弱诸侯包括推恩令行推恩令就是让诸侯的这个不断地把这封土缩小还要建立内朝内朝就是皇帝在内廷呢可以处理重大事情然后严挺官营，方方面面的这些例子，别说开疆拓土，北击匈奴，张骞通西域，开发西南夷，征服南越，在东北设4郡还西域设都护，这都是汉朝的积极对外开拓政策。这个时候
匈奴啊仍然很强大，啊，不时的南下侵犯汉地。匈奴的强悍不止一朝一夕了，就在刘邦死后不久，当时的匈奴的可汗莫窦，他就给吕后写信，他陛下你一个人，我一个人，咱们两人多么孤独啊，都不怎么开心呐，无以自我娱乐啊，任所有一足啊，就是你没有丈夫，我没有老婆，咱正好，哎，我们呢这个铺盖搬在一起就行了。吕后呢写了封回信，大气都不敢出，说我年纪老了啊，这个年老气衰，发指堕落，行不识度，谗辱你听错了啊，我不足以自污啊。吕后都不敢说个不字啊，可见这当时的情况很严重啊。汉武帝在西域啊，这个进一步拓展张骞通西域的成果啊，然后在东北啊设在约浪啊、玄兔啊、征帆啊、临潼，这是对外；军书法啊，这是物流法啊，平准法、物价法啊。对内呢，国进民退，盐铁缺谷啊，盐铁缺谷，加强中央的铸币权收回中央啊，还要推行呢盐铁官卖啊，国家专卖制度啊，收回民间这个私自开采食盐、铁矿啊等等这些权利，还呢在财政上呢也有动作，对吧？把钱呐，流通的钱呢收归中央，这个还有把物流也收归中央啊，物流权、物价的权也就收归中央啊，物价也中央掌控，还让人举报啊，谁说他家只有100万，你告诉他啊，你会告诉他按实报，说他家不止100万，有300万啊，那怎么办？这300万最后查出来后，150万一半给那个告发的人，另外一部分呢由收归中央。那目的呢，一方面是打击豪强，另一方面加强啊中央集权，这个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张汤呢提出啊征收财产税啊，这个让大家各个报财产，财产多的多交，财产少的少交。可是呢，这叫算民。可是呢，有的人呢财产报告不实，这样国家税收呢就少了吧？哎，有个叫杨可的，他就提出告民法，那诸侯自身难保，商人无自逃的啊。所以说，中国汉地的经商啊，往往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还遭政府打压。打压的目的也不光是道义上的打压，目的还是什么呢？更主要的实在的利益上的。汉武帝死后，曾经操过这方面的讨论会，研提要不要官员，上衡阳面的儒顺则呢啊，这是说啊治国需要的，没办法，咱要这些钱。天地呢不能两赢，你这多那就少，就像有白天有黑夜啊，你俩都要，同时要，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议已经是汉武帝死后的事了啊。后来的会议的结果是上衡阳市这个辩论失败啊，就是在一定上改进了这个汉武帝的制度，在晚年的制度有所进一步发扬。好，其实啊，当时商人们呢对这种制度啊，有的是支持，有的反感的。比如说有个叫卜氏的商人啊，这个卜氏洛阳人啊，他靠畜牧业致富的。武帝的时候，匈奴屡屡犯边，他上书朝廷，愿意加财置办啊，来充军啊，来捐助国家。当时他说要加财置办，这个捐官去打匈奴，那个朝廷都不相信，说他是怎么可能啊？问他你是不是有仇要报？我没仇。问他你是不是想做官？我不想做官。既不想做官也没仇，你交钱干什么？哎，为搞国家着想，人都不相信了。有个公司红的，这不相信。后来发生这个自然灾害以后啊，他又拿出20万要救济啊，那些村民啊。哎，武帝看见这不就是当初那个要把1半家财充了打匈奴人吗？一看找了一看，真的啊，
所以给他一个官做，他也不想做官。可是到桑弘羊盐铁官营的时候，他就严厉批评这个是这个不符合规律不符合经济规律可以这样讲当时天有点小旱，皇上令百官求雨项羽下跪了，项羽这个祭祀了卜师出来说话了，他是国家应该靠租税来活着，来生存下来，怎么能够自己到市场去盈利呢？坐视列斯去办商业，贩务求利。他是碰了桑弘羊，天就下雨了。汉武帝的外交开疆拓土，内政加强集权这个就是盐铁官营。这套做法表面上是对汉朝的发展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对吧？无论是这个西北地区或者内地汉代的这个发展都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其实这里面已经蕴藏了危机了就是后来汉书石户讲的富者田连千亩，穷者无立足之地，其实就是指的汉武帝晚年以后造成这个局面。汉武帝历史一个争议的人物，但有一点是没争议的，那就是工业强大，建功立业嘛。那这个建功立业建立在盐铁官营的国家的财政的基础上，而盐铁官营这个国家财政又损害了冯老伯的利益，所以影响了社会动荡所以这里面呢是一个循环。汉武帝用人方面也值得谈的，他说该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马料蹶子他是千里马，诗人呢有这样的毛病，他能建功立业。夫范家之马，驮之之势，就看你能不能驾驭它了。所以他让各地推荐了老百姓当中有本事的人，可以为将，可以为相，或出国当使节。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稍稍分析一下汉武帝的这个做法，这套思想在实践当中也体会得很清楚。第一，汉武帝实际是将相大臣，对吧？公孙弘、相，对吧？还有将卫青、霍去病，这都是有功业的人公孙弘70岁出来做官，活到80多岁做到宰相最后还善终。由汉武帝这段话给我们提出的用人的一些评估人的一些原则问题。我们今天都讲德才兼备，历史上呢有一些争议，司马光讲才讲德，曹操讲才，汉武帝重驾驭。其实唐太宗在他总结他一生成就的5条原则的时候，都是用人的其中有一条他是讲的，人的品行德和人的才能工作能力其实是不能够兼备的，很难兼备的，所以用就所然，弃所短，讲的算是理智的。我想汉武帝的这些做法内开疆拓土和内的加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等等，是让汉朝得到了一个空前的一个这个国力强盛的时期可是它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土地兼并民不聊生那么汉武帝时候呢，在这个情况他就爆发出来了就是富者田连千亩，穷者立足之地，再加上这项大量的这个对外战争和对内的很多动作，它就影响到了国家的安全。所以汉武帝晚年他对国家的危机是有认识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加重这危机的还有一件事，就汉武帝的感情世界，后宫的逆史。汉武帝的感情世界，我想简单的讲讲。主要这个是影响他的接班人的选择。当初的金屋长娇里那个陈阿娇，有点不生孩子，成为长门怨妇当然他性格也很强失宠了。
后来呢，去看姐姐那里呢，在一个歌女出身的卫子夫，给他生了第一个儿子。这时候他已经29岁了，29岁得子在那个时代，就是说就是晚的了。卫子夫应该跟武帝的年龄相仿。我们知道武帝是活到70岁的人呢，对吧？他16、17岁继位，执政44年，因此到晚年呢，卫子夫自然也失宠了。他不仅是年纪大了，更重要是呢，他文化水平也不高，很难跟武帝这样雄姿大略的人呢，这个保持一种心灵上的那种默契。有个倾国倾城的李夫人，李二思的妹妹也呢，这个夭亡就是很年轻就接触。这时候另外姑娘叫钩弋夫人的，她呢很年轻就到了武帝身边。武帝对他也是宠爱有加，封为婕妤因为他手上有一个这个钩色的胎记。除了见武帝的时候呢，一扳开手就看到胎记，说以前是搬不开的这真实话真实性不讲，就说是个大美人然后呢就给她怀孕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刘弗陵。据宦官说是怀孕了14个人才生的这可能性有没有？我想这个医学上有的结论，但是呢是他老年的孩子，所以他特别喜欢。他将钩弋夫人住的钩弋宫改成姚母门，那姚可都得了，对吧？所以这对太子这个冲击太子呢就感到地位受到威胁了，因此激起了一场巫蛊之祸带来的政变。巫蛊之祸是什么东西呢？巫蛊之祸就是说有人在宫中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获得好处说在那个巫蛊上这个插上这个针或者是刻上插上名字然后用一种法术巫术使它产生效力，除掉你的对手反对。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当时有人来动摇国本做这个阴谋。因为既然有姚某门，他的儿子才最有可能这个接班嘛。他立太子，立什么太子呢？太子刘柱起兵被杀，而卫子夫呢也不上吊。太子嘉熙除了一个就是婴儿级的孩子以外，就满门抄斩。武帝后来发现呢，他慢慢发现这其实太子是被逼的所以他很后悔后悔已经是这样了。那么年龄一天天大，来日一天少，那立谁为太子呢？这时他看中了谁看中了这个钩弋夫人的生的这孩子叫刘弗陵可是他担忧钩弋夫人这么年轻，才20多岁，自己千秋万岁后，这个孩子小，钩弋夫人女主临朝，又再是吕后的事怎么办呢？所以他突然找了一个茬子，把钩弋夫人杀了，然后委托霍光等人来辅佐这个刘弗陵，这就是后来的这个昭帝昭帝。历史上是这么评价汉武帝的说汉武帝乘百王之弊，高走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但是在文教这个方面呢还做得不够。武帝一继位以后呢，就开始重视六经修建太学，治理作乐这个使得能够这个号令文章得以流传天下这个我的后人希望他能够尊崇弘业而有3代之风，就说能够呢做出一番事业。但是呢班固讲了一句话在评论说，如果汉武帝雄才大略不改变文景的恭俭以及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儒家的诗书所称赞的那些地方也不能超越的意思说汉武帝改了文景的这个无为而治的这个谦恭低调的这个治国之策。司马光在评价汉武帝时加了一句话，说司马光说汉武帝晚年改过迁善，故托德人，虽有亡秦之事，而免亡秦之祸这是我们的这个
雄策大人汉武帝应该说是晚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故土得人。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霍光。其实这个文景之后，汉武帝在中国号称雄才大略，你对汉武帝有什么评价？首先呢，这个表现在这个事功上，就是对汉代疆域的一个积极的开拓。著名的这个古代的将领卫青、霍去病，也都是这一时期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得以施展他们的才华。在北方，到了武帝时期，成功的这个对这个北方的疆域进行了开拓和巩固。这是在这个对外方面。对内呢，这个武帝最终确立了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统治思路。然后在经济上呢，汉武帝他是这个盐铁官营确保了汉朝政府这个足够的这个经济来源。在这个个人这个行为准则上，我想他也表现出一个君王这个优秀的君主共有的一些品质。他可以在晚年这个下罪己诏，这个对自己进行反思。就像刚才这个我们讲刘邦一样，就是提到了他有这个在大的层面有一个这样一个信用对天下。这个就我想到就是庄子讲这个有3种剑，这个匹夫之剑、诸侯之剑和天子之剑。匹夫之剑就是这个怒发冲冠，这个诸侯之剑呢只是这个征伐这个拓土，而这个天子之剑用这个大的心意去笼络天下。我觉得这个在汉武帝身上就是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在事功上，在这个思想上，在经济上还有在这个他对个人的这样一个就是做出的这样一个反思上，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高度的这个政治的自觉性和成熟性。其实汉武帝的意义，其实他就是让这个，我想就是让秦始皇开创这个制度，商鞅以来的这么一个形成的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从政治制度到各方面的社会制度，他把它巩固下来了。而且这个制度的弊病，他开的药方，其实也一直是后来不断的反复开的药方，不断反复的出现问题。你看，比如说秦始皇大一统没搞定，对吧？没搞定，除了各方面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对吧？就是大家都因为商鞅变法来，大家都竞争上岗，先上岗，天下打完以后，你让我们干什么？你说你去种地就完了那这其实就是当一种人的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对现实世界的这种渴望这在现实世界建功立业的渴望，在成功的渴望，他这种东西该有个引导。这种东西跟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民族不一样。有的人他把他的一生的努力都用在宗教上，对吧？他用在一种或者是在贵族制的情况下，你各按本分，努力也没什么用。贵族，农奴去农奴那当商鞅变法不是，他以后来到秦始皇这，他就是你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之代之也。这人并不是没饭吃他是说他想有一种建立事功的欲望。那这个东西你看看秦始皇他没解决社会，当一旦社会被激励到这个路上来的时候，你看像你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把大家人们的欲望管控起来这个其实这是贾谊、郭庆论讲的东西，他重复了好多管仲讲的国有四维什么这东西。那汉武帝这么一个刻薄寡恩的人，
对吧？这一个雄才大略，就是他说的个独尊儒术，你看这，就是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是吧？你看，你说汉武帝是儒家，都没人相信，但是这个儒家就是他抬出来的，啊，所以就像姬安讲的，陛下内多欲外施仁义，啊，就是实际上呢，他是个也是很有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渴望名垂青史的人，但是他明白这个儒家的一些形态它的意义，哎，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制度，比如中朝的制度，外是刺史，内有中朝，对吧？就是汉武帝时期开始啊，皇帝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啊，就是总经理，就是说他不光是一个国家是他的，他政府也是他在那操作，对吧？丞相从外面的外朝的一个丞相了。啊，那后来的这个制度建立后，后来的帝王这是个人的差别，制度没差别了，一直到南书房行走，一直到准瞿处，是吧？一直到武则天是百门学士，是吧？就是这个唐的翰林学士，这是有人说明朝转型就没了，那更是显得是董事长兼总理，就这个高度的权力的一致，啊，这些制度都是汉武帝时间奠定的，包括你刚才讲的，就是中国的今日疆土啊，丝绸之路的官方的通道的建立，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啊，比如说立法啊，他在位是统一制定立法，国家来就颁布立法，然后改夏历，是吧？从正月为岁首，改为了秦始皇以来这10月为岁首，一直到汉武帝现在还10月为岁首啊，也是。这包括这些细节的啊，有年号，开始有年号了，以前调没年号，是吧？汉高1年2年，那么孝惠1年2年，都是这样啊。汉武帝确实，所以秦皇汉武，就说如果从制度建设、制度巩固的角度，不从大汉江山的角度来说，汉武帝的意义超过了刘邦。这我觉得您刚才讲的就是。对于军相之间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个在汉武帝时期确实是有奠定性意义的。这个在以前呢，宰相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权的这样一个因素。比如说这个李斯，他的权力是很大，他可以跟皇上类似于形成这样一个共主的局面。但是到了这个汉武帝呢，他基本缺一个后代这个宰相的这样一个角色和身份啊。他的职责仍然可能像唐六典讲的是谢礼阴阳，但是呢，事实上他这个被军权得到了这样一个有效的控制啊，而且汉武帝也确立了自己的一个这种带有内阁性质的这样一般人马，这个在后代像您讲的也都是历代都是一个遵行不替的一个就是实施君主这样权力的一个秘诀或者说法宝吧。你看，其实汉武帝也带了很多问题，就说，又是他的开疆拓土，对吧？又是他的这个连岁用兵了，你看他的财政出问题了，那解决财政问题办法，盐铁官银啊，国进民退，这个措施，你看后代也是这样子。这个问题其实一个方面像桑弘羊讲的，对吧？财具不足。治具不足如火治具不足就是花钱不够花，怎么样，对吧？这是大一统的这个朝廷有那么多官员，那么多针对都要政府负担起来嘛，那怎么办？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为了解决不足经济，就是工业社会是过剩经济，农业社会是本质上是个不足的经济，在农业社会不足的经济情况下，财富过度集中，它的伤害性比工业社会还大，对吧？尤其中国人呢，就这种大家都有一种，并不完全是安分，像中世纪那种西方那样的安分的那个各安其分的那个封建时代，对吧？它是一种大家都要竞争的时代情况下，这种平分化对社会的这个动荡因素的发酵作用它更大，对吧？这个激起社会更加不平引起社会动荡。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人讲汉武帝是有人讲，
这个人呢，就是汉武帝时期啊，跟主父偃他们一起上书的3个人之一，啊。他说啊，一个叫头崩，一个叫瓦解，啊。他说瓦解好办，指的上层是头崩，老百姓不平之气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那种贫富差别太大了，那到后来更是富者天天倾薄，穷者无立日之地嘛啊。那这个从汉武帝采取做事就是用国企来剥夺这些豪强，对吧？来堵塞他们啊这个主盐、这个卖铁等等这些工商收入，或者通过一些财产税啊举报、算命告民啊，使他们破产，对贫富差别的一种遏制啊。你看这2种作用，一个就是为了政府要钱。第二个呢，被贫富差别遏制。你发现以后的所有的改革，包括王安石改革，是吧？包括唐太安史乱后的改革，它都是从政府要钱出发。所以中国的政府改革成为一个要解决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呢，最后就是要把经济、工商经济控制在政府手里，或者通过流通经济上，对吧？盐化铁。最大的生活的生产质量，来这个获得财富，你看都是这个路子。汉武帝解释路子是，可是这个路子暂时解决当时政府财政问题，它有点杀鸡取裸，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汉武帝以后呢，尽管有短暂的昭宣中兴，元帝之后尘埃，这就更严重了。西汉的衰落，那从汉武帝晚年呢就显示出来了。这个虽然号称昭宣中兴啊，昭宣中兴也一个40年左右是时间，但是还是不可这个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啊。其中这里一个关键的人物是霍光。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啊，同父异母的弟弟。应该算今天的山西人了啊。他的出身呢是这个比较这个相对比较低吧，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个平原县的一个小县吏，可是呢他的哥哥就是他爸爸的魏少儿啊，私通的是生的孩子啊，霍去病啊，后来在舅舅卫青的这个带领下吧啊，在汉武帝的信任下，在对匈奴的战争呢。这个功成卓据啊，我们知道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匈奴不灭，何以家为？”霍去病的父亲霍仲儒，那后来呢，跟魏少儿啊，他们俩就分开了。霍仲儒啊，就回到家乡，也结婚了，也生孩子了，其中一个孩子就是霍光。霍去病功成卓著，才知道自己生父的身份以后呢，他有一次啊。这个战争途中啊，他去看着自己父亲啊，这个父子相见的归宗了啊，就去霍了。这个霍去病还给父亲买了土地房产，然后就把刚刚10岁的霍光带到了长安。然后呢，霍光呢就在宫中侍奉汉武帝啊，在虎的身边呢，从人没有让这个汉武帝不高兴过，就说是非常善于。这个给领导当助理啊，有这么一个人物啊，史书上描写他大概像今天的1.7米的个啊，皮肤白皙，眉目疏朗而且呢是一个当时这个美男子啊。霍光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霍啊，伊尹霍光啊，那都是被称为跟周公辅政一样的这个忠臣啊。伊尹就说当初曾经让商汤的孙子太甲，如果他犯错误，把他流放，让他反省，3年以后回来，又让他继续执政。那个霍光呢，也有个这个经历啊。我们先想想霍光走上前台的一些事情。汉武帝晚年，让他跟高玉夫人生的孩子刘弗陵
做太子。刘弗陵是有兄长的啊，武帝的子嗣虽然不多，但是刘弗陵肯定不是啊这个巫之会后的武帝的孩子的老大。这是武帝呢认为这个孩子像他将来能够继承这个江山的大统的位置啊，所以他就请霍光上官桀、金弥帝来辅佐这个儿子。在托孤大臣里面呢，霍光是第一托孤大臣，那另外是金弥帝、上官桀其实还有一个桑弘羊这个霍光虽然他没有什么地方任官的过在台阶的经历，但是他确实是有政治家的风度举几个例子吧他执政之后，由于这个孩子小，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孩子小，那么呢他就主持了一次国务会议关于盐田专卖等等这些问题让主持这个工作的桑弘羊跟那些呢贤良文学，这是儒生的代表吧来谈这个事情扰民呢还不扰人，为国还不为国。结果呢开了好几天，最后结论是汉武帝是盐田专卖的官营的政策应该有所改变这是一件事吧。还有一件事，有一次宫中出来是怪象层层惊扰，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灯灯火通明所以当时呢霍光第一个想到应该把皇帝的福玺保护好，所以专门找了管福玺的郎官福玺郎，说把福玺交给我。这个福玺郎不愿给他霍光想把他夺过来，这个福玺郎厉声说：头可得，玺不可得，我的任务是管这个玺，你怎么谁拿走呢？拿走将来玺用的不当，那倒是谁的责任呢？霍光觉得这个年轻人做的不错后来他还奏明皇上以这个郎官增加这个级别2级，那就是给他涨工资了。种树莫不多光，《资治通鉴》这么讲，就是大家上下都觉得霍光人有度量，对吧？这个管福玺的郎官剥了他的面子，但是坚持了职守，他不是以势压人，而是说肯定这个郎官坚持职守。因为过去霍光很少独立在前台去做事的机会嘛他都是汉武帝的侍从之臣所以呢大家想见其风采，这你看这件事就显露出来了。这个霍光其实还有事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梗概一块托孤的大臣里面其中有个金密帝金密帝的出身匈奴人，但是一直也在武帝身边呢他呢也非常的受到武帝的信任这几个人呢我可以这样讲霍光是谨慎，金密帝是笃慎忠臣，另外一个上官桀是乖巧，而桑弘羊是有功才智方面的功能，当然也有能耐。桑弘羊从小就是精算就是那个心算就是有数学天才霍光的谨慎可以这样表现。你怎么知道他谨小慎微？你不信一会儿他来了，你就可以看到他准从这里进门，到这里转个弯儿，走过来，在这儿站住，然后问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说的真像，学的真像。哟，来了。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金明帝是忠臣笃慎。有一次呢，他看到儿子在宫中跟那些宫女打打闹闹的，有点不成体统，他气的就把他杀了你这个怎么能跟宫中的女人这样子呢？
这件事武帝知道后就指责你怎么能把这个我的朋友给杀了呢？玩伴杀了，他就是他跟宫女在一起，拉拉扯扯的啊，不成体统啊。这个汉武帝啊，看到他这么严谨啊，这么笃慎，心里是肯定他的。上官桀是乖巧，什么叫乖巧呢？汉武帝有一次生病了，上官桀的职务是管马的。那武帝的病好了以后呢，发现上官桀这个养的马养瘦了，马养的没精神了。武帝大怒，你我活不过来吗？看不见这些马了，你居然是不忠职守。上官桀怎么回答？上官桀说：皇上，你生病这个丞相的忧虑伤心担忧，根本就没想到马的事儿。说着说还掉了一滴眼泪。武帝觉得这个家伙他都我生病，他这么担惊受怕，这么心里都为我的病担忧。你看上官桀乖巧，这几个托孤大臣不一样的。霍光的为人的这个的这个梗概的这个谨慎严谨还有是看得出来。就这个金密帝很快就去世了，不行这托孤大臣里面他走得最早的。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金赏，一个叫金建，跟呢这个昭帝的年纪差不多，在宫中当侍中。其中呢，金赏继承了父亲的这个侯爵，所以他等是两块这个印绶，一个是凤钗都尉这个印绶一个是侯蔡京侯，而这个金建呢驸马都尉一个。所以这皇上讲，这都是我的儿时的朋友，就跟霍将军讲，金家两个兄弟能不能都一人给个侯霍光是金赏那个侯他是老大，是从他父亲那继承来的这个金建怎么能有侯呢？这皇帝笑了，年轻的皇帝，侯不侯不就是我们俩决定的，不就我跟将军乎？这时候霍光严肃地说：那怎么行？有功乃得封侯。你看霍光连皇帝面子都不给但是我想这件事不光反映出霍光的耿介，而且呢忠直，而且还有一条呢，就说明了皇帝对霍光很敬重。问题发生在什么上？问题发生在另外一个托孤大臣上官桀那儿上官桀他其实跟霍光是儿女亲家。霍光这个人呢，只有一个儿子，7个女儿，其中有个女儿呢嫁给金密帝的儿子，有一个女儿嫁给上官安这个上官安跟这个霍光的女儿生了个孩子上官姑娘，对吧？这时候呢，其实皇帝还很小。上官安想通过霍光将6岁的女儿纳之于宫中，霍光认为孩子尚年幼，没有同意。上官父子的如意算盘并未就此作罢，他们商量一番，决定再找门路。此前因为昭帝年幼需要人照顾，大臣们就请武帝的长女寡居的盖长公主来宫中居住，关照小皇帝的起居生活。上官安与长公主的男宠丁外人素来交善，便已令其加官进爵为诱饵，通过他说服了长公主将女儿送入宫中。于是上官安的女儿被召入宫中，封为婕妤，不久又立为皇后。上官安由此成为国丈，兼任车骑将军，封为桑乐侯。因此在这个上官桀和他的儿子上官安他就想给皇帝找个媳妇。上官安这个人格局比较低，对吧？现在这个小皇帝是他的女婿了，难免到宫中要去吃顿饭什么见个面什么的，他回去就吹牛，跟我家女婿喝酒吃饭真的是快乐。你看看人家那个穿的衣服，那些装饰，那真是回去以后真想把家东全给烧了，没法比咱们家里那些东西，你看这吹牛
到了一趟宫中啊，就回来就讲这些很低端的这些话。好了，你要知道啊，这个上官桀、上官这个父子的位置就不一样了。现在的皇上跟他是什么关系，对吧？是上官安的女婿，这是你霍光的一个外孙女婿嘛。咱们都是辅佐大臣的，而且上官桀啊，在这个辅政以前，他的位置比霍光还高。霍光是武帝身边的这个侍从，而他已经是部级干部了啊，九卿的位置了。现在呢，他们呢感激丁外人，想为丁外人封侯，霍光不同意，又想给丁外人封个光禄大夫，这样子呢，有了这个官就能够经常进宫中会自己女朋友了，他又不同意，又不许。这盖长公主就有点恨霍光了。这个而上官桀、上官安呢，多次为丁外人求官求爵都得不到，他看他真没面子啊！还发生一个事儿了，上官桀的岳父有一个朋友犯罪了，按照当时法律应该下监狱，而且会被处死的。汉朝的法律有赎罪的这个条款，这个盖长公主拿出20匹马，这是一笔非常了不起的财产，20匹马来为这个呢上官桀的岳父赎罪减死。所以你想想，上官桀岳父的朋友由此就免除死罪了，这是多大恩德！那上官桀的岳父有面子啊，那上官桀也是有面子嘛。所以上官桀、上官父子啊，由此啊对觉得这盖长公主真是恩重如山呐，而对后光呢更加怨恨了。史书上这么写的可能专案组最后呢拿出材料是这样的，说啊，昭帝有个哥哥燕王刘旦，刘旦是汉武帝不喜欢的，所以立为接班人的是他弟弟刘弗陵，而不是刘旦。刘旦想，我是你的哥啊，怎么就是你继位不是我呢？啊，他本来心怀不满啊。他们几个诸帅就搞在一起，盖长公主、刘旦、上官桀、上安想要除掉霍光，然后呢还可以呢把皇帝换掉。上官桀派人呢上书诬告霍光谋反，说霍光啊在这个检查检阅这个卫戍部队啊。昭帝对此毫不怀疑啊，他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件事，这个大将军检阅部队的时候，离现在才多了几天呢，这消息怎么可能传到燕国去，燕王刘旦那儿，然后又派人来告状到这儿，告到长安来了呢？因为这个上书的说他是燕王派人的，实际上是上官桀他们指使的。说上官桀他啊，又说要让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因为他一不做二不休了，说让长公主设宴招待霍光啊，然后呢藏着兵甲就把他杀了，然后说废掉呢这个昭帝，然后迎立燕王。这个是我是怀疑的啊，而且还讲上官安呢，这个不但要假装迎立燕王，燕王迎来以后呢，把燕王这个杀了，然后他们呢再立他爸爸上官桀当皇帝，这个假造的都不像的。反正我们看的历史上记载就这样。上官安脑子糊涂犟，你天下人能够答应你们上官家当皇帝，对吧？还有了，你要知道现在的昭帝是你的女婿啊，你因那个年长的燕王刘旦来，他跟你什么关系？他能够是听你的吗？所以这些东西我总怀疑杀霍光是有可能的但是其他的那些可能性就有点值得怀疑了。不过历史这么讲，那么长公主燕王刘旦自杀了，因为他留下人，那上官父子还丁外人就被处死了。你看现在的托孤大臣只有霍光一个人了，桑弘羊诸说也参与这些叛乱当中其实桑弘羊这时都已经70岁了。
昭帝20出头就去世了，无子，没有孩子，那么找谁呢？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这个刘贺这个人呢，从山东走过来，然后呢到了这个长安，住在路上就不成样子就是有些人无子废为入了京城呢，他也不哭。你知道他应该是过继给昭帝做儿子的，因为你是汉武帝的孙辈嘛所以他哭不出来。淫戏无度不说，还把他封国的那些下属都征到长安去，超卓拜官。所以有人跟他讲国府大臣未褒，国府的大臣没褒奖，而昌邑的小辈一个个升官了，这是你最大的过错王不听。大家人后光呢愤懑忧闷，就说这位刘贺人格局比较低，脑子不够用。你还记得我上一讲讲到文帝刘恒从代国来到长安的时候，他怎么做，对吧？除了办公厅主任，除了锦屏司令这2个是他带来的外，别的没动对周勃的呢非常尊敬有加，对陈平呢也很尊敬所以很稳定，对吧？这个他倒好，他来的国府大臣未褒，把他那家乡带的人呢一个个是小辈是先升迁了，所以不懂得权谋最后后光他就跟陈诚相见这小子不行，要把他给免了免了。专案组调查的情况下，27天呢不到1个月就干了1127件坏事平均每天干40件坏事所以这个就大臣们上奏，请上官太后，就霍光的外孙女儿就废了他，就回到就自己封国去了。那废了他，你看现在呢立谁为皇帝呢？现在大家在犹豫了你看汉武帝的大儿子太子刘据卫子夫生的，由于这个巫蛊之祸死了，昭帝死了，燕王自杀了，这个昌邑王刘贺也废了。你看现在呢都不知道立谁了。这时候有个人被提出来了，就是刘据的孙子，汉武帝曾孙刘病己，后来的汉宣帝刘询，在魏太子刘据巫蛊之祸被抓捕被杀，自己自杀的时候这个孩子才几个月，生下来不久，所以呢刘病己的父母祖父母等等的都被杀了刚刚生下来不久，刘病己被投入大牢。这个刘病己当时这个案子由谁管呢？有个叫丙吉的人来管。他知道魏太子刘据是无辜的，这个小孩更无辜了，就让他宫中的那些比较厚道点的谨慎一点的那个女犯人就是女奴们就给他这个儒养这个小孩，他自己还每天去看2次。以后呢由皇尊孙刘病己奶奶家来抚养他的，因为后来武帝知道这个刘据巫蛊之祸这无辜就赦免了他，但是平反了平反了呢，但是也没大肆张扬平反，那会儿就威胁到现在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昭帝刘弗陵的位置嘛。这时候他没事儿，你可以归宗了，可以在这个恢复你的宗室身份了，但是呢你就在掖庭里呢这个长大的。掖庭就是皇家宫廷那些普通下人在这。当时掖庭令张贺过去在魏太子刘据手下做事。这个张贺是著名的司法官员，汉武帝时候张汤的儿子。那么
张贺他就感念过去的老领导魏太子刘据啊，所以对这个他的孙子呢，这个刘秉己啊，就抚养甚厚，而且还教他诗书，还给他聘了一个名师教他的这个儒家经典。这样子呢，这个长大以后呢，还会给他娶了个媳妇许平君啊。许平父亲许广汉呐，是在宫中的，他的身份应该是宦官，就是一个非常民间的一个婚姻。由于这个刘秉己就是普通这个宗室成员嘛，对吧？朝中的跟他没关系，所以他在民间呐虽然学了书，但是呢，他民间的这些这个屡屡这个奸邪啊，这个斗鸡走狗事，他都知道，吏治得失都知道啊。他是少有的一个，就是中心的皇帝，中间一个王朝中间那个皇帝，还值得民间疾苦的。好了，商鞅废了，请谁？魏所定，看的是先废后决定的。这是个丙吉，他现在有一个人，他是武帝的尊孙，叫刘秉己，在掖庭外家啊。他说我曾经见过他，那现在正18、19岁了。他读过儒家经典，《资治通鉴》用了这几个字，行安而结合，就这个人呢还很有品位，有美才。任大将军，根据大义，再加上呢史规啊，就是占卜一下，既从政治上角度考虑问题，也看看呢是不是合适啊。秉吉的这番话打动了这个后光和这个张安世啊。其实我们讲后光啊，其实跟这个刘秉己还是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的，因为刘秉己的曾祖父刘据是卫子夫的儿子，而霍光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吧？霍去病是魏少儿的儿子，魏少儿卫子夫是姐妹，你看这不是带一点关系吗？所以这个霍光他们考察以后就同意了，让刘秉己进宫去见上官太后，先封个侯，当天登基当皇帝，这就是汉献帝啊。汉宣帝这个人那当然就比那个昌邑王强多了。他最后怎么处理强势的跟霍光的关系？因为他跟文帝还不一样的，文帝刘恒毕竟他是王对吧？他是王，他是刘邦的儿子。汉宣帝刘秉己，你这种关系都是曾孙这一辈了，应该就是说他这个皇帝就是霍光说他是就是，霍光说他不是就不是，对不对？因为像他那样的血统的关系，那人是太多了。但是我们就发现霍光辅政几年后就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满门抄斩被谁斩呢？就被这个皇帝斩的杀的。这件事我想也从2个方面来讲，一个是霍光本人的问题，霍光的家人、老婆的孩子的问题，再一个才是汉宣帝本人的。先讲霍光本人霍光本人呢，我们前面几件小故事讲了，他这个人很耿介的，对吧？很坚持原则的做事呢很是讲着章法的但是有原则讲章法，他有时难免就不通人情，对吧？前面那件事，这个盖长公主的事是有一点这样，对吧？但是现在用在宣帝身上而且是他现在这个身份上，就已经不仅仅是坚持原则、不通人情的问题。我跟你把这件事跟你谈谈。刘秉己的老婆许平是他的民间生活的妻子，两人婚后感情很好，对吧？你像刘秉己，他家人亲人都没有嘛那个再亲都是他奶奶的娘家人嘛，所以有人嫁给他，姑娘嫁给他，感情很好，对他来说这个年轻人来说很大的安慰。1年后生下儿子，生下儿子后呢，几个月以后他就当皇帝了。这个许平君的望夫当天封侯，当天登基，你看这不是那么他已经有老婆了，这个许氏就自然被这种婕妤
霍光的小女儿啊是这个皇太后的小姨，也就是这个皇太后呢是霍光的小女的外甥女，啊，自然平常来我们年纪相仿，所以大家就说啊，要立皇后的话，那还不是霍江这女儿呢？但是这不乱辈分了吗？我跟你讲，中国历史上皇家的婚嫁从来不讲辈分的啊，没有辈分一说啊。但是还也没有明确说出。那现在你要知道，现在霍光他已经是辅佐了个皇帝，对吧？立了个皇帝不成器，27天废了，现在再立个皇帝，你想经过这几次皇帝的废立，他的那种说一不二的那个位置和身份，已经无人可敌了，对吧？其他的辅佐大臣早早的就没了，他的位置已经到了1年9鼎了，就是，所以大家都想象，现在的这个皇帝就是他立的，对吧？那么他们家女儿肯定应该近水楼台吧？可是没想到汉宣帝他心里不愿意，他也不说，你看他也臣服了，他下个诏，他说我有一把剑丢了，这虽然是我啊这个过去威时的用的剑，一把旧剑，但是也不能随便废了啊！你们给我找来。一般的人以为他真是找剑的，其实他是告诉你们，我不愿意换老婆啊，就是不愿，就是这个属于啊，就是这个不应该被换掉。哎，这时候呢，那些官员们还真明白，人家不愿意换老婆啊，就说请求立许婕妤为皇后。大家会想了，为什么呢？这个汉宣帝刘秉己不趁这个份上就请霍光的姑娘给自己做皇后多好嘞，不但是更加关系更铁更亲啊，皇位不更稳了吗？啊，其实你错了，外面是你爸，宫中是你姑娘，这个皇帝当的是吧？所以他呢，他不愿意啊，说明呢，刘秉己有城府。可是霍光在这些问题反应呢是非常糟糕。中间是这么记载的：霍光以后父广汉，其余之人不可以君国。就说皇后，人家女儿当皇后，他爸要封个侯，这是一个不是太过分的事。现在霍光说，这个徐广汉是个行余之人，不可以封侯，不可以君国，就是拖了1年多，乃封为昌城君。封一个君啊，君就比侯要低一点了啊。这说明呢，霍光他不把皇帝的这个约束放在眼里，也就是间接的说，对这个皇帝本人的威权缺乏尊重啊。我们不要今天的关系来看该不该封侯，我们就用当时的能力来看。霍光在这犯了一个轻视领导的错误，而且他自己不知道，他那种耿介，那种按章程办事，还在底下支撑着他这种认识，强化着他的认识的。因为汉文帝啊对周勃非常尊重，下班呢都要下朝的时候都要一直目送着他，把他送书朝文朝堂啊。每次见着周勃呢，都礼下之以己甚，就是非常谦卑。袁安就跟他讲，说这个不符合这个君臣之道嘛啊。他再有功，这是一风云际会嘛啊。他当时太尉，他掌兵嘛啊。这个你呢，皇帝是皇上，功臣是功臣，你不必对他这么谦卑。后来呢，说啊，这个文帝的态度一装，周勃呢，微臣呢去阅历公瑾。你看那是周勃呢，对吧？就是这个。现在其实没人给霍光提出问题，霍光我想起很可能也是对宣帝啊，也非常这个那个礼节还在，但是在处理这个蜀广汉这个问题上，他其实啊流露了他的那种一种虚妄，一种这个骄狂的这个心态了。其实霍光是大权在握的，你想想，后人就评价嘛，昭帝14岁就诬告你霍光谋反是不实，就可以归正了。现在这位仅入关之年的刘秉己，在皇上你应该稽首归正啊，对吧？
大将军确实击守归真了，上谦让啊，谦让的后光呢他就不归了，人家谦让先生就不归啊。所以什么是先报个后光，然后再报个皇帝，他才是真正的这个中央最高领导人了。先报个他，然后呢到皇帝那备本案，你看就是他先处理了，皇帝肯定按他的意见办了。其实啊不止如此，在昭帝的时候，后光的儿子，后光的兄长的儿子，就他侄子霍去病的儿子，后光的女婿啊，就已经在满朝里任职了啊，掌握着这禁军的权利，掌握着各个重要的岗位的权利。这个说啊，这个盘根错节，根据朝廷。超文一王废了以后呢，后光的权力越来越重了啊，所以每次后光跟他见的，上虚己敛容，礼下之以身啊，非常谦卑低调。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袁昂这样人来指出啊，真正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的是霍光的老婆霍显。霍光的正妻啊病死了，这个霍显呢是他的妾转正的，他想让自己女儿后承君玉宫为皇后，可是这皇后已经许皇后了，机会有没有？机会来了，这许皇后啊又怀孕了，怀孕呢病了呢就有医生给皇后看病了。那时候有个女医官陈日野跟霍氏关系不错，你可以知道啊，在古代里医不者流是上不了台面的，那都是下等。一个大将军的老婆跟这个医官关系那么密切，你可以知道他的水平了。所以呢，你看这个医官没事有时候来串串门，这个医官陈日野的丈夫当时啊就是一个掖庭的护卫人员，他就跟陈日野讲，你跟霍夫人的关系那么好，她丈夫霍光那是权倾天下，你给我找份工作，求去当个国企老总，山西安池国家盐业公司的老总安池健。这一天呢，陈日野呢就去见霍显，霍显突然来了个主意，他现在不是跟皇后看病吗？就把左右支开，就让他说，你呀，如果能把这件事做成，你丈夫这事没事，肯定没事。这陈日野做什么呢？让他利用给皇后看病的机会下毒药。附子是一种中药，很毒，最后呢就把皇后毒死了。这朝中也不是没人的，就是这个皇后怎么就生病，怎么太医干什么去了？就要调查这件事，调查这案子。霍光的妻子霍显就害怕了，说这一搞急了，如果把这个陈日野他把这个事招出来就麻烦了吧。所以啊，最后她就跟自己丈夫交代了这事，说这事是他让陈日野干的。你看，他说现在已经事已至此，希望你们不要让这个调查的那些官员们呢把陈日野搞急了。史书上说霍光大惊啊，他就想把他这个举报这件事，可是他也不忍，犹豫。好，大家想想，如果霍光他当初呢是那么一个严谨的人，坚持原则人，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举报了。他现在犹豫没举报，还是我刚才分析的话，现在位置到这个程度，霍光啊，他已经有一点轻狂了，他以为他可以自己上下其手了。所以这个材料报上来了，霍光签了个意见，说陈日野你们就不要去审他了，他没事。你看他先看了，才皇帝才看了，所以这个事就你看就压下来了。不久，霍光呢就做主把他的小女儿嫁了宫中。公元前70年春3月，立霍光的女儿为皇后，大治天下。下面我反问，这件事出来后，汉宣帝有什么反应？汉宣帝
现在当初他不愿立这个皇后，现在塞给他一个皇后，他就同意了。但是3月份立皇后，4月份他下了一个圣旨，立儿子刘氏为皇太子。刘氏为皇太子，啊，给他找了师傅，啊，你知道，其中有个师傅叫叔广，啊，这叔广很有名啊，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也是资治通鉴有这个话，他说啊，贤而多财，财富则损智，损害你的志向；愚而多财呢，则易祸。你这孩子愚蠢，有很多钱，那就给他惹祸。你看汉宣帝一次说，我要把我跟许皇后揭发的这个妻子的儿子先占位子立为皇太子，然后许广汉我原来这个岳父立为平恩侯，同时呢为了平衡，封霍光的侄孙为灌阳侯，这就是对霍家呢也封侯嘛。因为霍家有个姑娘为皇后了，啊，那就立霍家一个人为侯。许家有一个外孙为太子了，哎，立他的外公为侯。你看这件事，我们一比较一下，当初霍光磨磨蹭蹭不给许广汉封侯，1年多才封个君，你就反衬出霍光的不得体了。从这些人事安排里面能看出啊，汉宣帝是有心计的人。霍显听说立了太子，他很生气，气得不想吃饭。他这是民间生的儿子，怎么能立为太子呢？假设我家姑娘生了个孩子，男他就为亲王为诸王啊，这个小子倒是当太子。朱说啊，他又叫皇后令他去读太子，太子多次呢这被召皇后招去，哎，但是吃什么东西啊？那些保姆们呐，先尝尝，皇后歇着毒也没法下毒。公元前68年的3月，霍光病逝。宣帝啊，在霍光病重期间，亲自到家里去看望，啊，在病榻前还泪流满面。死了后呢，以皇帝的规格下葬霍光，这是罕见的啊，大概也就周公有这个待遇啊。这时候他才开始亲政，所以其实这是离他继位已经6年了。再过了2年，公元前66年，霍家诛灭，皇后被废。原因呢，有人告状说他们家有谋反啊。其实啊，在告状说谋反之前，汉宣帝就已经不露声色地采取行动了，就是什么呢？就逐渐把霍家的人从关键岗位撤出，调在民生干将的岗位，不太重要的岗位，就是特别是从军权上往后撤，这样呢一下子啊，霍家有所察觉了。所以说霍显呢，霍光的夫人呢，就把当初毒死皇后的事跟他们说了，他们就害怕了，一害怕他们就急了，说要谋反了，然后就抓捕了。好了，你看看霍宇腰斩，其他的弃士株连者数十家啊。这个皇后也被废了啊。那么关于这件事，后人呢评论很多。资治通鉴呢在这后面呢有一段话，说汉宣帝刚刚啊被立为皇帝的时候，按照规矩应该去拜谒高庙，就是他们家开国皇帝刘邦的庙。大将军霍光参称，皇上啊言淡之，他心内啊有点紧张，有点害怕，若芒刺在背。后来的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参政，天子从容四体，甚安静也。所以啊，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霍光的那种威严，霍光废了昌邑王之后的那种这个显赫的那种威权，让这个
青年皇帝啊感到不自在了。所以有人讲啊，祸世之祸，猛如参谶，就是第一次陪他去见高庙的时候，他们的矛盾就已经发生了。《资治通鉴》在这里面呢，记载了一个姓徐的读书人的一段话。因为在霍光在世前在世后，霍家权势显赫，生活奢侈啊，当时这个是大红大紫，所以他就得出个结论，就是还没出世的说霍氏必亡。为什么霍氏必亡呢？他谈了2点理由。他是夫射则不顺，不顺必无伤，无伤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者，众必害之；木秀临风必摧之，行高众，人必非之。你权势在人之上，人家就嫉妒你，就心里就有点那么不爽啊。你霍家秉权日久，忌害你的人多啊，天下的人忌害你，眼红你，你还呢不尊重领导，武上，你还行逆道，不亡何待？所以啊，很可惜，霍光的结果给很多权势显赫人借管不住老婆，管不住孩子也管不住自己班固在记载这样的历史的时候，霍光受强暴之多为了匡扶国家安社稷，用力招帝，用力先帝，所以周公阿衡相比也不过如此嘛可是他不学无术暗入大理，因机挟谋立女为后，占逆隐逸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此才不到3年，家族就诛灭了，可惜了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尽管家族不灭，但是霍光本人在先帝之后，一直是在正面的褒奖这个名单上的汉宣帝曾经写了一些这个在有功臣的一个名单，这个最显赫的霍光仍然在，因为霍光如果打倒下来，汉宣帝的当皇帝合法性都没有了。司马光在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大体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肯定霍光辅佐汉室的忠臣，但是为什么不保证宗族呢？就说你的威夫是人君之气，你大权在握，对吧？应该早早地把权位交回去，对吧？你14岁的汉昭帝就懂得上官桀之诈，就可以主政了。19岁的汉宣帝聪明刚毅，知民间疾苦，你怎么掌大权？一直到死后才让人亲政呢不知避讳呢，而且还多治亲党充塞朝廷，人主修份上，利民积怨下，不亡何待这代事法本身能够免祸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讲霍光贪墨权势，治家不严可以都是他的这个留下的教训。连霍光这么谨慎，在汉武帝这么一个刻薄寡恩的帝王面前几十年都不犯错的人，在权力这个毒药下就变得这个不那么自律都那么有点轻忽了可是真的这个权力真的是一个毒药所以从这件事上看还是应该制度我有个说法，就制度是保护有本事的人的，能人的，对吧？制度能让有本事的人不去犯错误这个因为呢没本事的人呢他也告不成事这个制度的漏洞是让有本事的最先犯错。霍光没有文化，没有战功，依靠谨慎机敏，爬到人权权力顶峰，辅佐昭帝，除掉反对派，毫不手软，展现了他政治智慧，废掉昌邑王，用了汉宣刘备己体现了他政治魄力。如果能够在汉宣的机位很厚，不久激流勇退，霍家就是能够保有他的宗族了。我想霍光本人呢也就完美了。问题其实在立汉宣帝以前就有了，对吧？因为昭帝的时候他就一生大权在握，这个富贵满朝嘛
因为那些一块辅佐的那些大臣都先后都死的死，这个被杀的杀，所以霍光已经没有人可制约他了啊。所以讲没有制约的权利一定走向这个腐败或者走向这个祸害啊。霍光啊，这个不知进退啊，又输入对自己家人的管教啊，满盘皆输。昭帝宣帝时代是汉朝的一个中兴时代，叫昭宣中兴。这个继汉武帝轮台昭自我检讨之后，汉朝呢这个处入恢复性稳定和发展阶段，是吧？就是霍光辅政他们都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减轻田租口腹这个汉宣帝呢流行来自民间熟悉励志所以他着力的整顿励志，推行了一系列呢这个招无流亡安定民生的政治性措施，使国生产呢重新这个走上发展的轨道所以叫中兴。可是这都是救弊，一时之弊，不是治本。本在什么地方？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这个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所以昭宣虽然稳定了汉武帝晚年的一些危机起伏的这个社会情势开始走上一个稳定发展的轨道，但是这个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没出现，没有解决。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宣帝去世以后，以元帝时期为转折点，更明显了到陈哀之世呢，就被历史上称为使土地兼并社会矛盾最激烈的时代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双重的，一重是就是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昭宣的这些一些治标的措施不能完全解决，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王朝的末期，往往那些国君本身都比较无能，比较低能。你看，所以元帝之后的皇帝陈哀一个比一个糟糕这时候就给一个权臣王莽提供了契机。昭宣出了个霍光，陈哀之后出了个王莽。霍光的角色应该说是个悲剧，因为最后他死才3年，其实他公元这个前68年去世的，66年他这个家族就被灭族了。王莽呢，万人拥戴，可是当了皇帝。新朝，这新朝有15年了，秦始皇统一到紫阴投降，也就15年，但是你看王莽最后也是身败名裂。这两个人物值得评论。这个霍光他之所以掌权，一方面当然确实他也有一些有这个比较强的管理才能，有才干。另外一方面呢，跟他是这个霍去病的弟弟的这个出身，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他当然不算2代了，但是是有这个官的这个背景，对，所以呢，他在政治上呢，在这个因为霍去病而这个对于这个汉朝打下的这个功业这方面呢，所以能够保证他能够比较快的上升，而且就是在这个最后他还能够掌握这个废立昌邑王的，就是废昌邑王。是这么一个权利，这个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权利但是他这种权利可能他基础也并不是特别的一个牢固的这样一个阶段。他在权力快速上升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也是埋藏了很大的危险。他立了一个新君，但是呢，他事实上他行这个伊尹的这个故事，想要控制这个。政权控制这个新的皇帝，按照这个他的这个思路来走，按照这个他的这个路线来走。但是事实上呢，如果是比较无能的皇帝，可能好控制一点。但是事实上，我想
可能在霍光这里，他也是过于简单的看了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他最后是结局也并不能算太好。其实这个班固啊和司马光对霍光都有评论。班固的评论就是说他不学无术啊，因其邪谋啊，因为他妻子为了把这个自己女儿送到国皇宫去当皇后，把这个许皇后给毒死了，对吧？霍光是说他呢，他也是讲这个意思，就说你应该早早的让出位子来，对吧？孝昭帝就是昭帝14岁的时候就知道上官安这个指使人控告霍光谋反这个事是假的，怎么短时内怎么能够到燕国就是北京到长安来个来回呢？从这个时间上不对上，知道是伪造的啊。那么孝宣皇帝汉宣帝继位的时候就19岁了，对吧？他在民间一直长大，他更是有高才可以执政。那你一推下你就不放下啊，所以就说他还一直掌权过位。所以当时有个茂林的一个姓徐的读书人叫徐生，就讲后世必亡。为什么呢？第一个，在昭帝的时候，他们家里整个家族就占据着朝廷的要津，对吧？各个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是有好多女儿啊，还有霍去病的儿子孙子这一对啊，昆弟这个都在占据朝廷啊要紧，然后而且还有难免有奢侈简约之举，然后呢这样子呢，你这个奢侈这五上呢，对吧？五上侮辱的侮，那上那大家能高兴吗？这微道，对吧？而一人呢，在人事在人右者，人必害之。就是你的位置在别人之上，比人高，比人混得好，人嫉妒你。哎，你这个呢，掌权的时间长的，天下害你人多了啊。上面不高兴你，下面人嫉妒你，你不忘何待？就是霍光本人并没有多少，他也没有多少复杂的人生历练，对吧？可以说他从10岁的时候，霍去病把他从家乡带来，带到平阳，就是今天临汾，带到长安去，然后在宫中长大。这个因为嘛，你想吧，他父亲就是个小吏，对吧？跟这个魏少儿有一段婚外恋，对吧？然后两人就分开了，勾着勾着了。魏少儿找了陈平的尊孙，尽管已经生了这个霍去病了啊，但是这个霍仲儒呢，就是霍光的父亲，也回家结婚了，生了霍光，所以就说应该是他是个非常基层的干部，对吧？因此在这个家庭出生的，后来他被哥哥带到京城去，他哥哥不久就死了，霍去病22、23岁就死了嘛，20出头就不久就死了嘛。那你看，因此说他是这么一个出身，铸造了他一个比较很谨慎的性格，啊，就是为人很谨慎，因此从来没有这个让汉武帝不高兴过。从他拿掉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包括这个盖章公主、桑弘羊，还有可见他的这个智慧、政治智慧，那些人都拿掉了。那些人是想把他扳倒的。从他能废掉昌邑王，你看他政治决断力，对吧？马上刚换上汉宣帝，而且他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人是耿介的，是原则的。但是当位高权重、无人批的时候，那种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那种处事，这个随意，就会自然而然的露出来，对吧？当他妻子指使人毒死蜀皇后、许皇后这事，他一度冲动想把这个事大义灭亲告出来，最后一想可能没事，应该压下来。更重要是人家一签，他也曾讲过要还政，但汉宣帝是他马上他就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了。所以我讲过度的这个权高位重，
作为一个人臣来说，作为一个像霍光这个位置人来说，对他是个非常有害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对霍光怎么办？他应该在他最巅峰的时期，他就体面的退出来。所以我讲话，一定要在赢的时候退出来，不要到输的时候退出来。你要退，你要在洗手，一定在金盆洗手，没有金盆了，一个瓦罐在那洗手。你看，就是在赢的时候，一个人生当然要在赢的时候退出来。霍光应该在他赢的时候退出来。我想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迪，退出来赢的时候，就你炒股票，一定是6000点是退出来，你不2000退，就是一个人呢，一定在人生社会在赢的时候退出来。王莽何许人也？王莽的姑妈是王振军，王振军的丈夫呢是汉元帝刘氏，就是宣帝在民间生的那个孩子。王振军呐，嫁给元帝刘氏啊，还有故事的。王振军在娘家的时候啊，小时候少年时有男朋友的啊，找了个未婚夫，不久未婚夫死了。又找了未婚夫，不久未婚夫又死了。哎呀，这克夫，没人敢找他了，所以被送到皇宫里去了，就做一般的这个宫女呗，啊，就是汉宣帝身边。元帝啊，这个人呐，他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妻子的，可是这个他做太子的时候啊，病死了，临终之前跟丈夫讲，啊，是那些记住他的女人给他咒死的，所以这个少年元帝啊，他也很伤感呐，不近女色了都，弄得这个父亲呢，宣帝啊，就非常着急啊，就在身边呢找了10个女孩子啊，一定，你这必须一定得挑一个啊，你还没给我生孙子了，哎，最后呢，王振军这天穿这个红色的衣服，正好跟元帝不远，这个元帝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人，温顺的人啊。他随手一指，宦官也完成任务了，就是这姑娘了。王振军就送到洞房里去了啊！一夜春风，这个怀孕了，这种怀孕就生了个孩子啊。这孩子呢，就是汉成帝刘骜，就是赵文燕的那个丈夫啊，燕寿怀肥呀。那你看王振军就刘氏继位，王振军当皇后了。这个王振军呢，他有个英雄的爸爸。啊，给他生了8个兄弟，哎，还有几个姐妹。你看，就这个王曼呐，死得早，所以没封侯。这个王振军呢，当她的丈夫元帝去世后，她就当了皇太后了。她的儿子啊刘骜就是成帝了。所以因此呢，这时候呢，王家就得势了，啊，王家。尽管元帝生前呐，对这个王振军呢也不是太宠爱啊，他还后来慢慢的这个当年伤感也没了啊，有了一些这个傅昭仪啊，这个冯昭仪啊，都给他没了，都给他生了个孩子，但是元帝死，他是皇太后，他儿子当皇帝，所以因此他对他娘家的人呢特别好啊，据说啊兄弟几个同日封侯，可是呢王莽的父亲死得早。轮不上，所以王莽等人在王家里面算一个另类。什么另类呢？就是这个位置比较低的。另外一个另类就是当别的这些堂兄堂弟们呢声色犬马的时候啊，他呢折节为恭俭，那衣服呢穿个普通读书人那样，对母亲呐，对寡嫂对几个侄儿啊、姑兄侄子啊，都特别的加以关照。外交英俊，内侍诸父，就是他父亲的这个哥哥弟弟伯父叔父的，趋有礼义，所以名声非常好。他的大伯王凤大将军，就像霍光那个位置，生病的时候，哎呦，那个王莽视他奉养，比亲儿子还亲呢，蓬首垢面，不解衣带着泪咽所以王凤很感动，临终之前呢，
就给自己的妹妹王政君，还给自己外甥陈帝留下遗言希望呢对这个孩子要照顾。不错，这时候王莽得的第一个官黄门郎。过些日子他另外一个叔父陈都侯王商还上书，愿意呢把自己的封户拿出一部分给这个王莽。当时还有很多人都说王莽的好话这个皇上呢就觉得王莽行，太后呢又多次又谈所以呢王莽被封为新都侯。新都在今日河南。王莽呢在这个时候说爵位益增，阶草于谦，就更加谦谨，而且还愿意广接宾客，把自己家里御马衣裘，就是什么呢？好的车马，好的衣服都送给宾客，家无所余结交名士这个所以夸他的很多大家都说哎呀，王莽真是个人物，王莽真是如何贤能名声呢超过他的那几个伯父叔父了。举个例子吧，王莽做出什么行动史书上叫做激发之行他花钱买这个女孩子婢女。王莽不是一直是以道德这高尚自居吗？他们家这些兄弟们堂兄堂弟们就知道了。王莽说，后将军朱子元没后代，我听说这姑娘遗子就是姑娘能生孩子所以我为她买了，然后就把这姑娘送给朱子元所以史书说的逆情求名如此这个意思什么呢？其实王莽很可能给自己买的，但是被人知道以后呢，他说我是送给朱子元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史书上记载王莽的这些事是表明什么呢？王莽后来当了皇帝了嘛，王莽当皇帝说他是有心机的王莽的皇帝是被人推上去的，就是王莽并不是说他开始就想当皇帝了，他只是说不但赢得受声誉，不但提高自己政治声望，对吧？得到更高的这个权位，我想这是那么在这个路上有一个绊脚石，有个对手叫陈日常。陈日常呢是王莽的表兄，就是什么意思呢？陈日常的妈妈是王莽的姑妈，就是对王政君来说，王莽是他侄子，对吧？陈日常是他外甥所以在王凤病重的时候不光是王莽在那侍奉他，陈日常也侍奉他，所以王凤临终的推荐的除了王莽以外还有陈日常。但是陈日常呢，他的官位高于王莽，当时他就是位位了9卿之一。陈日常还给汉成帝立了功，什么呢？因为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呢出身很低，歌女出身。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也一块侍奉这个汉成帝，但是汉成帝就想立赵飞燕为皇后，可是呢这个母后皇太后王政君的这个就是我赵飞燕没什么出身，所以不大同意。陈日常巧妙的说服了你骂王政君立赵飞燕为皇后，这不等于给成帝立了功吗？所以感谢他，给他封了一个定陵侯的封侯。其实这个说服的工作也好做，为什么？你看从吕后开始，西汉的皇后有几个出身好的，对吧？吕后不是平民吗？是吧？这个你看那薄太后后也是刘邦的一个普通的这个宫女身份的人嘛窦皇后也是出身不高卫子夫出身高嘛，不高所以赵飞燕立皇后没什么大的问题可是陈日常呢，这个人呢不太检点，因为成帝是有个皇后的姓许，被废以后呢，他跟许皇后的姐姐私通，还纳为妾，而且呢讨好已废的许皇后的欢心呢，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让皇帝给你
从冷宫里这个放出来，封你为婕妤。你知道是这样子的，宫中也跟官府一样啊，它是有等级的，你的地位不一样，你的待遇不一样的，你身边的工作人员多少不一样的，服侍你的，对吧？你的这个经费也不一样的，而且它跟这个废的蜀汉后通信呢，里面还挑逗的字眼啊，所以这样子呢，都被一个人看见了，谁呢？王莽啊，所以王莽呢，他就来举报，他呢向谁举报呢？他向他的叔父王根举报。王根是曲阳侯，他当时是大将军辅臣，反正就王准军几个兄弟轮流来，病得很重，就说退休啊。那么陈日常呢，就说他私下里就已经在许诺安排谁当什么位置了。这个我们家里舅父王根看来他也退下来了退下来就是他了，他这私下里就是应该安排张三干什么，李四干什么的。所以呢，王莽在侍奉这位曲阳侯叔父的时候，他就讲了，我就是这个王根最讨厌的，说陈日常他私下窃喜，觉得你病重不行，因为他就要来接你的位子辅政了。他甚至对那些衣冠子弟都说了谁当什么谁当什么了。这个话你想想，如果王根听了会怎么想王根这下生气了，对吧？就是这样，你还不赶紧告诉皇上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还没跟你说，所以不敢说。你赶紧告诉太后去，东宫太后。你看王莽去见太后了，见太后，你想想，这事就讲，我叔叔曲阳侯刘根让我来告诉你的，那就好办。说陈日常记住要取代曲阳侯刘根，而且他私自这个已废的许皇后的姐姐通奸，收了他的这个衣服财物。这小子居然敢这样！王准军大怒，去赶紧告诉皇帝去。王莽又跑到皇上那去了，皇上没办法了，那妈妈让我来只下的指示，所以他就撤了陈日常的职位，但是并没有在治他的罪，还是在包容他。所以王莽当初如果直接去找皇帝说不定还真的惹一次骚的搞不成还王莽很会告状让他自己回自己封国去的。可是这个陈日常回去后，他还是要做动作，做各种动作，最后呢，自然的就是这个被排挤掉了甚至杀身之祸。那王莽呢，就做了大司马大将军了取代这个他的叔父王莽呢，在这个时候他做了很多的这个赢得社会声望争取人心的工作。比方说吧，他的老婆非常节俭母亲生病的时候呢，恭亲列侯太夫人去看望了大将军大司马的这个母妈生病了，王莽的老婆迎这个门衣不曳地，不裁碧气，就是穿这个短裙子，所以大家有的是佣人一看是他夫人大惊失色，这个大司马大将夫人穿的这个短裙子。王莽还推荐贤良之人担任各种职务。王莽甚至这个声望已经日中天的，可是这时候出了事了。汉成帝好色整天呢跟着赵飞燕和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在一起。就说他4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起来后突然就死了，大家都说赵合德的，赵合德就自杀，可是赵飞燕倒没事。成帝没留下儿子注射有儿子都被赵飞燕这个姐妹都给害了，那就把成帝的侄子哀帝继位。他们有他自己外戚对吧？哀帝的妈妈是丁家，对吧？哀帝的祖母傅家傅昭仪是跟王政君当时一块这个侍奉这个元帝的，
所以这就来了。元太后就王政君呢，他下诏让王莽啊交开职务，你回家。2年后甚至离开长安，回到丰国新都侯去了，闭门闲居了3年。所以在哀帝继位的时候，王莽是交出权的，啊，这时候呢，傅家人、丁家的人在掌握朝政，而且呢，这个哀帝还是个同性恋。他喜欢的董贤那个男孩，逼成董贤。有一次啊，他跟董贤白天睡觉他也起身，衣袖啊压在董贤身上，他不愿意惊动这个董贤，居然用剪子把袖子剪断了啊！所以这个断袖而起，所以断袖之癖这个词形容同性恋呢，男同性恋就是从这来这儿了。而且这个哀帝啊，男女通吃，他让董贤的妻子啊也住在宫中啊。让董贤的妹妹呢，也娶了做昭妮。这个董贤的妻子，董贤的妹妹，轮流上下班，旦夕服侍这个皇帝，啊，哀帝。所以哀帝这么搞法子，很快就去世了。公元前1年的6月，哀帝去世。哀帝去世很年轻，没有接班人，而这个时候呢，傅太后、丁太后也相继死去了，啊，年已70的王政君。当天就跑到未央宫，把皇帝玉玺拿来，马上下诏，王莽回来统领禁军。活得长很重要，王政君就活得长啊，70岁了啊。这时候你看别人都熬不过他。你看王莽复出以后怎么办？王莽复出以后，他接受教训了啊，他就烧了3把火。第1把火，以太后的诏令，罢免大司马董贤的职位。甚至迫使董贤呢，跟他妻子自杀了，啊，从董贤家搜集的财产呢，数以亿万呢。第2把火，再立个皇帝啊，立个皇帝，这是成帝的另外一个侄子。当时元帝2个昭仪，一个傅昭仪、冯昭仪，这个是冯昭仪的孙子，平帝啊，这孩子才9岁。皇太后临朝称制。实权掌握王莽势力，对吧？第3把火，说赵氏这个夺害皇子，交涉淫逸，迫令孝成皇后赵飞燕啊自杀，啊，哀帝的皇后傅皇后也自杀，啊，这个把丁家、傅家这2个外戚和的家族啊都给牵走了，而且接受教训，哈，这个。平帝的皇后，她妈妈家了，啊，你来过继过来啊，你们家母亲母后不能进来，要进来他又得走人了。这个赵飞燕因为在哀帝继位当中帮个忙，所以哀帝期间她没事，她还是当皇太后。可是现在呢，王莽把他们都给杀了。那么这3把火就稳定了王莽的统治了。王莽现在是真正的朝中的啊这个辅佐大臣了，他的位置不亚于当初啊。霍光。那么这时候呢，王莽在进一步啊收买人心，作秀啊，大概有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制造祥瑞啊，收买死党，为己造势。我们知道，从董仲舒以后啊，汉武帝以后啊，儒家这个政治带一些神秘的色彩。就说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皇帝干得好不好，上天是会对你发出信号的。这个信号是通过祥瑞和灾异来表达的。祥瑞呢，就说你治理好；灾异呢，说你治理不好。那么根据商书上的大传的一些解释嘛，啊，周公治天下的时候啊，就出现了祥瑞，啊，比如说凤凰之类的东西，哎，这时候王莽啊就派人呢，这个让益州啊来送啊，这个白雉1，黑雉2。啊，雉就是野鸡呀！啊，这王莽就告诉太后，你看这祥瑞了，哎，说明呢我们的治理国家治理好了。所以，那么有些人抬轿子了，说周公治辅佐成王啊，有祥瑞啊，所以号周公呢啊。现在王莽对吧，达到这样的成就，那应该叫安汉公。太后说：“那你们呢？你们拿出方案吧。”怎么讲理辅政大臣？
所以你看，王莽说我不行了，哎，希望找那些孔光啊，跟他一些那些高管们呐、王顺呐、贞丰啊等等啊这几个大臣要保全他。所以最后呢，王莽通过多次造势，不但呢培养了一批跟他的铁杆，而他自己啊也因势而上啊，号称安汉公。他还呢要民，那些利益他都不要，封他的这个封地奖赏他退，越退大家越啊，这个要说要给他加倍奖赏，王莽都要退。这个王莽还涨工资啊，对那些官员涨工资啊，对宗室啊和过去的这个名人呐之后啊还加以升官啊，还给老百姓呢减免赋税啊，而且呢还怎么着，把自己的这个钱粮啊土地啊都拿出来，受旱灾吗？受蝗灾吗？民不聊生吗？拿出来分给大家。他还呢大盖经济适用房啊，在长安城里啊盖了200个小区经济适用房啊，分给平民啊。你看这个如果到有水灾啊，他就吃素不吃肉啊，弄得皇太后的派人说，哎呀，你爱惜身体啊，你要按时吃肉啊。王莽的这种这个大将甘霖呐，笼络各个阶层的。王莽嫁女，就是现在这个平地啊还没有结婚呢，那要把姑娘嫁给他，这一点他比后光做得高明。他说要找一些人呐，名单嘛，选拔嘛，他的姑娘大概也不那么突出，看是最后他就请太后下令，他说我是现在是辅佐大臣呢，我的姑娘这个名字不能放里面。太后以为他是真心实意，就下令王氏女是我的外家不要放在候选名单里。哎呦，这是个全国人民不答应了庶民呐，这个读书生啊、郎吏啊，都一直到皇宫里去上书，每天都上千人上书说不公平。安汉公功高盖世他的孩子怎么不能够放在候选名单里面呢？王莽还派自己办公室的人呢告诉他，哎呀，你们就别闹了我的女儿就不要再候选了这个弄得太后不得不下诏，你就这个王莽的女儿也就放在名单里吧这时候呢，王莽女儿在，你看现在还他的女儿在候选名单里，你现在候选委员会的，你说选不选？这个东西造势真没搞，反而大家没法选了嘛就选王莽的女儿吧。所以王莽做事他很懂得这个先抑后扬之道最后呢，那王莽女儿选为这个皇后了，比那个霍光和霍光的这个太太这个要有本事多了你知道这个娶个皇后，这礼金不少说钱2万2个亿呢王莽说我不要这么多应该分给别人。王莽的这个他不贪财给大家他把家里土地财产都分给别人这个所以这下这个哎呀大家都要上书说不行，不给王莽的待遇都不行。公元5年4月有日王莽不接受封赏，居然有487572个人上书。你想那时候还没发明纸呢，是吧？尽管有西汉8小纸，那都是竹简这487572上书，不知道花了多少人力物力送到这个长安现在诸王、诸侯、王公、列侯、宗室大臣都有口头说应该给安汉公大家封赏。这一直到皇家出来接见各位代表，说行了，我们给安汉公奖赏就行所以这个王莽的造势造到什么程度？最后那个不让他当皇帝都不行。这时候9岁的皇帝都15岁了。有一次皇帝对王莽大概眼神有点怨恨。为什么怨恨呢？因为他的母亲不能被接到长安来，王莽接受教训，怕他们到时候这个外戚又排挤了他那个老外戚了。王莽感到一惊，他就这个在一个腊日在这个酒里面下了毒
最后就被毒死了。你要知道，这是他的女婿啊，他曾经想他女儿再改嫁，他女儿不改嫁，就是守寡了。当时最后立了个汉宣帝的玄孙，一个小孩才2岁呢，立为接班人。哎呀，王莽够风光了吧？啊，风光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啊，对吧？这个王莽是肮脏的啊。王莽这时候他的这个野心已经更大，他通过指使大家要告诉太后，说王莽应该当代理皇帝。这个太后觉得不可以啊，怎么能是代理皇帝呢？这个不可。可是有人告诉他没办法了啊，你看看呢，这祥瑞这就写着这个事啊，有一个叫做哀章的人，北漂，他在长安混着了啊，这个人说素无形，好为大言就是说一些大话。看到王莽已经代理皇帝了，他就伪造了一个金匮上面刻的字，说上天有旨，这个刘邦应该传帝位要给这个王莽。哎，你知道王莽这个家族他说他是舜的后代，刘邦说他家族是尧的后代，尧当初不把位子让给舜了吗？那现在再让一回吧，你刘家再让给王家。这个说王莽应该是真天子受天命，还写着王莽有主要的大臣8个人，都取吉利名字是王辛王申还把他的哀章的名字也塞进去这个大臣之外8个人，还有11个人都是该当什么官。王莽呢就拿着金匮神圣这个神书就是要求皇帝这太后给他这个全国玉玺这个时候太后的痴心，这家伙你们这兄弟猪狗不如这个朝廷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是干这种事你既然不是当新皇帝吗？王莽的朝的是新改正朔吗？你就自己造一个玉玺你要这个亡国的玉玺干什么？我就是汉家的老寡妇，早晚就死的我要跟这个玉玺一块葬。这是个你知道，这是个太后都80了，王莽干这事这个没办法，你也没法，你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来索要玉玺的这个王顺也是他王家人司仪之死，有什么办法呢？最后他把这是没办法，就扔在地上后来传过玉玺少一个角，就是王守军给扔的。最后呢，王莽就这么就被推宰上帝位了。我告诉你推宰他的其实不光王家人，还刘家人呢为什么？因为当时以为这个天命就在王家这儿，就在王莽这儿。因为董仲舒的这个天人合一其实就有个理论嘛，就是当一个王朝的气数已尽，新的王朝诞生的时候，就有2个可能性，一个是革命，一个是禅让。革命是暴力的，禅让是和平的那不愿意革命，那就禅让。王莽是第一个禅让继位的皇帝，在以前是谁呢？尧舜禹尧舜，所以这个王莽就在这个和平演变当中，万人推宰当中登上了帝位。那王上帝位干什么呢？在帝位前帝位后，王莽做出一系列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把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地权，全国的土地都无偿征收，叫做王田王田，国家土地就是每个人男子100亩。你看跟着有其田这不是要彻底改变商鞅变法以来的这个土地私有化制度以来的这种土地兼并的趋势吗？对吧？土地兼并，汉地、陈地、哀地是最是激烈的。唐朝人就说这个土地兼并有异于超过了汉陈哀之间，所以陈哀的土地兼并做这一个标志了。
所以要按井田制的办法，无偿分给农民。啊，这个如果你家土地多，拿出来分给邻家。啊，这是战国秦汉的授田制的精神呢。可是王莽用一种这个政府强力办法，他能做成吗？那么广有土地的人家，他靠谁耕种啊？那就要奴婢嘛。所以同时他要把奴婢制度给解决了。啊，什么？不得称奴婢，叫私属被禁止买卖。这样的你知道，豪强反对土地无偿被剥夺，这些无地无路可走的这些农民，他也不能卖身为奴。为什么呢？他分不到土地，谁能把土地拿出来呢？你有什么组织上的保障、制度上的强力，来使这个土地国有化运动得以实现所以这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嘛。往往呢，其他改革更是糟糕政府专卖酒、盐、铁，政府专卖矿产资源、水利资源收归国有，把汉武帝晚年，包括昭宣时代就是后光主政的时代，那些对汉武帝的那种国家集中这个经济资源的做法这个第一种改变呢，他又把它废除了就是对经济上无逆发展，无逆使雪上加霜。货币制的改革更糟糕了私家不再铸货币，好吧？发行新货币，这个新货币呢是带一种信用性质的货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货币的重量跟它的币值不是挂钩的，那个时代还不够所以这样才把整个社会搞乱了。搞乱以后民怨沸腾，就出现了造反派。这个造反派呢，绿林好汉、魑魅好汉、铜马好汉，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人刘秀。刘秀呢，在这个战乱当中脱颖而出，最后建立东汉。王莽就在东汉的这个建立过程当中就丢在了江城，自己被杀。其实王莽的家里其实是很不幸的王莽为了维护他的个人的这个形象和声誉他有个儿子，有的时候杀了奴婢，按照当时法律，其实这不是大不了的事，他让自己儿子自杀另外儿子呢也是有的呢他要他为平地讲话，他也把他害死。所以他的妻子有了这儿子一个一个死的非命呢，妻子呢就是哭伤心都把眼睛哭瞎了。他就让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王林，当时是他的太子，在居中呢来照顾妈妈。王莽的妻子应该是皇后呢，他身边有个丫鬟侍女叫元鼻已经跟王莽有王莽宠心了这个富贵人家帝王之家，这都是嘛，这是王莽是皇帝嘛，对吧？皇后身边的那些宫女，那当然他是可以临幸的。可是他这个儿子也不老实，跟这个元鼻私通，恐怕这事被老爸知道了，说他们俩这一男女俩，他是不是要谋杀王莽？这个太子王林的老婆刘英是国师公刘秀的女儿。这个刘秀不是那个刘秀这个刘秀是刘歆刘向、刘歆父子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就是这刘歆他也是支持王莽登基的。说这个刘英他呢懂得那些神神秘秘的事儿，说宫中有什么白议会王林想是不是为他杀他父皇一个天机的。王林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我父亲父皇对子孙要求很严。你看前面几个兄长都是到30左右就死了，
你看我也快30了，我也恐怕可能出事，不知人民所在。这个王莽去看他妻子病的时候，他的皇后病，他看见这封信了，大怒，他疑心，这个很敏感啊。他妻子去世，啊，这个封为孝穆皇后啊，不让儿子来参加丧礼。葬完以后，他就拷问妻子身边的元笔，元笔呢就把事一五一十的招了。最后呢，他又让他儿子自杀，然后呢，儿媳妇呢也自杀了。王莽的女儿嫁给平帝，那平帝10几岁死了，对吧？他不就是一个守寡了吗？孙女儿嫁给那个子婴，子婴呢不让人跟他说话，长大了都是个白痴，连那个6畜啊，这个猪啊、马啦、牛啊、羊都分不清楚。所以你看这个王莽这个人呢，国事没做成，家事也很悲伤啊，机关算尽。后人评王莽是2极的，有把他骂得一塌糊涂，有同情他，说他是个书生，书生治国一事不成啊。这个所以王莽的这个新王朝一共待了一共有14、15年啊。王莽死，这个临死的时候啊，还有很多人跟着他快死了啊。这个王莽最后被这个秦军呐杀向这个长安呐，他就在这个在那儿被杀死了啊，人头被悬挂在这个宛城的城墙上。这个宛城呐，是当时刘秀他们起兵的汉军的当时临时都城啊，后来再收的洛阳据说一直到西晋的时候，王莽的人头还在呢最后一把火烧跟王莽的人头，说孔子的一方草鞋，说这个还有汉高祖刘邦起义的斩白蛇的宝剑一块给撕掉了这是后话了所以你看西汉在王莽的禅让当中受辱震惊，而王莽在他的改革当中呢也灰飞烟灭了。我们总结一下，你看看秦皇汉帝王道霸道兴衰史，就是秦始皇用的是霸道，以吏为师，法家治国。汉武帝之前，虽然刘邦已经是休养生息陆贾的新语已经是儒家道家并用，但是整个治国基调是道家，清净无为。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容纳了诸子百家，这个时候儒这是他的一个口号。汉武帝本身实行的是儒吗？本身呢，他的无论是中央集权的加强，无论是对外开拓，都是很强势的一种这个霸道作风就是不是王道作风。所以汉宣帝说汉家故事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是汉家的老规矩，就是既讲霸道又讲王道就是外儒内法。所以我们不能说汉武帝是个儒家皇帝，尽管他提出独尊儒术。汉武帝晚年改变政策，昭和宣帝得到延续，然后呢，他们这些政策呢，并不是改到儒家处了，还是外儒内法，只是说国家政策的操作层面呢，更加人性化，对吧？这个有一些道家色彩清净无为休养生息。但是到了汉元帝刘氏以后，这个人是一个纯用儒生，所以他爸爸批评他坏我汉家规矩的逼太子也，那是汉元帝还是太子呢？就是汉元帝时候才改是真正讲究儒家这套。王莽也是这个情况下来产生的。王莽就是个儒生，就是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儒家这套王道政治，其实它有点迂腐，在汉元帝到王莽这儿不切实际。那个王莽那些改革都不切实际跟着有序田，平分土地真正管用的还是这个霸王道杂志。这可能是过去的所有的明君他都采取的这个措施，既要讲制度建设、法治规范，同时也要讲儒家的大道。
是另外一个人物。王莽有什么评论？我觉得如果霍光是这个不懂得急流勇退的这个道理的话，王莽呢，他比霍光幸运，时代让他这个跨过了这一层局限，他最后称帝了。他的问题，我觉得在于，最终是没有处理好他的理想和这个现实，还有就是国用和这个民富之间的关系。就像之前讨论的这个，从桑弘羊开始，历代的中国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国用足还是民富强？王莽，这个他有大同的理想，他希望就是这个，他看到了西汉末年这个土地兼并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局面，所以他希望通过改革来让老百姓都分到好处。但是呢，他的改革变成了一种对老百姓的一种简单层面的讨好。我通过给大家都有土地来换取这个破产农民换取无业游民，甚至换取乞丐这样一个就是一时的这种支持和拥护，但是它没有一个长久的这个操作层面的解决办法和制度保证这样它解决这个国用和民富的这样一个思路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这个讨好或者说拉选票。当他手中的资源用完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光老百姓失去了这个政治的这样一个热情而他还之前出动的这些大贵族既得利益者这些利益呢，他没办法再去协调，导致他在上层和下层同时失去了支持，最后这个结局也变得很遗憾。他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但是他做起来呢过于就是把问题看得简单，没有去像霍光一样，他恰恰缺少像霍光一样从比较实际的层面去以一个政治家甚至是政客的这个操作性的手段去实现这个这我觉得是他最大的遗憾吧。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评论历史事情和人物要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说历史本来是怎么样，历史记载的这个事实是怎么样。你看霍光其实一直在历史上没人否定他，霍光他的家族被族灭斩了，但是霍光一直没倒。霍光死的时候是以皇帝之礼葬的，在病榻前汉宣帝去看他，泪流满面，对吧？那么汉宣帝灭了他家，但是对霍光一直是这个视为这个功臣的所以霍光是个正面的，对吧？一直是伊尹霍光，对吧？董卓王莽这个那为什么？因为如果把霍光否定了，汉宣帝的合法性也是有问题了。所以汉朝的史书一定是都是对霍光不否定的，但王莽可不一样了。王莽不否定，那刘秀的合法性从哪来？主要是刘秀。所以而且王莽确实篡人国夺人位，这后在历朝哪一个王朝建国的都不能容忍王莽这个事儿，是吧？所以因此王莽的不管真实王莽如何，记载的王莽一定是不好的那我们就看王莽，那么王莽其实到他死的时候还有数以千计的官员陪着他一块去死。就是王莽的上台，你说是他有阴谋上去，其实是万人拥戴的你看连这个刘秀就是另外一个刘秀就是这个刘歆后来改成刘歆刘向的儿子他是刘氏宗亲，他是王莽的国师，他都支持王莽干这话的。因为就是这也就追溯到汉武帝来的天人合一，上天示警上天祥瑞，这表示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那就是一种是改良禅让革命就是把你的命革了
那就是下层造反了，对吧？把你推翻了啊。一个是改你禅让，那禅让其实就是我们改良了，换个领导班子，换个领导。所以呢，因此王莽的上台是应该是他确实在那个时候尘埃之际啊，或者在特别是哀帝和这个和董贤胡作非为的时候，大肆裸露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他是廉洁的啊，他是这个不贪不腐的。那你这样争取人心也好，那他把他的所有的财富什么东西他都分给百姓，还盖经济适用房呢啊。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王莽缺乏操作能力，对吧？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上台的，知识分子上台，他按照理想周礼的这一套，他是周礼的专家，那这一套来治理国家，包括处理外交事务、处理金融事务，他还做了金融改革，做了土地改革，啊，王治的理想。那这个，所以他最后失败。那么这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现在至少有2条啊，一个就是你刚才理想是现实，理想是现实，对吧？确实，汉武帝以后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对吧？就是平民呢是糟糠，富家是良肉，啊，这平民呢无立锥之地，富家田连阡陌，对吧？这个而且呢，富家征税很重，啊，平民呢啊，他是太板之父嘛，啊，平民这受他们这个剥削啊，所以他要实行王道理想。但是你有没有这个现实，对吧？现实是不是跟理想这么大差距？那么你能不能够理想跟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接着这平衡什么呢？就是你讲第二个操作手段，你有没有这个数？怎么样达到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发现了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看出这个社会这样子这个贫富分化很严重，土地兼并很严重，你的解释手法呢非常幼稚，对吧？或者这个就是你这个道跟术的问题。那么好了，在这个2个问题得出来第3个结论是什么呢？就如果还有一个第3的话，就是一个人呢，如果没有这个本事，却在这个位子上，这也是灾难。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却在这个位子上，这也是一个毒药，这也是危险的。王莽就不该去当这个皇帝，对吧？他没有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能力，他在这位子上，既是民族国家的灾难，也是个人的危险啊！是不是那么说，这个时代是不是会有人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呢？历史没告诉我，对吧？也许有人是可以的。那打个比方，你看北宋的赵匡胤，对吧？他就解决唐末5代人那些问题啊，对吧？他也是通过禅让方式上台，他也至少尽管宋代是积贫积弱，但宋代整个社会发展，中国整个长治久安，他去解决了他前代留下这些问题。石敬瑭的问题，燕人问题他没解决，但是晚唐5代藩镇问题啊、土地兼并问题啊、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啊，他都解决了，对吧？所以因此说王莽不具备这个能力，啊，不是这个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往那靠，往那钻，就是你有钻上去上位的能力，到这位上你没解决问题能力。一个王朝的兴衰呀，也许是宿命的、轮回的，但是它一定是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社会问题啊，怎么用什么措施去改革不得改革。第二个问题就是统治者无能无能，就是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你看汉武帝晚年的这些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到陈定哀的时候越来越严重，而王莽的改革曾经想改变这个情况，但是他带来更大的灾难，因为他的药方错误的，不切实际。所以呢，这个地方造反，农民起义，其中有一些不纯粹是农民，他们是一些有见识的，这个社会中产阶级，比如说刘秀兄弟，他是这样。
刘秀字文叔，汉高祖刘邦90孙，先祖是长沙王刘发，传到他的父亲刘钦，只是一个县令了。世居呢南阳郡，在今天湖北枣阳。刘秀是老三，2个哥哥，刘演、刘仲。他另外还有2个姐姐，1个妹妹，刘元、刘皇、刘珠姬。所以这是等于这个樊夫人为刘钦呢生了3儿3女啊。刘秀由于他这个王室很偏远，汉元帝以后王室都数以10万计家境贫常大概是个自耕农家庭自幼丧父，叔父刘元家过活。刘秀有这几个特点，第一个他呢给人的印象是忠厚本分，性情稼穑，所以他大哥刘演就能笑话他，说你就是个乡巴佬就像当初高祖第2个刘仲那样。高祖刘邦在乡下的时候不好好种地，他父亲进来批评他希望他能像二哥那样增减家业产业。所以刘邦后来当了皇帝，还跟父亲开玩笑，老爸，你看我现在治的家业产业跟我二哥比怎么样刘演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对吧？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负社稷之虑，不使家人居业，亲身破产，交接天下豪俊。你看这不就有点像当时刘邦吗？其实刘秀这个人是内秀他可有着主见的。刘秀这个人内藏心机，不张扬举个例子吧，有一次他跟他姐夫邓晨，他姐夫姓邓聚会，有人呢懂得图谶就是那些可以应验的预言说刘秀当了天子。我前面讲了，对吧？刘歆国师公就叫刘秀了。有了这句鬼话，刘秀当了天子，刘歆都把名字改了。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刘秀是的国师公刘秀吧？刘秀当时在场，他开玩笑说安知非仆呀，难道不是我吗？刘秀当了天子，大家都开怀大笑。这个邓晨呢心中窃喜，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刘秀开这种玩笑，安知非仆呀，其实这说明这心中不是没有大志的，心中他是有想法的我想这个意大概类似了当初刘邦在咸阳看着秦始皇的车队，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一样。有本史书叫《东关汉记》这个他就记载了刘秀在长安求学的时候，朝廷有什么政策变动，他总别人先知道，而还解说解读，他热心时政朝政有什么新的东西，他跟同学讲解，说明他不是那个土包子，光会种地庄稼汉。那么这种喜欢张扬外向的刘演和内向不露心机的刘秀，其实在外人看来刘秀可能更值得信赖，更可靠有2个例子。刘秀有一次到这个城里去卖粮，刘秀就去农村卖粮。当时到宛是南阳的郡所在地，李毅、李通这堂兄弟俩就说现在天下扰扰汉当复兴，这个我们这儿只有刘伯升就刘演、刘秀这兄弟能成大事，我们应该跟他结交。所以刘秀到宛城卖谷的时候呢，
李通、李毅，他就跟他相约啊，要起事啊。所以你看看，李通在宛城起事，刘秀他们在冲临家乡举兵相应，说明刘秀啊，人家是对他是信任的啊。还有一个邓禹，跟刘秀是在长安的大学同学，刘秀在长安太学是念过书的，他就跟他跟屁虫一样，哎，总是跟着刘秀。后来当刘秀自己在河北发展，他马上就追上去了。你看，所以刘秀是有好处的。更重要是在刘演上来起兵的时候，朱家刘家自己都害怕，都藏起来，搏身杀我。因为刘演经常惹官司。当看到刘秀也穿着起义的服装来的时候，大家这么忠厚谨慎的人都在参加起兵、起义、造反，也是到时候了，哎，就安心了。你看是不是？这是什么呢？就是刘演出来大家害怕，刘秀出来大家也属该出来起兵了。这一年刘秀28岁。东关汉记说刘秀深念良久，天变已成，要变天了，所以呢他们做准备。可见刘秀是深思熟虑在起兵的。还有一件事，他们在冲临乡起兵，打到了湖阳县，可是最后得这分战利品的时候呢，哎，新士兵、平林兵这些露营兵呐，不满意，众悔恨，又反攻诸刘。刘秀把他的刘家人获得的战利品全部分给他们，化解了一个内部火并的危机。你看刘秀造反不为钱，所以刘秀啊是有内秀的。公元22年起兵，23年正月，他们直接再进一步往宛城进发。当时啊，各路诸侯就各路起兵兵马，有下江兵，对吧？有这个新士兵，有平林兵，还有冲临兵，对吧？他们都是露营好汉啊，露营山上啊。这时候有一个叫刘玄的，也在军中，在平林兵中，号更始将军，与名更始啊，就从头来。那当时这么汉兵这么多，起兵这么多，总得有个统一的领导吧？大家都想是刘氏为天下，就出刘吧。然后呢，有人想立刘演，但是呢，很多将士都愿意啊立刘玄。是刘演呐太狠了，刘玄呢别懦弱，这样好掌控，所以立刘玄。立了刘玄以后，大家商量好了，他把刘演召来，就把意思告诉他，是不是刘演这个厉害了，刘玄好掌控呢？也许有这个原因。但是我们看看他家谱，其实刘演跟刘玄他的同一个高祖都是刘买。当时刘玄的曾祖父是继承了这个冲临的代侯的爵位的，所以你要从这个宗史上讲，刘演、刘秀是要比那刘玄差一点的，都是姓刘啊，都是一个后代。那我还房子还要长，那等应该刘玄也有道理啊。可是事实上证明呢，刘演确实啊比较强势，所以也是说，就说不懂得笼络人心吧。刘玄呢稍稍弱一点啊，后来就发展看，所以当时刘演找他的商量，他是真刘氏故好，故人很好。但是现在呢，你看山东还有赤眉，如果他也立个刘家怎么办呢？咱不互相不两个刘呢？王莽会灭，互相就已经矛盾了。主张先破王莽，降赤眉，然后再退去。他甚至还说，如果是赤眉立了个刘的，他行，他也不会夺掉我们，我们也是一方诸侯。有个叫张昂的，拔剑击住，一事无功，今日之事不得有二，定就定了啊。当时张昂啊、朱伟这人呢，都是向着刘玄的。刘演呢，寡不敌众，人家不支持他，所以就立了刘玄了。好了，现在已经立了个刘家皇帝，刘家兄弟他们也安排了他们一些职位啊。从这个职位的安排来说，其实还是照顾的方方面面的。而且刘演和刘秀的叔父啊，就他叔父带他刘良啊，还担任这个最高顾问呢。
下面的战争是这样的。你想这个刘家起来跟那一般草莽农民不一样，他们是发文书号令天下，如何这个讲宣传那些公事啊，所以是来真的，真要取代王莽，所以王莽就着急了，他就纠集大军呢前来镇压。那么这个汉兵，咱们先讲汉兵了。6月份，大半新莽40多万军队在昆阳，今天首日这个平定3市下面的昆阳镇啊，然后呢，刘秀拿下了昆阳，刘演拿下了宛城。昆阳大战，刘秀一战成名，以少胜多啊。具体的过程咱不讲了，反正在过程中表现刘秀卓越的军事才能啊。他知道他要什么，可是打下宛城，刘演打下宛城，刘秀打着昆阳，兄弟立功啊，又着急了。这天在南阳召开了一个大会啊，著说啊，这个刘演下面的一个将领呢，不服指挥，就被处死。刘演要为争啊，争了呢也被处死。当时李毅和朱伟，李毅本来是向着刘家的，一看呢势头不对，刘玄当了皇帝，他就转而阐释新贵啊。其实刘秀对哥哥打了招呼，他们家的姐夫邓晨也打个招呼，可是刘演都一笑，觉得没事啊。所以最后刘演突然在6月份宛城之战胜利以后，昆阳之战胜利后啊，这个战场还没打得干净，可不说刘演就被内部火并被杀了，这可考验刘秀了。这是个刘秀正在今天的宝丰县那些地方，在阜城的，在河南的，在记住这个扩大地盘的，哥哥在那被杀了，刘秀怎么应对？刘秀韬光养晦，他马上跑到宛城向刘玄谢罪，兄长犯罪，自己做义乃同胞，难辞其咎，哥哥有罪，不谈哥哥的冤，只谈哥哥犯上，对皇上不尊重。第二，不接受大哥的部将，避免嫌疑，绝不谈昆阳之功，也不为大哥负上啊，吃肉喝酒，谈笑自如，就表示哥死啊，没干没废啊，其实心里在流血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枕席上都是哭的眼泪啊。你想想，长兄当父啊，他父亲早死，随着一个叔父大哥没少对他照顾下啊。这些做法暂时缓和了跟史帝的关系，跟史帝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刘演确实兄弟给他立个功。刘秀这个做法符合他平常的在众人当中形象，种庄稼卖粮食，读书就读书是吧？啊，所以昆阳之战表示他有军事才能，但是没政治野心。所以呢，这刘秀不但没有受牵连，反而给了他个位置，反正都姓刘嘛。后来呢，打到了洛阳收编了，在洛阳就暂时建为首都。这个首都的整治工作还是刘秀做的。6月刘演被杀，9月王莽被杀，同月洛阳被拔马，10月刘秀做司隶校尉，全去收拾宫室，准备迁都。这时候呢，更始帝啊就做进一步部署了。洛阳嘛，建都洛阳了啊。首先派一部分人到北上，敲定河北的一些地方啊，上古军、渔阳军。山东的赤眉一看汉兵势力大，赤眉的首领樊崇也到洛阳来归降。同时呢，一支军的西向指向长安，也准备迁都长安了，这是西汉的首都了。以刘赐啊，也是他刘家人啊为丞相，先入关修宗庙、宫室。眼看这个刘玄的天下就差不多了，但是就在派谁去河北的问题上发生了一种争论。刘赐说河北很重要，我们诸刘家的人呢，只有刘秀有这个能力。山东赤眉归附了，河北还有铜马呢，对吧？河北再往北，长城边上边疆有重军。可是朱伟、李毅反对，因为他觉得刘秀厉害，怕放火会山，他们是鼓捣杀刘演的，刘秀大哥的怕结怨。可是刘赐呢，坚决支持刘秀。在更始帝还有点狐疑，可是刘秀当时的低调，让他觉得刘秀也许不会是后祸。其实啊，刘秀啊，他还做了工作
他收买了更始帝身边的亲信，啊，让这些亲信呢也为他说话。所以刘秀拿到了一个这份任务，破虏将军代行大司马事，啊，代理大司马啊的身份，钦差大臣去招呼河北，但是没给他军队，就是个光杆司令。这是刘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因为他现在有自己的战略发展空间了。虽然没多少资本，但是他有自己的战略发展空间。所以他当年的至交啊，也是太学里的同学，可能比他低一个班级啊。邓禹马上就跑来了。当初邓禹在刘玄起兵的时候，有人参加，他不参加的。哎，当刘秀有自己地盘以后，他知道机会到了，他就是北上直接追随过来了。那邓禹跑来以后啊，刘秀跟他开玩笑：“你是想做官吗？我现在可以发官帽子的权利了。”那邓禹当然不是这样的啊，邓禹就讲出啊，要图天下之策啊，我们把它叫他中队啊，这可以跟后来的这个隆中队，还有以前的韩信的啊这个汉中队有同等意义。就是说，当一个帝王确立自己战略发展目标、战略发展路径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邓禹的判断，他下队、他中队呀，揭示的战略目标很清晰。他的要求就是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甚至最后打出自己天下。做出这种战略目标的判断，两个前提：第一个，对刘玄更始集团的认识；第二个，对刘秀本人的期待认识。他说啊，更始帝是个普通的人，而且他自己不能完全掌控时局，而那些将军们都是庸人，志在发财啊，志在争权，朝夕自快而已啊，快一时之意，并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要dân主，要安民，所以啊，他们搞不成。而你是有这个能力的，现在呢，我们要做的是，就是要笼络人心，要笼络人才。所以这个延揽英雄，物悦民心嘛，啊，英雄是人才。一句话，其实我想跟刘秀一定是不谋而合的。邓禹的这个他下对天下策，对整个时局的分析是非常清醒的。当时知道刘秀往北上属是一个良机，对吧？我们先把河北搞定了，然后再徐图大业。河北有河北的英雄啊，当时河北有三王：赵王刘伶，不愿意你刘玄派刘秀来染指我河北，所以他们就在邯郸推这个人才，这个叫王朗。王朗何许人也？王朗自称是汉成帝的后代，刘子瑜。说啊，有日赵飞燕姐妹俩啊，嫉妒别的女人跟成帝生的儿子，所以他们在民间养大的。现在他们恢复本心了，叫刘子瑜。那么这个刘伶他们就推举他，现在的这个正统啊的关系最近嘛，成帝的儿子嘛啊，所以他们呢就邯郸突然建立一个政权了，也姓刘的啊，也姓汉了，我们把它叫赵汉啊，他赵国的地方啊，刘玄那个汉叫更始汉。所以刘秀来了以后，他们就派人呢到处抓捕刘秀。是谁呀？能够这个抓捕刘秀的话，我们就封10万户，啊，封他万户侯。所以刘秀呢，他都想放弃了。当时呢，耿弇就来接应刘秀啊。耿弇的父亲耿况当时是归附更始帝的，彭宠也是跟更始帝的，他就派人来联络他，在路上说：“你不要害怕。”你往北上，北上渔阳上谷的突骑足以万骑，2军兵马是边疆兵马，军力强盛，邯郸不足畏也。刘秀放弃了，
退出了大帅。在城里又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广业王刘杰也响应邯郸，所以这时候呢，邯郸的使者来了啊，当地的干部呢都在迎接他。刘秀正在城里，所以他们赶紧逃，对吧？人家悬榜捉拿他了啊，赶紧跑啊，赶紧出城啊，出城了，这个城都关闭了，他们冲出去了。哎呀，日夜兼程，不敢在有人的地方荒郊野外的跑啊，一路上可是吃苦了啊。所以说晨夜草舍，荒庭尽诛，呼和土里卖饭，这些故事都是讲说刘秀在这个逃的过程当中吃了很多苦啊，早晨夜里啊都赶路，住在草舍里，在荒庭里啊，也没有米啊，吃了一个这个麦饭，这个身上都是湿的，烤过火啊，来把它啊来给烘干，反正是这样啊。有一次他们呢在这个到了饶阳城，他们谎称我是邯郸的使者，就是赵汉啊，就是王朗的派的使者。这些当地官吏正好就是赶紧让他吃饭吧，招待饭吧，招待所嘛一看这些人狼吞虎咽的，哪像这个官方使者就怀疑他他们讲说邯郸的将军到，擂鼓真的将军来了。刘秀他们都大惊失色，他们想赶紧逃，又怕逃不出去，镇定了。谁是真的讲？请邯郸将军进入。最后呢，人家是假的，考验他们的。最后他们赶紧跑到了曲阳。大家过河的时候说这个水断流了，又没有船过不去最后呢说大家都害怕后面有追兵了这个河还真的最后结冰了，到了河边还真结冰了结冰了，这个过了以后呢，这话就是冰就化了反正有神事了那么他们这一些人呢，最后到了信都郡。信都郡守任光是更始汉的，更始帝政权的，他就想赶紧走出去，给我找些人，我到长安去。这是个刘玄他们也在长安，他是劝他，你走也走不了，谁跟你去长安呢刘秀这人呢就稳定住了。更重要的是，刘秀他在真定府，真定王刘阳这边，河北三王嘛，广元王刘杰、赵王刘林是拥护邯郸的，刘阳态度还没完全这个定，还有点犹或者说他还会争取，所以刘秀就派人去争取这个刘阳，而且亲自跑去跟刘阳会见，而且呢当场还娶了郭圣通郭氏为夫人。其实半年前刘秀刚刚在家乡结了婚，就是他从小的这个美少女殷丽华，可是这时候顾不住了，就为了政治需要就请了郭圣通，因为他出来打江山的时候把殷丽华送到了家乡，没有送到长安去。长安多次要他把家属送去，他没送去，所以刘秀想自立其实早就做了安排了。你看这个刘阳手上有10万军队对吧？这点联姻就使他支持刘秀。这样刘秀你看有这么几支军队，对吧？有当时招募的，有渔阳上谷的，有这个更始帝派了尚书令谢公带了一些军队，再加上他刘阳的支持，所以刘秀进军邯郸，连战大破王朗这是公元24年的5月拔了邯郸。有一件事能体现刘秀的见识，在王朗的邯郸的宫廷里面发现了很多的书信。什么书信呢？数以千计的书信，都是留下手下的关羽明将军给王朗写的效忠信。这些人呢，原来担心刘秀坚持不下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刘秀怎么办？汇集大家当场效仿。刘秀说了什么？有人说刘秀说这是伪造的，
理解我们政治关系了，啊，把烧了。私下说，让那些当初心怀两断的人安心，令反则子自安。刘秀的这种胸怀，这种见识，就体现他领袖风度啊。古人讲当领导的应该含垢藏疾，就是说胸怀宽广一点。但刘秀你自己不能自保，对吧？参谋露宿时候，手下人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想法，你要容忍嘛。如果差为民如果真的一加追究，那么你的在事业发展过程当中不利于团结，你就可以团结的人，统一战线的意思就是跟你的政治目的不完全一样的人，你都要能容纳他们。这是现实政治当中大家明白的。在历史上的打天下过程当中也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刘秀从公元23年10月光杆司令空车单使出行河北，到第二年的5月份攻破邯郸，7个月，半年多的时间。你看，刘秀得益于他的坚韧，他犹豫过，但是当仁川，他马上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离开河北的打算。同时呢，他能够团结一切个团结力量，去到这个最大限度的团结那些人特别是政治联姻为他赢得了这个强大的队伍，10万之内跟着他。刘秀很宽厚，在处理那些部下给王朗写的那些数以千计的效忠信的时候，他能够把它善后总之刘秀在他的这个河北的发展过程当中，打下王朗站稳脚跟是一个重要的部署。其实他就花了7个月。那么这个时候更始帝已经对他表现不安了，他封刘秀为萧王，请他交出兵马返回长安，让尚书令谢公就地监视刘秀的交兵动作而且派了人接管幽州，接管上古渔阳。这个时候萧王封王了，让他到长安去，是吧？更始帝现在真正猜忌刘秀了，当年是他哥哥刘演，刘秀怎么办？这天刘秀在邯郸宫里休息，哽咽进来了，直奔刘秀的床下。他说，现在我们伤亡很重，请我回到上古当家口去添兵。萧王爷是明知故问还是什么意思？战打完了，河北都差不多了，王朗已经灭了，还要征兵干什么？这个人说，王朗虽破，战争刚开始有人从长安过来想撤兵，你别听他的，吃煤的人数以10倍几十波吃煤兵，每波都是数十百万人的，圣功他肯定搞不定就败他吃接不了。但是刘秀还做出样子，你说什么你失言，我要斩你，你怎么说我们的皇帝搞不定呢？我要杀你。这个刘秀也做姿态了，哽咽跟他讲，我是跟你推心置腹讲实话，因为你对我们有厚恩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你说说你的理由吧。他说老百姓哭王莽久矣，夫死刘氏所以呢汉兵才能够这个成功。可是现在更始帝呢，你看看他的做的是什么？在都城内横行霸道，源源寇薪，还不如王莽呢。在山东呢，他们的大将善命，不听中央的这个内外都是这样子，我就知道他一定持久不了。你不样你现在名声已著，天下人呢都知道你刘秀是爱民，而且你的在河北的发展已经做出了很好的一个样子你现在这样全息天下就能搞定，劝他另立门户
这件事司马光这么记载有什么意义吗？我想2个原因。第一个，为刘秀的背叛更始帝找一个垫背的啊，就是按照正统说法，你长大了你去背叛你的领导不合适的啊，就是这个话要通过耿弇讲出来啊，使刘秀啊这个形象啊不那么龌龊，对吧？是下面启动他。第二个，本来更始帝也不行，刘秀最后是行了啊，所以我想这些事啊，一定是刘秀心中已经有这个打算，但是要通过别人话讲出来，这也是领导方法，对吧？你自己主动来动员大家，不如让大家呢主动谈出来啊，这样呢你的意志啊得到更好的贯彻。总之吧，耿弇的这一建议啊，把天下形势分得非常清楚透彻，可以说体现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啊，跟前面的邓禹的这个他下对啊是前后相继的。其实耿弇和邓禹这2个建议加起来，就说把河北经营好，以这个为替盘啊，然后不要急着往长安去，让更始帝的陆营跟魑魅他们去滨州去，你坐山观虎斗，然后收拾你，其实就是这个道啊，你可不要离开这个地盘了。刘秀利用机会唬病了刘玄派来的这个谢尚书的军队啊，谢公是个老实人啊，不是刘秀的对手，然后他也不急往长安去，樊崇啊带领魑魅军直扑长安啊，他们在路上呢也找了个姓刘的刘盆子做皇帝啊，河北地方呢刘秀呢他现在还是打着更始帝的旗号，不过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他在燕赵之地啊进行这个整固，这势力做整固啊。他呢不管长安的事啊。那么好，你发现没有？在刘秀在搞定河北的时候，长安已经发生变化了啊，就是魑魅的势力已经超过陆营的势力了。公元25年6月，也就是说搞定邯郸以后，1年零8个月，刘秀的中带引导下，在河北号称的千秋亭继位登基。这时候天下有很多皇帝了啊，刘秀只一个皇帝而已。那么要树自己旗帜，因为天下士大夫跟着刘秀打天下，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开国元勋，对吧？天下那么多皇帝，你现在刘秀不继位，不亮出旗帜，你跟谁干？你还跟那个更始帝干？那更始帝你怎么不去救呢？啊，所以啊，他要先亮出旗帜。那么其实啊，在刘秀称帝的同月，魑魅用这个刘盆子向长安进发。长安这时候皇帝是更始集团的更始帝，就是刘秀实际上是在自己的皇帝还在的时候，他就称帝了。现在至少有这么几个皇帝了，长安有个皇帝，河北这边有个皇帝啊，后来几个月后打洛阳的，然后在路上还有个皇帝，像长安京城，其他还有了。那么9月份，这个刘玄呐被杀，这个更始政权呢降了魑魅，所以这个刘秀最后进行了10几年的这个征战，才搞定天下。大体是公元25年，刘玄死啊，9月份的时候，27年，另外一个皇帝刘永死，在河南的。27年呢，刘盘子死，魑魅被刘秀打掉。31年平定了天水，33年平定陇右，36年平定巴蜀。刘秀继位后10几年时间，真正把天下搞定啊，史称光武中兴呐。刘秀当然做轻徭薄赋啊，这个加强吏治啊，减轻税收，这都刘秀做的啊。
有一个故事可以讲讲刘秀治理天下的这个治法。刘秀的姐姐胡杨公主，姐夫死了，她呢守寡，刘秀呢就想她这给她找个对象，说姐姐你看上谁了？他看上了宋弘的。宋弘人也长得帅，也有威严啊，他是没超过他的。好，这个事我给你去办。哎，这一天呢，他把宋弘找来了，让他姐姐坐在屏风后面，就跟他讲：贵一交，富一妻。一个人地位高了呢，就换朋友；一个人钱多了，就换老婆。人之常情嘛。就是说，其实你老婆是不是该换换？那宋弘大概也是不是风言风语听说这个事儿，他说是另一番道理：贫贱之志不可亡，糟糠之妻不下堂。你看，人家不干。刘秀等宋弘走了后，跟自己的姐姐说：“看来事儿搞不成，他也不能强迫人家离婚了，哎，因为他公主又嫁给你的话，老婆就将我妾了，是肯定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没搞成。其实啊。”胡杨公主是不是有个男朋友咱不知道，反正呢她有一个她很宠幸的一个仆人啊，叫苍头啊。这个苍头呢在洛阳犯事了，有个书生呢进城来呀，来找朋友，朋友不在，也没钱了，盘缠了，就把自己的马拿去卖，是匹骏马，钱很贵。胡杨公主苍头啊就说我这有钱，给他一个袋子，钱袋，其实里面都是石头啊。这个书生呢就找他拼命呐，这个苍头啊一刀啊就把这个书生给杀了。哎呦，杀人了，死人了，大家都怕了。当洛阳县县令董宣赶上的时候，这个苍头逃到公主家里去了，他后头等着啊，最后等这风声过去的话，这苍头跟胡杨公主出来了。董宣呢拦住马头，这个说啊，他这个宣布他的罪状，当场就把他处死。东汉的人都这么狠啊，司法程序从来不讲的，只要正义在自己手上啊。这个胡杨公主那个气啊，就赶紧跑到光武帝面前、弟弟面前去哭诉。光武帝那个怒啊，欺负到我姐姐了，我姐姐已经很够可怜的了啊！哎，这个就把董宣找来啊，要他这个处死他啊。董宣说：“你不要处死我啊，陛下治天下啊，以法治天下啊，公主的。”这个奴仆光天化日杀人啊，能够不治罪吗？你不要这给我治罪啊，我就自己撞死就算了。哎，光武帝刘秀啊，他知道董宣是在理的，所以就把拉出来他啊，然后说好吧，你跟我姐磕个头啊，请个这个认个错。我没错啊，让他磕头，就让咱们官吏摁着他手往下摁。这个董宣呢，那个手啊杵着柱子，摁不下去呀。所以光武帝刘秀的你真是强项令，令是县令，项是脖子嘛，强脖子县令啊，认不下去，不认错。这件事的意义在什么呢？就是说嘛，光武帝呀，明白事理以后不徇私枉法。他解释你当布衣的时候，当百姓的时候那么狠啊，当地的官府都怕你，你怎么当皇帝？你一个县令都治不住了。刘秀讲的话，天子不辱百衣通，当天子啊，你得守规矩。当老百姓，你想干点什么倒无所谓。我很欣赏这句话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领袖人物，有重大的社会责任、职位在身的时候，你的行为要更加规范。啊，普通人呢，他倒无所谓。刘秀死的时候62、63岁，啊，很有意思。三刘：刘邦、刘备、刘秀、刘备啊，都是大不多这个年龄死的啊。他非常勤勉，处事朝政呐。啊，这个非常勤奋啊，而且还提倡儒学啊，所以在历史上啊，应该刘秀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啊。就说，哎，刘秀的成功啊，南宋的陈亮有一个评论，因为南宋的人说中兴也是他的梦想嘛，啊，他认为北宋灭亡了，我这个南宋偏安一隅要中兴，前面有周宣帝的中心，西周的中心，然后是汉代的汉室，光武帝的中心。他是忠信之身呢，没有能超过光武帝的。他的功业之大，
成效之高，不光是靠天命呐，也是靠人谋略啊，有一定之略，才有一定之功啊。谋略不可以仓促就做出来的，功劳不可以侥幸能成功的。所以对刘秀的成功，我们可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我想有几点可以分析的。第一个，刘秀这个人呐，有他特点，不光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特点。你看刘秀啊，真人不露相，他很注意做好当前的事情，不好高骛远，不是他没理想，但是一定要做好当前的事。造反之前呢，刘秀是个出了名的乖孩子。建武17年。公元41年冬10月，刘秀回到家乡，跟家乡的一些父老乡亲呐说说笑笑，回忆少年时代这里的时光啊。他在少年，他28岁才离开家乡造反的。那些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酒酣耳乐的欢悦的时候就夸，文神少时就是个谨慎柔和的人啊。你看，确实这样的。对吧？刘文说这刘秀啊，读书就读书，种田就种田，卖粮就卖粮，还暗恋着邻县的美少女，对吧？就这个普通农村青年他仕宦当中施金吾娶妻当初阴丽华嘛但是刘秀不甘而平庸，他读书的时候关心时政，对吧？聊天的时候安之非福，也流露出他并不是胸无大志的人。刘秀总是做好该做的事，当前的事，该干什么干什么。给我们什么启发呢？一个不能做好当前事情的人，未必能做好未来的事。你看刘秀在长安读书的时候，他还挺会算计的。他把自己家里给来钱花光就花光了嘛，跟同学们凑笔钱买了个小毛驴，把它租出去然后用这个租金呢拿来这个来这个管这个生活费。你看都会算计，就像你的孩子送到北京上海去念书，对吧？他呢把他钱呢买这个出租车租给人，然后拿这个租金来过日子。你看刘秀可是其实很踏实的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刘秀什么特点呢？好吃的放到最后吃，就是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他说小时候家里人跟他说，吃饭的时候吃红烧肉，要把一块肉放在饭底下，最后一块肉吃的是肉，不是饭，将来有福。昆阳之战的之时，很多农民军呢都希望保住财，保住钱。他明白这些福财有什么用呢？只要把战打胜了，自然就有钱了。这钱放了，都撤了，把集中所有的力量，尽可能拿到前线去，所以他赢了。我想第三个刘秀的特点值得分析的就是他注意寻找自己最佳的发展平台，就是说对此发展目标、发展路径，他有这个很好的把握。你看，在他大哥去世的时候，你想他晚上可以说蒙着被子哭打下牙齿和血吞，但是他白天呢就谈笑风生，好像没干没废，吃肉喝酒，好像没这事一样的哥哥冤死了，就向更始帝道歉，因为他有更高的目标，他不是匹夫之怒。刘秀到了河北以后，他需要一支自己的队伍可是更始帝没给他，邓禹却跟他说，要招揽英雄，要物悦民心2条。云台28将，排名第一的是邓禹，因为邓禹最早看出刘秀的发展前景，给他以这个和方向所以人是要被鼓励的。我想第四个就是刘秀这个人既精明又厚道。一个人精明加精明不行，厚道加厚道太傻大事精明，小事厚道
刘秀呢，你看看，在他处理跟真实帝的关系的时候，啊，在他处理跟这些这个他去打败王朗以后啊，在邯郸宫廷这些大量的这些书信是诋毁他为对方效忠的时候，在他收编大量河北农民军，这些农民军犹豫不决啊，他呢这个推心置腹啊，或者他信任这一时候，他都表现了精明厚道的结合。举个例子吧，河北有很多农民军同马，这个人投降你都把他杀了，对吧？那这个既是名声不好，而且也不会扩大你队伍嘛，最好能够把他收编，收编能放心吗？哎，这些人也不放心呐。刘秀知道他们的意思，所以呢，他就自己亲章简从，来到这些收降的军队里面来检查了事理。萧王推心置腹啊，我们胆敢不投死乎？就是大家都是服他。做个比较吧，当初凯撒打败庞培的时候，庞培的部队怎么处理？凯撒又做了类似的安排，所以就把这庞培的军队都收给他了。智者都有相同的智慧，在更始帝没出事的时候，赤眉还没到长安的时候，他抢先立地，精明。这个时候他要该当断则断，他一方面举大事不计小验，一方面该做大事的时候，该拉下面子的拉下面子。这时候不考虑你更始帝的感受了，我立地，尽管你还没死，还没败啊，就是精明用的大事上，厚的用的小事上啊。无论精明好厚宽厚好，都是为了他的自己的事业。我想跟这个刘秀在他治国的问题上也有值得谈的就是什么呢？就刘秀这个人呢，强求儒学，提倡儒学治国，这些跟我们的前面讲的元帝之后的儒就到王莽的儒就有点迂腐了。现在光武帝还是在讲儒术的，这个儒术呢就不儒服了，就比较务实比较务实这个东汉的功臣多近儒，这是后代史家讲的。刘秀本来就好学问，那他自己亲自还去讲经，他儿子明帝刘庄更是说他居然呢在太学的经常去演讲，那些儒生还向他请教经学的问题呢这是西汉开国功臣跟东汉开国功臣的差别。西汉开国功臣都是平民，东汉开国功臣的大都是儒家，这是两汉政治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中汉政治体制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发展，就走向了一个儒学的神学化，儒学的这个庸俗化为魏晋玄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土壤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东汉这个儒似乎在开国的时候跟王莽跟元帝不一样，但是他还是在称谓这个方面，在神学目的论这个方面还是一脉相承的。其实东汉的刘秀之后刘庄之后刘达，这爷孙三人呢还基本是正常的，对吧？这个刘秀继位的时候，江山是他打的嘛，对吧？他已经是30出头了。刘璋继位的时候是接近20了。可是刘赵何帝以下的皇帝都是少年皇帝，童公皇帝，没超过15岁的，小的才几个月，从此开始了凄惨的童公皇帝史。所以对东汉中后期的政治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皇帝小，妈妈要出来垂帘听政，妈妈不管用，要找娘家的哥哥或者父亲这样进行了外戚专权。皇帝长大了，对舅舅对外公的掌权不满意，用生命的宦官打掉外戚，宦官上来了。皇帝呢长大以后用很快就死了这些皇帝这个年纪小，这个活的也短命然后呢有新的小皇帝来了，又是妈妈垂帘外戚当权，长大后宦官就周而复始，一直到最后桓帝临帝的时候，朝政日非社会混乱，黄巾起义，
为三国的到来提供了一个契机。黄巾起义这时候，三国的英雄曹操，对吧？刘备、孙坚，啊，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壮大的。南宋有个人叫陈亮，陈亮有一篇文章，他专门呢，他评价历史上的人物，特别是中心的人物，因为这南宋他讲中心嘛，对吧？对北宋来说，他中心，他认为中心古今中心呢，第一人的就是这个刘秀，汉室中心，光复这个周宣王，宣王中心们啊，那你觉得刘秀的成功有些什么过人之处？我觉得刘秀他在这个西汉末年和这个王莽新朝这样一个赶朝换代的这个时候，事实上他的借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汉室的这个合法性。汉室合法性，因为王莽的这个新朝对于这个汉朝的取代，事实上并没有在最后这个收拾天下人心，所以人心很快又回复到了这个前一个阶段去，而且汉朝西汉打下的这个基业，总体上面来说还是得人心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事实上刘秀他首先是在合法性上，他能够最后抓住这个合法性。虽然跟他同时的各路诸侯也有好多这个刘家的子弟，但是呢，刘秀他通过自己的一个厚积薄发也好，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慢慢的一个先把自己打稳了，然后拉起来自己一个团队。他这个团队是非常有战斗力的一个团队，这个在这个中兴的这些这个君王里面，我觉得刘秀的这个团队是，如果说要 PK 这个战斗力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强的。云台28将。对，那么刘秀他的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也不是说他有了这个合法性他就能够成功，他也依靠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团队，他才能成功。他只是这个团队里面很重要的做战略、做决策的一个人员。那当然，他也不排除他自己也有比较好的身手，也有很强的能力。那么他在性格上又是比较好的一个君王，他能够跟这个他团队里的成员有很好的合作。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来跟团队成员之间就是加强沟通，然后呢这个同仇敌忾，共同对外，那么能够把整个团队的战斗力能够展现出来，而且呢在他这个光复之后，他能够比较好的处理和他团队这些功臣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后世很多开国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王朝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就是王权和这个功臣集团之间的这种比较血腥的这样的博弈关系。那么在这点上，我想刘秀是比较做到了比较怎么说，又比较仁，又能够比较智，同时呢也展现出他的勇，他能够让整个这个汉家王朝在他手中能够得到光复，并且他打下的东汉的这个基业又能够延续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其实我想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没错，就是我们可以很多领导优秀的这个历史人物，他是成功，一定他是成功的原因，对吧？各有特点。但是对刘秀来说，我说特别值得我们就特别印象特别深的，特别值得关注一点，就是他能处理好长远利益和当下利益的平衡的关系。就是很多人呢好高骛远，忽视了当下利益，或者是呢这个只是考虑当下利益为所这个，但是呢对于目标前途啊这个把握不住。在这个方面，刘秀应该是非常突出的。
你看，你想啊，刘秀造反的时候，当初在家乡起兵，湖阳县，从乡里打到县里，他母亲死了，他姐姐死了，他二哥死了，一家至少3个烈士。但是后来分战利品的时候，那友军不满意，反攻朱刘，他把他的战利品都拿下，送给对方。你看，就说他造反不为钱，对吧？其实刘秀，你看看，他平时种地就种地，念书就念书，在长安念书上大学的时候，钱不够，还把拿来钱呢，跟着凑钱买一个小毛驴，让这毛驴去出租，用租金呢来补贴学费。你看，就说说得好，他有远大的理想和当下的事儿，他这个事儿，他不是就说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一样的，他得一屋也扫天下也关怀，就是啊。你看他那个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哎，朝廷什么新的事情，他回来跟同宿舍讲，他走先知道来解读这现在朝廷的什么政策。你看他是有天下的，但是他当下租个小毛驴改善生活，他也能处理好，是吧？他哎呀，娶妻当娶阴丽华，这个仕宦当做知敬吴，在理想，知敬吴就警备司令了啊，这首都地区警备司令。可是呢，安之非仆呀，啊，国事公刘秀当以天下，刘秀可能是刘姓国事公吧，安之非仆呀，难道不是我吗？对吧？其实他当下按着连这个邻村的小妹妹美少女和他的想安之非仆有情况天下，他不矛盾的。那你看，在他这个昆阳之战，历史上被认为以少胜多的，现在看来昆阳之战应该有后来给他添油加醋成分。我在这在想，因为刘秀打仗，对吧？那不给他一点，后面还不把他还咬的这英雄虽大叔特殊一下，因为王莽的军队啊，他在边疆对付匈奴，他把匈奴得罪了，外交政策，他这弄的40万来人呐，说实话，那都是临时拼凑的，是吧？不一定多大战斗力，哎。但是刘秀能打仗，因为后来的他虽然在前线一线打仗不多，但是他都是指挥入地嘛，像邓禹啊，这个冯异呀，包括到吴汉呐，打四川呐，什么，这是他这个人好像是有点在那里给他面授机宜啊，这个遥控的样子，因为他也是说能打仗，但是昆阳之战后，他哥哥被杀，这时候他能够处理好当时的，因为他是长父，他父亲早死嘛，大哥等着他父亲呢，他是小弟，中间还有2个，所以跟他跟大哥的感情应该就是长兄当父一样的感情啊。但是他表现不露声色，那他知道要什么，他要什么好？你看，从宛迁到这个洛阳。下面呢就有几个地方了，山东的魑魅搞定了，北边呢河北还没完全搞定，大部队走的要往西安去，对吧？那长安去，那边的王莽已经被杀了，那他河北这个机会他抓住了，除了他们刘家人刘慈，这是他其实在后宫做的工作，就是在刘玄身边的那人做的工作。你看，他知道他要什么，到河北去以后，到河北去，你看。他的河北光杆司令呐，光杆司令，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资源其实都是就是这个汉政权的，因为玄汉啊，刘玄叫玄汉，他也叫汉啊，所以他的合法性，钦差大人合法性，包括在河北的部分势力啊，渔阳啊、上古啊、这个信都啊这3个郡的势力，其实都是都是刘玄的玄汉的势力。你看，在这个情况下，在这种力量下，他做事，但是他从来没有忘掉，他要自己打天下。这从邓禹跟着他下队看得出来。为什么？说这个刘玄肯定不行，不是那块材料。就你刚才讲的，大家都认汉，汉多着呢，称汉就是好几个的，对吧？但是他只是什么之一。而刘玄其实从辈分上说，比他们家深一点。就是如果追到
追到根上的话，刘玄的祖先是哥，接受那个爵位的，他的祖是弟弟，啊，就说是追到他是一在的兄弟俩的时候，那个是刘玄的祖是哥，是兄长子，他所以应该人也比他这应该要比他深一点啊，所以这个刘秀在河北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怀着一颗要自己干的心，未来的长远目标，但是现在他还是在这个刘玄的旗帜下做事，尤其是半年前刚刚娶了阴丽华，这个时候他娶阴丽华也是大龄姑娘了，阴丽华总快20岁了，他得28了，你看那时候20岁28都是大龄姑娘结婚的时候，他又娶了郭顺通。为了政治原因，郭顺通、刘洋有10万军队手上，支持他，才最后把邯郸的这个王朗打掉，他高成是汉成帝后代。就是我觉得，你看从家乡起兵一直到河北发展，最后他的一个村上豪臣称帝，那他得对长远目标的设计和当下问题处理，甚至他生活当中，对吧？上课读书，他都处理得很好。你看为什么要在那个小村子称帝？因为那么多人称汉，你最后你跟谁呢？我跟你是你如果还是刘玄那个部下，你再去救啊！刘玄那时候陷入赤眉军的困境呢，他成皇帝的时候，刘玄还没死，还没败呢。他成皇帝的时候，刘玄还等于是他是毅然的就是这个离开中央，自己另立中央了。他实际上是那